纪元更迭，天道创世，诸天万界一切种族都穿越进了新世界。开局一人一片地，造房、种地、驯兽、挖矿、防袭击，每个生灵都需要努力建造属于自己的生存基地，让自己能够活下去。落羽得到了太初暴击神技，能够暴击世间万物。采集普通的草莓触发暴击，得到猪龙果，商城买普通的石刀触发暴击，得到天宫刀，造房搭桥挖矿驯兽，统统能触发暴击出奇迹。猫娘妹子想成为他的宠物，精灵族认为他是天神转世，他被世人称为杀虫剂，被地球人认为是先秦剑仙。大家还在努力活下去的时候，落羽已经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堡，他在攀登无上强者之路。第一章天道世界，太初暴击。晚饭过后，落羽独自走在小公园的石子路上，脑海中又想起女朋友离开时那决然的表情。女朋友追星追到疯狂了，连男朋友都不要了，只要他的爱豆就挺离谱的。忽的眼前金光一闪，一枚金色的珠子滚落在了脚边。咦？落羽好奇地将珠子拾起，正想要仔细观察一下，突然天空中打了一个响雷，他感觉眼前一黑又是一亮，已经出现在了一片陌生的环境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并不算辽阔的草原，一座小湖如同明珠一般镶嵌在草原上，周围高耸入云的群山形成了一个圈，将此处彻底的包围了起来。这是沉稳的性格让落羽没有露出多少惊慌之色，正要仔细观察，天空中响起的一个温和的声音：诸天万界一切智慧种族，大家好，我是天道，欢迎来到我创造的新世界。关于这里的一切，你们只要在心中默念打开系统，自有分晓。祝你们生活愉快。声音落下，直觉告诉落羽，这不是演戏，更不是拍戏，自己怕是穿越了。打开系统，他在心中默念，眼前出现了未来风的虚拟投影画面，弹出的第一页就是世界说明。花费了半个小时，将这份说明一字不落的看完后，落羽基本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了。诸天万界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片生存基地，一切都能够以数据化呈现，要做的只是活下去，并且让自己变强。忽的，视网膜的右下角出现了一行提示，检测到您拥有太初之石，正在为您兑换技能。太初之石，落羽本能地看向了自己手中抓着的金色珠子，只是下一刻，这珠子竟然融入了他的体内。恭喜您获得唯一技能太初暴击。太初暴击，您的下一次行为将提升100倍效率。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奖励初始暴击次数3次，当前次数4次。这妖牛逼的名字，还是唯一技能。落羽心中一喜，知道自己走了大运了。看了一下后发现，不仅攻击时能够暴击，做家具、开宝箱、采矿、伐木、捕鱼等等行为都可以被暴击，可能会暴击品质，也可能会暴击数量，这个看运气决定。但是也有限制，吃东西时最好不要暴击，可能会撑爆身体。建筑类也不能暴击，变得太大会破坏领地空气墙。沉下心神，他看向了脚边不远处，那里躺着很多的工具，还有一些袋装的植物种子，这就是启动物资了。整片草原上只有落羽一人，看来他的初始综合实力评估的还算不错，是单人开局。那些实力较弱的人，很多都是几个人出现在同一片平原上，免得完全活不下去。单开有单开的好处，资源全是自己的，多开的话有好有坏，本质上很公平。打开面板，一串数据出现：试炼者落羽，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0分，初始都为0分，每月底结算一次，评分越高，可获得天道奖励越多，面对袭击强度也越大。力量13，地球男子平均值，宇宙平均值17，体质14，地球男子平均值，宇宙平均值18，敏捷13，地球男子平均值，宇宙平均值18。落羽知道基地评分可以说是求生和变强的核心了，但现阶段还是活下去最重要。他操控虚拟界面打开了世界频道，发现彻底的乱成了一团。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 TM 脑子一片混乱。我想回家。大家不要慌，这是传说中的纪元更迭，我们走大运了。精灵，我的基地里竟然有精灵妹子，好美。血传，大家好，我是米克星的，你们是哪里的宇宙友人？我是天兽星的，兽人永不为奴。世界频道发言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天发言一次，这会已经彻底的乱成了一锅粥。又打开了一下系统交易商城、虚拟对战平台、区域地图等功能，彻底的熟悉了一下后，他知道时间宝贵，立刻有了打算。上午先播种农作物，下午搭建临时木屋。这里的农作物成熟期与地球不同，很快就会成熟，越早播种越早收获。因为在部队搞过菜地，他的种植技能被评定为 LV1， 效率会比 LV0 的普通人快一些，不过片刻之间就开垦出了一片长方形的菜地。为什么是长方形？方便播种、浇水这类操作。正想着播下玉米种子，忽的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不是有3次暴击机会吗？何不试试？心中默念一句，视网膜下方的信息栏出现了提示：您的下次行为必定暴击，效率提升10000%。骆宇小心翼翼地将一枚药草的种子种了下去。药草种子能够长出治疗外伤的药草，有极低几率发生变异，成长期30日。奇迹发生了，种下去的种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起来，不过片刻之间竟然变成了一株人参形状，而且有巴掌大小。人参养气活血，延年益寿，服下后永久力量+2，体质+2，寿命+2年。好家伙，这暴击活生生将一株药草给暴击成了人参啊！骆宇当场吃下了人参，立刻感觉全身舒畅，有使不完的力气。再看面板，力量15，体质16，敏捷13，强起来了。趁着这股劲头，骆宇直接开垦了3片菜地，分别种了玉米、水稻和药草。再看了下世界频道和区域频道，都小半天了，很多人还闹不清楚状况呢，哭鼻子的，吵着要回家的，骂娘骂天道的，干什么的都有，简直是在浪费初期发展的宝贵时间。下一步，造木屋。骆宇目光扫视全场后，拿着锯子走向了远处一片小林子。小树林靠近山脉，他不敢太深入，只是在林子外锯起了树。木材+1，木材+1，木材+1。吃了大补的人参，精力充沛。骆宇将精力全部发泄在了大树上，3个小时足足锯了80个单位的木材，而建造简易木屋只需要30个单位就行了。这要放平时，不得干个2天。点开虚拟画面的建造页面，骆宇点下了小木屋的选项，眼前出现了木屋的投影，这是让他选择木屋的安置地。安置的自然是菜地附近了，算是草原的中心点，再向北就是小湖了。建造木屋消耗木材30，白银10，是否确定？白银是天道世界的通用货币，每个人出使白银100，能够用来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建造也需要消耗一定的白银。点了确定，眼前光芒一闪，一座小木屋便出现了。第2章100倍暴击出好货。走到里面一看，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木材还有得多，骆宇又花费了10个木材做了一张简单的木床，一个木桌子和一把木椅子，将外面的工具全部搬了进来，一一放好，这样一看就有了家的味道了。看了下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干了这么多活，人参给的精力也消耗没了，饿了。湖里肯定有鱼，钓竿也有，按照说明，钓鱼不仅能够钓到鱼，还会钓到乱七八糟的物资。但是架不住湖中心有个红点呀，地图上显示红点的地方，代表有固定的敌对单位，可能是原始食人部落，也可能是什么大凶兽之类的。湖里铁定是个鱼类怪物，不把它宰了，谁都别想钓鱼。除非你想碰运气，看看是先钓到鱼，还是先被怪物吃了。刚才骆宇看见了，这片小小的平原上有莓果，要没看错的话，这些莓果已经熟透了，再不采摘就会腐烂。提上篮子直接出发，他快步走到了一株灌木，采摘起来。这莓果大小和草莓差不多，因为种植技能 LV1，采摘下来的莓果完好度、产量会比 LV0 高一点，不至于浪费。在部队搞菜地搞生产，还是磨练了一些技能的。第一颗灌木出了3枚莓果，他取了一颗莓果，在身上这套象征地球人身份的工作服上擦了擦后，吧唧一口吃了下去。好吃呀！他眼中露出了喜色，又连吃了2枚莓果，腹中的饥饿感稍微消退了一些。忽的，他想到了一件事，太初暴击用来采果子，会不会一下子采下100枚？或者和刚才一样，弄出什么稀有物品？想到此处，他的目光看向了远处的另一株莓果灌木，没什么犹豫的，他快步走了过去，心中默念一句后，干脆利落地采下了这枚果子。100倍暴击发动，产出稀有果实的几率提升10000%。再看手中的果子，却是发现不是莓果了，而是一枚大红色、拳头大小的果子。猪笼果，服用后永久力量+5，敏捷+2，3日内饱食度维持100%，并抵御蚊虫、疾病侵袭。丁，您采摘天才地宝，获得种植经验，种植等级从 LV1 提升至 LV2。好家伙！他大喜之下，当场把果子吃了进去，舔了舔嘴唇，果然发现体内有力量涌出，面板也有变化。力量20，体质16，敏捷15。这短短1天时间，他顺利从地球人均水平达到了宇宙人均水平，再来几枚就是宇宙发达种族水平了，快速奔小康。此刻虽然吃得很饱，但草原上的莓果再不采摘要烂掉了。因为种植技能提升，仅仅花了2个小时时间，他把平原上所有的莓果全部收集了，足足一篮子，正好100枚。此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干了1天活的骆宇在小湖的支流小溪处用木桶打水洗澡，准备上了床区域聊天走起了。就在刚刚躺到了木板上之时，突然有警报声响起。警报，您所在的9527号区域有一群野狼下山觅食，他们将分散行动，
可能随机袭击生存基地，请做好准备。洛宇吃了一惊，刚刚打开的区域聊天界面上立刻有人惊呼起来：牛大，牛头人行星，什么情况？才第一天就有袭击！爱丽丝，精灵族，愿伟大的女神保佑每一位生灵免遭袭击。纳可儿，猫娘族，喵呜怎么办？怎么办？狼来了，不要来吃我呀！方与梦，地球人类，大家不要慌，有屋子的躲在屋子里，要不就爬到树上去，千万不要受伤。受伤没有草药的。区域聊天已经炸开了锅，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有屋子和没屋子的区别了。冷静沉着、发展快速的人可能已经有木屋了，就算有野狼过来也进不了屋子呀。但是之前慌里慌张、怨天怨地的人，要是遇上袭击看来第一天晚上就会有人出局了，而出局的代价就是死。啊呜！远处传来了狼嚎声，洛雨几乎是从床上跳了起来。要死不死的，狼真的来了！悄悄推开窗户，远处2只野狼正摇头晃脑地走过来，每一只都有小牛犊子大小，这边嗅嗅，那边闻闻，很快将目光聚集到了洛雨所在的小木屋上。青狼，野性80%，主动攻击型。洛雨，地球人类，我这来狼了。简单的发了一条区域内容后，直接退出了聊天室。祝你好运，祝你好运。片刻之后，洛雨发现野狼绕着屋子，似乎拿木屋内的自己没办法，但让他愤怒的是，他们竟然开始破坏田地了。这种袭击性质的野狼，就算不吃人，也会破坏生存基地。要么消灭他们，要么等他们自己离开，不可能相安无事的。洛雨微微皱眉，田地被破坏没什么，但种子不能有事啊，就那么一点种子。他直接一手一根木棍冲了出去。啊呜！一头野狼当场扑了过来，洛雨只是往旁边一闪，轻巧的就躲开了扑击。敏捷到底上来了，自己今非昔比了。见另一头野狼也扑了上来，洛雨直接一棍子就闷了上去。老人都说野狼是铁头豆腐妖，孤儿这一下是用了暴击的，100倍暴击触发，您的下一次攻击威力提升100倍。咚！一声闷响，木棍结结实实的砸在了野狼的脑袋上，铁狼的脑袋直接炸成了一团血雾，当场暴毙。我去！洛雨自己也吓了一跳，目光看向了另一只野狼，这条青狼似乎被吓懵逼了。没有任何迟疑的，洛雨快步上前，一脚狠狠踢在了野狼的腰间，当场将此兽给踢翻在地。随即他踩在了野狼的脑袋上，正要弄死这只野狼，突然他心中一动，不是还有一次暴击吗？可以尝试驯服野狼呀。他用力踩了一下榔头，厉喝道：被我驯服或者死。叮，100倍暴击发动，您驯兽的成功率增强100倍。第3章暴击又见暴击，青狼猛地一震，全身光芒闪烁之后彻底屈服了。驯服成功，您的驯服等级提升至 LV2。青狼，雄性3岁，力量9，体质12，敏捷14。驯服之后能够看见具体能力值了。洛雨松开了脚，青狼立刻爬了起来，亲昵地蹭着他的小腿。驯服的动物能够帮忙战斗、搬运、巡逻，或者让他看管田地。毕竟这片平原上有一些小动物或者鸟类会来偷吃农作物。洛雨拍了拍青狼的脑袋，并且给他取名为阿呆，随即目光看向了另一具狼尸。木屋之中并没有刀，洛雨想到了挖矿用的那把镐子，暗想刚才自己怎么没用镐子出来打狼呢？小湖的支流一条小溪边，他开始分解这头青狼，随着各类内脏内扔进小溪，却是引来了鱼群。很多鱼儿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的开始分食内脏，小的只有手指大小，大的看起来有2-3斤。洛雨大喜，但也知道就算现在抓鱼也没地方养，却是搬了一些石头将小溪两头给拦了起来。两头中间的水位快速升高，看起来像是个小鱼塘一样，虽然不敢说能够将鱼儿全部困住，但绝对能困不少。将青狼料理了之后，洛雨在木屋不远处用火折子升起了一个火堆，准备将狼肉烤干腌制，长期保存起来。这回袭击警报结束了，区域聊天又活跃了起来。爱丽丝，精灵族，大家没事吧？纳可儿，猫娘族，还好人家会爬树，抓不到我，但是把我采的果子给吃了。方与梦，地球人类，洛雨还活着吗？洛雨淡淡一笑，回应：没事，已经处理了。方与梦，处理了，算了，没事就好。袭击之后肯定有东西交易，不聊了，我去交易平台看看。纳可儿，我也去。爱丽丝，我也看看。洛雨，祝你一切安好。牛头人，3位美女，你们就没人问我有没有事吗？洛雨心中一动，也打开了交易平台。别说，这回还真热闹，卖什么的都有，什么农作物种子、木剑、木刀之类的，铁锹、渔网之类的标价都不高，大家也都没钱，但是食物却没什么人卖，初期太珍贵了。洛雨思考了一下后，决定把莓果卖了，毕竟自己饱腹3天不用吃东西，莓果的保质期也就3天，不卖就浪费了。物以稀为贵，
骆雨非常黑心的把每一枚果子标到了25白银。等了片刻，无人问津，他干脆在世界频道发言：某某隐藏，我去，交易平台上有人卖莓果，快去抢啊！同一时间，无数人点开了交易平台。这才第一天，其实很多人对于白银的概念怕是还不清楚，而且大家都饿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骆雨一样，能够第一天就生活美滋滋。1秒钟，100枚莓果被抢夺一空，骆雨的账户上多了2500白银。我是不是上架的太便宜了？骆雨哈哈一笑，准备再卖一些狼肉，不过还没烤熟。忽的，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只见他坐着的地方，各种蜈蚣、蟑螂、苍蝇、蚊子之类的全部退避。对了，猪笼果，我有3天屏蔽虫子的能力。骆雨发现后，好奇心起，开始在草坪上翻滚起来，滚到哪里的虫子就慌忙逃窜。虫子也是食物啊，卡路里比牛肉还高，鸡肉味嘎嘣脆。机会难得，他干脆用尖锐的树枝插起了蜈蚣这类东西，打算收集一些做烤蜈蚣、炖蜘蛛这类的黑暗料理，就算自己不吃，也能拿到平台去卖嘛。诸天万界那么多种族，应该会有鸡族这类爱吃虫子的吧。一路在草地上打滚，蜈蚣这类的虫子也抓了40-50条了，效率非常的高。正开心着呢，突然有提示出现：获得个人特性，虫族克星1星。虫族克星1星，对一切虫族额外造成10%的伤害，免疫一切虫族10%的攻击，永久敏捷+2。咦，还有个人特性的？骆雨知道个人特性很难获得，只有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够得到这些特殊的能力，1星最低，5星最高。既然如此，那就再滚滚吧。上架一部分狼肉后，骆雨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正如他猜想的那样，果然能够升级。几小时后，直接将这个虫族克星特性给提升到了5星。虫族克星5星，对一切虫族额外造成50%的伤害，免疫一切虫族50%的攻击，永久敏捷+10，体质+10。一看面板，力量20，体质26，敏捷27。好家伙，才1天功夫，他直接宇宙小康以上水平了。在刚刚升到5星这一刻，骆雨坚持不住，体质再高也头晕了，回木屋将处理好的狼皮往身上一裹，直接睡觉。第2日清晨，和煦的阳光照在草原上，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骆雨缓缓醒来，感觉自己神清气爽，体质高，恢复快，换了别人1晚上，他未必能缓得过来。世界频道和区域频道都是早上好之类的消息，一片祥和。但是骆雨知道，在这片祥和之下，其实昨天袭击应该有不少人已经没了。在小溪边洗了把脸，摸了摸阿呆的脑袋，他看了一下系统消息，果然昨天上架的10块狼肉全部卖光了，1块80白银的天价卖出，目前他账户内有白银3400。果然太初暴击的次数也重置了，这回又有一次暴击机会。目前食物暂且足够，种子也种下了，接下来他需要扩展自己的生存基地，首先就是围墙。木质围墙太脆弱，还是石质更有安全感？围墙能够让系统建造，但是石砖这类的原材料的自己做，这就需要一把切石刀。切石刀既能切石头，又能作为近战武器。骆雨异想天开一般的想着，是不是买东西也能够暴击？想到就做，他直接心中默念后，在系统商城选择购买100白银的切石刀。第2天就有钱购买这等东西。骆雨自问应该领先了大部分人吧。丁，您购买切石刀时产生100倍暴击，获得价值1万白银的道具天宫刀。天宫刀锋利且厚重，近战利器，也可作为工具使用，小幅增加切割、挖掘等活动的效率。眼前光芒一闪，一把黑色的长刀出现在了面前。骆雨兴奋的一把握住，入手之间颇重，但因为他力气大增，这个重量却是刚刚好。买东西也能暴击，妙啊！走到一块青石之前，一刀劈出，看起来坚硬无比的青石当场被劈成了2半。一刀断石，这放古代都算神兵利器了吧？骆雨大喜过望，用这东西切石块，那是手到擒来啊！没说的，干活。第4章，虫子只配在鞋底仰望。因为骆雨力量远超标准，体力绵长，加上天宫刀的帮助，切石头的速度那叫一块迅速。不过半小时时间，已经切出了长方形的石砖1000块了。他都没想到自己这么能干。看了下区域聊天，很热闹。昨晚怎么样？大家都活着吧？蚊子我干，你祖宗，我最少被吸了1斤血。我好那可儿，猫娘，骆雨，你在干嘛？你是单开吗？骆雨，是。那可儿，喵呜，一个人族能单开，挺厉害的嘛。对了，昨天的野狼你怎么处理的？骆雨，一棍子打死的。聊天框出现了大量问号。方雨梦，死。真的假的？斗宗强者恐怖如斯。那可儿，咦，你难道全身都是肌肉？可以截图发个画像给我吗？
牛头人，我全身都是肌肉啊，小可爱，我发给你。纳可儿，喵呜，对不起，我不喜欢牛头人。爱丽丝，你们不要在区域频道聊奇怪的话题。落雨，你们早上吃过了吗？我抓了些蜈蚣，你们要吃吗？方雨梦，你自己留着慢慢吃吧。落雨一边切石头一边和这些家伙聊天打屁，快速的熟悉了起来。忽的一条相关的世界动态推送引起了他的注意。虫族4444在虚拟竞技场针对地球人类摆下擂台，胜负赌资2000白银。虫族。落雨点进了虚拟竞技场，发现擂台所在的界面聊天框已经爆炸了，地球人狂喷虫族，而虫族也狂喷地球人，双方你一句我一句。落雨一看战况，还是人族占优，人族喷子的战斗力应该是远远高于宇宙平均值的，但喷归喷，擂台摆下却没人敢进房间应战。竞技场昨天就已经开场，估计一些好斗的人都对战过了。地球人类在身体素质方面的确是不如大部分种族，才一天就被贴上了软柿子的标签。这不，立刻就有人摆下擂台，准备赚地球人的钱。地球人都是胆小鬼，骂有什么用？上啊！废物，地球人比臭虫都不如。污言秽语不断，不少地球的血性汉子已经忍不住了，但就算愿意上去打，也需要先支付2000白银。赢了你拿走4000，输了2000归胜利者。胜利者不仅能够得到赌资，观众想要观看每个人还得支付10个单位的白银，这些钱也会进入胜利者的口袋。可以说，实力允许的情况下，竞技场是赚钱的好地方。落雨脸上微微有些不悦，一群虫子竟然骑到我们人类头上了，正好他有钱，正想着上呢，这时却有人先忍不住了。地球人类某某隐藏，支付白银进入擂台。这回大家哪顾得上线？纷纷支付10白银进入擂台观战。落雨也是付钱观战。点入之后，落雨眼前出现了一块虚拟屏幕，屏幕内是一处约500平的空旷房间，此刻正有2人站在房间中对峙。那个嚣张的虫族是一个尖脑袋、面目狰狞的怪物男子，男子2条胳膊如同螳螂的镰刀一样，背后有一对薄薄的翅膀，一看就是螳螂类的虫族。而人族这边也是一位男子，但此人隐藏了自己的编号和容貌，只能看到他强壮的身形，看不到面容。当然，双方并不是实体进入擂台，而是投影进入的虚拟角色，这角色的属性值与现实一模一样，包括特性、道具等等全部投影的。虽说是虚拟对战，但强度与现实中打架几乎一致，无非就是里面打生打死，外面的实体都不会受伤，当然精神类创伤除外。3、2、1，开始！倒计时结束，那螳螂怪人扇动翅膀，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扑了过去。人类男子暴喝一声，却是反应了过来，一个翻滚，手中的竹制长矛立刻回击。咔嚓！螳螂的镰刀直接将长矛给割断，接着一个横扫，将男子切成了2半。KO！ 虫族4444胜，耗时2.3秒。弹幕开始疯狂刷屏，虫族之人无情嘲讽，原本还将人族比拟成臭虫，现在直接比作蛆虫了。4444螳螂怪更是嚣张得很，大笑道：“来啊，还是2000白银，地球人还敢来吗？地球人类这种低等生灵，来100个我都照杀不误。人类雄性都是废物，雌性连给我们产卵的资格都没有。”观战的人类这边一个个咬牙切齿，被如此侮辱，谁都不好受。但是很明显，真的打不过。便在很多观战的人类感觉憋屈无比之时，又有提示响起：地球人类某某隐藏，支付2000白银进入对战室。对战室内光芒一闪，出现了一位男子，同样隐藏了编号，同样隐藏了面容。这位男子身形不似壮汉那般一身肌肉，但却看起来结实有力，手中这把黑色的长刀却让人有心惊肉跳的感觉。不用说，此人自然是落雨了。虫子只配在鞋底仰望我们人类。落雨冰冷的声音回荡在对战室内，让人有一股心惊肉跳的感觉。你说什么？螳螂虫族咆哮起来，各种虫族弹幕也是纷纷咒骂。而这回人类这边反而是有些发虚。兄弟，大家知道你热血上冲，但有钱别乱花，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连人类这边自己都不看好落雨。3、2，倒计时开始。螳螂虫族怪笑道：“我会慢慢切割你，地球人类永远是我们虫族的猎物。”1，在倒计时结束的那一个瞬间，螳螂虫族扇动翅膀冲了上来。这一次他明显动用了全力，速度比刚才更快。螳螂以敏捷见长，这一扑的敏捷至少20点，已经不是人类能够抵挡的了。虫族克星特性发动，攻防增加 50%。 就在众人以为又是秒杀之时，落雨突然身形暴起，其爆发出来的速度好像比扇着翅膀的螳螂都快。好高的敏捷！每个观战的人脑海中都是蹦出了这个念头。下一刻，
落雨手中的长刀与螳螂那锋利的前肢猛烈对撞。第5章，警钟敲响，月底有大强度袭击。噗！天宫刀猛烈横扫而出，直接将螳螂闪电出击的前肢给劈了下来，接着势如破竹，嗖的一下斩在了螳螂男子身上。这一刀势如破竹，将螳螂男子劈成了2半。KO！ 地球人类某某胜，耗时 1.6 秒，秒杀。但不同的是，这次被秒杀的对象是螳螂虫族。死！观看对战之人都是倒抽冷气，随即人类这边欢呼了起来。无敌！这是谁？无敌呀！卧槽！武林高手，一定是武林高手呀！哥哥好棒，求姓名，求爆照，求交往。虫子只配在鞋底仰望，帅啊！太帅了！刚才叫嚣的那些虫子呢？来啊，继续叫啊！整个聊天室直接被人类给刷屏了，要不就是在崇拜落雨，要不就是在嘲讽虫族。落雨这一下是给很多人希望了，人类也能够如此强悍。您战胜对手，为方便下次进入虚拟竞技场，您可留下一个代号。代号吗？那就一个单字，雨。立刻，落雨在竞技场中的名字从地球人类某某变成了雨。雨是华夏人的名字。雨哥哥，你是我心中的英雄。雨哥，你是哪片区域的？好，很好，雨是吧？我们虫族这就去叫人，有种别走。不管聊天室内的各种言论，落雨直接收钱退了出去。看了一下个人账户，白银的数量来到了6800，原本就算赢了2000也只有5300，其余的都是观众的入场费，血赚好吧。让我看看能买什么好东西。他打开了商城浏览起来，看了一会后，猛然发现有一条小提示之前被忽略了，因为之前商城买东西暴击过一次，月底结算之前无法再度商城内暴击了。商城会有暴击次数的限制，落雨还想着无限套娃呢。咦，等一下，这条提示。落雨偶然打开地图，却是发现地图的右上角有一排红色的小字，距离月底袭击还有28天。急忙点进去一看，却是额头见汗。每月月底结算之前都会迎来一次硬核袭击事件，袭击的强度会比普通的随机事件要强出一些，是试炼者们最大的威胁。落雨第一时间发送了区域聊天。落雨，你们看地图是不是有月底袭击提示？方雨梦，真的晕倒，这可怎么办？我和姐妹们才刚刚搭木屋。爱丽丝，大家要努力活下去。区域聊天炸锅了，每个人都生出了一股紧迫感。落雨一边和大家说话，一边心中快速的思索起来，围墙的建设要提速，基地的防卫设施也要摆上日程了。点开研究界面，密密麻麻的科技都没解锁，仔仔细细的看了防卫类科技那一条科技树，初期其中有陷阱、射击塔、瞭望塔之类的，但落雨的目光却是看向了其中一栏，自动发射弩箭，可安装在围墙、射击塔等地点，会自动装填弓弩并瞄准敌人。自动的，这对于基地只有一个人的落雨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问题来了，想要解锁自动防卫这条科技树，都有一个前置研究选项：基地自动防卫核心。5000白银的研究经费或许还能够接受，但是建造的材料也需要自己准备。白银3000，翡翠200，黄金200，还需要一枚兽魂核心，价格非常的离谱。当然，做出来的自动防卫核心装置极难损坏，而且能够随身携带，一劳永逸。原本落雨还想着做一个小牧场，提升驯兽成功率，或者造个什么土壤，栽培加速植物的生长。现在看来，自动防卫科技才是当务之急，活下去才能有发展壮大的资本。落雨将这句话刻在了木桌上，并且将接下来的发展计划也刻了上去，时刻提醒自己。目标：月底之前造成坚硬的城墙和解锁自动科技，造成自动弩箭。没有多少犹豫的落雨，直接花费了5000白银解锁了自动防卫核心这项科技，还剩1800的白银，先留着。看了看时间，距离天黑还有3个小时，落雨背上天宫刀，扛上镐子就前往矿洞了。建造围墙的石砖越硬越好，草原上普通的石块已经满足不了落雨的需要了。矿洞内能够出产黑斑石这类坚硬的石块原材料，也有一定几率挖到翡翠、黄金、白银这类稀有矿石。现在当然是去挖矿了。至于原本切好的石块，可以造点别的，石砖的用处很广的。矿洞的位置接近紫色山脉，但还是比较安全的。走进山洞，岩壁两边有陷入岩石的油灯，这些都是初始就有的，无法移动，也不需要添加燃烧原料。不一会儿就走到矿洞尽头了，眼前是一块散发着微弱蓝光的岩壁。落雨二话不说，一镐子抡了上去，接着一挖，啥都没有。采矿失败，您的采矿经验上升，因为采矿等级才 LV0，失败是正常的。又是一镐子下去，这回从发光岩壁之中滚落了一块黑色有斑点不规则石块，正是黑斑石。
这类石头的爆率还算高，但稀有矿石的爆率就低得离谱了。砰砰，连续采矿之下，不断有黑斑石、花岗岩这类坚硬的石块滚落出来。因为落雨的基础属性高，即便采矿等级不足，但效率还是非常可观的。不一会儿，身边就堆了一个小山包，采矿等级提升至 LV1，总算升级了。落雨呼出一口气，活动了一下肩膀，打算休息一下。他的目光看向了眼前这堆各色石块，发现搬运也是一个问题。这会想到他不是一个人，还有一条狗，不，一条狼。吹了一声口哨，正在巡逻田地的青狼阿呆飞速地跑了过来，片刻间便冲进了矿洞，亲昵地蹭着落雨的裤子。阿呆，去掉20个木材过来。青狼立刻就去了，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快就把20个单位的木材搬运了过来。第6章，好大一块黄金！落雨点开建造界面，花费了20个木材、10个白银建造了一辆小型拉车，并且还带缰绳的那种。阿呆，把这堆石头都搬到车上，完了自己套上缰绳拉回家去。阿呆连连点头，狼尾巴摇得飞起，立刻就开始干活了。看着他这欢快的样子，落雨淡淡一笑，也是忙碌了起来。一人一狼足足干了4个小时，落雨感觉有些累了。而阿呆在拉完了上一车的石块后，彻底的累得跟条狗一样，趴在了地上一动不动。结束之时，是落雨拉着一车石块，石块之上还有阿呆一起到家的。为阿呆吃了一些肉块，又去鱼塘捞了一条鱼喂食，他恢复了不少，早早就卷成一团睡了。毕竟青狼的数值并不算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苦力家畜。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落雨前往小溪边洗漱。警告：生存基地卫生标准太差，疾病风险率上升。突如其来的警告让落雨吃了一惊。要说卫生，他个人还是有讲究的。难道是刚才在林子里随地拉粑粑，减低了基地的卫生标准？看了一下基地的卫生数值，当前只有可怜的18，而60才勉强合格。如果能达到90点以上的话，那么在基地内的生物基本就不会生病了。按照说明，还能有别的增益。在这样几乎没有药品的时候，生病意味着只能靠体质硬扛，就算扛下来了，也会拖延大量的发展时间。月底可是有袭击的。落雨原本就打算简单洗漱一下，想到生病的风险，他决定洗个热水澡。前后花费了30个木材、20白银建造了简易的洗浴浴桶，并且花了15白银买了个铁壶烧水。不得不说，这类设施好贵，好在之前赚了不少白银，要不都用不起。片刻之后，落雨一丝不挂进入了浴桶中，发出了一声舒服的叹息。此刻草原上有微风拂过，抬头望天，繁星点点，苍穹无限。小妹还好吗？要加油活下去啊！落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与妹妹洛琳相依为命。妹妹今年19岁，是个模样俊俏聪明伶俐的小姑娘。想到妹妹那性子，落雨感觉她应该不会过得太差吧。说来，等解锁了更高等级的科技之后，是可以找人的。他相信总有一天兄妹还能够再见。收回了发散的思绪，落雨躺在浴桶中打开了区域聊天。大家都在谈论关于月底的袭击，各抒己见。这个时候就看出了每个种族面对威胁的不同应对态度了。如同方与梦这般的地球人族都认为应该想尽办法解锁自动防卫核心，精灵妹子则是认为应该用白银提升自己的射击技能，牛头人偏向增强肉身力量，而猫娘则是觉得应该布置大量陷阱，隐藏在暗中伺机而动。更有甚者认为靠自己抵抗不住，应该碰运气去商城抽宠物蛋，万一出了极品好货就无敌了。还有一个最为极端的，认为要以暴制暴，造一条小船把来袭击的家伙引入小湖，让袭击者和湖里的怪物自相残杀。落雨心中自然已经确定方案，但也加入了讨论。聊着聊着，大家又聊起了关于卫生和疾病问题了。这一点上，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应该先制造一个厕所。落雨也是暗自点头，心中打定主意，先把厕所的优先级提高，还要做一个完美的污水处理系统，先把卫生评分给提上来。方与梦，对了，今天世界聊天里都在刷宇哥牛批，人族第一杀虫剂之类的。落雨，他们说的不会是你吧？那可儿，咦，小雨是打赢了虫族吗？虫族螳螂的敏捷不比我们喵族差哎。落雨，螳螂、蜈蚣、蝎子、蜘蛛，我这不少。你们说的是哪一条？方与梦，哈，你真在搞黑暗料理啊？打算上架商城毒死人吗？落雨，鸡族、鸟族爱吃虫子。噗哈哈哈！方与梦发了个哈哈笑的表情，落雨巧妙地回避了话题。一个与本身没意义同名的人多了去了，方与梦也是随口开玩笑的一说，扯个话题聊聊天，舒舒服服地泡着热水澡和大家聊着天儿。落雨感觉一扫疲劳，全身舒畅。提示：您进行娱乐休闲时心情愉悦，获得 buff 行动狂热3天。行动狂热力量体质
敏捷正10%，工作效率正10%。接到提示的洛宇愣了愣，之前看说明好像是有那么一条，心情、娱乐值、卫生这类数值如果评价高的话，有一定几率得到正向 buff 收益的。相反，数值低则会有低 buff。洛宇，咦，我泡热水澡给了个行动狂热的 buff。那可儿，热水澡，我也要泡澡。方雨梦，洛宇你闭嘴，说的我身上都有些痒了。爱丽丝，洛宇，生存初期要把白银用在合适的地方，愿女神保佑你。艾琳娜，暗精灵，切，只有在湖中沐浴才能亲近自然，愚蠢的人类什么都不懂。牛头人，要是有个姑娘一起洗热水澡就好了。冈本日川，地球人，尤西，我想和雨桑一起沐浴。大家纷纷羡慕嫉妒，洛宇心中小小的窃喜了一下，又聊了一会后起身擦干睡觉。清晨，区域聊天都是跳出了信息，大家早上好，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平安无事。这是第3天了，洛宇洗漱之后前往矿洞，路上哼起了劳动人民最光荣的小调，心情看起来很舒畅。有行动狂热这个 buff 增益，岂能不大干一场？片刻后，看着眼前泛着蓝光的岩壁，他心中默念一声，接着一镐子挥了下去。100倍暴击触发，您的采矿效率、稀有矿石出产率等数值提升10000%。猛地一挖，一块拳头大小的金色石块滚落了下来，好大一块黄金！您获得黄金300个单位。洛宇大喜，这一铲子下去，直接把制作防卫核心的黄金材料给凑齐了，而且还富裕了100个单位。第7章，侮辱之刀，挑衅之咬。黄金这种东西算是原材料，商城都不带卖的，要么挖矿，要么跟其他试炼者交易，要么烧钱从商城买成品，然后想办法分解得到黄金。这300黄金算是让洛宇发了一笔横财了。阿呆在身边也是兴奋的啊呜直叫，洛宇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收起黄金，正准备接着干活，突然眼前的蓝色岩壁震动起来，随即有一大团金色的石块滚了出来，足足有磨盘那么大。卧槽，黄金！洛宇瞪大了眼睛，但是下一刻，眼前这块黄金竟然舒展开来，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您挖掘稀有矿物时引起了金甲虫的愤怒。金甲虫，野性85%，主动攻击型。的确，挖矿时有可能会挖到虫子的，出货越好，出虫子的概率也就越大。金甲虫那2块金色的前颚伸了出来，看起来就很锋利，直接就对着阿呆潜了过去。好！阿呆咆哮一声跳开，接着直接扑到了甲虫的背上撕咬起来，结果一口下去根本不破防。甲虫抖动身躯将阿呆给甩下，接着又是一前又被跳开了去。洛宇看得真切，这甲虫皮糙肉厚，但敏捷不行。阿呆让开，我来！阿呆立刻跳开了去。洛宇手持天宫刀，上去就是狠狠对着甲虫的前颚砍了过去。当一声脆响，虫族克星个人特性让洛宇对抗虫族时战力惊人，甲虫坚硬的前颚直接被这天宫刀给劈出了一道缺口。金甲虫吃痛之下大怒，张开翅膀做出了恐吓姿态，同时爬了过来，前向了洛宇。洛宇本来就有27点敏捷，加上 buff 直接达到了30敏捷，很轻松的就避开了这一击。金甲虫发出了难听的虫鸣之声，又冲了过来，可惜还是被洛宇躲开。几下不中，气得他团团乱转，又开始攻击阿呆。阿呆作为一条狼，敏捷还是可以的，躲避的间隙还上去啃甲虫一口，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气得甲虫乱叫，胡乱攻击起来。驯兽！洛宇轻喝一声，发动了驯兽技能。驯兽失败，当前成功率 8%。LV2 的驯兽等级太低了，成功率实在不高，而冷却时间达到了10分钟。按照说明，只能对同一个生灵使用3次驯兽术，要是3次都失败就无法再继续了。而想要提升成功率，自身的驯兽技能固然是关键，同时对方的状态也有影响。对方若是处在惊恐、暴怒、混乱这类精神异常状态之下，是会提升成功率的。眼前的金甲虫目前似乎处于某种状态的边缘了，洛宇心中一动，喝道：“阿呆，跟我做！”青狼看向了洛宇，只见洛宇摆好姿势，却是突然在甲虫面前左右跳跃，不时拍出一刀，此乃侮辱之刀。甲虫给来回撩拨2下之后，小眼睛瞪得滚圆，已经快要暴走了。啊呜！阿呆也是洛宇跳了起来，一人一狼围着金甲虫反复横跳，不时有侮辱之刀挑衅之咬使出，金甲虫展开翅膀，触须绷得笔直，炸毛了。死！金甲虫被气得当场暴走，疯狂地追咬起来，奈何一人一狼敏捷比他高太多，碰不到对方不说，侮辱之刀、侮辱之咬来回招呼，那叫一个狂怒。矿洞之内鸡飞狗跳，10分钟时间一到，洛宇再度发动了驯兽技能。驯兽成功，当前成功率 61%。成功了！成功率达到了 61%， 可见金甲虫被气的头皮有多么的发麻。
金甲虫身上光芒一闪，原本暴怒的他立刻安静了下来，温顺的用前颚蹭了蹭落雨的大腿，宛如绵羊。一只虫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单纯真好。金甲虫，力量16，体质30，敏捷3，这算是皮糙肉厚的典型代表了。微微松了一口气后，落雨拍了拍金甲虫那金属质感的外骨骼，呵呵笑道：“以后拉运矿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金甲虫开心的晃了晃前颚，却是爬到了一片岩壁之前，掘了起来。落雨好奇的看着，见甲虫的前颚深入了岩壁之中，掘了7、8下后，钳了一块黑斑石出来。这是一只能挖矿的甲虫。落雨心中大喜，不仅是肉盾，还是个小矿工呀！妙，当真是妙。就是观察了片刻后，落雨发现金甲虫的效率太低了，比自己挖起码慢10倍。如果有一天甲虫的数量能上来，那么他就不用下矿洞了。现在还是要自己动手干。简单的休息了一下后，落雨再度挖起了矿石。接下来大半天的时间，落雨都泡在了矿洞之中，挖出了一堆又一堆的黑斑石，这类石块都让金甲虫拉着矿车运回去了。而阿呆则是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巡逻。期间，落雨的采矿技能提升到了 LV2， 依靠自己的能力挖出了石块以外的另一种矿石——铁矿。虽然只有拳头大小的一块铁矿，那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有了铁就能制作箭头，有了弓箭就有了远程攻击的手段，巨大的进步。喝了口水，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3点了。落雨结束了今天的采矿工作，接下来他开始切石块了。2天挖了3000个单位的石块，在木屋附近堆了起来，基本能切出15000个单位的石砖。说干就干，城墙早一天完工，就多一份安全。正切着呢，突然又有提示：您的力量+1，当前力量21。干某些工作可能会得到额外的属性值，切石挖矿都是力气活，干了2天下来，拿了一点力量，美滋滋。切石头切到太阳下山，晚上照例热水澡加区域聊天。或许晚上这一点聊天时间，是大家忙碌一天后唯一能够慰藉自己的方式了。看似平静的生活，掩埋着的是巨大的生存压力。早上落雨是被饿醒的，猪笼果的饱腹效果消失，得先解决早饭问题。出门看了看种植区，阿呆一醒就趴在田埂上晒太阳，有他在，小鸟、老鼠之类的小动物根本不敢靠近田地。第8章，石质厕所和围墙。金甲虫一边慢悠悠地啃着草皮，一边爬向矿洞。他的工作已经固定，要么搬运，要么挖矿。落雨看了下农作物：玉米成熟度 15%， 水稻成熟度 15%， 药草成熟度 3%。 很明显，普通农作物一天的成熟度是 5%， 而药草则是 1%， 暂时是吃不到新鲜作物了。落雨走向了小溪，之前垒起来的堤坝还在，这个简单的鱼塘效果不错，里面还有10几尾的大鱼。落雨抓了2条，走到火堆之前再度引燃烤鱼吃。他和阿呆各自1条，吃完之后全身又满是干劲了。这回没有直接进矿洞，而是开始绕着自己的领地走了起来，沿着山脉的边缘走的，目的是找一个排污水的地方。走了1个小时，还真被他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地方。这是一片领地最边缘的一片小竹林，在竹林的灌木丛隐蔽之处，却是有一条很小的水沟，水流肯定是通向紫色山脉的。至于具体通到哪里，落雨不管，只要不是自家水系就行。这里正是排污水的好地方。满意的点了点头后，落雨用天工刀将这条水沟挖深了一点，接着点开了建造界面，简易排水口，木材石块50个，白银石。确定之后，指尖一点，一个普通石块7成的排水口出现在了那处挖开的水沟处，排水方向自然是向外的。接下来则是要挖一个容纳排水管的小沟，这对落雨来说非常简单。测算了一下道家的直线方位后，直接开干，不过半个小时就完工了。又是指尖一点，这会花费了100弹块，20白银制作了长长的一段排水管，直接就连到排水口。最后就是厕所了。豪华厕所咱造不起，小舒适的石砖厕所还是能造的。选了个离木屋7、8米的地方，落雨花费了3000弹块，80白银的价格造了个石砖厕所，里面设施基本齐全了，就是还没有进水口，需要手动打水。不过这些都是细节，关键是有厕所了。看着眼前不大不小的厕所，落雨多少有一些成就感。讲道理，这厕所的防御力比木屋可是高多了，而且还是石门，要是木屋顶不住，还能躲厕所里暂避。笑着摇了摇头，落雨打开了系统数据，卫生评分48，一个厕所足足增加了30点评分，可以说是大大的降低了自己的疾病风险。又看了看自己的面板数据，试炼者落雨，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60分，力量21，体质26，敏捷27，种植 LV2， 采矿 LV2， 驯兽 LV2。这基地评分这一栏原本是0的，
现在却是来到了60，却是让骆羽喜出望外。60点评分证明月底结算后，骆羽能够得到600白银的奖励。当然，月底面对的袭击强度也会因为这个评分而提升。点开看了下明细，青狼加15，金甲虫加15，简易木屋加10，石质厕所加15，浴桶加5。这个评分似乎只统计固定的财富，类似狼肉、黑暗料理、菜地里的菜这些并没有统计。另外，骆羽发现自己这个试炼者也没有被统计在内，不统计更好，袭击的强度少一点，活下去的可能多一点。厕所造完，将排水管道掩埋之后，骆羽开始计划围墙的位置。初期的围墙不用范围很广，把木屋、菜地、厕所以及未来会建造的设施包裹住就成。想了下后，决定就正方形100米乘100米好了。至于以后的扩建，可以拆嘛，甚至有钱了把围墙当作地基，做个大城堡也行。骆羽心中向往了一下美好的未来，收回思绪后开始建造。围墙分为很多种，骆羽决定先制作终极围墙，5米高、30厘米厚的那种，加上黑斑石作为原料，大象、犀牛都撞不坏。1米的围墙除了100个单位的石砖外，还需要2白银。没说的，造起来！指尖连点，身边那堆石砖快速消失，而眼前却是有5米高的围墙拔地而起。骆羽眼中露出了兴奋之色，这种建筑的成就感根本就停不下来。不过他很快就被迫停下来了，石砖没了。终极围墙的耗材还是比较大的，还是去挖矿吧。夜晚时分，又挖了满满一堆矿石的骆羽，此刻正啃着狼肉泡在浴桶里，享受劳动过后的安逸。因为之前有不少存货，围墙一口气建设了50米，骆羽大体算过了，整个围墙造好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时间上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只是骆羽还是担心自己的白银不足，之前乱七八糟花了不少，现在只剩下1400的白银了，赚钱吧。打开拍卖行，骆羽将所有的黑暗料理全部上架了，100个单位的虫子料理，他标价10白银一个，良心价。果然，上架了10分钟后，无人问津，真没有卯日星君一族的。他尝试性的发了一条世界匿名消息：烤蜈蚣、炖蜘蛛上架了，口味独特的宇宙友人快来买。消息一出，立刻就有反响，兄弟，有没有油炸的蜈蚣？蜘蛛红烧比较好吃。我就是蜈蚣一族的，谁敢吃我的同族，我搞死他！说什么的都有，骆羽不在乎，他眉开眼笑的开始收钱了。不过几分钟时间，所有黑暗料理全部卖掉，1000白银到手，现在有2400了，心中的危机感缓解了不少。当然，这只是他自作多情的危机感，现在这个阶段别说有2400白银了，240都是巨款了好吧。说起虫子，骆羽进入了虚拟竞技场，这里虽然没有世界频道那么热闹，但人也不少，是纯粹的强者舞台，就像是地球上玩游戏一样的模式。骆羽浏览着各个房间，有房间名，还有类主的简介和赌资。不怕死的就来，50白银，类主狼人族。谁来杀我？20白银，类主巨齿族。今晚战个痛快，50白银，类主鬼脚族。人族那个叫雨的，给重页出来。1000白银，类主虫族。第9章，成就黑铁试炼者，佣兵科技激活。房间名五花八门，赌资大部分都不大，100以下，但是有7、8个房间都是同一个名。人族那个叫雨的，给重页出来。1000白银。不用说，虫族想要找回场子呢。骆羽冷笑，他不知道虫族为什么有钱，但是他知道必须给这些虫子一点厉害尝尝。低调不代表任人挑衅。直接点入了一间房间，竟然又是个螳螂族的男子。此人一眼就认出了骆羽，大喝道：你终于出来了，羽，今天我刀天狼就要给你留下心理阴影。此刻又有很多观众涌了进来，毕竟1000的擂台太引人注目了，而且又是恩怨局。骆羽只是冷笑一声，静等开始。3、2、1，双方同时抱起，向着对方冲去，两人速度都是很快，不过2、3秒钟的时间便交错而过，天宫刀和镰刀几乎同时出手。下一刻，二人错身而过，站在了原地。此刻观众们都是瞪大了眼睛，忽的有闷响传来，扑通，螳螂男子的脑袋被切了下来，而骆羽却是毫发无伤。杀你，只需1刀。骆羽那冰冷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房间中，观众全部哗然。而骆羽并未停留，已经退出了房间。这次他没有退出竞技场，而是进入了另一个1000白银的虫族房间。观众尾随而至，结果又是1刀。砍螳螂虫族是1刀，砍大鳌蝎族也是1刀，1刀2断。这一刻，有人看明白了，兵器，这个家伙手里的兵器不得了，连大鳌虫族的外骨骼都能砍碎，这是有品级的兵器了吧？而且我怀疑很有可能是超越了黑铁级的青铜级兵器。什么青铜级？这至少是白银级的。既然已经和虫族彻底结下梁子了，骆羽可不管3七21，
直接就开始扫荡竞技场虫族的房间，不过半小时打掉了虫族7个房间，只打虫族，将虫族克星这个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来竞技场主要目的还是赚钱，有些种族开的价格更高，1500、2000白银的都有，但洛宇自问应该不是对手。那些都是龙族、鬼族、血族这样的类主开的房间，不用看人，就看种族名字就知道，完全打不过的类型。看了下自己的白银，正好1万，而他也收到了一条提示：恭喜您取得连胜，实力评分上升，您获得黑铁试炼者成就。黑铁试炼者达成，相关科技链功能已经解锁。洛宇心中一喜，之前看说明达到黑铁评级是能够解锁佣兵科技的，急忙退出了竞技场，看了下研究栏，果然佣兵这一系列的科技解锁了。所谓的佣兵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雇佣兵。把自己的信息放到佣兵广场信息栏，设定一个价格，如果别人的生存基地出现了他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花费这点价格雇佣佣兵帮助自己。也就是说，佣兵是能够短暂的离开自己的生存基地，进入别人的生存基地的。想要登记成为佣兵，需要至少黑铁级的评级，还得缴纳一部分押金。洛宇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一遍佣兵系统的说明，发现这才是真正来钱快的手段。打擂台有输有赢，佣兵稳赚不赔，关键是安全系数极高。是的，佣兵进入另外一处生存基地时，拥有5秒钟的无敌时间，期间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等判断清楚形势，若是认为这个任务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则是可以立刻撤退，通过空间门逃回自己的生存基地，但是会扣除押金。真要到了生死关头，谁还在意押金呀？解锁成为佣兵的科技需要5000白银和1块金晶石。白银好说，金晶石的话只能挖矿看运气了，或者看看拍卖行有没有人卖。洛宇立刻搜索了一下，并没有人出售这种珍贵的石头。他又去佣兵广场看了看，一个佣兵都没有。不急，就算要注册成为佣兵，也得发展基地，在自身基地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再行外出才是王道。值得一提的是，想要离开基地，除了佣兵系统这条科技树外，还有访客系统、生活技能的医师、驯兽师、草药师等职业，也是能以佣兵的形式进入别人的生存基地。当然，现在不可能有人得到认证的。睡觉前又在区域频道和大家聊了聊天，探讨一下生存方略。还别说，洛宇是有收获的。方雨梦认为应该尽快购买种子，种植一些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要不然人体缺乏这些必要元素会日渐衰弱。洛宇深以为然，拍卖会搜索了一下，发现有卖西红柿种子的，不贵，20白银。清晨，洛宇洗漱完毕，又去捞了一条鱼吃，接着新开辟了一片耕地，种下了西红柿。在播种最后一粒种子的时候，洛宇犹豫了，今天的暴击次数是用来种植呢，还是一回挖矿用掉？迟疑了一下后，他还是决定要来暴击挖矿，将手中最后一枚种子种下。他走向了矿洞，片刻之后，面对岩壁，他心中默念一句，接着一镐子下去。100倍暴击触发，您的采矿效率、稀有矿石出产率等数值提升100%。眼前光芒一闪，洛宇急忙让开，却见一块脸盆大小的绿色石头滚了出来。这石头晶莹剔透，非常漂亮。您获得翡翠500个单位，您的采矿技能提升至 LV3。翡翠，洛宇心中大喜，防卫核心的另一个原材料有了，现在只差兽魂核心了。让金甲虫驮着这块翡翠回去，洛宇又开始挖掘，同时心中思量起来，这兽魂核心是杀死凶兽几率获得的，是极为珍贵的东西。拍卖行里可能会出现，但就算有，也绝对是个天价，现阶段怕是买不起。凶兽的话，突发袭击事件可能刷出来，等月底大袭击也有几率出现，目前只有这2个方案。至于进入紫色山脉主动寻找凶兽，那是属于活腻了的行为。等吧。让他有些惋惜的是，这次的稀有矿石竟然没有挖出虫子来，还想着再施展一次反复横跳呢。第10章湖中大水怪和烈火鸟。这一日，洛宇又挖了一天的矿，因为 LV3 的采矿技能以及行动狂热，他的采矿效率高的一笔，一天挖的都要赶上之前2天了。更让他欣喜的是，挖出了4块铁矿，目前有600个单位的钢铁了。傍晚时分，天空中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吃过了晚饭的洛宇上了个厕所，漫步在草原上，倒不是饭后消化，而是在灌木丛中收集莓果的种子。草原上不单单是草皮，也会有一些别的农作物。爱丽丝说，她的青菜种子和西兰花种子都是在草原上采集的。这回不仅仅是洛宇在收集，想必方雨梦他们都在收集吧。有了，洛宇找到了一株结着青色果实的莓果灌木。这莓果虽然没成熟，但果子里面的种子却是实实在在的。收起之后，接着找。夕阳将洛宇的影子拖得长长的，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他的背影显得有些寂寞，但又如此的坚毅。又在草原上找到了3枚莓果种子和1颗还没成熟的小白菜。洛宇准备收工回家了。
就在这时，有提示响起，一群迁徙的烈火鸟经过您领地上空。抬头一看，远处飞来了一片颜色火红的大鸟，在进入生存基地范围之后，却是降低了高度。这里有湖，洛雨知道他们是要捕鱼了。看了眼区域聊天，果然也热闹起来。方雨梦，这烈火鸟好漂亮。纳可儿，乌喵，想抓一只吃。牛头人，鸟肉难吃，还不如青菜叶好吃。洛雨，老牛，你是吃素的吗？爱丽丝，大家抓鸟不要太靠近湖边，小心湖里的怪物。洛雨刚刚看到爱丽丝的消息，突然湖中央出现了一片黑影，接着一条如同房屋大小的巨大黑鱼从湖里跳了出来，这一跳直接跃起了5-6米，一口将2只想要捕鱼的烈火鸟给吃了。洛雨急忙操控系统把画面给拍了下来，并且上传了区域聊天。方雨梦、爱丽丝等人，天哪，怪物！洛雨你没死吧？纳可儿，我爱吃黑鱼。之前洛雨想过很多种消灭湖中怪物的方法，但是此刻见到这条巨大的黑鱼怪之后，却是只剩下了一种办法，想办法远程攻击干掉它。我要跟它肉搏，我就是 SB。轰隆！巨大的黑鱼落进了湖里，溅起了漫天的水花。原本停留的烈火鸟惊慌失措的起飞，开始逃跑。正当洛雨以为鸟肉泡汤了的时候，阿呆却是立功。只见他从一处草丛中突然跃起，直接将一只慌不择路的烈火鸟给扑了下来。阿呆，别！洛雨话音未落，烈火鸟的脖子已经被咬断了。我想要驯服来着。见阿呆叼着鸟屁颠屁颠的跑过来邀功，洛雨淡淡一笑，摸了摸他脑袋道：去把毛都拔了，一会烤给你吃。呜汪！阿呆兴奋的狂摇尾巴，一人一狗正往回走。洛雨眼尖，却是发现了不远处有2枚鸟蛋，跑过去一看，这蛋比鹅蛋还大，应该是烈火鸟的无疑了。怪鱼跳出来，母鸟应激反应，提前下蛋了。好鸟啊！洛雨脸上露出了笑容。这里的烈火鸟不是地球上那种呆萌的火烈鸟，大小和孔雀差不多，算是一种飞天猛禽，养大了能够帮忙战斗的，侦察效果也很显著。关键是能够暴击碰运气啊，万一暴击一下孵出小凤凰呢？他心中美滋滋的想着，抱着2枚鸟蛋回屋了。片刻之后，雨也停了。洛雨一边吃烤鸟腿，一边和大家聊天打屁。纳可儿，喵呜，我和妹妹合力抓到了一只烈火鸟，可以吃了。洛雨，合力？你们那有2只猫娘？纳可儿，喵，2只。洛雨，你把我们当成什么？洛雨，当然是可爱的猫娘了。纳可儿，喵，话是这么话，总感觉怪怪的。方雨梦，我运气好，驯服了一只。这话后面还有一张烈火鸟的照片，好像挺威武的样子。爱丽丝，咦，梦雪有驯兽天赋吗？方雨梦，和小动物比较亲近吧，出师给了 LV3的驯兽等级。众人，哇，可以尝试解锁驯兽师科技啊，以后帮人家驯兽赚钱了。驯兽师、草药师这类生活职业和佣兵性质差不多的，别人花钱请你，你可以离开基地上门去帮助，本质上和佣兵一样。方雨梦，洛雨，你有收获吗？洛雨，我捡到2枚鸟蛋。众人，你要不会孵蛋的话，晚上吃了吧。洛雨是不会孵蛋，但是孵蛋这种事大同小异的，保证一个合适的温度就行了。他将目光看向了正在啃鸟爪的阿呆，笑眯眯地说道：阿呆，我需要你。阿呆，啊呜！当夜，阿呆抱着2枚大鸟蛋，小心翼翼地呜呜入睡。之后连续3天时间，洛雨白天在矿洞中挖矿，切石点已经堆了小山一般高的石块了，只等洛雨切。傍晚他会在草原上逛逛，找找种子或者新长出来的植物果类。现在他其实不缺肉类，但是补充维生素的蔬菜还是很紧缺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管是区域频道还是世界频道都在说蔬菜的问题。拍卖行一颗普通的青菜已经炒到了100白银了。当然，有些种族对于蔬菜的需求比较小，比如以肉食为主的猫娘族，纳可儿就没抱怨过相关问题。方雨梦那边3个女孩子也没抱怨过。有时候不得不相信欧皇的存在，他们的生存基地之中竟然有一片苹果树林子，他们也是最近才发现的。苹果作为水果之王，足够补充维生素的，方雨梦他们还能趁机卖高价暴赚一笔。洛雨暗叹，为什么自己的是片竹林而不是果林？或许这就是人生吧。当然，因为之前吃了猪笼果还有人参的关系，体内各种微量元素充沛，暂时是没什么问题，但必须要未雨绸缪了。西红柿、莓果这类作物还远不到成熟的时候，洛雨思来想去，一时间没有好的办法。用暴击去催熟一枚普通作物就太浪费了。第11章，蔬菜来自方梦雨的交易。走着走着，洛雨走入了竹林之中。天道世界的初始是春季，现在正是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候，竹子也都一个个的猛长个头。拍了拍一根翠竹，洛雨自语道：接着长，再硬点就拿你做标枪。等一点，硬点，不对，接着长。
骆雨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转头看向了脚边，那里正有一株翠竹的幼苗冒着头。竹笋呀！看到这冒头的竹笋，骆雨心中大喜。竹笋虽然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绿色蔬菜，但是也富含了各类维生素。他立刻就用天工刀挖掘了起来，一边找一边挖，一直到天色彻底黑了下来为止。一口气挖了12枚竹笋，够吃一段时间了。当晚他就煮了一锅竹笋肉汤，香喷喷的，可把阿呆给馋坏了，就是金甲虫都磨叽爬了过来要肉吃。这一顿骆雨吃得非常舒服，营养齐全，棒！吃饱喝足的骆雨却是进入了竞技场，准备小赚一笔。还别说，依靠着虫族克星这个天赋，骆雨今晚又在这些好斗的虫族身上得到了400白银，目前白银10350，一笔巨款。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骆雨在区域聊天频道和大家互道晚安后，早早便睡下了。清晨早饭还是竹笋肉汤，吃完照例去挖矿。骆雨发现一整天泡在矿洞之中对健康不太好，所以把时间改了一下，上午挖矿，下午户外切石头。今天的暴击还是用来了采矿，这次竟然挖出了一块脸盆大小的吸铁石，吸在了稿子上，差点没掰下来。因为每天都能挖出一种稀有矿石，给他涨一大波采矿经验，他的采矿技能才来了 LV4 了。今天又建设了20米的围墙，回家看了看2枚鸟蛋，似乎有破壳，就迹象了，估摸着2、3天的事情。第6日，矿洞之中，骆雨非常轻快地开始采集矿石 ，LV4 的采矿技能效率大大提升，基本一稿子下去都会出货，而且挖到铁矿的几率变大了一些。心中默念一句，立刻就有提示100倍暴击触发。一稿子下去，骆雨感觉到岩壁微微震动，急忙跳开，却是稀里哗啦的滚出了一大堆的矿石，全是黑斑石。黑斑石100个单位，好家伙，还真就是100倍暴击是吧？骆雨嘴角抽了抽，可惜这次没给稀有矿石。正当他有些小失望之际，突然这堆黑斑石之中有2块石头动了起来，却是直接向他扑来。绝地虫野性90%，主动攻击型。骆雨微微皱眉，抽出天宫刀拍了出去。在虫族克星这个特性加持下，2只绝地虫直接如同乒乓球一般被接连拍飞，陷入了昏迷状态。装死！骆雨冷笑一声，一刀拍在了其中一只虫子的脑门上。这虫子醒来之后，似乎害怕骆雨想要跑，但力量压制，无法动弹。驯服！一声轻喝，绝地虫身上光芒一闪，竟然驯服成功了。绝地虫力量4，体质12，敏捷6，特殊功能采矿。绝地虫能够进行效率较低的采矿劳动，初始采矿等级 LV2。果然，看到说明的骆雨心中一喜，又如法炮制的驯服了另一只绝地虫，因为都是惊恐状态，成功率还挺高的。你们俩今天起给我好好挖矿！对着2只绝地虫下了命令，这2虫子立刻行动，前爪伸进了岩壁之中刨了起来。别说效率可比金甲虫高多了，有了这2只虫子帮忙挖矿，围墙的工期可以大大缩短了。这一日，骆雨鼓足干劲，把围墙造到了100米，一面围墙已经造好了。晚上照例泡在了浴桶之中聊天，很多人都在诉苦，吃不饱穿不暖，还要面对袭击，这样的日子没发过了。这类的话充斥在世界频道和区域聊天频道。骆雨发现区域频道之前有几个活跃的名字，2天没出现了，可能已经不在了吧。方雨梦吃了2天苹果，感觉嘴里好淡。你们都吃什么呢？骆雨，你想吃肉吗？咱们1枚苹果换1块肉，要不？方雨梦，咦，真的吗？成交！骆雨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交易界面，界面上方雨梦直接放上了10枚苹果，骆雨摆了5块狼肉、5块鸟肉上去，交易达成。眼前光芒闪烁之间，10枚苹果稀里哗啦的掉在了浴桶中。讲道理，现阶段水果比肉类值钱不少，按照市价，骆雨其实是赚了的。哎呀，馋死了，不聊了，我和姐妹吃肉了。方雨梦这回发来的却是私聊，2人之间并不是好友关系，私聊是有限制的，一天只能私聊10分钟。天道世界的好友位可是很值钱的，购买一个好友名额需要1000的白银，互相成为好友之后，私聊的次数限制会解除，而且好友也是访客科技的前置条件。就算解锁了访客科技，互相间不是好友也无法造访对方的生存基地。将苹果给收好后，骆雨回到了浴桶中，查看了一下自己目前拥有的食物：苹果10，狼肉30，烈火鸟肉42，竹笋11，加上零食鱼塘那样的7、8尾大鱼，肉食储量差不多是80个单位，蔬菜是21。他一天大概需要消耗5块肉，2的蔬菜，阿呆的话也需要5个肉类。2只绝地虫个头小，但一天也要2个肉类。至于金甲虫，它是吃草的，不用管。这么一算，大概还有8天的食物储备。但是问题来了，肉类的保质期只有4天了，需要想办法冷藏一下。点开拍卖行，搜索了一下冰块，
发现并没有人出售。冰块这类东西现阶段肯定是很珍贵的，某些地方遇上特殊气候，下冰雹才可能收集到一些。骆雨想着做个地下冰窖，又尝试在世界上发言，白银收购冰块有的上拍卖行。春天哪来的冰块？就算有冰块，也留着自己储存食物，哪轮得到你啊？世界上开始嘲讽起来。骆雨等了一会，发现并没有人上架冰块，又在系统商城内找了一遍，没发现能够冷藏食物的道具，心中隐隐有些失望。第12章突发事件，异常天气。系统商城会卖一些寻常用品，但不会卖关键的生存道具。冰就是属于关键道具，怎么才能有效保存肉类呢？骆雨心中思量起来，做腌肉是一个办法，但也就延长了一点点时间而已。而且最近气温上来了，保质期会越来越短的。心中快速的盘算着，忽的，他的目光看向了木屋外堆着的一堆铁矿，眼睛渐渐亮了起来，直接从浴桶中跳了出来。穿好衣服后，骆雨花费了4白银，将8个单位的铁矿做成了中间有架子的铁皮箱子，去小溪边打了清澈的水，倒入铁皮箱，接着再放了一块布料进去。布料的一头浸在水中，另一头包裹住在铁皮箱之上。接着骆雨塞了一堆的肉类进去，然后留下了通风的口子。这是一个简单的蒸发制冷装置，通过蒸发原理能够产生降温效果，能降温就能大幅的延长肉类的腐烂变质时间。将铁皮箱子放在了木屋阴凉通风的地方处，骆雨非常的满意。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嘛。他呵呵一笑，心满意足的睡觉。清晨，他看了一眼铁皮箱内的狼肉，其上隐隐有了一丝寒气了，这下至少能多保存个7、8天。这点时间在夏季来临之前暂且够用。今天的早饭是一个苹果加半条烤鱼，骆雨吃得相当开心。吃完后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件事，这苹果里有籽啊！种上！本想去挖矿的骆雨却是走到了菜地边，刨了个坑，打算将苹果核给种了下去。正要埋呢，又想到了一事，却是在心中默念起了暴击。100倍暴击触发，您的种植效率提升100倍。把坑一埋，骆雨眼睁睁地看着一株小树苗破土而出，随即快速变大。不过片刻之间，竟然化为了一株苹果树。这是把生长周期缩短了100倍吗？骆雨看着树上结着10几枚略显青色的果子，心中大喜过望。青色的苹果还不能立刻吃，但有1棵苹果树，它就能种出一片苹果树林，时间问题罢了。带着非常愉悦的心情，骆雨还非常细心地将苹果树周围围了一圈小小的土坝，用来防雨水，免得哪天天气不好被淹死了。做完这一切，骆雨对着还在屋子里孵蛋的阿呆大声喊道：“阿呆，看着点苹果树，别让小鸟吃我的果子。”啊呜！阿呆叫了一声作为回应，表示知道了，您去吧。骆雨再度挖起了矿，有道是一事顺势是顺，这次挖矿竟然依靠自身的采矿等级挖出了一小块翡翠，不多，20单位。与翡翠一起出来的还有2只绝地虫。骆雨是驯服虫子的老手了，没什么难度的就驯服了这2只虫子。挖矿苦力虫达到了4只，它的驯兽等级也来到了 LV3。4只绝地虫加上1只负责搬运的金甲虫，骆雨已经不需要像之前那样1上午就泡在矿洞中，现在只需要2小时便能够基本完成工作量了。毕竟整个基地那么大，需要他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从矿洞出来，将所有的石头全部切好，城墙来到了130米。骆雨走入了竹林中，准备挑选一些适合的竹子做标枪。1下午的挑选砍伐，骆雨得到了20个单位的竹子，接着点开了系统，选择武器制作页面。普通标枪，木材偶尔竹星号1，钢铁星号5，白银星号5。之前挖到的铁矿派上了用处，骆雨直接选择制作20根标枪，光芒一闪，标枪出现在了眼前。拾起一根拿在手中掂量了一下，重量感觉有点轻，但看那尖锐的枪头，威力肯定不会小。当然，前提是准头足够。看了一下自己的射击技能 ，LV3，他参加过民兵训练，打过靶，虽然不是神枪手，但打靶也轻松及格的。普通人只怕都是 LV0。花了10白银买了个木质的标靶，骆雨练起了投掷标枪的手法，顺便练一练射击技能。还别说，各方面数值增强之后，他的命中率还不错。100米开外投掷靶子，命中率来到了30%，果然就是 LV3 的水准。100米是个标准距离，超过这个距离，命中率将会递减。他之所以要练习标枪投射，一来是打算射鸟，现在力气大了不少，改天遇到什么大鸟迁徙直接打下来；二来则是针对的就是湖中的那怪鱼，那怪物霸占着漂亮的小湖，让骆雨恨得牙根痒痒，不干掉他寝食难安。练了1下午的标枪，感觉膀子有些发酸，射击技能没长，反倒是体质长了一点，这回也27了。又是一天的夕阳西下，今天也有好好的努力，骆雨对自己现在的状态颇为满意。吃了晚饭，正准备泡澡，突然有提示警告，天道世界气候出现变化，可能会有异常天气降临您的领地，请做好准备。
骆宇闻言，急忙将室外的浴桶等物搬回了木屋，自己则是躲在了实质的厕所里。厕所的安全感比木屋强了不少。轰隆！天空之中响起了一个闷雷，接着骆宇看见一道雷电直接劈了下来，落在了湖边的地面上。撼天雷！骆宇心中咯噔一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同时，区域聊天炸锅了。纳克尔，撼天雷！天呐，我们区域为什么是撼天雷啊？牛大，撼天雷其实还好，你们看世界频道，隔壁是龙卷风，还有地方下拳头大的冰雹呢，有屋子都不行。骆宇，屋子不行？这话别乱说，容易开团。话说，撼天雷轰在草地上可能会引起燃烧，大家注意，要是草原火起就不好解决了。方梦雪，大家不要躲在树下，不要躲在树下，不要躲在树下，重要的事情说3遍。牛大，你别说了，我这起火了，完了我的菜地啊！爱丽丝，哎，火精灵生气了吗？我这也起火了，还真被骆宇说中了，邻居有人起火了。轰隆！又是一声轰雷声响起，一道闪电劈在了草原上，呼的一下就窜出了火星子。第13章，灾难过去，买冰块。骆宇眉头微微皱起，虽然水源近在咫尺，但这回他不敢出去灭火，怕被雷给劈死了。而且他认为撼天雷不会持续太久的。的确，撼天雷或许不会持续太久，但它还伴随着狂风。呼！狂风卷过草原，火焰瞬间扩散开来，远处变成了一片火海。牛大，风！啊！完了，菜地肯定保不住了。骆宇，不要出去灭火，会被雷击的。纳克尔，大家要好好的活下去，说好了以后有钱了，互加好友访问的，要好好的活下去。爱丽丝，不要怕，在心中祈祷吧，女神会保佑每个善良的孩子。方雨梦，咦，我这的闪电都劈在湖里了，好多鱼儿泛起了白肚皮，好想去捡呀。骆宇，闭嘴，你们3个欧皇！狂风席卷而来，火焰快速地燃烧着一片草原，但骆宇脸上却是并没有多大的担忧之色，因为火焰席卷而来的方向正是围墙的方向。这时候就体现出围墙的好处了。你有本事把我家石头也烧了。骆宇，还好，火焰正好被我家围墙挡住了。围墙？艾琳娜，暗精灵，愚蠢的人类，你竟然有围墙了！骆宇，艾琳娜，你个白痴女人，我忍你很久了，再敢骂我愚蠢，我就画个圈圈诅咒你。说着还配了一张截图，去火焰被自己围墙挡住的一小段照片。艾琳娜，愚蠢的人类不可能会咒杀术，我不怕你。爱丽丝，艾琳娜，你别说了。牛大，强，虽然只有10几米，但还是好强。照片的角度问题让他以为只有10几米。朱烈，猪头人心，这是黑斑石。骆宇，你哪来那么多黑斑石？别告诉我你是自己挖的。骆宇，本人酷爱挖矿。朱烈，俺老朱也爱挖矿凿围墙，但这才垒起5米呢。骆宇，你好高的力量和体力数值呀。纳克尔，喵喵。骆宇其实是个很厉害的男孩子，对吗？方雨梦，某人让我闭嘴，不敢说话硬。骆宇，火势大了，不聊了。牛大，我这也烧起来了，木屋要不行了。众人，祝你们好运。骆宇这边火焰的确变大了，但风向还是对着围墙吹的，100多米的围墙彻底将火焰挡在了家门口，看样子是烧不到菜地和苹果树了。噼里啪啦，短暂的大火之后，天空中下起了大雨，火焰很快就被熄灭，但骆宇感觉不太妙，就算隔着一段距离都能看见木屋的屋顶在漏水。方雨梦，完了，我的木屋漏水了。我们也是。区域聊天一片哀嚎，今晚怕是睡不安稳了。骆宇冲回木屋，将狼皮披在了身上，又把各类工具放置在床上，接着招呼阿呆抱着2枚鸟蛋跑回了厕所。一人一狼2枚蛋都靠在角落，骆宇长出了一口气，就算是他都感觉被折腾得够呛，只怕今晚不少人要倒大霉吧。靠在墙角，他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当晚他梦见了自己住在3层别墅内，淡定的喝着咖啡，欣赏雨夜的风景。第2日清晨，天空晴朗，醒来后的骆宇活动了一下身体，感觉良好。走到木屋内一看，果然全都湿透了，地面上还有积水，看着都难受。打开建造页面，想要造实质的房子，需要解锁前置条件：石屋建造纲要。石屋建造纲要：1000白银，200铁矿，基地评分100以上。看了下自己的评分，因为建造了100多米的围墙，评分不知不觉来到了130了。咦，够了呀！骆宇脸上露出了笑容，直接选择解锁。扣除了白银和铁矿后，他能看到现阶段能够建造的一些石屋模板，有普通的石屋，有民房，还有2层的小高层或者3层的大别墅，价格各不相同。普通石屋6000弹砖，600白银能够搭建；3层大别墅则是30万石砖，3万白银，贵到离谱。当然，双方的防御能力、
舒适度等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看到这些数字，洛雨嘴角抽了抽，行吧，我还是先造城墙吧。4只绝地虫又去挖石块了。洛雨在木屋内升起了火堆，一边烧烤一边驱除潮湿。爱丽丝，大家都还好吗？昨晚有着凉吗？方雨梦，昨晚我们3个抱一起取暖，怕生病也不敢睡，最后顶不住了，将卖苹果赚的钱都点了体质，算是撑过来了。洛雨还活着吗？洛雨，我没事。话说点一下体质要1000块，这卖苹果真有那么赚钱吗？方雨梦，我们标了200一枚，陆续赚了2万多白银吧。昨晚一人点了6点体质。牛头人，我全部家当都没有100白银，你们真的是，我想死。洛雨，欧皇石锤啊。爱丽丝，你们没事就好。可儿呢？还在吗？那可儿，我和妹妹也没事，我们喵族可以缩成一团躲在矿洞里啊。妹妹的尾巴毛茸茸的，很保暖呢。方雨梦，毛茸茸，喵呜，我要摸。看区域聊天，熟悉的几个都没事，再看世界聊天，却是一片哀嚎。很多人都生病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生病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聊了一会天后，洛雨一边吃着烤鱼啃着苹果，一边打开了拍卖行，输入冰块。昨晚很多地方下了拳头大的冰雹，机智的家伙都收集了起来，果然有不少人在卖冰块了。拍卖行大多情况下价格都是差不多的，同一种物品你标高了也卖不出去，市场决定价值。目前一个单位的冰块最低200白银，最高250白银。洛雨知道这个价格明显是高于寻常价的，你要放在冬天，2块钱都没人买你的冰块好吧。浏览了一下后，他跟一个叫雷娜的内米客人进行了私聊。洛雨，哥们，你上架的500冰块换不换别的东西？雷娜，老子只要白银，15000白银，少1块钱我都不卖。第14章，虫多了，食物危机。洛雨，滚吧你！丢了一句垃圾话，他直接关闭了聊天窗口，又跟一个蛮牛族叫奥夫的家伙私聊。洛雨，哥们，你那400冰块我用别的东西更换，怎么样？奥夫，你想用什么换？洛雨，你要什么？奥夫，蔬菜、水果或者能够干活的宠物，好看的雌性宠物也可以，得人形态的那种。洛雨，哥们，你想要用几块冰换人形宠物，还得是好看的雌性？脑子被驴踢了？奥夫，有就有，没有你聊什么？洛雨想了下后，淡笑的回复道：雌性宠物肯定是没有，水果蔬菜也不会给你，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希望。你知不知道，鸟蛋中是有几率孵化出人形态屌人的？奥夫，鸟人，你有能孵化成雌性屌人的蛋？洛雨，我有一枚烈火鸟的鸟蛋。兄弟，我是个诚实的人，这鸟蛋我不敢保证能孵化出屌人，即便有不小几率孵化出屌人，但也未必是雌性的屌人。但是这是一个希望，一个与天道对赌气运的希望。奥夫，你说的似乎有点道理，那鸟蛋呢？我看看。一个交易界面发了过来，洛雨很干脆的将鸟蛋拜了上去。烈火鸟蛋即将孵化，奥夫还是即将孵化的。这样吧，我用200冰块跟你换了。200，雌性屌人的希望就值200冰块。洛雨，算了，不换了，这个希望我自己留着好了。言罢直接关闭了交易窗口。果然，奥夫立刻发来消息：300冰块，这是我能给的最高价。不，洛雨显得很果决，一时间奥夫没有再发来信息，只是蛮牛族一听名字就是耐不住性子的那种，3秒钟不到又发来信息：好吧，400就400，为了雌性屌人我拼了。好家伙，这是下半身思考了吗？洛雨心中暗笑，却是陷入了沉默。他越是这样，对方越是急不可耐，连续的发来信息。沉默了3分钟后，洛雨回道：哎，跟你交易总觉得我会后悔。奥夫，兄弟求你了，冰块都给你，我再加一枚胡萝卜好不好？洛雨，好吧，你点交易吧。很快交易页面过来，果然是400个单位的冰块和一根胡萝卜。洛雨也是很干脆的将那枚鸟蛋放了上去。交易达成，请选择冰块的放置区域。洛雨大喜之下，选择将冰块放在了屋外。只见眼前一花，400块冰块方方正正的堆着，每一块冰块基本都有饭盒大小，这点足够一个小型地下冰窖了。奥夫，兄弟，别的话不说了，我要去孵蛋了。要是真的出了雌性屌人，我每天送你一根胡萝卜。谢谢啊。洛雨，好说，记得用身体柔软的地方去孵，别把蛋弄碎了。奥夫，哎，谢谢兄弟，不聊了，走了。聊天窗口关闭，洛雨也不废话，选好了地点就直接开挖。洛雨力量很强，天宫刀刨地的效率又非常的快，一路挖下去，很快就挖出了一条通道以及底下4米左右深、面积大概20平方的正方形地洞。点开建造页面，
花费一些普通石砖和白银砌墙，一个小型地窖就做好了。一块块的将冰块放好，将上面的石质盖板给盖上后，周围的气温瞬间降低。落雨身处冰窖这个黑暗的环境中，当真是舒畅无比。这里至少能储存2000单位的肉类和蔬菜，不用担心夏天的保质期问题了。爬出冰窖之后，落雨在冰窖周围测算了一下，笑着自语道：“到时候在冰窖上面建个仓库，遮阳还方便，完美。”他已经计划好了，既然用一枚鸟蛋就换了那么多冰块，落雨节省了至少7、8千的白银。想到昨夜的情况，他决定花5000块钱用来加点。方与梦他们其实思路很正确，体质高才能抵御疾病，受伤恢复也更快，同时让自己干活的持续时间更长。体质是一切的支撑，5000白银能够买5个属性点。落雨想了一下后，加了2力量、3体质，力量高了才有可能用标枪扎死那条怪鱼。看了下面板，力量23，体质30，敏捷27。目前还有5000多的白银，留着到时候点佣兵科技。整理了一下思路后，现在最缺的还是石块，围墙、仓库、大别墅都需要海量的石块支撑。落雨再度前往的矿洞，昏暗的环境中，他一镐子劈了下去，100倍暴击触发，顺着镐子出来的是100块黑斑石。这次暴击又出了一大堆石头。您在从事采矿活动中，力量+1，漂亮。落雨嘴角一翘，憋了几天，又给了一个属性点。他锐利的目光在石头堆中扫过，果然发现了3只绝地虫。没说的，驯服。一通操作之后，苦力虫又多了3只，这回有7只虫子了。一只虫子的采矿能力差不多等于一个采矿 LV1 的普通人类，这会等于有7个人在给落雨打白工，美滋滋。上午挖了2小时的矿，又花了1小时的时间切石头造围墙，已经170米了，距离400米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吃午饭的时候，那7只绝地虫也爬了出来，嗷嗷待哺。落雨给了他们几块肉后，发现随着基地苦力虫的增加，食物又紧张起来了。这虫子不吃蔬菜也不吃草，得想办法搞点肉食。去拍卖行看了一下，肉类的大体价格现在维持比蔬菜低不少，但也还是很贵。说起来，这拍卖行也有很多限制，所有的限制应该都是为了避免倒卖物品，避免商人的出现。现在去拍卖行买肉肯定是浪费行为，目前搞食物有3个办法。第一是打猎，草原上会有小动物，比如田鼠、老鼠、松鼠之类的，运气好能碰到兔子，但是几率很小，这类动物很难找的，而且落雨不想吃老鼠。第15章，办法总比困难多。第2个办法还是打猎，但不是打猎老鼠，而是制作弓箭去射小鸟。不过来这片草原觅食的小鸟数量不多，肉量少还难射，不是明智之举。第3个办法自然是抓鱼了。吃完了一锅肉汤后，落雨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走到了小溪边。之前垒的堤坝还在，临时鱼塘里的大鱼被捞的还剩下2、3条了，小鱼被落雨给忽略了，塞牙缝都不够。想要再引大鱼过来，没有那么多内脏之类的腥气东西，而且这个方式也不是长久之计。落雨站在岸边思考了片刻之后，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办法。为什么不干脆挖一个鱼塘出来呢？这个鱼塘可以参考眼前的模式，设置2道堤坝，分别作为进水口和出水口。平时进水口打开，鱼塘灌满水，并且放下饵料，诱惑各种鱼类过来，在这里做窝。等个2、3天，封闭进水口，打开出水口，将水给排干，并在出水口放一张网子，那不就是能直接捡鱼了？只怕不只是鱼，螃蟹、大虾之类的也会不少。落雨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地点的话不能离小溪太远，不然排水不方便。选来选去，他选择了小溪靠近围墙的一个位置。这里既能够在自己的火力射程范围，又是一处高低地势，水流方向 OK， 挖起来也会省很多功夫。关键有什么来袭击的话，还能当个护城河，完美。地点选好了，测算一下后，还需要2块能够堵住出入水口的大石头，还有一张坚固的渔网，免得放水时鱼儿也一起被冲走了。大石头好说，城墙上拆2块方便的很，但是渔网的话，系统商城不卖渔网这类关键道具，得自己想办法。想要自己编织一个像模像样的渔网，工作量太大，而且也没有尼龙线、胶丝线这类道具，既有韧性弹性，能够抵挡水流冲击，又能够有效阻挡鱼类虾米的东西。落雨摸着下巴，在原地踱步了片刻后，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件东西：竹子。切成细条的竹子有一定的韧性和弹性，用藤条加固一下后，能够形成竹篓一般的形状，罩在出水口，有鱼也进了大竹篓逃不掉的。等一下，竹篓好像不用自己做，商城有卖。落雨急忙查找了一下，果然发现各种型号的竹篓大小都有，而且不贵。商城不卖渔网，但却隐藏着渔网的替代品呀。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反正现在有7只虫子在挖石头，
骆宇决定先把鱼塘给建起来再说。说干就干，花了60白银买了最大号的那个竹篓之后，骆宇用天工刀开始挖掘起来。努力工作的时候，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就流淌而过。夕阳西下，骆宇看着眼前挖了一大半的鱼塘，心中欣喜，明天应该就能完工了。体力值高就是好啊，干活持久，身体棒棒的。又到了每天的泡澡时间，区域聊天中，大家又交流了起来。牛大，惨啊！一把火把草原烧了一半，我等于少了一半食物。哎，菜地还有12天才成熟呢。那可儿，你们的食物挺广泛呀，我要能吃草，生活就会少很多烦恼吧。爱丽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或许我们现在正在追逐着生命的真正意义。方雨梦，骆宇，你那食物还够吗？之后有什么打算？可能骆宇是附近区域唯一的华夏男孩子吧，方雨梦天然就会与他更亲近一些，骆宇也是如此，自然就生出一股老乡的感情。骆宇，暂时够吃，正打算挖个小鱼塘，你们呢？方雨梦，我们等一下，挖鱼塘。骆宇，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总感觉你有使不完的力气？那可儿，我们喵族女孩都喜欢强壮的男孩子，我妹妹一定会喜欢骆宇的。嘻嘻嘻。骆宇，我对猫娘挺好奇的，想看看你们的耳朵和尾巴。牛大，我的耳朵和尾巴你要看吗？骆宇，滚！原本骆宇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那可儿真的私聊发了一张截图。雾气飘起的浴桶上沿有2个小脑袋靠在了起来，一只脑袋上长着白色的耳朵，另一只脑袋上长着黑色的耳朵，隐约能够看到脑袋后面的尾巴也是黑白2色。这2只猫娘也在泡澡，可惜只有耳朵和尾巴，并没有骆宇想要看的。那可儿，私聊就给你看，不许转发给别人，不然我咬你。骆宇感觉心跳有些快，这猫娘有点撩人啊。骆宇，咬我可以，请乌喵的边叫边咬。乌喵讨厌，我妹妹都脸红了。纳可儿关闭了私聊，骆宇则是哈哈大笑，心中非常的愉悦。区域聊天真的是枯燥生活的调味剂。和大家又聊了一会，他进入了虚拟竞技场，刚刚进入了一个虫族开的100白银对战房间。这虫族明显吓了一跳，大声喊道：雨来了！言罢竟然直接认输，收了钱退出房间一看，这个频道的竞技场虫族开的房间一下少了一大半，看来这群虫族怕了他了。这让他微微皱眉，是不是最近揍虫族有点狠，等缓几天？算了，来都来了，换个种族试试吧。他点入了一个叫做秋叶的房间中，对战价格不高50白银，对方似乎也是人族，而且还是女性。2人没有什么对话，3.2.1倒数之后直接动手。砰！交错而过的瞬间，秋叶手中的剑一个当场被天宫刀斩断了，但是他接下来展现的能力却是让骆宇对于战斗力评估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此女身法灵动，手中的半截断剑同样攻守俱佳，骆宇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基础属性压制他，但急切之间竟然难以取胜。直到60-70个回合之后，骆宇体质上的优势显现出来了，却是趁秋叶疲惫之际一拳轰在了他胸口。你！秋叶不再攻击，小手捂着被打中的胸口，虽然看不见他的容貌，也知道他此刻应该会比较羞愤。第16章水产大战，我来孵蛋。骆宇见此急忙道：抱歉，我不是有意打你那里的。你别说了。秋叶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咬牙切齿。雨，很好，你是第一个能打赢我的男人。4天，4天后还是这个时间，你我再打过，敢吗？收到来自秋叶的邀战，是否接受？骆宇多少能够感觉到跟这个女子打架，实战能力有一点提升了。他点头道：好，来就来。不过你要是在这般在意胸口，怕是赢不了我。你不要脸横，走着瞧。秋叶直接退出了房间。KO， 您获得胜利。同样退出房间之后，骆宇并没有继续待在竞技场，而是思索起来。刚才秋叶绝对是会武技的，在力量、体质和敏捷都只有骆宇一半的状态下，竟然能够和他周旋这么久，换了同属性的虫族，只怕不用触发特性就直接秒了。武技！骆宇急忙打开系统界面，点入了战斗这条科技树。解锁武技需要1万白银，解锁之后才能够学习武技。商城并没有武技之类的秘籍出售，只有打大凶兽或者人品爆炸、钓鱼钓到武技秘籍。当然，拍卖会也可能会出现，但价格绝对是个天价。骆宇很清楚武技的重要性，要是他标价，只怕是7位数的白银起步。那个女人的武技难道是有传承的吗？还是逆天运气捡到的？骆宇心中疑惑，准备3天后打赢那个女人再问一下。这般想着，骆宇起身回房睡觉了。早上醒来，洗漱吃饭，继续开挖鱼塘。在午饭之前，一个大概40平的1米深的鱼塘就挖好了。进水和出水的沟渠昨天就完工了。骆宇将进水口的大石砖给搬开，
从小溪内引来的水流哗啦啦的就过来了。片刻之间，鱼塘已经注满了水。取出昨天挖土时抓到的一只田鼠，将其砍成2半，准备丢到湖里作为吸引鱼类的饵料。忽的，他突然灵机一动，要是夏尔能暴击就好了。一边想着，一边将2半的田鼠扔进了水塘里。100倍暴击触发，宁夏的饵料功效提升100倍，还真行啊！骆羽吓了一跳，却见水塘底部有淡淡的光芒闪动。就算饵料提升100倍的功效，也没这么快的。等吧，等明天就知道能吸引多少鱼类了。下午的骆羽开始切石头，7只绝地虫挖出的石头几乎一车接着一车，骆羽感觉自己都不需要去矿洞了。效率大增之下，每天围墙的建造从原本的20米提升到了现在的40米。当骆羽结束一天的忙碌之时，已经建造好了另一面围墙，还有200米。按这个速度，很快就能够建造完毕了。当夜他睡觉之时，隐隐听到了鱼塘中有鱼儿扑水的声音。这声音非但不显得吵闹，骆羽听来却是悦耳动人。早上醒来，他第一时间走到了鱼塘边，没说的，干起来！先将入水口堵住，又将堵在出水口的大石砖用力搬开。哗啦啦，水流奔腾，沿着事先挖好的沟渠，直接汇入了不远处的小溪中。骆羽已然听到竹篓内噼里啪啦的声音，那是鱼儿摔在上面的响声。当鱼塘的水基本放干之时，竹篓内已经被鱼给塞满了，黄鱼、黑鱼鱼、草鱼、青玉、淡水石斑等，什么鱼类都有，还有螃蟹和淡水虾。除了竹篓里的，在鱼塘浅水中扑腾的各种鱼也有10几条。骆羽脸上满是笑容，没说的，抓！阿呆，别孵蛋了，过来帮忙！啊呜！1小时后，冰窖之中堆了各种大鱼、小鱼、螃蟹、虾米，都是肉类，舒服了。这回鱼塘又注满了水，开始营业了。那100倍鱼饵的效果还没消失，骆羽也不贪心，只是上架了一部分的水产。果然，不一会儿就全部卖光了。骆羽多出了4000白银。他思考了一下后，觉得现在还是力量比较实用。您的力量加4，当前28，漂亮！不知道那100倍鱼饵能够坚持几天？这般想着，骆羽乐呵的开始切石头了。骆羽命令绝的虫起早贪黑的挖石头，又挖了一大堆的黑斑石，总有切不完的石头等着他。基础建设的日子总是这般的枯燥。又是一天清晨到来，第一时间还是前往鱼塘。好家伙，这回直接捞到了不少水产鱼虾。骆羽看了下100倍鱼饵还在发光，虽然光芒已经非常暗淡了，但好像还能支持一天。妙啊！没说的，全部上架。今日拍卖行市场均价比前昨天还高了一点，一口气赚了8200的白银。8个属性点到手，骆羽这次加了5点力量，3点敏捷。面板如下：力量33，体质30，敏捷30。这属性已经是宇宙平均水平的1倍了。骆羽感觉自己有点高手的姿态了。将鱼塘重新弄好之后，他接着切石头。正切着呢，突然木屋里响起了阿呆的叫声。骆羽心中一动，急忙走了过去。果然，烈火鸟的鸟蛋之上出现了一道缝隙，小鸟要破壳而出了。走开，我来孵蛋。啊呜！阿呆被骆羽扔到了一边，却见骆羽抱着即将孵化的小鸟，柔声道：“哎，快出来，小凤凰，快出来！”他心中这般想着，却是有提示出现了：100倍暴击触发，您的孵蛋效率提升100倍，有几率孵出变异生物。暴击提示出现，骆羽怀中的鸟蛋破裂的越来越厉害。下一刻，却见一个小脑袋探了出来，接着挣扎几下后，直接破壳而出。因为暴击的关系，其生长速度挺快的，不一会儿就长到了一只母鸡的大小。雌性土蛋鸡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每天能够至少产下3枚无精土鸡蛋。土鸡看着怀中正亲昵地蹭着自己的母鸡，骆羽嘴角抽了抽。烈火鸟竟然变异成了土鸡，确定这是变异而不是退化吗？话说鸡退化的话，应该是恐龙吧？不过每天生3枚蛋倒是挺离谱的。第17章，稀缺资源，骆羽的先发优势。咕咕哒，母鸡从骆羽怀中跳了下来，跑出门外开始啄虫子吃。骆羽急忙下令道：“别离开基地，别吃菜地里的作物。”咕咕哒，母鸡叫了一声，自顾自地啄了起来。行吧，以后天天有蛋吃了，营养均衡起来。骆羽一边给母鸡搭鸡窝，却是收到了一条提示：方与梦邀请您加入群聊，是否接受？群聊，这是一个比区域聊天更小的圈子。其实这片区域的人不少，1万人打底的，但这些天下来，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个小圈子了，大部分都是同族一起聊天，都刷区域聊天，刷屏会比较快，所以陆续有人开始建立小团体的群聊室。接受之后，果然除了方与梦之外，还有纳可尔、牛大、爱丽丝、艾琳娜。纳可尔，骆羽来了，这下人就齐了。牛大，终于来了，刚才群聊就我一个雄性，挺尴尬的。骆羽，咦，
朱烈呢？没拉他。方雨梦，又不熟了，就我们几个好了。对了，落雨，鱼塘挖的如何？落雨，挖好了，明天接着摸鱼。这段话后还附带了一张鱼塘的截图。方雨梦，我那两姐妹都问你，你体质多少呀？一个人2天能挖出这样规模的鱼塘？落雨，比正常人多一点吧，还好。方雨梦，体质真的很重要。我和2个姐妹都是9点，感觉有时候干活会力不从心。边说边发了一张体质截图。那可儿，咦，我听说人类男性才10点，你们3个9点不错了，我也才10点哎，妹妹才8点。牛大，我18的体质，16的力量，我保护你们。那可儿，不需要。艾琳娜，人类如此瘦弱，我们女性精灵敏捷，体质都是15起步。爱丽丝，你是不是有双20了？爱丽丝，20多点吧。方雨梦，那可儿，哇，2位精灵姐姐好强。艾琳娜，落雨，你这愚蠢的人类男性多少了？落雨，不高，没多少的。方雨梦，不高是多少吗？落雨想了想，群里面的都是熟人，平常关系不错，就稍微透露一点好了。我赚了点钱，体质点的多了，还发了张体质的截图。体质30。方雨梦，牛大，您才是真正的血牛。纳克尔是个强壮的男子汉。爱丽丝，哎呀，惊讶。艾琳娜，怎么可能？区人类男性体质为什么会这么高？方雨梦，我们3个女孩子拼起来都没你高，真是个离谱的男人。落雨脸上露出了一丝小得意之色，呵呵笑道：运气好罢了，干活了，先不聊了。方雨梦，等一下，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名字叫什么？落雨，你的名字带个雨，还有2位精灵姑娘，就叫雨林小筑吧。好，这个名字得到了一致的赞同。落雨淡淡一笑，接着干活，稀里哗啦的切了一阵石头，围墙的总长度来到了300米了。看着即将完工的围墙，落雨有些迫不及待了，直接再入矿洞开始挖矿。现在的力量和体质加上 LV4 的采矿等级，他采矿的效率可谓是飙升。在太阳落山之前，挖出的黑斑石等矿石堆积了一座小山，若非阿呆也帮忙搬运，只怕光靠金甲虫都搬不完。晚上吃了晚饭，落雨升起了一堆篝火，连夜将石头也切好，努力补上了最后的一节围墙。完工了！原本预计20天才能完工的围墙，实际工期只用了8天时间，圆满完成任务。围墙4面都是100米长，高5米，4面都有一闪石门。围墙里侧有楼梯上去，给人一种厚重的安全感。万丈高楼平地起，落雨满意的点了点头，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2点了，急忙洗澡睡觉。早上起床望向窗外，发现围墙是立起来了，但是视线没有以前好了。想要视线好，3层大别墅走起。梦里什么都有，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个瞭望塔吧。先去鱼塘放水，因为饵料的效果下降了，这一次只捞上来450个单位的鱼虾，落雨并没有卖，这一批要留着自己慢慢吃。早饭吃了1枚水煮鸡蛋，1个苹果和半条鲫鱼，落雨神清气爽的打开了建筑页面。15米瞭望塔，1000木材，200单块，100白银。这瞭望塔也能够当做射击塔，居高临下用弓箭射击能够取得先发优势，但是有点贵。10块还有1000个单位，但是木材没了。领地内唯一的一片小树林之前造各种各样的东西被砍了一半，每天生火要木材，之后要做弓箭也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冬天没木头生火可能会冻死，要未雨绸缪。落雨这时才发现，在这片平原上，木材的是比较难获得的资源。至于说去紫色山脉内砍伐，经过这些天关注世界聊天频道等消息源，落雨得知在领地边缘是有一圈阻挡试炼者的空气墙，想要徒步离开，先花费海量白银解锁科技再说。同时落雨还得知空气墙的范围是能够扩大的，也就是说领地是能够扩展的，但也是需要解锁科技并且付出大量的资源才能拓展。现在不用想这些，木材如此珍贵，落雨可是非常在意的。那片小树林不能再砍伐了，他打开拍卖行准备用白银收购一些。一搜之下发现，1单位的木材竟然只卖1白银，1根树木基本产出10个单位的木材，也就是说1棵树才10白银。大家初始地点都是平原，每个人都只能有一片林子，木材如此珍贵，这未免也太便宜了吧。但转念一想，落雨似乎明白了，现在的人还在为吃饭问题发愁，谁能够像他这般造瞭望塔？目前还没有到大面积使用木材的时候，而且大家初始都有树林，这使得木头非常便宜。这一刻，落雨的先发优势体现出来了。第18章，游荡的野牛。没什么犹豫的，他直接买了2000个单位的木头，2000白银换2000木材，血赚。请选择木材摆放地点。落雨选择将木材摆放在一处墙边，点开建筑页面，开始搭建瞭望塔。不一会儿，
15米高的瞭望塔便造好了，位置就是在两边围墙交接的转角。爬上去一看，一种俯视感油然而生。洛雨感觉从这个地方射弓箭或者丢标枪，能够有距离和威力的加成。这一处瞭望塔并不能彻底覆盖基地范围的防御，洛雨的打算是围墙4个转角全部安置瞭望塔，360度无死角打击覆盖。到时候还能安置上自动弩箭发射器这类东西，确保基地的安全。目前自己还有5300白银，可以补齐另外3座瞭望塔，但是在那之前，洛雨打算做弓箭了。远程有标枪，近战有天弓刀，中距离无疑弓箭最好。铁胎弓300铁矿，100白银，一动物的筋。铁矿和白银暂时够，但动物的筋没有，打开拍卖行果然搜不到。弓箭需求大家都有，而且动物的筋也是食物，可能油也煮烂吃掉了吧。到哪去找一根牛筋呢？洛雨摸着下巴，目光看了看下方正在和土鸡玩耍的阿呆，又看向了远处正在拉矿车的金甲虫，摇了摇头。这两货明显不够格，而且也舍不得宰了。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突然有提示了，一群游荡的牛进入了本区域，他们将在附近待上1至2天。洛雨瞪大了眼睛，正想着搞牛筋，竟然就有野牛游荡过来了。果然，站在瞭望塔上的洛雨发现了3头白色的野牛，从紫色山脉之中晃荡荡的走了过来，进入了自己的领地。游荡的野牛，野性90%，中立生物。方雨梦，有牛！哎呀，他往我的果林去了。牛大，我比这头公牛俊俏多了。靠，别吃我的草啊！爱丽丝，大家不要去接触这些野牛，惹怒了会主动攻击的。纳可儿，完蛋，我这的公牛向我的菜的去了，我的食物呀！动手杀了他吧。我敏捷够。艾琳娜，劝你想清楚，就算你敏捷够了，但你那小木屋能扛住牛角撞击吗？纳可儿，好像是哦，成为敌对单位后攻击不到人，会攻击建筑。那也不行，我必须猎杀他。方雨梦，我要不要试试驯服呢？洛雨，别，90%的野性成功率很低的，驯服失败就会主动攻击你。方雨梦，好，听你的。聊天群都是惊呼起来，看这些野牛如此粗壮，大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啃菜地、啃草皮。这看似寻常的事件，但却是对领地的农作物造成了威胁。洛雨看着晃荡过来，向着竹林走去的3头野牛，微微皱眉，他们不会是想吃我的竹笋吧？这能忍？洛雨，我有围墙，先替你们试试野牛的战斗力。方雨梦，纳可儿，自己小心。洛雨并没有急着出手，而是仔细打量起来。观察之下发现，这3头野牛有2头母牛，1头公牛。那头公牛极为强壮，目测体重可能达到1500斤，说是野牛，可能和犀牛有的一比。洛雨不想正面跟他们硬刚，这不是明智之举。不过公牛虽然强壮，但洛雨今天的暴击还没用，是有一击必杀的能力的。他将目光看向了标枪，距离有点远，以他的力量虽然能够射过去，但准头肯定不行。那边还是竹林，命中率更低了。思索了一下后，他心中有了主意。片刻后，洛雨将石门打开一道缝隙，对身边的阿呆道：“激怒3头野牛，然后跑回来。”呼！阿呆非但没有露出害怕之色，反而发出了嗜血的低吼，面部表情狰狞，野狼风范尽显。下一刻，阿呆直接冲向了竹林。哞！3头野牛吓了一跳，急忙后退，但是阿呆却直接冲到了近前，要去撕咬母牛的后腿。哞！公牛立刻就发怒了，一牛角顶向了阿呆。若非阿呆敏捷够，跳开了去。3头野牛被激怒，处于敌对状态。公牛一击不中，更加愤怒，向着逃跑的阿呆猛冲过去。2头母牛也是攻击状态。草原上3头庞大的野牛追着一条青狼狂奔起来，一路尘土飞扬。洛雨微微眯起了眼睛，看看距离进入了200米，他喝道：“给我死来！”用全力一标枪呲了过去。这一下虽然并没有用暴击，但标枪速度还是极快，裹挟着劲风狂飙而出。毕竟30多的力量了。但是让洛雨没想到的是，狂飙而出的标枪竟然擦着公牛的头皮飞了过去，没刺中。LV3 的射击的确不算高，又是100多米的距离，命中率只有20%。洛雨嘴角抽了抽，想要再射出一支标枪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他站在门缝大喝道：“快，阿呆，进来！”阿呆跑得飞快，嗖的一下窜入了门缝之中。下一刻，洛雨直接关闭石门，并且直接用木棍拴上。做完这一切，他飞速地跑上了围墙。只见愤怒的3头野牛狂奔而来，看样子是要暴力破开石门了。砰！一声轰响，洛雨只感觉整个围墙晃动了一下，随即又有2声砰砰之声响起，3头野牛接二连三地撞上石门。巨力撞击之下，石门出现了裂缝，拴在门上的木棍直接断裂，但是3头野牛也趴在了地上，直接晕眩了。洛雨先是一愣，
随即脸上露出了笑容。你脑袋再硬能硬得过黑斑石门不？死了没有？骆羽正好其间，中间那头公牛竟然摇摇晃晃的又站了起来，用身体蹭了蹭两头母牛，发现它们一动不动，那双血红的眼睛瞪着上方的骆羽，壮硕的身子在石门下焦躁不安的打转起来。这都还能起来？强壮！骆羽心中有些震撼，但他已经下决心搞定这3头野牛了。第19章，公牛能耕地，母牛能产奶。骆羽下了围墙，取了一根新的木头拴住石门，随即搬了2块黑斑石，又走上了围墙。给我晕！他用力砸下一块，砰的一声砸在了公牛的脑袋上，砸得他一阵晃悠，却是顾不上母牛要开始逃了。想走，又是一块砸过去，准确爆头。骆羽30多的力量数值体现得淋漓尽致，野牛当场被砸翻在地，口中又喷血了。但让人震惊的是，这野牛实在是太强壮了，晃了晃脑袋又站了起来。骆羽大怒，看见不远处正晃晃悠悠拉车的金甲虫，直接冲过去将金甲虫给举了起来，当成大号的石头用力砸向了公牛。金甲虫的外壳比石块硬多了，体型又大，他知道主人拿自己当石头攻击敌人，却是很识相的，没有展开翅膀，而是真把自己当成石头了。砰！体型巨大的金甲虫狠狠地砸在了野牛身上，公牛惨叫一声，躺倒在地，口吐鲜血，再起不能。骆羽跳下围墙，走到了公牛面前，在他无助的眼神中拍了拍牛角，沉声道：“驯服。”光芒一闪，提示失败。再来，驯服。光芒一闪，又是失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骆羽可以用100倍暴击，但是肯定要用在母牛身上，毕竟母牛能产奶，公牛不行。驯服不了就宰了吃肉吧。骆羽眼中已经有杀气了，公牛愈发的无助。我也想让你驯服成功啊，但你驯兽等级太低了呀。臣服我，或者死。驯服！一声轻喝，再度光芒一闪。你以37%的成功率驯服了野牛。成了！骆羽眼中露出了欣喜之色。公牛虚弱的伸出舌头，舔了舔骆羽的掌心，驯服成功了。警告：公牛处于濒死状态，若不救治，将于2小时后死亡。啊！骆羽吃了一惊，他没有草药啊！急忙打开拍卖行搜索草药，发现了一些草药上架的，单价在300白银，估计是一些人运气好，在草原上挖的野生成熟草药。这个阶段草药是救命的东西，价格都是高到离谱的。没办法，买吧。喂公牛吃了一株草药，提示显示将于5小时后死亡，总算不是2小时了。又买了2株草药喂食，终于提示不会死亡了。公牛艰难地爬了起来，用舌头舔了舔骆羽，表示感谢。想要它恢复原来强壮的样子，得需要几天休养。救活了公牛，急忙去看那2头母牛。这一看之下，发现有一头母牛撞的位置不太好，已经死了，另一头也是奄奄一息的样子。骆羽连续2次驯服都没有成功，第3次决定把暴击机会给用了。100倍暴击触发，您驯兽效率增加100倍。你以100%的成功率驯服了母牛。驯服是驯服了，结果母牛也是处于濒死状态。骆羽又花了900白银买了3株草药将它救活。母牛也是舔了舔骆羽，看起来很亲昵，但同样一副虚弱的样子。这时骆羽发现母牛的奶乳在滴奶，在商城买了个木桶往下一放，不能浪费了，当即开始挤奶。好家伙，这一下挤出了整整1桶的牛奶。牛奶25个单位，食物的计算方法基本是1单位等于1斤，这一下足足挤出了25斤牛奶。看了下拍卖行，1单位的牛奶等于40白银，这一下竟然把草药钱给赚回来了。骆羽大喜，现阶段食物短缺的情况下，这母牛就是自己的来钱机器啊。抱着母牛用力亲了一下，他拍了拍2头牛的屁股，笑道：除了作物不要吃，别的草皮随便吃，另外不要靠近湖边，小心被吃了。哞！被驯服后的动物都是能够听懂简单命令的，2头牛都是叫了一声，甩着尾巴开始在城墙内吃草了。花费了5白银和20蛋块，正修复损坏的石门，群聊中又有消息了。方雨梦，骆羽还活着吗？骆羽，野牛撞在石墙上晕过去了，我这边解决了。方雨梦，噗哈哈，笨牛。说来，我这边的母牛好像对我挺亲近的。那可儿，哎，亲近？你不会是有什么隐藏的驯兽类属性吧？方雨梦，之前看面板好像是有个人特性，我再看看。众人，个人特性。天哪，你真有这方面天赋。方雨梦，是个驯兽方面的3星。骆羽，推荐尝试驯服一下，失败就跑。方雨梦，哎，这母牛拱我怎么办？骆羽，勇敢一点。好吧，我们相信你。方雨梦应了一声后，不再说话，似乎开始尝试了。骆羽，你们领地都进了几头牛？
一头。所有人都说是一头，有的是公牛，有的是母牛，但都是一头。骆羽皱眉，他没说自己的基地进了3头牛，略微思考了一下后，多少有些明白了其中原因。自己的基地评分已经有180分了，应该比其余人高了3倍乃至5倍，所以事件的强度也随之增强了。这是一个滚雪球的设定啊！想明白了其中关键的骆羽，知道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越快越好，雪球滚得越大。当然，也不能盲目增加建筑提高评分，一切的前提得是能够防守得住才行。今日份的牛奶因为是母牛受伤的时候产下的，骆羽觉得喝了可能会倒霉，所以直接上架拍卖行了，不一会儿就卖出了1000白银。接下来就是料理另一头母牛的尸体。自动科技没有解锁，无法制造自动屠宰台，骆羽只能自己动手，好在有天宫刀，力量也足够，半小时便将母牛庞大的身体给处理了。正巧鱼塘内的百倍鱼饵失效了，骆羽直接将不吃的内脏这类扔进了鱼塘，用来做饵。牛肉就是钱，钱就是属性值啊！趁着价高，赶紧卖。上架了牛肉很快就卖光了，又是5000白银到手。骆羽看了下自己的白银数量，9500，好一笔巨款，赚钱也不是那么难嘛。第20章弓箭取胜。这一次他直接买了6个属性点，力量、敏捷、体质各加了2点。一看面板又舒服了，力量35，体质32，敏捷32。说来牛筋到手了，可以做弓箭。没什么犹豫的，骆羽选择制作了铁胎弓，确定之后，眼前光芒一闪，出现了一把铁制的弓箭。拉了拉弓弦，别说，挺带劲的。又花费了60木材、60铁矿、60白银的价格制作了30枚箭矢。虽然没有羽箭那么好使，但这会没有鸟毛呀，只能凑合着先用。骆羽现在的体质属于皮糙肉厚，已经不需要带保护手指的弓箭专用指套了，拉满弓砰的一下射出，弓箭速度飞快，直接射出了150米。这不是骆羽的力量极限，但已经到了铁胎弓的射程极限了，一般的弓箭抛射极限也就100米左右，性能还不错。这回群聊内的方雨梦终于说话了，天啊，成功了！前2次没有激怒母牛，第3次成功了，恭喜！一时间群聊内都是恭喜的声音。骆羽，赶紧给他挤奶，有惊喜。方雨梦，没有你那句话，我们3个女孩子未必有勇气招惹母牛的，感谢。骆羽，勇气是你自己的，谢我做什么？快去忙吧。方雨梦不再说话，纳可儿似乎与野牛在激战，也没有说话。艾琳娜却是说道：骆羽，你为什么知道挤奶的事？你那的不是公牛吗？骆羽，母牛也有。牛大，你基地评分比我们高1倍了。骆羽，有吗？我就造了点围墙，具体不太清楚。艾琳娜，可恶的男人，竟然装起来了，不会输给你的。骆羽嘴角一翘，没有接话。纳可儿，那头笨牛跑到我的陷阱里了，他死定了。看来猫娘也搞定了。骆羽看了看区域聊天，与他这个小团体不同，区域聊天室内却是哀嚎一片。有人被牛给撞了，有人菜地被牛吃光了，有人甚至连屋子都被公牛给撞塌了。又打开世界聊天窗口，这片区域是游荡的野牛，其他区域有的是狼群袭击，有的碰上了异常天气，有的小湖发洪水了，灾难不断。大家都活得很辛苦，努力活下去，努力变强，这就是现在宇宙所有生灵的生命意义之所在。骆羽关闭了聊天窗口，目光看向了远处拉着矿车过来的金甲虫，没说的，接着切石头，为了大豪宅努力。晚上日落时分，骆羽吃过了晚餐，泡在浴桶中，身边2头牛，1只狼趴着，他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原始人类，找回了做祖先的感觉。点入竞技场，距离和秋叶约战的时间还有2小时。骆羽发现有个虫族黑铁试炼者竟然开1000的价格房间。目前竞技场中黑铁已经算是高手了，大家都是高手，谁怕谁啊？骆羽交了钱，直接点了进去。雨来了，又和虫族杠上了。6363房间，虫族速速集合，给血蜘蛛加油。6363，宇哥来了，粉丝集合。一时间，人族和虫族涌入了房间中，观看的金额在不断的增加。空旷的房间中，一头上半身是男人，下半身是蜘蛛的蜘蛛男正冷漠地看着骆羽。这蜘蛛整体形态很像某部西游中的蜘蛛精，就是那种诱惑男人的。可惜眼前这家伙是个雄性，并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地方。骆羽一言不发。3、2、1，开始。倒计时结束，蜘蛛怪人竟然张嘴喷出了一道白色的蛛网，直接向着骆羽飙射而去。骆羽还是第一次受到远程攻击，好在敏捷足够高，轻巧的避开了去。只是蜘蛛怪人喷出蛛网的频率很快，突突突的连续10几张蛛网喷了出来。雕虫小技，骆羽的敏捷太高了，虽然没什么武技身法，但是就光这32的敏捷也很难被击中。所有的蛛网全部闪避开，他没有贸然冲上去，而是手中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张弓箭，他做出弓箭了。整个竞技场摸出过弓箭的不超过10人，他也有了。完蛋，要糟糕了！虫族都吓了一跳。这个人族本来近战就很猛，现在又有了远程攻击手段，非常难缠。嗖，一箭飙射而出，力量本来就高，加上虫族克星50%的威力提升，弓箭速度当真是快如闪电。蜘蛛男躲闪不及，被砰一下射中了一条腿，这条腿当场被射断。蜘蛛男以为落雨是故意射腿的，大怒道：“你敢侮辱我，找死！”突突突，又是蛛网飞了出来。我也想射头，但射不中呀。落雨心中吐槽了一句，手中又是光芒一闪，左手出现了天宫刀，连续劈斩之间将蛛网全部给展开。卧槽！观战众人都是吃了一惊，单手还能展开蛛网，好高的敏捷和力量。突然，蜘蛛男不再喷出蛛网了，他脸色阴沉，看着落雨手中的天宫刀，一时间有些进退两难。蛛网喷完了，轮到我了。落雨冷笑一声，张弓搭箭，嗖嗖嗖的弓箭飞了出去。蜘蛛男可没有落雨的敏捷属性，勉强抵挡了几发弓箭之后，却是被连续命中了10发，射断了6条腿，外加1只手，另外3枚射入了他胸膛之中，就此暴毙。KO， 您的射击等级提升至 LV4， 还升级了。落雨心中暗喜，收了1000块的赌资以及1500的观众观看费，直接退出了房间。之后的时间，落雨又找了2个黑铁的虫族切磋了一下，虽然只赚了300白银，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腰战时间到，是否进入对战室与秋叶对战？确定。落雨进入了对战室内，秋叶也是准时到了。他冷哼道：“雨，这一战你准备赌多少？”落雨淡笑道：“白银珍贵，切磋而已，不用动怒，咱们赌点别的。若是你赢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便答应你一件事；但若是我赢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如何？”第21章挤奶暴击。你！秋叶本能地抱住了胸口，羞怒道：“做梦！我是不会让你胡作非为的。看招！”这回倒计时已经结束了，此女直接扑了上来。落雨知道他误会了，倒也没有用兵器，同样赤手空拳迎了上去。只是几个回合，秋叶却是有些抵挡不住了。他的武技的确有进步，但是架不住落雨力量，体质和敏捷暴涨呀。20个回合后，秋叶直接被落雨按倒在了地上。你输了，按照约定得答应我一件事。此言一出，落雨明显感觉到身下的女子轻轻颤了一下，虽然看不清表情，但秋叶的声音却是颤抖的。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混蛋，变态！别怕，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落雨话虽如此，但还是骑着秋叶，沉声道：“告诉我，你的武技是哪来的？”武技？你想问的就是这个。见落雨点头，秋叶微微松了一口气后说道：“告诉你也可以，但你能让我起来吗？”抱歉，一时情急。落雨松开他后，秋叶定了定神说道：“我的武技是在湖里钓鱼给的。”钓鱼？落雨惊讶道：“难道湖里的怪物被人给消灭了？”怎么可能？秋叶没好气道：“就算是青铜强者，都未必能够打过那条大黑鱼。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但不会告诉你的。”这……落雨微微皱眉，什么办法能够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钓到武技？见落雨沉默了下去，秋叶轻哼道：“你不要想着去尝试，这是我的天赋能力，你去试就是找死。言尽于此，3日之后我们再打过，就不信赢不了你了。”呵。说着话，人消失了。落雨也是退出了竞技场，他躺在浴桶中，望着繁星点点的天空，自语道：“方与梦也是，秋叶也是，看来不仅是我一个人拥有特殊天赋，这个世界真是让人期待啊。”他嘴角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意，似乎对明天、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期望和遐想。早上醒来，发现2头牛趴在自己屋门口，在那睡觉。不远处有2坨牛粪，看起来脏兮兮的。一看基地的卫生评分直接下跌，动物多了又不卫生了，是时候造一个驯兽场了。这驯兽场不仅能够供牲畜居住，还能够自行净化牲畜的排泄物，提升卫生评分的同时，关键还能够增加驯兽的成功率。落雨不知道为什么造了个牧场就能提升个人驯兽成功率，也不需要知道，天道世界本来就是个神奇的地方。驯兽场暂时造在围墙之内，造个便宜的临时用，等基地扩张之后再造个好的。在围墙一处角落划定了区域之后，落雨点开了建造界面。驯兽场初级，建筑材料星号3000，白银星号500。昨天切了一大堆石头，加上之前留下的3000的石砖材料，倒是能够出得起。直接确定之后，眼前光芒闪烁之间出现了一个牧场，2个畜棚，一堆初始的草料等常见的东西，面积也不大，20平，主要还是供动物睡觉以及自动清理排泄物。看了下驯兽场的属性，在驯兽等级的基础上加了10%的成功率，
另外还增加了动物产出的10%，也就是说，原本母牛一天产25单位的牛奶，现在多了2.5，产出27.5了。这倒是挺好，长期来看肯定是血赚的。看了看卫生评分，果然一下就上去了，这回来到了55，快要及格了。基地评分也有上升，目前正好200。去鱼塘搞了一波，因为没有特殊饵料了，今天产出的只有30个单位的鱼虾，这还是扔进动物内脏的结果。可见之前的100倍饵料是多么低牛屁。之前捞的鱼虾还有不少剩余，骆宇将之前那剩下的200个单位鱼虾上架，赚了1600白银，又把今天新鲜得到的送入了冰窖之中，新鲜的口感才好呀。接着他去给母牛挤牛奶的时候灵机一动，挤奶能不能出暴击的？想要此处，他心中默念一句后，直接用力一挤，100倍暴击触发。母牛疼得叫了一声，牛奶哗啦啦的流进了木桶之中。骆宇看得真切，这次挤出的颜色与之前不同，似乎纯洁了一些。特殊牛奶营养价值极高，每服用1个单位，可维持一天100%的保湿度。注：特殊牛奶散发的气味对于生物有极大的吸引力。一共挤了10个单位的特殊牛奶，母牛直接瘫了一般躺在地上大口喘气。骆宇看着小半桶的牛奶，眼中露出喜色。果然暴击了10个单位，可是能抵10天的口粮啊！正要尝鲜，却是发现阿呆狂奔过来，对着木桶疯狂摇尾巴，似乎很想吃的样子。对于动物有特殊吸引力。骆宇摸了摸下巴，阻止了阿呆想要偷吃的举动后，将这些牛奶放入了冰窖之中。他有一个打算，等牛奶彻底冰冻后，直接做成奶块，或者干脆做成奶片，说不定关键时刻能有奇效。吃过早饭之后，他并没有急着切石头，而是在拍卖行收购了一批小树苗以及青菜、萝卜的种子。作物种子有点小贵，但树苗还是挺便宜的。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木材的重要性。一共花了1500白银，骆宇又在商城买了犁地的工具给大公牛套上，直接让他开始开垦荒地了。以前劳动力不足，他一个人实在做不了那么多事，但是现在有了一头牛，自然可以多开垦几片菜地。规划好一切之后，他接着切石头，现在连触棚都是实质的，自己的还住着木屋，这不能忍呀！干活，向着大别墅努力。如此过了3天，这3天可谓是风平浪静。骆宇努力干活之下，将食材存到了2万单位，另外把喝剩下的牛奶、吃剩下的水产都卖了。这些东西其实就算放在冰窖里，保质期也不长的。3天赚了5000多白银，目前白银又回到了1万这个顺眼的数字。第22章，靠袭击致富。新开垦的青菜、萝卜菜地已经顺利播种了，买入的一批樟树树苗也在领地边缘种下，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3天的暴击机会全部存了下来。今天骆宇又来到了矿洞，准备挖一票大的。心中默念了一句之后，他一镐子挥了下去，100倍暴击触发。咚！一块脸盆大的银色矿石滚落下来，低头一看，竟然是白银。白银1万单位，好多钱！骆宇心中一喜，但提示随即而来，警告：您本次挖掘惊醒了银甲瓢虫。瞬时间，一只小牛犊子大小的银色甲虫飞了出来，直接就对着骆宇撞了过去。以卵击石，骆宇冷笑一声，根本不带怕的，直接抽出天弓刀，就是一刀拍了出去。砰！一声脆响，天弓刀的刀面拍在了银甲瓢虫的身上，发出了金铁交击一般的脆响。银甲瓢虫直接被抽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了岩壁上。力量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骆宇也不废话，直接施展驯兽术。驯兽失败。叮！驯兽成功，你以37%的概率成功驯服银甲瓢虫。银甲瓢虫力量16，体质6，敏捷20，特殊能力吞噬白银，吐出银晶。我去，这虫子很猛啊！这属性却是让骆宇微微有些惊讶，还有特殊能力的。不过现在白银非常珍贵，而银晶这种强化武器的东西目前是用不上的，骆宇自然不会让这虫子吃白银。花费了一株草药让银甲瓢虫恢复过来，这银色的虫子绕着骆宇上下飞舞，很是亲密。别说，挺漂亮的，能飞，敏捷也挺高的，不错。骆宇满意的点了点头，却是再度开始挖矿起来。这一干就是小半天的时间，直到肚子咕咕作响才收工回去吃饭，正好尝尝那特殊牛奶的味道。进入冰窖的时候，一股浓郁的奶香让他有些沉醉，闻起来非常的舒服。是这股香味吸引生物的吗？此刻特殊牛奶已经冰冻了，骆宇割下1单位的牛奶冰块，片刻后坐在屋外开始将牛奶加热。这一加热却是发生了惊奇的事情，香味愈发的浓郁，飘散开来，让整个领地芳香四溢。扑通！远处湖中那大黑鱼竟然扑腾了一下，似乎香味对它也有很强的吸引力。不过大黑鱼没有游过来也没用，搞不好还会搁浅在小湖的浅滩上。见到这一幕的骆宇心中隐隐有了想法。
便在这时，有提示出现了，特殊牛奶的香味引来了大量石甲龟，他们将不惜代价喝到牛奶。啥？洛宇吃了一惊，看了下聊天群和区域频道，一点动静都没有。也就是说，这次袭击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袭击好呀，袭击既是危险也是财富，没有袭击洛宇还发展不了这么快呢。爬上瞭望塔一看，果然从东面的位置陆陆续续扑进来10只乌龟，这乌龟个头很大，和那种活了几百年的海龟差不多大，哪怕一个成年人骑在它身上都没事。乌龟壳看起来像是一堆怪石，很狰狞，而且一看就很坚硬的样子。不过它的速度，洛宇似乎看出了这10只乌龟在努力地爬过来，但速度大概和正常人散步差不多。等这些乌龟靠近了一点后，洛宇取了一根标枪，从瞭望塔上用力地投掷了下去。LV4 的射击技能命中率提升了一些，这一下还真刺中了领头的那只体型最大的石甲龟。砰！一声闷响，标枪在巨力之下当场断成了2截，而这乌龟痛哭的摇头，乌龟壳上被打出了一道裂痕，果然很硬。洛宇微微皱眉，这一下就试探出来了，想要靠标枪弓箭打死这些乌龟，不知道的浪费多少。冲下去用天宫刀劈斩才能有效杀敌。他也不急，反正全部家当都在围墙之内，他倒要看看乌龟能不能破开围墙。片刻之后，答案出来了，乌龟怎么可能破开黑斑石围墙？现阶段黑斑石围墙跟 bug 一样，挺离谱的。10只乌龟在那扒拉石门，不时会有龟壳撞击一下，但是连在石门上留下一个白点都做不到。这些乌龟防御力惊人，但是攻击力远远不如公牛。观察了一下后，确定这些乌龟不会使用远程攻击手段。洛宇爬到了石墙上，靠近一只乌龟，开始使用驯兽技能。驯兽失败，成功率 7.1%。驯兽失败，成功率 7.9%。连续2次失败之后，洛宇知道不整点花活是不行了。怎么才能让这些乌龟陷入异常状态呢？他的目光扫过，最终定格在了那温热的特殊牛奶之上。片刻之后，洛宇坐在围墙上，手中有一根4-5米长的竹竿，竹竿一头绑着一个小木桶，而木桶内的则是特殊牛奶。洛宇操控竹竿在乌龟脑袋上晃悠，牛奶芬芳的气息让这群乌龟口水都流下来了，但就是够不到。这一下可是急得团团乱转，在下方挤来挤去，那脑袋伸的不要太长。这就是所谓的引颈带路吧。洛宇感觉现在要是拿标枪扎，一下就能把乌龟的脖子给扎穿。够不到呀，够不到。洛宇晃荡着竹竿，哼起了小调，乐呵的调戏着这群乌龟。忽的一滴牛奶从木桶中飞溅出来，正好滴落在了一只乌龟的嘴里。这乌龟立刻眯起滋味来，随即更加疯狂的想要再尝到美味牛奶。可惜他们够不到，还不进入异常状态。洛宇逗弄了半个小时，见乌龟还在奋力伸长脖子，他干脆把竹竿绑在了围墙上，自己则是去切石头了。2小时后，夕阳西下，洛宇又切出了一大堆的石头，上围墙一看，好家伙，下方的乌龟此刻都显得疲惫无比，但还是会不时的扬起脑袋，试图够到木桶。进了疲劳状态，吃不消了吧？洛宇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对着一只乌龟使用了驯兽技能。驯兽失败，成功率 58%。驯兽成功，成功率 61%。第23章，第一次硬刚湖中怪鱼，成功驯服了一只。洛宇心中一喜，果然异常状态给加的成功率很高。石甲龟，雌性，怀孕状态，力量11，体质29，敏捷2，特殊能力坚盾。既然能够驯服第一只，那么就能驯服大多数。洛宇连续的使用驯兽术，最后10只石甲龟被驯服了8只，那只体型最大的雄性也驯服了，他的驯兽术达到了 LV5。可惜还有2只石甲龟耗光了3次驯兽机会，还是没有被驯服。洛宇只能含泪把他们脑袋砍了下来。都说吃什么补什么，今晚吃乌龟，补补就补补。值得一提的是，8只乌龟中有6只是雌龟，其中2只还怀孕了。搞定之后，洛宇将木桶内的牛奶自己喝了，果然美味无穷。喝完之后肚子也不饿了，全身舒畅。您服用特殊牛奶，获得行动狂热状态1天。命令石甲龟不要去湖里，暂且将它们圈养在了小溪内。趁着这股劲头，洛宇开始料理2只石甲龟的尸体。屠宰已经很熟练了，就算是乌龟也架不住天宫刀的锋利，稀里哗啦一通操作，直接搞定。一看收获，一波得到乌龟肉，石甲龟的龟壳2枚。这会锅里煮着一块乌龟肉，一边的阿呆馋的口水要流下来了。洛宇则是正在研究龟壳的使用方法。龟壳的确很坚硬，但当盾牌好像有点大，当个澡盆好像又不是太导热。想了下后，洛宇还是打算将乌龟壳固定在围墙上，用来当做射击时候的掩体，好像挺不错的。乌龟肉肯定是吃不完的，趁着肉价还在高位，卖，直接卖。世界频道，匿名，
大补的乌龟肉，吃一口满嘴留香，吃3口长生不老。现已上架拍卖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买啊！广告的效果是无穷的，上架的乌龟肉很快就被抢夺一空。骆雨猛赚了一波白银，一看自己的财富，好家伙，这一波赚了不少，足足有3万白银了。现在食物足够，关键科技解锁不单单需要白银，还缺材料没齐呢。大别墅缺石砖，想了一下后，骆雨还是认为白银用来强化自己的属性最为划算，直接花了2万白银换了20个属性点。骆雨还是按照之前的加点方式平均加点之后，面板变化非常的大，力量42，体质39，敏捷38，平均40了，这是他初始属性的4倍。他感觉曾经的自己与现在相比，就像是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还剩1万白银，今天挤出来的牛奶没卖，海鲜也没卖，不急，留着。在群里和大家聊了一会天，骆雨洗了洗睡觉。清晨吃完了早餐的骆雨看了看8只乌龟的情况，它们此刻都在岸边晒太阳，别的没什么，但骆雨发现这10甲龟挺能吃啊。一只乌龟每天要消耗5个单位的肉类，早上放水捞到的鱼一般就进了它们的嘴里了。当然它们也会自己在小溪中抓鱼吃，但想要彻底的散养，还是得把湖里的水怪给解决了。42的力量了，可以尝试一下了。说干就干，骆雨第一次走到了靠近湖边20米的位置，点开了建造页面，选择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10米的瞭望塔。这是最低级的瞭望塔，一旦解决了大黑鱼，他是打算立刻拆掉的。眼前光芒一闪，瞭望塔搭建完毕，随即骆雨将19杆标枪搬了上去，站在瞭望塔的平台上，拿着标枪比划了一下后，感觉还不错。片刻之后，空气中荡漾起了奶香味，一只银色的甲虫提着一个木桶飞向了湖中心。它飞得很高，距离湖面有7、8米的高度，似乎在提防着什么。远处的瞭望塔上，骆雨的目光紧盯着湖面，果然没有多久，湖水下出现了一大团黑影，正快速向着银甲瓢虫飞去。不用说，肯定是被特殊牛奶给引来了。飞高！骆雨大喝，银甲瓢虫的敏捷发挥了作用，他提着木桶猛然拔高了一段距离，几乎是同一时间，怪鱼从湖中一跃而起，直扑而上。在怪鱼离开水面的这一刻，骆雨清晰地看着了他那狰狞的形态，血盆大口，能够活吞一头牛，看起来非常恐怖。就是现在，骆雨用全力狠狠地将标枪射了出去。嗖！标枪带着破风声猛烈地飙射向半空中的黑鱼，时机正好，在黑鱼跳到最高点的时候，标枪狠狠地刺在了黑鱼的身上。巨大的力量让标枪刺穿了鳞片，但也就是刺穿鳞片而已。骆雨发现并没有见血，怪鱼开始下落，轰隆一声落在了水中。轰！一声炸响后，怪鱼在水中快速游动，竟然向着骆雨的方向冲来。什么？怪鱼冲我来了？骆雨皱起眉头，猛地抽出了天宫刀。轰隆！怪鱼再度跃出了水面，骆雨清晰地看到怪鱼那双看着自己的鱼眼中带着极为凶厉的气息。这是恐吓，是威胁，杀戮的警告。落水之时，怪鱼一甩尾巴，水花溅起了10几米高，将骆雨的衣服打湿了。敢羞辱我！骆雨大怒，猛地拿起了一根标枪，趁着怪鱼半截身体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刻，用力将标枪投掷了出去。100倍暴击触发，这一次的标枪就像是炮弹一样，仿佛是连空气都刺穿了，直直地轰在了怪鱼身上。砰！一团血花炸了出来，鳞片直接被轰碎。怪鱼仰天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咆哮，迅速窜入了水下，眨眼间就不见了。湖面浸染鲜血，带血的涟漪缓缓平静下来。银甲瓢虫飞回了骆雨飞边，亲昵地蹭着它，而骆雨却是眉头紧锁，脸色不太好看。100倍暴击之下，怪鱼没死，跑了。天哪，这到底是什么怪物？骆雨在原地沉思起来，得出了2个结论。第一，竹子作为主材料的标枪无法发挥100倍暴击的全部威力，标枪就这个硬度，它的伤害是有一个上限的。第二，自己投掷的手法有问题。第24章，牛奶引起的惨案。这无关于命中率，而是手法的问题。骆雨回忆起了曾经看运动会，那些运动员投掷标枪时都是带有旋转的，而自己则是直挺挺的出去，完全的蛮力攻击。得研究一下标枪的投掷方法了。骆雨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后，就地坐在瞭望塔上翻阅起商城。别说，还真被他给找到想要的东西了。标枪投掷精通手册，5万白银，购买使用后能够熟练的投掷标枪。好家伙，看说明是现学现会的，但是这价格贵得离谱。除了标枪精通手册外，骆雨还在这个页面发现了弓箭精通手册、弩箭精通手册这类技能，全是5万一本，就离谱。不学会标枪投掷方法，就很难对黑鱼一击必杀。
骆雨知道这类怪物恢复能力很强的，说不定几天伤就好了，还是得买。一边想着心事，骆雨一边爬下瞭望塔，却是把银甲瓢虫给留在了上面。没有骆雨的命令，瓢虫也没乱动，就趴在瞭望塔上晒太阳了。在他身边，那木桶之中的特殊牛奶也被遗忘，奶香味一点点的飘荡开去，整个领地都飘着淡淡的芬芳。下午时分，骆雨切了大量的石砖，正打算休息一下的时候，突然有提示了，警告：一群土著部落路过的原住民被奶香味吸引，准备袭击您的领地，请做好准备。什么？土著部落？骆雨大吃一惊，第一时间命令所在外面的宠物全部回到围墙内，包括乌龟和虫子。他则是急急忙忙爬上了城墙内的瞭望塔，四周眺望起来。果然，片刻之后，有5个手持各类武器、穿着部落服的土著人从东面出现，彼此之间似乎一边交流，一边向着这个方向而来。土著人袭击可以说是最严重的袭击之一了，而且一来就是5个。骆雨看得仔细，5人的外形上与人类差不多，甚至肤色都是浅白色的，有点像是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混血。不同的是，他们的眼珠子是绿色的，头发则是褐色。来的5人4男1女，一个壮汉手持斧子和一面巨大的盾牌，3个身材健硕的男子，一人拿剑，一人拿长矛，一人拿弓。骆雨发现其中那个拿剑的男子长得不错，而且身上的服饰似乎名贵一些。那年轻的部落女子也是拿着一张弓箭，小模样也还行。1坦克，2战士，2工兵，这是来打 BOSS 的吗？对面的人员配置极为合理，而且看样子都是好手。骆雨没想到特殊牛奶会引来这等强度的袭击，这换了一般人直接可以自杀了，根本不可能挡得住的。5个部落的人缓缓走过来，显得很小心，他们似乎是第一次见到那么高大的围墙，眼中除了嗜血的杀意之外，还有好奇。骆雨可以选择骑着公牛，派出所有动物冲出去跟他们刚正面，但没必要，利用地形优势弄死他们才是正解。藏身在瞭望塔的一根木柱后面，眼角的余光看见他们缓缓地走了过来。骆雨并没有立刻射箭，而是静等他们进入最佳的射程范围。200米、150米、120米。5人进入120米的范围，这是弓箭抛射的极限。他们并不认为会在这个位置会受到来自围墙内的攻击，但是骆雨不是一般人，120米是他的火力范围。下一个瞬间，他猛地拉开铁胎弓，瞄准了那手持弓箭的男子。嗖！离弦之箭飙射而出，但是那5人虽然没有发现骆雨的位置，但是听到弓弦一响，立刻本能的就趴下。可惜骆雨的力量太大，弓箭速度太快，只听噗的一声，弓箭刺入了那男子的胸膛之中，直接透体而出。男子喷出一口鲜血后，当场暴毙。盾牌！持剑男子大喝一声，壮汉举起了盾牌，3人直接藏在了盾牌之后。砰！在几人刚刚闪身之时，一支弓箭射在了盾牌之上。那壮汉吃了一惊，感受手臂发酸，咬牙道：“六王子，箭塔上那人的力量30以上，这么强！”那女弓箭手明显吓了一跳，被称为六王子的持剑男子则是寒声道：“杀光这群外来者！” 4人躲在盾牌之后，缓缓地推进。骆雨一时间没有找到射箭的角度，却是抓起了身边一根标枪，准备暴力将盾牌刺破。就在他投掷之时，一枚弓箭被抛射了过来，直接飞向了骆雨的胸膛。很精准，但他的弓箭只是木弓，面对15米高的瞭望塔，加上70-80米的距离，弓箭已经软绵绵的。骆雨这么高敏捷，要是被这一箭射中，他也就不用魂了。随手拨开射来的弓箭，骆雨猛地刺出了标枪。嗖！标枪狂飙而出，狠狠地刺中了盾牌。只听砰的一声，标枪被铁盾牌给挡住弹开，但是其上传来的巨力还是让壮汉虎口崩裂，却是有些握不住盾牌了。黑蛇！六王子大叫一声，那被称为黑蛇的女弓箭手嗖地连出3箭，似乎是要压制骆雨，让他无法短时间内再度投掷标枪。他们好重整阵型，愚蠢！骆雨拿手中的铁胎弓随意一拨，直接将3枚射来的弓箭给挡下，接着再度射出一箭，目标直指女弓箭手。120米的范围尚且能够一箭把人射个透心凉，70米的范围内箭速更快，这个女弓箭手几乎躲避不开。啊！女弓箭手尖叫起来。这时那拿长矛的男子却是大喝道：“黑蛇！”他竟然挡在了女弓箭手之前，想要用长矛抵挡弓箭。砰！虽然长矛击中了箭矢，但是这一箭威力太大了，箭矢只是偏离了原本的轨迹，并没有被完全挡下。噗的一声，箭矢穿透了长矛男子的肩膀，一时间血流如注，此人倒地，丧失了战斗力。黑蛇还在发愣，却是已经被六王子给拉到了盾牌之后。壮汉右手虎口崩裂了，这次却是用左手握住盾牌挡在了前面。下一刻，藏在盾牌之后的3人快速地冲向了围墙。第25章生擒。
落雨的射击等级 LV4， 对面小跑这速度，想要用标枪刺中就难了。连续射了几枚弓箭，虽然延缓了前进，但都是被盾牌给挡下。没有标枪精通、弓箭精通这类技能，面对移动目标加盾牌，效果不佳。嗖嗖，女弓箭手跑动中连出2箭，落雨轻松拨开后，冷哼一声，却是下了瞭望塔，爬到了围墙上，伺机而动。很快3个部落之人便冲到了近前，但是问题来了，他们要怎么上围墙呢？砰！那壮汉用力地撞了一下石门，整个人直接被反震之力给弹飞了。王子，是黑斑石的城门，打不破。嗖！撞击石门露出的破绽，一枚箭矢飞了过来，直接射在了六王子的胸膛之上。但是此人似乎佩戴了护心镜之类的东西，虽然被巨力被震得喷出一口鲜血，但却没有生命之忧。落雨眼中露出了一丝诧异，而六王子咬牙道：“黑蛇先上，占领射击点。”壮汉闻言，直接将黑蛇那娇小的身子给抛上了围墙。但是他刚刚在围墙上站稳，却是猛然间被一只青狼给扑倒了。奋力挣扎之间，他发现不仅仅是青狼压着自己，还是一大堆绝地虫。被7只绝地虫、一头青狼给压倒，就算此女的力气比男子都大也挡不住呀，当场便被压制的难以动弹。黑蛇！六王子眼中露出了暴怒之色，谁能够想到对方在围墙之上埋伏了那么多动物？话说，这个男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啊？壮汉提议道：“王子，我们撤吧，这个外来者太强了。来的5个人损失了3人，按照正常情况，部落应该要逃跑了。”不！六王子暴怒道：“黑蛇是我们部落少有的女性弓箭手，不能让她被俘虏。那人的动物已经全部用来压制黑蛇了，只要能上了围墙靠近他，我们就赢了。”好，遵命！只见壮汉熟练地将王子给抛上了靠近落雨的围墙，下一刻王子俯身拉住了跳起的壮汉的手，猛地一拉，2个人竟然直接上了围墙。这让落雨微微一愣，这一队人 TM 是精锐吧？正常的部落袭击有这样翻围墙的？壮汉咆哮一声，拎着斧子就向着落雨劈斩而去。这一斧是大力沉，看劈出的力量只怕有25点以上，果然是精锐无疑。但老子打的就是精锐。落雨只是向后一退，便让开了这一斧，接着整个人原地抱起向前一冲，手中天弓刀猛然划过壮汉的脖颈，扑通！壮汉人头落地，无头尸体落下了围墙。狂牛！六王子惊呼一声，眼中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见落雨缓步逼向了自己，他心中恐惧了。眼前这个男子看起来只有20岁左右，一个人族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强悍的属性值啊？恐惧战胜了心中的勇气，他竟然跳下了城墙，开始逃跑了。来自部落的袭击人员开始逃跑，您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您是第1位战胜部落袭击的人类，获得额外奖励5万白银。看着远处正在草原上亡命奔逃的王子，落雨冷笑一声，却是走向了被阿呆压制的黑蛇。此女见落雨走来，眼中满是惊恐之色，她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但好在落雨只是拿绳子将她给捆了。您俘虏部落弓箭手黑蛇。黑蛇，女性部落成员，力量11，体质11，敏捷16，射击 LV6。这女人属性不错啊，卖了吧。落雨心中暗自打定主意，但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此刻王子正在亡命的逃跑，他发现自己的腿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凌厉的，逃跑的速度似乎将敏捷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产生一种错觉，自己就像是草原上被雄狮追逐的猎豹，虽然打不过，但却能够轻易的逃走。忽的，他听到了身后传来了异响，马蹄声。六王子本能的转头看去，却见一头壮硕的公牛正在向自己狂奔而来，而在公牛背上骑着的正是让自己惊惧的那个男人。见到这一幕的六王子可谓是肝胆俱裂，头也不回地向着来时的方向狂奔，速度似乎又涨了几分。但是下一刻，有箭矢破空飞来，第1枚箭矢擦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第2枚却是刺入了他的大腿之中。扑通！六王子跌倒在地，下一刻，天弓刀锋利的刀尖已经指向了他的咽喉。王子是吧？你被俘虏了。骑在牛背上的落雨冷漠的声音响起，六王子惊惧地看着这个男人，只能束手就擒。片刻之后，六王子、长毛手和弓箭手黑蛇被五花大绑扔在了地上。治疗这3个家伙花了7株药草，总算是给他们止血了。那壮汉和一开始的男性弓箭手则是彻底暴毙，尸体被扔在了草原边缘一个挖出来的大坑中焚化。落雨还没有丧心病狂到屠宰人类尸体、卖人肉、做人皮沙发的地步。此刻，落雨看着手中的护心镜，眼底露出了满意之色。铜金护心镜，白银级防具，白银级的，自己的天弓刀都只有白银级的，好东西啊！除了护心镜之外，战利品还有一杆铁矛、2把木弓、一面盾牌、一把斧子、
一柄长剑。王子的长剑也是有品级的，却是达到了黑铁级。这类兵器现在都是有价无市的，非常值钱，骆羽可以大赚一笔了。至于这3个俘虏嘛，有几种处理方法。第一是收服，这收服也分为2种，一种是口头收服，很简单，就问他你服不服，要不要加入我的领地，他服了，就算口头说服了，但是这种情况很难保证忠诚度。第二便是招募，这种方法跟驯兽类似，一旦招募成功，直接忠诚度满值，对你言听计从。骆羽刚才看了这3人的招募难度都是 99%， 而骆羽的招募 LV0 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用暴击的话可以试一下，但招募一旦成功，会提高对方部落的袭击率至少3次，目前防御攻势没立起来，没必要。第26章暴赚一笔。骆羽并不打算招募他们。第二种方法是上架拍卖行，俘虏也是能上架拍卖行卖钱的，但是目前没人上架过，骆羽也不知道标多少合适。第3种最直接，索要赎金。骆羽倾向于第3种，他点开了系统页面，找到了俘虏一栏后看了下。六王子赎金5万白银，黑蛇赎金3000白银，铁毛手赎金2500白银。只要骆羽按个确定，就能把他们给赎回去，不过难保他们下次袭击还会出现。目前正是用钱之际，他决定直接用系统赎金的方式卖掉俘虏，不过在那之前却还有事要做。他走到了黑蛇面前，在此女惊恐的目光中解开了她身上的绳索，还未等这个女人反应过来，直接脱掉了她身上的兽毛部落装。瞬间，这个女人一丝不挂地站在了骆羽身前，别说身材挺好的，似乎明白了什么，黑蛇满脸通红地闭上了眼睛，等待可能迎来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六王子和铁毛手也是愤怒地瞪着骆羽，女性俘虏会有什么后果，大家还是很清楚的。但是让黑蛇诧异的是，等了片刻并没有等来什么，睁开眼时却见骆羽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下次再来就不是脱衣服这么简单了。嗖，光芒一闪，他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同时眼前多了一堆白银。接下来骆羽解开六王子的绳索后，将天宫刀架在了他脖子上，沉声道，我没兴趣脱男人的衣服，速度自己脱。是，马上脱。不一会儿他就把自己脱了个精光，光芒一闪，六王子直接消失，眼前这对白银是黑蛇的10几倍，值钱呀。把长毛手也赎了回去，骆羽怒赚了一笔白银。这还没完，他将刚刚从这几人身上拔下来的衣服上架拍卖行了。世界匿名，刚刚从美女野人身上拔下来的兽皮装，又香又暖和，上架拍卖行了，快抢呀。真的吗？兄弟，你遇到部落袭击了？卧槽，美女野人是不是被你给爽了？老实交代。兄弟，我出全部家当2000白银，你把美女野人交易给我好不好？我出3000，点我交易。单开的大老爷们很久没见过异性了，别说美女，连雌性动物都少见，难怪那么饥渴。骆羽心中暗笑，很快的，标价500白银的兽皮装直接卖了，卖衣服零零碎碎的也卖了1000白银，舒服了。做完这一切，已经是黄昏时分了。骆羽吃过了晚饭后，舒舒服服的泡在浴桶中，开始消费。您购买标枪精通，花费5万白银；您购买弓箭精通，花费5万白银。10万白银就这么没了。骆羽身上光芒一闪，脑海中多了很多知识，他眼中露出了喜悦之色，暗自点头道，原来是这么发力的，我说怎么之前扔出去的不旋转呢？10万白银一下就花光，看了下积蓄，白银18000够用了。接下来的3天，领地一片风平浪静，骆羽也没有再取出特殊牛奶来吸引袭击，除了每天使用1次暴击挖矿之外，别的时间几乎都泡在了标枪和弓箭上。如今射击等级来到了 LV5， 同时因为标枪、弓箭的精通，他使用这2种武器有命中率和威力加成，几乎算是身怀绝技。另一边，虽然3次挖矿并没有再度暴击出特殊矿石，但却因为大量黑斑石滚落，又引发虫子袭击了。这回骆羽的绝地虫数量来到了10只，10只虫子不停的挖矿，每天能够产出大量的黑斑石，他已经不需要花费时间自己去矿洞了。3天下来，石砖的数量累计到了25万，距离大别墅的目标只有1步之遥。这一日下午，骆羽站在湖边的瞭望台之前，犀利的目光望向湖面，手中攥紧了铁矛，准备随时雷霆一击。这铁矛被他改装过，现在多出了2个钩爪，看起来更加狰狞了。天空中，银甲瓢虫抓住了装载特殊牛奶的木桶，正在引诱大黑鱼扑上来。如此等了大概10分钟左右，突然平静的湖面泛起了涟漪，骆羽清晰地看到水下黑影出现了。看来特殊牛奶的气味是他无法拒绝的。轰！浪花飞溅，大黑鱼直接跃出了水面，血盆大口向着银甲瓢虫咬了过去。就是现在！骆羽眼神一凝，用尽全身力气将铁矛给投掷了出去。100倍暴击触发，这次扔出去的铁矛那破风的呼啸声让人震撼，
不仅速度很快，而且带着高速旋转，威力之大可想而知。同时，铁矛的尾部缠着一根藤蔓编织成的绳索，另一头绑在了瞭望塔之上。嗖！百倍威力加成之下，铁矛几乎化为了一道旋转着的黑光，刺向了大黑鱼。下一刻，只听扑哧一下炸响，大黑鱼身上爆出了一团血雾，鳞片纷飞，血雾蒸腾。接下来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铁矛直接穿透了大黑鱼那壮硕的身躯，从另一头透体而出，砰的一声砸在了湖面上。好啊！大黑鱼发出了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之声，巨大的身体直挺挺地落入了水中，浪花飞溅之间，它开始剧烈的翻滚挣扎，一下子将藤蔓绳索给绷得笔直。瞭望塔立刻摇摇欲坠起来，这也在骆羽的算计之内，他直接跳下了10米高的瞭望塔，要在瞭望塔塌倒之前解决这条大黑鱼。给我死来！站在地面上的他一把握住了提前放好的标枪，用力掷了出去。嗖！标枪旋转着飙射而出，虽然没有百倍暴击之后那恐怖的破风声，但威力也不可同日而语。标枪准确地刺入了大黑鱼的翻滚的身体之中，高速旋转的标枪如同一枚炸弹一般，直接在黑鱼身上炸出了一团血雾。再来！连续的标枪出手，每一枚标枪竟然都非常准确地刺中了黑鱼的肉身。砰砰砰！血雾连续炸起，黑鱼的挣扎愈发的剧烈了。瞭望塔已经完全倾斜，再来2下，只怕就要塌方了。第27章，击杀大黑鱼，购买大别墅。不得不感慨，这黑鱼的生命力太强了。他似乎也知道，把瞭望塔给弄倒才是他唯一的活路。不过这次的骆羽做好了万全准备，他直接点开了系统界面，选择了修理界面。修理瞭望塔，被破坏中修理费翻10倍，每修复1耐久需要10白银。修理费高的吓人，但这个时刻谁管你修理费呢？干就完事了。确定之后，原本摇摇欲坠的瞭望塔竟然开始再度挺直起来了。骆羽看得真切，瞭望塔的耐久度始终在一个临界值徘徊，耐久度18-100，耐久度19-100，耐久度18-100。刚刚破坏又被修了回去，再破坏再修理。骆羽倒是要看看，是这黑鱼的生命力顽强，还是自己的钱多。给我死！骆羽再度用力投掷了一枚标枪，现在命中率高的吓人，砰的一声，又是一团血雾爆起。为了应对这次决战，骆羽又制作了20枚标枪，现在一共是39枚标枪。当第38枚标枪刺入了大黑鱼的身体之后，他似乎是临死之前爆发出了沛然大力，只听轰的一声，瞭望塔轰然倒塌。难道又要失败了？不，骆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他猛地抓住了藤蔓绳索，一瞬间再度将绳索给绷得笔直，42点力量轰然爆发，竟然一时间没有被绳索另一头传来的恐怖巨力给拖进水里。您选择花费12000白银购买属性点，您当前的力量52点。当某个属性超过50点之后，原本1000白银点一次的价格提升到了2000。骆羽不管不顾，当场加了10点力量，整个人猛地站定，全力拉扯之下，竟然跟大黑鱼僵持住了。当然，大黑鱼身受重伤，反抗的力量比之前小了很多，要不然就算52的力量也是扛不住的。牛来！骆羽大喝，大公牛和那头母牛轰隆隆地跑了过来。骆羽将绳索往他们身上一缠，一人2牛疯狂用力，一时间湖里的大黑鱼奋力挣扎也逃不掉。哞！大公牛发怒了，不时发出吼叫声。阿呆在身边嗷嗷怪叫，也咬住绳子帮忙。骆羽清晰地感应到绳索对面传来的力量开始逐渐变小了。给我上来！他和身边的动物同时用力，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在大黑鱼鱼腹另一边勾住的铁矛在巨力之下被反方向被拖入了鱼肚子内。那3个钩爪捅进去的时候可能还好，但被拖出来的时候直接能够毁灭内脏。稀里哗啦一阵怪力拉扯之后，大黑鱼一大片的内脏几乎被绞断，它发出了一声惊天惨叫之声，直接暴毙了。您击杀大妖兽黑鱼怪，获得白银2万，兽魂核心星号1，狂风刀法星号1，白银级5技，随机科技解锁卷轴星号1，白银级宝箱星号1。您是本区域内第一位击杀湖中怪兽的试炼者，额外奖励2万白银。一连串的提示之下，骆羽眼前多出了一堆东西。这么一看，这黑鱼怪应该是白银级的大妖兽，爆了不少好东西啊。收到提示的骆羽瘫坐在地上，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回他感觉到手臂酸麻，掌心已然磨破皮了，满是鲜血。庆幸啊！幸好他选择了用20条藤蔓编织成绳子，而不是一开始打算的10条，要不然这藤蔓绳索可能扛不住这等怪力。庆幸百倍暴击那一下和预计的一样穿透了鱼腹，要不然就困不住黑鱼。说实话，他的实力现阶段只有黑铁级，能够战胜这白银级的怪鱼实属不易。招了招手，银甲瓢虫飞了回来。骆羽喝了特殊牛奶之后，整个人恢复了过来，把地上的一滩东西放回了木屋，
首先要把尸体怪鱼的尸体给拉上来。片刻之后，看着如此庞大的尸体，骆雨再度心生感叹：冰窖太小了，放不下。得，还是卖吧。一直到了夕阳西下，骆雨才算将整条大黑鱼给全部切好，得到了不少鱼肉。另外还有坚硬的鱼骨，星号200，这鱼骨可是好材料，能够用来做兵器的。另外一些乱七八糟的建筑也可以用鱼骨强化。现阶段肉类的价格已经从原本的80白银下降到了如今的20白银，因为第一批的作物马上就要成熟了，估计等作物成熟之后，肉类价格会更加的降低，尽快卖了的好。骆雨很干脆的直接上架。至于鱼骨，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打开建筑页面，果然某些建筑是能够加入怪兽特殊的身体材料，强化硬度的。现在还有白银48000，石砖原本是不够的，但是却可以用这副坚硬的鱼骨给替代一部分呀，可以造大别墅了。骆雨大喜，搞起来！花了半个小时拆了自己的木屋，将所有东西全部给搬了出来，接着点开了制造页面，直接点到了大别墅。3层的别墅虚影出现，没有什么迟疑的骆雨选择了确定。眼前光芒闪烁，原本堆积如山的石砖消失了，那副巨大的鱼骨架也消失在，取而代之的是3层的一套完整别墅。骆雨选的是中式风格的别墅，外墙红色，3层加起来面积大概1500平方，可以说是很大了。另外还有一个地下室。怀着兴奋的心情，骆雨走入了别墅之中，却是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目前的大别墅虽然装饰完善，但却没有家具，得自己搞定才行。在3层每个房间都看了一下，他很快就规划好了厨房、卧室、客厅等等，又去地下室看了一下，非常干净，可以做仓库使用。一看基地评分，好家伙，现在有500了，大别墅直接加了快300的评分，这意味着月末的袭击强度会有些凶悍。卫生评分也加了12点，现在最高值来到57点了，很不错。别墅白银家，面积1650平方，评分加300，卫生标准加12，产生正向 buff 几率正 12%。第28章，离谱的双人床。不错，居住在这类豪华建筑之中是有几率获得正向 buff 的，而且这个概率没有上限，只要你有钱，能把几率提升到10000%，到时候出门全身都是 buff。至于为什么是白银家而不是普通白银，那是因为加入了鱼骨架，提升了半个评级。评级代表一切，防御力、舒适度等等全体提升。现在骆雨又迟疑起来了，这地板和墙壁都是普通石质的，是不是换成白银好一点？不会太奢侈吧？片刻之后，别墅3层阳台上，骆雨买了一张太师椅，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从这里眺望整个领地，当真是风景这边独好。消灭了大水怪后，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钓鱼、造桥、探明水质、养殖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等着自己。不过在此之前，先研究一下那堆爆出来的东西再说。他第一时间点开了《狂风刀法》这本武技，就像他的介绍一样，一本白银级别的武技，其实也没什么好研究的。骆雨直接选择了学习《狂风刀法》白银级第1重。骆雨感觉到脑海中有无数的信息涌入，他脸上露出了恍然之色，起身挥舞了一下天宫刀后，果然自己出刀的力道、角度全部有了大提升。同时他也发现，只有武技才能够将这一身属性点给发挥的淋漓尽致。如果说曾经的自己是个一身蛮力的家伙，那么现在就是一身怪力的武士，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狂风刀法一共有3重，或者说白银级的武技都是只有3重，每提升1重，施展时的威力都会提升。白银之后的黄金级、白金级这类武技层数也会增加，威力都已是几何递增的。至于如何增加层数，很简单，花钱。白银级每提升1重3万块，突出一个贵，自己现在 1.8W 白银就不要想了，回头去竞技场试试。骆雨心中这般想着，却是使用了随机科技卷轴。恭喜您获得访客科技。咦，直接把访客给解锁了。原本解锁要5000白银，2种特殊材料的，这回当场给解锁了。也就是说，骆雨可以前往别人领地拜访了。即便是对方没有解锁访客科技，他也能够前往，只是对方无法到自己基地罢了。当然，一切的前提是对方同意。访客科技其实很厉害，关键时刻是能够救人的。心满意足的点了点头，骆雨打开了白银级宝箱。恭喜您获得个人特性驯兽师1星。卧槽，个人特性！骆雨大吃一惊，急忙查看说明。驯兽师1星，驯兽等级加 LV3，领地内驯服的动物全属性增加 10%， 动物产出增加 10%， 驯兽成功率增加 10%。 看着这个属性，骆雨只能说2个字：牛批。本以为会开个白银级的道具，没想到给了这么厉害的个人特性，这要是提升到了5星，那还得了。我也没用暴击啊，果然人品大爆发了吗？他哈哈大笑，当真是乐得不行。白银级的个人特性提升也是 3W 一次，
当然也可以不断的驯兽提升星级，就是会很慢。最后就是兽魂核心了，没有任何迟疑的，骆羽选择制作基地自动防卫核心。您消耗白银3000，翡翠200，黄金200，兽魂核心星号1，制作成功。眼前光芒一闪，一枚小巧的未来风魔方缓缓地落在了骆羽的掌心，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了。点开建筑页面，果然自动防御那一栏的建筑解锁了。自动发射弩箭500发，木材星号5000，铁矿星号1000，白银星号500。贵，因为不需要装填，自动生成弩箭，所以这小小的弩箭需要大量的木材。整个基地的木材也没有5000，只能买了，先不急。自动防卫核心制作出来后，除了自动发射的弩箭，还解锁了自动攻击箭塔。自动攻击箭塔3000枚，木材星号30000，铁矿星号5000，白银星号2500。自动科技好贵啊！至于后面大型自动床母、自动雷击塔这类的东西，没解锁，解锁也没钱，这也太贵了吧！骆羽本以为自己是个小土豪了，但在这些科技面前就是个地中地。造箭塔要钱，升武器要钱，升个人特性也要钱，建造别的建筑都要钱。骆羽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赚钱大计了。明天再说吧，今天先把床给搞定了。以前那木床显得与别墅格格不入，看着自己的空旷的卧房，骆羽打算造个豪华双人床。豪华双人床建造单位星号520，木材星号520，白银520，黄金52。骆羽心中暗笑，都是520，果然是双人床。天道爸爸是在暗示什么吗？建造单位可以是石块，可以是木材或者别的，但考虑豪华度，肯定还是用稀有材料比较好。骆羽想到了一件事，打算等明天暴击次数恢复后再行制作。今晚就在太师椅上摇啊摇了。当夜，骆羽裹着狼皮在太师椅上睡了一觉。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造床。至于材料，当然是用绿色的翡翠了。翡翠这种材料本来就是当做奢侈品增加评分和舒适度的，关键它正好有520个翡翠，你说巧不巧？值得一提的是，暴击无法对大型建筑使用，变得太大会超出基地范围的。您选择制作翡翠豪华双人床，百倍暴击触发。眼前光芒闪烁，眼花缭乱之间，一张漂亮大床出现在了眼前。七彩祥云翡翠豪华双人床，钻石级，休息效率提升 60%， 疾病恢复提升 60%， 获得正向 buff 提升 60%， 舒适度提升 60%， 雌性怀孕几率增加。钻石级。骆羽瞠目结舌，伸出颤抖的手摸了摸床面，那柔软的感觉直达心底。下一刻，他直接扑在了床上，果然整个人就像是睡在云彩之上，漂浮在云端，那种感觉当真是心旷神怡。第29章，暴风雨下的安宁。您获得 buff 祥云的祝福，所有生活技能经验提升 20%。丁，您的种植技能提升至 LV3。这躺下2秒钟就给 buff 了，离谱！骆羽哈哈大笑。不过话说回来，这雌性怀孕率提升是什么意思？公牛和母牛来我床上睡，改明儿生2只小牛出来。骆羽心中突发奇想，当然也就想一想。此刻的他心情大好，看了一下面板，变化很大。试炼者骆羽，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700分，卫生值65点，娱乐值10点，力量52，体质39，敏捷38。个人特性：虫族克星5星，驯兽师1星。武技：狂风刀法1重，精通系标枪精通，弓箭精通。生活技能：种植 LV3， 采矿 LV4， 驯兽 LV8， 射击 LV5。别的都还好，但是这基地评分700，这月底的袭击强度肯定小不了，得尽快把自动防御设施立起来。基地造得再好，守不住也是白搭。这时却有提示来了，您所在的区域发生异常天气，请注意躲避。瞬时间，天空中阴云密布，似乎是要下大雨了。那可儿，明明要下大雨了，可是我一点都不慌，因为我有自建小食屋了啦啦啦。后面还有截图，看起来很小巧的一间民房。方雨梦，打雷喽，下雨收衣服喽。爱丽丝、雨梦，你们也有食物了吗？方雨梦，之前采矿驯服了一只绝地虫，还好有他帮着我啊。牛大，绝地虫还驯服了，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艾琳娜、爱丽丝，你的树屋搭好了吗？爱丽丝，好了，光明女神保佑，在暴风雨来临前造好了树屋。艾琳娜，我早就好了。黑暗女神永远先光明女神一步，保佑精灵族。轰隆隆，天空中下起了大雨，整片世界顷刻间陷入了烟雨之中。方雨梦，雨好大。落雨，你的情况呢？落雨，挖的石头有点多，昨天刚好造了个小楼房。众人，楼房
那可儿，快把你那楼房发出来我看看。见大家都在催自己上图，洛雨昨天建好别墅时正巧拍了一张照，发就发吧。当洛雨真的上图之时，聊天群瞬间安静了下来，诡异的沉默了一阵后，方雨梦，我的天哪，这是大别墅，你是怎么做到的？洛雨，本人酷爱挖矿，挖着挖着就够材料了。那可儿，晕倒。洛雨，你想不想养2只可爱的小猫娘呀？方雨梦，有人之前不是说猫娘不是宠物，是帅气的女孩子吗？艾琳娜，愚蠢的男人，浪费那么多石砖造别墅，有那钱不如造大围墙呢。爱丽丝，一处美丽的住所，但是洛雨，我们还在发展的初期，要勤俭持家，光明女神保佑你。牛大兄弟，你说的挖矿真的有这么赚吗？为什么我就不出货呢？众人纷纷震惊无比，都知道洛雨爱挖矿，谁能够想到别墅都造出来了呢？洛雨，别说这个了，你们看说明没有？大雨之后钓鱼出货率会提升1倍。众人，水怪啊，别去找死。洛雨，你们说的对，有水怪，我不找死。此刻，洛雨站在阳台上喝着牛奶，他望着眼前一片风雨飘摇的景象，一边和大家聊天，心中却是惬意无比。阿呆在1楼趴着睡觉，石甲龟已经进入湖中，不用自己太担心。2头牛，1只母鸡在畜棚内淋不到雨，虫子都在矿洞，不用管它们，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晃了晃杯中的牛奶，他淡笑道：区区异常天气，不过如……等一下，菜地！洛雨发现暴雨之下，自己的菜地要遭。洛雨，菜地！各位，保护好菜地，别被大雨淹死了。方雨梦，哎呀，你这么一说，那可儿，我不吃菜。牛大，我爱吃草，雨停了会有很多嫩草长出来。方雨梦，洛雨，菜棚，材料够的话，快搭建菜棚。他的想法和洛雨想到一块去了，这回他已经点开了建筑页面。简易菜棚，1米，木材星号5，铁矿星号1，白银星号1。好在之前有预警，挖好了排水沟，洛雨急忙选择了建造。在消耗了大量材料之后，简易菜棚就搭建好了。其实就是一个木棚，在不影响阳光照射的情况下，让雨水顺着斜角流出去，这并不能挡住全部雨水，但也不至于把蔬菜也淹死了。做完这一切的洛雨松一口气，发聊天群道：我这边安全了，方雨梦，你那怎么样？好了。方雨梦发了一张截图，也是简易的菜棚，看来是无恙了。那可儿，洛雨就只关心雨梦，也不问我怎么样了。哼，洛雨，你不是不吃菜吗？牛大，但他会吃醋呀，哈哈哈。方雨梦，咦，可儿真的喜欢洛雨吗？那可儿，没有，就是开玩笑的，小狗才喜欢他呢。说笑之中，洛雨发现自己这个小团体的人还都挺能干的，遇到很多次危机都平安化解。2位精灵能力出众，各方面素质应该是宇宙种族中排在前列的。2只猫娘别看软萌，但交流下来，洛雨发现那可儿挺好斗，能力也不错。方雨梦那边3个妹子就是欧皇、洛雨1星的驯兽师都如此带劲了，方雨梦可是初始3星的。牛大别看干啥都不行，但人家能吃草啊，体质好，就算什么都没有，一个光杆司令都能在草原上过活。而反观世界频道和区域频道，妈的，后天就成熟的蔬菜给老子冲走了，混账天道啊！哎，铁矿不够，造不了菜棚，早知道就多挖点矿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被狂风吹到湖里了，感应有个大黑影正在过来。兄弟走好，兄弟走好。第30章，钓鱼钓到投石车。这一场断断续续的风雨持续了1天。第2日清晨，当云开雾散之际，洛雨顾不上泥泞的土地，第一时间跑到了菜地边。一看蔬菜的状态，显示存活，重重的松了一口气。提示：基地陷入泥泞状态，卫生评分下降，疾病风险上升。突如其来的提示让洛雨微微一愣，这会回过神来，发现全身有一点点不舒服。举目四望，不管是围墙内还是围墙外，整个草原都陷入了泥泞状态，各种虫子乱飞乱爬，看起来挺难受的。这种情况下，的确是细菌疾病滋生的温床，能舒服就怪了。看了一下卫生评分，一下子降低了20。洛雨知道得造地板了。点开建筑页面，地板种类很多，木地板、水泥地板、石砖地板、白银地板都有。木地板虽然会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但是易燃呀，木头本来就珍贵，而且会受潮什么的，肯定不行。水泥地板也不好，太廉价了，没有 buff 增益的。洛雨倾向于石砖花纹地板。一看价格，一个单元格的石砖地板需要4弹砖，4白银，好贵啊！再说吧。方雨梦，哎呦，基地的卫生好差，好多虫子爱，大家注意卫生，不要生病。那可儿，得造厕所了。聊天群活跃起来，洛雨吃了早饭之后，开始新一天的生活了。
首先就是挤牛奶，因为驯兽等级上来了，还有个驯兽师的特性，今天挤出了30个单位的牛奶，留下了自己喝的那一部分，落雨将剩余的全部上架拍卖行。因为昨天一场暴雨，让不少人的菜地被毁了，肉类价格又开始飙升起来，能够卖到50白银一单位。几天下来存货不少，一口气赚了4500白银。接下来是鱼塘放水，一场大雨后，鱼塘的水有泛滥的趋势了，放干之后得到了水产25个单位，加上之前几天的存货，一共75个单位，卖掉后给白银3800。说话，最近鱼虾放假了吗？数量明显下降了呀。原本赚的这些钱已经是巨款了，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得想办法增加收入才行。钓鱼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现在湖内的大妖兽已经被干掉，漂亮的小湖终于对着落雨敞开了怀抱。他提着钓竿，兴冲冲地走到湖边，却发现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一场暴雨之后，水位猛涨，涨起的湖水侵蚀了一部分的草原。那群石甲龟爬上了岸，亲昵地靠在落雨身边晒太阳，但落雨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聊天群内，他发问道：“你们的湖水涨了吗？”艾琳娜，愚蠢的男人，你那的小湖也泛滥了。方与梦，都涨了，湖里的大妖怪不会上岸吧？有点担心。那可儿，你们这么一说，万一再来几场暴雨怎么办？这是在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得出了一个结论：湖水不断的蔓延，不消灭湖内的大妖兽，就无法治水，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后会覆灭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个人都显得忧心忡忡。不仅是他们这个小群体，世界频道已经有人出高价，希望请佣兵解决自家的大水怪。问题是，现在佣兵广场登记的佣兵大多是黑铁级的，谁又能够有能力解决白银级的妖兽呢？落雨是靠百倍暴击解决大黑鱼的，暂时也不想接这活，命令石甲龟排站，临时当一片落脚的地方。落雨坐在龟背上，沉吟了起来。新的问题再度出现了，治水。夏季快到了，雨水充沛，就算大妖兽死了，也不能让湖水无限制的泛滥，要造水坝围墙，将湖岸给抬高。这么做，除了能够做到治水的功效，还能够防止湖水被袭击污染。是的，小湖是唯一的水源，万一袭击有人投毒的话，就挺难受的。而且对方要是潜入湖中游泳过来袭击，那么将削弱那个方向的箭塔威力，对基地防御不利。相反，若是在湖边造一圈围墙，围墙上放上自动弩箭，围墙内造自动箭塔，那么既能防御又能治水，一举多得。点开虚拟的建造页面，点击建造计划，一个个虚拟的单元格在落雨的指挥下，沿着湖边开始连接，最后算出来一个数据。想要沿湖造防洪围墙，总共需要石砖200W， 钢铁5W， 还需要5W 白银的建筑费。贵，这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我还是先钓鱼吧。落雨很干脆地关闭了建筑页面，抛竿钓鱼。百倍暴击触发，提示出现，落雨急忙收竿，却是发现钓上来一个铁皮箱子。打开一看，却是一张卷轴。自动投石车储存符，一次性道具，使用后可立刻获得自动投石车一台。啊！落雨瞪大了眼睛，妖兽了，钓鱼钓到投石车了。他拿起卷轴，第一时间跑回了围墙内，找了个合适的位置选择使用。眼前光芒一闪，一架漂亮的投石车出现了。自动投石车可自动投掷石块，有效射程1000米，命中率20%，自动发射时间10秒。好家伙，一般的投石车最大射程也就200米，这台竟然是1000米，不愧是自动的。落雨尝试发射了一枚，发射器上立刻多了一块青石，轰的一下砸了出去，青石划过一道弧线，直接砸在了草原上。与预想的目标偏差几米吧，但精度还是很高的。关键它会自动攻击敌对单位，好东西啊！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基地的防御力量。漂亮！落雨哈哈一笑，又乐呵地跑去钓鱼了。现在雨后没有了百倍暴击，但出货率还是双倍的。落雨的鱼钩是没有鱼饵的，摆明了就不想要普通的渔产，他要钓的是箱子。按照天道世界的说明，小湖最下方有一个泉眼，泉眼保证了小湖是活水，同时也会几率喷出一些资源，下水直接捞是捞不到的，只有通过鱼竿才能钓起来，就挺神奇的设定。第31章吸铁石鱼竿。落雨其实多少有些明白，下水捞的效率太高，而且一些种族水性非常的好，会破坏天道世界的平衡。硬钓就完全看运气，并不是谁都有那么多时间在这钓鱼的。钓鱼适合3类人：第一闲着没事，第二饿得不行，第三赌徒心理。落雨也是因为雨后双倍几率才钓鱼，平时宁肯去挖矿。因为没有鱼饵，1个小时毛都没钓上来。正在他有些失望至极，突然鱼竿动了，出货了。他心中一喜，收竿后又是一个铁皮箱子，急忙打开一看，却是一箱子的羽箭。羽箭100支，羽箭是比普通的箭矢高一个级别的存在，而且一口气给了100支。落雨心满意足，正想着在抛竿，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钓上来的资源都是铁皮箱子做的，自己不是挖矿挖到一块吸铁石吗？试试。片刻之后，吸铁石就位，落雨直接抛干，不，确切的说是砸干。吸铁石扑通一下落水，快速的下沉。吸铁石鱼竿，获得资源箱的概率提升100%。果然，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吸铁石也提升了1倍爆率。不一会儿，鱼竿就有动静了，又是一个铁皮箱子。回旋镖，黑铁1枚。这回却是开出了回旋镖。落雨试了一下手感，只见回旋镖在半空中飞了一圈后又飞了回来，差点没把自己被劈到。他并没有回旋镖精通，也不打算学这个东西，卖了吧。看了下拍卖行，武器类价格已经下来了，毕竟经过这么久的发展，有些人还是能够挖到铁矿的，有了铁矿就能够打造一些没有品级的。这枚回旋镖是黑铁级的，黑铁级的武器基本价格都在5000白银左右，但回旋镖是远程武器，肯定贵一点。落雨上加了8000试试运气，一边钓鱼一边耐心等待有没有冤大头买这枚回旋镖。果然不一会儿就卖掉了。宇宙那么多种族，总有有钱人喜欢这些新鲜玩意。白银到手，继续钓鱼。这一次却是等了2个小时都没有别的东西上来。落雨估计自己这一片的箱子已经没了，结束了今天的钓鱼。走到基地，发现金甲虫拉来的石块已经堆成了小山，没说的，切吧。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晚上别墅的浴室中，落雨看着周围的墙壁，打定主意要造一个浴池。豪华浴室怎么能没有浴池呢？一边泡在原来的浴桶中洗澡，落雨一边翻阅着建筑页面。豪华浴池，建筑材料星号3000，白银星号1500，铁矿星号100。还是和大床一样，建筑材料用石头就便宜，换成别的稀有材料就显贵。热水的话倒是能够解决，别墅自带有热水锅炉，只要有水循环就能够自动生成热水。落雨自然是希望浴池用翡翠、黄金这类来做，钻石浴池更好，就是没有。先缓缓，心中这般盘算着，他进入了竞技场。这一次，落雨选择了与赌资1000的另一位黑铁试炼者对战。此人是血狼族的。进入房间，二人话不投机，直接开打。砰砰砰砰砰！落雨手持铁剑，黑铁级，王子给的那把与血狼族男子的利爪连续对撞，10几个回合之后，一剑劈在了此人的胸膛之上。人族如此犀利，这是武技。血狼族男子眼中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之色，但是下一刻，狂风刀法之下，男子被连劈10几剑，直接消散。KO，1000白银到手。落雨转战另一个房间。这一晚上，他连续与黑铁级别的高手对战了4次，依靠狂风刀法和强悍的属性值，4次全胜，一共赚了5000白银。与这个名字开始在高手之间流传了。同时，落雨发现了一些房间他进不去，被屏蔽了。有些人害怕他，创建房间的时候直接把他的名字给排除了，他只能观战，不能对战。说好的强者舞台呢？一群懦夫。清晨，落雨吃过早饭之后，美滋滋的前往菜地。青菜成熟度100%，番茄成熟度100%，水稻成熟度100%，玉米。聊天群内，落雨，菜熟了。方雨薇，谢天谢地，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爱丽丝，食物问题基本解决了，大家可以安心发展。纳可儿，素食真有那么好吃？牛大，我家菜地早没了。落雨一边和大家开心的聊着天，一边收获农作物。这个时候 LV3 的种植技能发挥效果了，同样一颗青菜 LV0 收获下来的基本就是一个单位，但 LV3 有几率收获2个单位，总体下来他的收获会多出不少。足足忙碌了一上午的时间，落雨将所有的农作物全部给收获了下来。青菜158，大白菜199，番茄146，水稻1989，玉米2294，莓果308，合计一共6000个单位的素食，其中以水稻、玉米、土豆这类主食比较多。这些素食若是自己吃的话，足够吃到冬天了，但若是加上基地内那么多张嘴，则坚持到秋天应该勉强。当然，不一定要顿顿吃素，鱼肉都结合起来，应该吃得更久一些。天道世界的季度与地球是不同的，地球3个月一个季度，而天道世界是1个月一个季度，月底袭击之后，马上就是夏季了，再1个月直接入秋，这般循环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充裕，在入冬之前，还是需要储存更多的蔬菜才行。一批农作物出来，种子也有了，落雨开始扩建菜地了。马上来临的夏季是农作物生长的最好季节，落雨很干脆的将菜地扩建了1倍。另外，苹果马上就能成熟了，果园也要选址开辟，有大公牛耕地，不慌。一下午的时间，规划、种植等等，落雨的种植等级来到了 LV4， 夕阳西下，收工，剩余的活明天再干。看了一下大地图上的提示，距离月底袭击还有4天。第32章，自动弩箭上墙。
晚上，洗完澡的洛雨躺在七彩豪华大床上，正在和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今天的暴击并没有使用，因为临近袭击了，洛雨准备将暴击次数存下来，万一遇到处理不了的情况，就是翻盘的希望。爱丽丝，3天后就要袭击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方雨梦，别说了，我好愁啊，怎么防御袭击呢？现在手头上有4万多的白银，得尽快转化为战斗力才行。牛大，世界上已经一片哀嚎了，袭击临近，我刚才看有人受不了压力自杀了。艾琳娜，废物，连面对危险的勇气都没有，活着也是浪费粮食。爱丽丝，艾琳娜，别这么说。洛雨，我提供一个思路，拖时间。如果遇到部落袭击，那就坚壁清野，只要能够拖到对方食物耗尽，自然就退去了。咦，是个好思路，那还是要把围墙尽快造出来吗？方雨薇好奇发问，也得到了洛雨肯定的答复。那可儿，洛雨，你是怎么知道部落食物吃完会自己退走呢？不会已经遇到过袭击了吗？洛雨，之前遇到过小贼，被我的围墙拦住了。小贼！众人都是惊呼，是盗窃事件吗？天哪，你还真和土人打过交道。方雨梦发了一大串的感叹号，洛雨只是淡淡一笑，低调一点。他转移话题道，对了，说明上有，月底袭击之前都会刷出一个特殊的事情，大家把握好机会，这或许是度过袭击的关键。好，众人都是纷纷应是，不过洛雨看得出来，大家都是忧心忡忡的。方雨梦决定4天之内一定要把围墙造出来，纳可儿准备挖陷阱，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洛雨心中也很清楚，自己的袭击强度会很大，剩下的几天时间里，要竭尽全力的把自动弩箭给造起来。清晨，从豪华大床上醒来的洛雨发现了自己多了一个 buff， 采矿增益，您的采矿等级增加 LV3， 持续2天。不用说，这自然是大床给的 buff 了。吃了早饭后，洛雨开始整理自己的资源，准备制作自动弩箭。因为绝地虫们连续高强度的在那挖矿，虽然他们的等级很低，但是偶尔也会挖出铁矿的。目前洛雨拥有铁矿星号2750，再来250的铁矿就能凑齐3把自动弩箭需要的铁矿原料。然后是木材，现在基地内拥有的木材966个单位，一把自己弩箭的木材就需要5000，差得很远，靠自己怕是凑不齐了。没说的，买。他有白银35000，目前大家对于木材的需求还不是特别大，拍卖行的木材售价依旧是1白银。洛雨非常干脆的买了15000个单位的木头。请选择木材堆放地点。洛雨选择堆放在了城墙边，这么多的木材堆得跟个房子一样。铁矿的话，因为大家采矿等级还很低，需求量又大，买的话血亏，正好洛雨得到了采矿增益的 buff。 挖，来到矿洞，稀里哗啦一阵猛挖，黑斑石等各类石材出了一大堆，铁矿也有。同时提示也来了，您的采矿技能提升至 LV5， 加上 buff， 采矿已经到了 LV8。 洛雨一镐子下去，直接就是一块铁矿给挖了出来。铁矿星号20，又一镐子，又是铁矿。铁矿星号15，妙啊！洛雨大喜，以他现在的力量和体力，挖矿的速度那是很快的。一阵猛挖之后，直接挖了400个单位的铁矿才停下来。推着矿车回到基地，洛雨点开了制作页面，开始建造弩箭。问题又来了，3把弩箭放置在哪一面的城墙呢？洛雨想到了一件事，每次来事件或者袭击都是从东面的山上下来了，而且进入基地的地点基本一样。他猜想那里应该是紫色山脉进出自己领地的唯一通道，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既然如此，那就着重东面的防御。花费了15000木材、3000铁矿和1500白银，东面的围墙上光芒闪烁，3把弩箭被镶嵌在了围墙凸起的石墩上。自动弩箭的有效射程是150米，也就是说需要等敌对单位进入这个范围才会自动开火，所以洛雨摆放弩箭是正中间放一把，2个墙角转口各一把，正好将范围覆盖到最大，同时形成交叉火力。3把自动弩箭直接把洛雨的材料给耗没了，但是基地的防御力攀升了一大截。看评分就知道了，一把弩箭涨50的评分，可见其威力。受限于资源，目前只能3把弩箭，赚钱吧，看看最后几天还能够制作出多少来。洛雨将今日份的水产、牛奶卖掉，接着继续挖矿，趁着 buff 争取挖点好东西出来。一天下来，还真让洛雨挖到了400个单位的铁矿，乱七八糟的石头多得数不清，还有一小块的翡翠。这可是他凭借自己的力量挖出来的，没有用暴击次数，非常有成就感。到了晚上，洛雨进入了竞技场，却是发现原本人很多的竞技场现在显得有些冷清了。袭击临近，大家都在连夜准备，连 PK 的人都少了。行吧，那就少赚点好了。又是一天过去，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阳台洒在洛雨的大床上，他缓缓醒来。您获得 buff 驯兽增强，下一次驯兽时成功率增加 20%。又一个 buff 出现了，钻石级别的豪华大床，
有时候就是这么牛逼。吃了早饭后，洛雨正准备去挤牛奶，突然有提示就来了。提示：一只玄丘兽娘正在被一群部落土著士兵的追击，您可以选择对它进行庇护。选择庇护后，您将面对部落土著人的攻击。您可能面对的敌人：弓箭手星号3，近战士兵星号6。突然跳出来的提示让洛雨吓了一跳。天道世界说明中提及的月底袭击之前会有特殊事件出现，果然来了。第33章特殊事件，领地来了新成员。方雨梦，天呐，特殊事件！我的是补给包，落下可能会砸伤建筑、菜园、人员等东西，让我选择呢，怎么选？在线等，急。爱丽丝，我的也是补给包，你们呢？牛大，我也是，当然是让他落下来了，反正我基地没什么东西。艾琳娜，我的特殊事件是一群迷路的哈骑士申请进入领地，他们可能会对领的造成破坏。哈士奇是小狗什么吗？小狗能造成什么破坏？纳可儿，咦，为什么我的是地质运动啊？提示会有特殊矿石凸起，也可能对基地造成伤害呢。大家遇到什么的都有。方雨梦，落雨，你呢？那边什么情况？落雨说是一只小动物被追杀，需要我的庇护，可能面对土著部落的袭击。方雨梦，死！土著，快拒绝吧，小动物再可爱也没有小命重要。落雨，我觉得你们都应该选择接受，这类事件造成的损失应该远没有收益来的高，自身注意安全就好。方雨梦，好，那我就选择接受，但你要选择拒绝啊，安全第一。纳可儿，我也接受了。在落雨的鼓舞下，大家都是选择接受，而落雨看着眼前的选择框，并没有太多的犹豫。他不知道玄丘兽娘是什么，但是土著要打呀，正好是一试弩箭的威力。确定。凌空点击后，眼前的提示框立刻变成了红色。提示：玄丘兽娘加入您的领地，成为领地的动物。果然，东面的草原边缘出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他跌跌撞撞地向着围墙的方向跑来，脸上满是慌张惊恐之色。落雨看得真切，所谓的玄丘兽娘看起来和人类12、13岁的女孩差不多，穿着一身兽皮，脑袋上长着一对狐狸耳朵，长长的头发看起来很漂亮，身后拖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与人类女孩不同的是，这兽娘鼻子突出了一些，和狐狸更像，然后脸颊两侧有淡淡的毛发。玄丘兽娘19岁，成年，当前处于惊恐状态，力量20，体质18，敏捷31，高级智慧动物，可从事简单劳动。特殊能力：寻宝、弹弓精通。当前毛发生长进度 57%。这属性让落雨吓了一跳，这只狐娘的实力很强啊，而且还有特殊能力，关键她的头发似乎是一种资源。牛批！血赚！警告：一群土著正在袭击您的领地。在狐娘跑到距离围墙300米的范围后，一群拿着武器的土著部落出现在了东面，6男3女，正好9人。他们直接就向着基地跑了过来。啊呀！玄丘兽娘长得像人，但不会说话，她尖叫着表达自己心中的恐惧，目光看向围墙。见到落雨时，那小眼神满是无助，仿佛在说：主人救我！你31的敏捷呢？荒石。落雨心中暗笑，下了围墙，将石门打开了一道缝隙后，对兽娘摆了摆手。兽娘嗖的一声窜入了石门内。刚刚关上大门，兽娘就扑进了落雨怀中，哭了起来。这只小动物身上有点香，抱起来挺软的。妈，是小动物没错吧？落雨拍了拍她的脑袋道：没事了，走，跟我上围墙。乌啾！兽娘听得懂人话的，见落雨转身准备上围墙了，她急忙抓住了落雨的衣服后，慌慌张张的跟了上去，好像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主人一般。不愧是高等智慧的动物，兽娘的情感表达方式就比母牛复杂多了。母牛都是直接舔的。远处那9个土著向着围墙快速的逼近，不过片刻之间就推进到了1000米的范围了。吱，有木头摩擦发出的声音响起，下一刻只听嗖的一声，一块圆形青石飞出了围墙，划着一道弧线，轰的一声落下。自动投石机首先开火了。轰一声炸响，石块在这群土著身边3米处爆炸，溅起的土石直接将2个手持长矛的男子炸飞，细看之下，胳膊和腿已经炸断了。投石车，冲过去！9人之中领头的胡渣男子大喝出声，几人根本不管受伤的同伴，全速向着围墙冲去。投石车有最小攻击范围，距离太近的话，同样无法攻击到目标了。轰！又是一枚石块轰然落在了几人7、8米远的地方。别看距离远，但迸飞的石子却是直接砸进了一个女工兵的大腿内，当场便是血流如注，丧失战斗力了。快，马上到了！大人梯冲上围墙！胡渣男子大喝出声。几人的脚步更快了，但是突然有破风之声响起，嗖！
一枚箭矢直接刺中了一位男性工兵的肩膀，此人一下摔倒在地，挣扎着又爬了起来，向着围墙冲击。嗖嗖嗖，弩箭以相同的频率在发射，领头的胡渣男子也被一枚弩箭给射伤了手臂。他杀气腾腾地说道：“正面有弓弩，从左边迂回。”几人开始向左边迂回，试图绕过正面的弩箭，从侧面攀登围墙。这倒是让洛雨微微有些诧异。这些土著没有一个劲的死冲，看得出来还是有点东西的。可惜的是，左边墙角也安装了一把自动弩箭。嗖！突如其来的弩箭飙射而出，直接定在了一个男性长毛手的脑袋上。此人惨叫一声，却还是冲了7、8步远才倒下暴毙。爆头还能这么猛，体质挺高的。原本9人，连围墙50米范围都没冲到，就有损失了4人。这胡渣壮汉红着眼睛咆哮道：“冲上去，拆了他的弩箭！”话音刚落，一枚标枪激射而来，噗的一声从他的胸膛中刺入，将他钉死在了地上。啊啊！跑啊！洛雨正准备再度投掷标枪呢，但剩余几人坚持不住了，掉头就跑。这队人远远不如上一次来袭击的精锐，这就不行了。提示：土著部落正在逃跑。又到了最喜欢的抓俘虏环节了。第34章，卖俘虏暴击了。银甲瓢虫第一个冲了出去，不过眨眼就扑倒了一个女性长毛手。洛雨则是骑着大公牛，带着阿呆轰隆隆的冲出了石门，结果兽娘跳到了大公牛的背上，要跟着主人一起追杀。这会敏捷这么高了，刚被追杀的时候怎么没这灵活？没有什么意外的，跑路的土著全部被俘虏了，加上断手断脚的那2个，一共7个俘虏。洛雨很干脆的将那2个断手断脚的俘虏给赎回了部落，一个人1000白银。正要点击确定赎他们回去的时候，洛雨突发奇想，要赎金能不能暴击的？心中默念一句后，他点击了确定。百倍暴击触发，斯卡萨部落首领误将断腿断手士兵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将部落现有的白银全部交给了您，您获得白银8万。噗！洛雨差点笑出了声，这也能暴击的啊！眼前光芒一闪，2个残疾士兵消失。提示：斯卡萨部落首领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与您的仇恨度增加，仇恨度越高，来袭击的概率就越大，袭击的强度也会随之提高。钱是赚了不少，但洛雨感觉到一丝不妙，这要天天来袭击怎么办？话说，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什么斯卡萨部落已经没钱了，至于剩下那5个完整的卖不掉了，只能等下个月部落白银刷新，或者想别的办法处理他们。洛雨正准备打造手铐脚铐，驱赶俘虏去挖矿，突然一条世界推送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血族匿名，特殊事件结束了，抓到土著俘虏的朋友私聊我，价格好商量。有人收俘虏。龙族匿名，血族又要喝血了。恶心的种族。圣光族匿名，血族都是魔鬼，大家不要和魔鬼做交易。血族匿名，都被天道传送到这个鬼地方了，什么魔鬼不魔鬼的，你们圣洁有本事别杀生啊。鬼族匿名，一群白痴，现阶段都刚刚起步，有几个人的基地评分够得上能让部落袭击的，你们怎么不说帝国武者来袭击呢？世界上引发了一场口水战，这类口水战经常出现，特别是强大的种族之间长期对骂，人类、兽人这类种族基本不敢说话，强弱分明。洛雨直接点击这个血族，开启了交易界面。这位血族的老兄，我这有5个土著，3男2女，你怎么收？你是人族？人族有这个本事？血族之人显得很好奇，洛雨则是回道：运气好而已。血族、人族虽然是个弱小的种族，但我也不坑你，土著的赎金也就1、2千，这样我给你2000一个人，5个我都要了。洛雨，2000？你滚吧你！卖这点钱我跟你交一个什么劲？大胆！你用态度跟我说话！血族大怒，洛雨也不惯着他，直接关闭了聊天窗口。刚刚赚了一笔巨款，区区几千洛雨不在乎，留着俘虏挖矿也不是不可以。中断对话之后，洛雨还发了一条事件：地球人类匿名，这个血族根本就不是诚心交易的，他在故意引战，大家不要理他。一时间，世界上的口水战更厉害了。这个血族和当初那蛮牛族老哥不一样，挺有骨气的，硬是没有再发交易窗口过来。足足僵持了5分钟后，他终于忍不住又发了窗口过来。血族罢了，我从不吃强凌辱，刚才你对我不敬的事情就算了。人族小子，我出3000一个人，卖就卖，不卖拉倒。1万。洛雨平静的回复。什么？你敢坑我？洛雨淡定的回道：这位大人，听我把话说完，我说的是男性俘虏1万1个，女性2万1个。血族，你难道知道我们血族需要女子来中和体内的血气吗？洛雨，这不就知道了。3万。洛雨直接狮子大开口，2个女性俘虏3万1个，爱买就买，
不买老子留着自己慢慢玩。告诉你，少一个铜板我都不卖。干你个血蛋！你比地狱的贪食恶鬼都贪婪。RNM 你买不买吧？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血族大怒之下关闭了聊天窗口，不过他似乎很需要这几个俘虏，扛了没多久又发来了交易窗口。不想跟你废话了，交易吧。言罢竟然直接摆上了9万白银，他真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应该是真的急用。也亏他这么有钱，洛雨觉得此人应该也是击杀了大黑鱼，得了大好处吧。洛雨也不废话，直接一点把5个俘虏上架了。交易成功，您获得白银9万。您将俘虏当作商品交易，惹怒了斯卡萨部落，该部落对您的仇恨度提升。眼前一花，5人消失。血族、人族的虫子，我记住你了，尽管苟且偷生吧，别让我定位到你的基地位置。洛雨，白痴，你也最好别让我找到你基地的位置，我会让你干自己的血蛋。双方各自扔下一句狠话，掐断了通信。其实就是垃圾话而已，不管是佣兵还是访客，都需要对方同意才能够进入对方的基地。现阶段开放的科技根本不存在互相攻伐的可能。洛雨一口气赚了17万的巨款，这笔袭击当真是血赚。自动建塔搞起来。洛雨趁着现在木材的价格非常的低，一口气买了6万多的木材，在围墙内堆得跟个小山一样高。接下来就是铁矿了。目前基地没有铁矿，而制作自动建塔需要5000的铁矿资源，又去拍卖行搜了一遍，可惜数量太少，而且价格昂贵，非常的不划算。难道要自己挖吗？还有3天就袭击了，够挖到那么多铁矿？洛雨有些迟疑起来。这会群里的人基本就解决了这次的特殊事件，又开始聊了起来。方与梦3个补给包，1张长弓，1箱自动回收的羽箭，还有1张手弩。可惜我们3个女孩子拉不动长弓。第35章小团体的交易，各取所需。牛大，我怎么就1个补给包？给了1块金晶石，我要这东西干嘛？洛雨，金晶石？你截个图我看看。牛大截图之后，果然是1块金晶石，这是解锁佣兵科技的前提。洛雨动了心思，正想要说些什么呢，纳可儿却是说道：哎，我这的地质运动吐出了1大块的铁矿，跟个小山一样，我不要铁矿呀，我想要石砖。1大块铁矿。洛雨再度心中一动。艾琳娜，3只哈士奇挺可爱的，为什么说他们有拆家的危险？爱丽丝，咦，你们都是那么好的东西吗？我的补给包给了1块自动防卫核心，这有什么用吗？众人，方与梦，天呐，自动核心，你运气也太好了吧！爱丽丝与梦，要交换吗？你们的长弓和自动回收羽箭交换我的自动核心。好是好，这个感觉爱丽丝姐姐你有些吃亏了。方与梦有些不好意思，爱丽丝却是说道：弓箭是我们精灵族的生命，我还觉得不好意思呢。双方各取所需，有更大的几率提升存活率了。纳可儿，真好呀，我这么多铁矿也用不掉，想要换石砖造一个漂亮的围墙。洛雨，你那有多少单位的铁矿？咦，对了，洛雨酷爱挖矿。纳可儿发了截图在群里，1块巨大的铁矿石突兀的在草原上，看起来至少有1万个单位。洛雨，1万个单位的铁矿拿到市场上卖，至少能卖10W 白银，你发了？纳可儿，那也得有人买才行。洛雨，我用5000铁矿换你切好的石块好不好？好，我给你5W 石砖，交易吧。众人5W。洛雨，你真的那么喜欢挖矿呀？洛雨，劳动最光荣，我热爱劳动。交易窗口发了过来，2人立刻交易。纳可儿，天呐，是黑斑石的石砖，太好了！哥，这样一来，造围墙的石砖够了，不怕袭击了。谢谢洛雨。众人，黑斑石的石砖。爱丽丝，纳可儿，你以后要对洛雨好点，黑斑石的石砖不容易切。纳可儿，我懂的。洛雨心中暗笑，是不容易切，但自己有天宫刀，切起来贼快。洛雨，别说这些了，可儿，把铁矿赶紧搬回去，袭击来了可能会给你搬走。纳可儿显得很高兴。牛大，我也想要交换。洛雨，老牛，你的金晶石也价格不菲，想换什么？武器。牛大很干脆地说，斧头、盾牌、弓箭这类武器，然后我还想要食物，草皮都被我啃了1半了。要说别的，洛雨可能还为难一些，但是斧头、盾牌、弓箭这类武器却是正好有。2波袭击可是给了不少兵器的。洛雨直接发了个交易矿过去，把斧子、木剑、盾牌、标枪，还有500肉类、500素食摆了上去。洛雨，这些够了吗？牛大，够了。还有标枪，太好了，我从前就会投掷标枪，现在就不慌了。说着把金晶石给摆了上来。交易成功。看着手中的金晶石，洛雨嘴角露出了笑容，这样一来，佣兵科技就能解锁了。洛雨，
老牛，我这点东西的价值其实比不上你的金晶石，这样吧，我再给你5000白银，你想要些什么自己买。牛大，骆雨，你真的是个好人，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骆雨，别客气，都是自家兄弟。送了5000白银给老牛，骆雨一边和大家聊天，一边操作起来了。首先自然是购买箭塔，自动攻击箭塔3000枚，木材星号30000，铁矿星号5000，白银星号2500。箭塔的有效射程是200米，骆雨的围墙长度则是100米，也就是说，只要将箭塔放在中心点，那么足够覆盖整个基地，基地外150米的距离也是箭塔的射程范围。而且箭塔不是一支箭这样发射的，而是一次性发射5根箭矢，一波一波的射出去。到底是箭塔呀，可比自动弩箭厉害多了。骆雨选择将箭塔放置在了大别墅的后面，眼前光芒闪烁之间，这箭塔就轰隆隆的立了起来。20米高，虽然是木质框架，但外围一层被铁皮给包裹住，看起来有点小威武。骆雨心中一股安全感油然而生，箭塔好呀，有条件的话，多造几个箭塔来应对袭击就好了。聊天群内的众人算是各取所需了，骆雨这会也开始一天的工作。先是放水收获水产，然后给奶牛挤奶，因为驯兽等级的原因，现在一口气能够挤出35个单位的牛奶了。乌啾，玄丘兽娘似乎想要喝奶，对于这么可爱的小动物，骆雨自然是让它喝个够了。看着咕噜咕噜喝奶的小可爱，骆雨笑道：“给你取个名字，以后就叫小空吧。”乌啾，小空轻轻叫唤了一声，脸上满满的笑容，非常可爱。这才是猛男应该养的小动物吗？作为高等智商的动物，小空除了不会说话之外，别的基础劳动基本都会，采矿、种植、灌溉、捕猎，甚至是钓鱼都会。而且与虫子固定的生活技能等级不同，小空的技能等级是可以提升的。虽然现在都是 LV0，但是随着熟练度的提升，总会升级。但是高级别的劳动就不会了，比如医疗、切割、制作这类就不会。喝完了牛奶，小空主动跑到菜地，提着木桶开始浇水了。看了下他的生活技能经验，果然种植经验在提升。骆雨淡淡一笑，点开了科技界面，直接选择解锁佣兵科技。佣兵科技解锁，白银星号5000，金晶石星号1。点击了确定之后，又有提示，您可以去佣兵广场等级个人信息，交纳一定比例的押金后，便可以接受任务或者被别人邀请。第36章，小空是动物。骆雨点开了佣兵广场。您是黑铁级的强者，是否缴纳5000押金登记成为佣兵？注：任务失败或主动放弃任务，您的押金将被没收。骆雨并没有急着登记，而是浏览起了佣兵广场。先是佣兵任务登记栏，已经有一些佣兵信息了，不多，数量100不到。黑铁级佣兵，钢铁族，男性，出任务价格1万1次，目前出任务次数0次，成功率0%。黑铁级佣兵，异族，男性，价格15001次，目前出任务次数0次，成功率0%。除了龙族、天使族这类强大种族达到了更高级别的佣兵，别的基本都是黑铁级，价格也都在差不多1万以上、2万以下。骆雨再度浏览起了另一栏，这一栏是任务列表。人族，匿名，女性，发布雇佣任务，希望有强者保护我顺利度过月底袭击，给2000白银。狼族，诺伊卡，女性，发布雇佣人物，同族的佣兵有吗？来帮我度过月底袭击，报酬2000。另外，你要是想做些什么，私聊。兔族，匿名，男性。相比于佣兵数量，这任务列表却是已经密密麻麻几千页了，但是价格却大多在3000以下。这也是正常现象，有钱的不用保护，买各类防御设备就行，没钱的出不起太高价格。对于佣兵这个行当初步了解之后，骆雨选择了缴纳白银，成为一名光荣的佣兵。他的信息立刻就被上墙了，但骆雨选择了匿名。黑铁级佣兵，匿名，人族，男性，目前不接受任务。很简单的一条信息，目前骆雨并没有出任务的打算，除非他首先平安度过了月底袭击，再做别的考虑。退出佣兵广场，他将目光投向了小空。小空的属性值其实蛮强的，很快就浇水完毕。他想要跟着骆雨去矿洞挖矿，但却是被安排了别的任务。钓鱼，虽然没有双倍暴击，但小空的特殊技能中有一项是寻宝。骆雨仔细看过寻宝这个技能的说明，在从事挖掘、垂钓、搜寻、探索等工作时是有几率摸到宝箱的。今天先让他钓鱼试试看。时间缓缓流淌，很快便是夕阳西下了。他在菜地旁的阿呆无聊地打了个哈欠，见到石门被推开，立刻就跑了过去。他知道主人来了。骆雨摸了摸阿呆的脑袋，今天的工作顺利结束，还不错，挖了很多的石块和铁矿。但是这几天绝地虫没有出现过，是不是也要等下个月一起刷新？话说现在他的采矿技能起来了，
需要金甲虫和公牛一起拉运矿车才能够满足运输需求。呜啾！小空抱着一个宝箱跑到了落雨面前，邀功似的啾啾叫着。这枚箱子与之前落雨钓上来的铁皮箱不同，有花纹，看起来好像高级了一些。玄丘兽娘搜寻到的宝箱，果然出箱子了。落雨摸了摸小空的脑袋后，急忙打开了宝箱。力量提升卷轴，使用后力量加3，漂亮！落雨身上光芒一闪，力量变成了55点。现在点一下力量要2000白银了。小空这一发箱子等于赚了6000白银，相当的舒服。除了小空得到的专属宝箱之外，他还钓到了一个普通的铁皮箱子。落雨打开之后却是微微一愣，眼镜蛇的蛋已受精。咦，竟然还能有这种东西的！落雨目光看向了阿呆，阿呆竟然跑了。他微微一愣后，还是决定不让阿呆孵蛋了。现在的气温基本来到了20多度，这蛋就放着也能够孵化。落雨将蛇蛋放在了大别墅的一间空屋子内后，和小空一起吃晚饭。现在吃的都是烧烤类的食物，也没有个灶台或者烹饪台，吃了那么久的烤肉烤鱼，讲道理有点腻歪了。等袭击结束后搞个烹饪台吧。落雨心中暗自下定了主意，这烹饪台能够做出有品级的食物，而吃下高品级的食物是有几率得到 buff 增益的，甚至能够加属性点。要知道现在这属性点起来有点吃力了，而且按照天道说明中记载，属性点全部到100之后就不能用白银点了，只能通过别的方式来增加。这烹饪就是方式之一。之所以现在能够点属性，那是因为初始状态天道给了一条活路罢了。要不然宇宙中那么多生灵，很多属性点都是很差的，能有多少活过第一波袭击？吃完了饭，按照惯例，落雨泡在了浴桶中，和大家聊了一会天后，进入了竞技场。今天的房间比之前的愈发少了，便是连秋叶都不来约战，大家都把精力投入了马上到来的袭击之中。随意找了几个人 PK 了一下，赚了1000白银不到。落雨离开竞技场后，却是有了新发现。不算大的浴桶之中，一个软绵绵的雪白身体靠在了自己身上。呜啾！小空用小脑袋蹭了蹭落雨的胸口，看起来很亲昵的样子。这……落雨感觉自己有些上头，但理智告诉他，怀中的小空是动物。话虽如此，但少女身上传来的触感却是这般的温柔。她是动物，不能对动物做奇怪的事情。落雨心中这般想着，那双手却不受控制地揽住了小空的小蛮腰。呜啾！小空轻轻叫唤了一声，好像脸红了。卧槽，你脸红什么？别表现得像个女孩子一样啊！落雨更受不了了，但每个人都有天赋，他的天赋开始显现。年幼时经常听奶奶诵念佛经，耳濡目染之下，却也能够倒背如流。观自在菩萨行至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落雨冥想起来，小空则是开心的在玩水。冥想过后，他还真就压制了心中的邪火。还好，毕竟不是同一物种的，有生殖隔离。要是喜鸳鸯浴的是方雨梦就好了。第37章，咱们理个光头好不好？这般想着，落雨准备歪一下，却是发现自己并不知道方雨梦长什么样，就此作罢。您与玄丘兽娘亲昵，获得 buff。种植技能+2，持续1天。对了，兽娘作为高级伴侣类动物，与他们亲昵是有几率获得 buff 的。我是为了强化自己才同意和小空进浴桶的。对，这是为了生存。落雨心中没有了最后的负罪感，嘿嘿笑道：“小空，让主人看看你的尾巴有没有长虱子，必须要好好洗干净才行呢。”与小狐娘嬉闹了一会，落雨上了自己的豪华大床睡觉，小空跟着进了房间，卷成一团伏在了角落里软绵绵的动物床铺上，舒舒服服的入睡。那是原本阿呆睡的地方。昨天落雨给阿呆在菜地边弄了个小狼窝，准备让他24小时守卫菜地，所以这边正好空出来了。片刻之后，见小空已经睡着了，落雨突然想到了什么。豪华大床的 buff 几率对小空有没有效呢？想到此处，他下了床，将小空抱到了床上，一起睡。就睡觉，没别的。清晨醒来，落雨自己没有得到 buff， 毕竟60%的几率不是天天能触发的。转头看向了小空，却是微微一愣，发现他的头发变得好长。小空获得 buff， 毛发生长进度正300%，持续1天。怪不得头发突然变得这么长了，这是什么 buff？ 落雨看了下毛发生长进度，一晚上下来竟然已经到了100%。说起来，自己正好有驯兽 buff， 动物产出会增加，他直接用天宫刀将这堆褐色的头发给切了下来。啊呜！小空感觉到了不适，醒了过来，见落雨正拿刀对着自己，真是吓了一跳，以为主人要屠宰自己吃肉呢。呜啾！那可怜巴巴的小眼神真的是我见犹怜。得知落雨是在替他理发，这才亲昵的贴着主人咯咯直笑。玄丘兽娘的头发星号130，原本只有100单位的驯兽等级上来了，多给了一些。
看了一下属性，这头发不得了啊！防御力、韧性非常的强，用他的头发打造出的护具至少是青铜级别的，关键还能防冷隔热。最高舒服温度0上10，最低舒适温度0下10。这属性可牛逼了，正常人40度可能中暑了，但是穿着这头发做的内衣内裤50度才中暑。御寒同样一个道理，是抵御中暑和低温症的神器。小空，天马上就要热起来了，咱们理个光头好不好？洛雨想要更多的头发，至于光头可爱不可爱，在资源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呜啾！小空仿佛轻轻啐了主人一口，笑着跑出了别墅。狐狸也怕光头吗？洛雨也是哈哈大笑，心情大好。还是像从前一样，把每日必做的事情做完之后，洛雨开始研究起小空的头发了。自己上半身有护心镜防御，基本 OK， 下半身却是一条普通的裤子。他想要趁着 buff 持续期间收割小空的头发，用来做一条裤子，以应对马上到来的袭击。自己的裁缝技能 LV0， 想要把这一大段的头发给做成裤子比较费劲，若是要在裁缝技能比较低的情况下顺利做出衣服，就需要一些辅助了。他看了下建造页面，缝纫台铁矿星号500，木材星号500，白银星号100，缝纫台设计图星号1。别的好说，这设计图就难办了，只有钓鱼钓到的箱子、特殊事件给的补给包才可能产出。查看了一下拍卖行，发现有2张缝纫台设计图都是挂着 10W 白银的价格，就离谱。世界频道人族匿名 1W 收一张缝纫台设计图，有的速度了。等了片刻并没有人来买，洛雨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有人发了交易框。那人很干脆的说道 5W， 你也看到了，这东西在拍卖行价格是 10W。 洛雨一张设计图买10万，那是想钱想疯了， 1W 就这个价。等袭击过了钓鱼的人多了，这种设计图很快就不值钱的。这 2W 不能少了。看到这样的恢复，洛雨嘴角一翘，坚持道 1W 我只能出这么多，马上就要袭击了。你要白银还是要这张图？想清楚。 1.5W，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那人的底价再度降低，洛雨则是等了一会才回复道 1.1W 交易吧。说着直接将 1.1W 的白银放了上去。那人见洛雨这么干脆，纠结了一下后还是将图纸给摆了上去。洛雨确认是这张图纸后，点击了交易。交易成功，您获得缝纫台设计图星号1。拜拜，祝你顺利度过袭击。洛雨说了一句客套话后，关闭了聊天窗口，图纸到手了。走到别墅1层，现在还没有做专门的工作间，暂时把缝纫台放在客厅吧。一通操作之后，眼前光芒一闪，出现在一张漂亮的缝纫台。缝纫台消耗燃料，可升级，提升服装制作的效率和成功率，有几率做出品级物品。洛雨满意的点头，这类工作台都能够升级的，升级不是用白银，而是钓鱼给的工作台升级券。工作台的等级越高，做出的东西质量越好，这点没什么疑问。至于燃料，自然是木材了，内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反正就是消耗木头来运作的。洛雨欣喜之下，阅读了一下说明书后，直接放了10个木材进去，准备开始制作了。其实制作的过程很简单，只要将材料放入缝纫台的材料箱，接着按照跳出来的指示操作就行，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缝纫操作。人族裤子原材料星号200。好家伙，裤子要的毛挺多的，等明天小空头发长出来再说吧。接下来的时间，洛雨并没有去挖矿，而是去挖陷阱了。小空则是和昨天一样钓鱼去，希望能够钓到什么好东西。第38章袭击开始。领地最东面，洛雨直接在那个可能是唯一入口的地方挖了一个大坑，坑里面竖着尖尖的竹子，掉里面只怕立刻就会被扎成马蜂窝，就是有点费竹子。整整1天的时间，洛雨挖了10几个坑，一来能够消耗对方战斗力，二来也能减缓对方推进的速度，为箭塔、自动弩箭提供更多的输出时间。挖完了坑，已经是傍晚了。小胡娘今天又钓到了一个铁皮箱子，这一次竟然开出来了一份炸鸡，关键这份炸鸡还是黑铁级的。吃了那么久的烧烤，洛雨第一次觉得炸鸡是这么的美味，不愧是黑铁级的炸鸡。吃完了还给了一个 buff， 招募俘虏成功率增加 10%， 持续3天。晚上聊天群内的气氛有些压抑，再2天就要袭击了，生死未卜。第2日清晨，洛雨忙完了每日任务之后，剪了小空的头发，正好凑足了200单位，直接做起来。在操作缝纫机时，他选择了使用暴击，100倍暴击触发，系统提示出现。下一刻，整个缝纫机光芒一闪，从出货口缓缓推出了一条裤子。小空头发制成的裤子，白金级，防御力正 50%， 抵挡寒冷，炎热效果提升 50%。 白金级的裤子，洛雨大喜，立刻就脱了自己的工作裤，换上了这条白金裤子。第一感觉是好舒服，下半身感觉清爽无比。如此一来，下半身的防御就固若金汤了，安全感十足呢。
骆雨对于自己的裤子非常的满意，今天也是热情饱满的一天。陷阱差不多就行了，今天要做的是挖护城河。骆雨打算沿着围墙挖出护城河，延缓别人的进攻的同时，也让自动防御武器的攻击更加的持久。同时，护城河内养上石甲龟，作为伏兵偷袭来犯之敌。这是一个大工程，但骆雨的力量和体力早已经今非昔比，而且有小空呀，他挖泥巴也是一个好手。两人干了足足1天半的时间，终于将护城河给挖完了。护城河深3米，宽2米，四处城门都做了简易的吊桥。站在瞭望塔上俯瞰这一切，骆雨感觉现在自己的基地有那么点城池的意思了。进入天道世界1个月的时间，能够造出这样规模的建筑，骆雨心中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夜晚，洗了澡的骆雨躺在大床上跟大家聊着天，身边的小胡娘则是早早的就睡了，她也累坏了。方雨梦，袭击是明天早上来吗？是同一时间开始的吗？好紧张，有些睡不着。艾琳娜，别怕，最多就是一些土著人来袭击，没什么的。纳可儿，今天我把最后一段的围墙给补上了，祈祷明天的敌人不会翻墙。爱丽丝，愿女神保佑大家。牛大，吃了骆雨给的食物，拿着骆雨给的斧子，我现在充满了干劲。骆雨，大家早点睡吧，养好精神，准备明天的大战。方雨梦，骆雨，你不紧张吗？骆雨，没事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勇敢面对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一切并没有想的那么难。骆雨，方雨梦沉默了一下后回道：会或者的，我们3个已经想好了，如果能够活下去，就先解锁访客科技来看看你这位老乡。骆雨，咦，你们3个一起来吗？我怕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方雨梦，为什么应付？咦，你在想什么呢？骆雨，我说我是个腼腆的人，不善于应对女孩子，你以为我说什么呀？方雨梦，欺负人，大变态，等我们来了，3个人一起揍你哼。爱丽丝，雨梦，骆雨是个好孩子，你们以后别欺负他。艾琳娜，爱丽丝，你难道没看出来这2个人族在说些奇怪的事？奇怪的事？什么奇怪的事？爱丽丝不懂，纳可儿发出一串笑脸，群里原本压抑的气氛一下子就舒缓了。方雨梦这会也明白了，骆雨故意说些玩笑话逗自己玩呢，发现自己紧张的情绪真的消散了不少。方雨梦，骆雨，你可别死了啊，等着我们来好好教训你。骆雨哈哈大笑，有钱的话，你们还是先把围墙造起来吧。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家都先后睡去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台洒在了骆雨身上，他条件反射一般的坐起，第一时间看提示，发现没有袭击提示后，急忙下床洗漱吃早饭。基地内4扇石门紧闭，吊桥收起，所有的动物包括绝地虫全部收回了基地内部，石甲龟则是掩藏在小湖中，随时准备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骆雨站在瞭望台上眺望远方，身边的小空腰间别着一把弹弓，背后背着一柄短剑，同样紧张的四处观望。忽然有提示出现，一股未知的力量扫荡整个天道世界，各类土著生灵开始集结，准备发动袭击。来了！骆雨心中一震，提示出现了，就是不知道自己这片区域是第几波的袭击。他心中刚刚转过这个念头，立刻又有提示出现，警告本区域各类土著生物将立刻展开袭击，请做好准备。第一波，他们这一片区域竟然是第一波遭到袭击的。10秒之后，警报又起，附近的斯卡萨部落军队开始进攻您的领地。他们似乎采取了聪明的战术，目光向前望去，果然在领地东面的位置出现的是一大群土著，男女都有，全部拿着武器。其中有5个土著竟然骑着坐骑，大野猪。骆雨一眼就判断出了对方的人数，40人。这次的月底袭击竟然来了40人，而且还有坐骑，强度非常的大，让骆雨心中都咯噔了一下。再看基地评分，现在正好是800分，目前推测的话，应该是20评分增加一个袭击单位，而坐骑应该算成了武器单位，不属于单独的袭击单位。当然，天道世界说明中有提及，每次袭击都有一个特殊的算法，但总体还是评分越高，来袭击的人越多。骆雨看得真切，这群土著部落领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第39章，聪明的战术 vs 投石机。这中年男子骑着大野猪，脸上胡子拉碴，身上披着一件银色的披风，看起来非常的显眼。难道他是部落的酋长？这般想着，那中年男子的目光也看向了瞭望塔的方向，二人目光在半空中交汇。骆雨从此人眼中读出的是杀意，还有轻蔑。他似乎对于攻下自己的领地胸有成竹。骆雨冷笑一声，40人又能如何？照杀不误，按照原计划前进。中年酋长大喝一声，40人竟然分成了4个小队，其中3个小队开始迂回，他们这是要从4个方向同时攻击围墙，让骆雨首尾难顾。
负责正面城墙的是个壮汉男子，此人彪悍得很，骑着大野猪的直接咆哮起来。杀！他小队的土著都是怪叫了起来，挥舞着兵器就冲向了正面的城墙。但是冲出去没多久，突然脚下的土地塌陷了下去，壮汉连人带猪翻了下去，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一人一猪被竹子捅成了马蜂窝。小心，有陷阱！部落酋长大喝出声，原本狂冲的人立刻就放慢了脚步，开始警惕地看着脚下。来吧，慢慢探索前进吧，看你们能坚持多久。骆雨冷笑一声，拎起了一根标枪掂在了手中，随时准备雷霆一击。同时区域频道炸开了锅。冈本日川，完了，遇到4个土著袭击，我怕是扛不住了。朱烈，你这还好，我的是发疯的牛群，足足20头野牛啊，看来基地要变成一片废墟了。铁螳螂，部落的弓箭兵好讨厌，有本事和我正面比速度啊。区域聊天爆炸，而小群体内也是乱成了一团。方雨梦，哎呀哎呀，部落袭击，7个人，还有2个工兵，期待我的自动弩箭给力一点吧。落雨，你造了几把弩箭？方雨梦，5把弩箭，没有围墙，全部安在屋顶上了。落雨想到之前方雨梦说有4万白银，感情是全部用来买自动弩箭了呀。那可儿，我这为什么是发狂的海鸥群啊？会飞天啊？我围墙早了没用啊，完蛋，怎么办怎么办？艾琳娜，嘘，黑暗中的猎杀开始了。爱丽丝，可怜的土著人，请原谅我的弓箭，我只是送你们去见伟大的女神。牛大，你们的基地评分太高了，袭击强度大，我的基地只有1个木屋，所以只来了2头发狂的大麋鹿，应该能赢吧？应该吧。落雨将众人的情况都看在眼里，别看说的轻松，说实话都挺凶险的。自己这边情况也挺危险，对方人太多了。草原上，部落的人从4个方向一点点的向着落雨的基地逼近，外围的陷阱被探查出了3处，但也有1处被踩下，又杀了1个土著，还剩38人。对方目前还没有进入自己的射程范围，瞭望台上的落雨神色冰冷的扫视整个草原。酋长那边10人有盾牌手、弓箭兵、近战战士，这个配置和当日那什么王子的精锐配置一样，其余3个方向则是伞兵一般的探索前进。落雨发现每一个10人小队之中都有1个人背着1个镐子，工兵，他们想挖穿城墙进来，这让落雨吃了一惊，但转念一想也是，土著人中不乏采矿等级高的，采矿等级力量数值影响挖掘的速度和效率，要是来个采矿 LV10以上的，自己的围墙怕是很快就会被打出一个洞来。相反，若是采矿等级不高的人来挖掘，那么只是浪费时间而已。落雨心中已经打定主意了，绝对不能让那4个工兵接近自己的围墙，外围就得想办法给他狙了。随着4个土著小队越来越一点点的开始靠近，在某一个时刻，他们进入了自动投石机的射程范围了。嗖，一枚石块被轰了出去，东面走在最前面，正在小心翼翼探查地面的男人被当头轰中，直接被石头砸成了一块肉泥。还剩37个敌人。投石机，远远见到这一幕的酋长皱起了眉头，这投石机够远的，但是他没有下令快速冲向城墙，因为你不知道前方这看似平坦的草原上埋藏着多少陷阱。嗖，又是一块石头落下，这一次却是砸了个空，让小心翼翼的土著们微微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又有10块落下，这一次的目标却是绕道西面酋长队伍，他们是5人队伍配置，算起来有2个小队。那枚石块划着弧度，直接砸向了一个小队。小心！有人大喝，盾牌手咬牙挺着盾牌迎了上去。砰！一声闷响，盾牌直接被石块砸烂，盾牌手喷出一口鲜血，两臂血肉模糊，当场晕了过去。又干掉1个，还剩36个。那个小队失去了盾牌，当场散开，呈伞兵的方式继续前进。瞭望塔上的落雨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聪明的战术，能有我的投石机厉害不？嗖，轰！又是一声炸响，这次投石机砸向了北面，一个女性弓箭手见石头竟然砸向了自己，反应极快，急忙跳进了水中，避免被纷飞的石块给击中。但是这一跳之后，她后悔了。水中隐藏着一只大乌龟，乌龟脑袋伸得很长，一口咬在了她的脚裸上，将她拖进了水里，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开。不远处的男士兵想要救援已经来不及了，还剩35个。别管他了，所有人不要靠近小湖。酋长的大喝声响起，他看向了落雨，那眼神满是杀意。水中的石甲龟将女弓箭手弄得溺水之后，并没有杀了她，而是按照落雨之前就交代好的事情，驮着这女弓箭手游进了护城河，接着大摇大摆地将此女扔在了围墙下。随即一只银甲瓢虫飞了出来，将溺水晕厥的女弓箭手抓起，拖进了围墙之中。围墙之内则是公牛、母牛、野狼、虫子等着他，不醒来还好，
醒来死路一条。这一切显得非常连贯，动物们的配合相当默契，不是演练了无数次就是惯犯。第40章，酋长，这个点子太硬，撤吧。想到之前自己部落2批人都折在了这个基地，酋长认为惯犯的可能性高一些。小空，去把那个女人绑起来。乌啾！小空叫了一声，急忙爬下了瞭望塔。轰！又是一声轰响，投石机溅起的石块将一个长毛手的手臂给砸断了，此人痛苦地躺在地上惨叫。还剩34个，光外围的陷阱和投石机已经干掉6个敌人了。酋长，下令冲锋吧，被投石机这么砸下去受不了的。不行，酋长咬牙道，你抬头能够看到石头轰过来，但你低头却看不到陷阱埋在哪，掉进陷阱必死无疑。酋长否了这个提议，这群人还是在小心翼翼地探索前进。见到这一幕的骆鱼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其实前面已经没有陷阱了，陷阱要是太靠近基地的话，自己人要不要走了？公牛母牛金甲虫可是有点蠢的，万一掉进去就完蛋了。轰轰，石头一块块的飞出，砸在这群人的身边，运气好就见一身泥浆，运气不好断手断脚，运气再差点直接被砸成肉饼。当这群土著咬牙冲入了200米范围之内时，只剩下28个人了。酋长，我们被骗了，这段路根本没有陷阱。混账！酋长大怒之下咆哮道，冲！撞开石门，将这个人渣给碎尸万段。杀！4个小队几乎人人咆哮起来，撒开脚丫子就向着落雨的基地冲去。憋屈了这么久，终于能够在草原上驰骋了。这才是勇士的战斗方式。这群人很快就挺进到了150米的距离，正当他们士气高昂之际，突然有破空之声响起。嗖嗖嗖嗖，箭塔和自动弩箭几乎是同时开火，北面方向冲在最前的长毛土著直接被箭塔射出的一排弓箭给射翻在地，当场暴毙。东面方向却是在3把自动弩箭的火力范围之内。嗖嗖嗖，3枚弩箭飙射而出，直接奔着3个士兵而去。其中那个男性长毛兵躲开了，但2个工兵被射中，血流不止。弓箭是箭塔和自动弩箭。酋长眼中露出了震惊之色，原本以为那是瞭望塔，没想到竟然是箭塔。盾牌，注意闪避！他厉喝出声，第一时间躲在了盾牌后面，说是让大家注意闪避，但大部分土著的敏捷明显躲不开弓箭弩箭的射击。嗖嗖嗖，又是一排弓箭将一人钉死。箭塔太变态了，射速快，而且一排排射出去很难躲。还剩25个、23个、22个。在箭塔和自动弩箭的轮番射击下，土著死伤的更多了。他们战斗意志挺强的，还是悍不畏死的继续往前冲锋，很快就冲到了100米以内。骆雨发现一个尖嘴猴腮的土著异常灵活，已经躲过了6、7枚弩箭的射击了。这人吸引了火力，导致后面的人威胁变小，劲儿速度加快。他冷哼一声，张弓搭箭，砰！铁胎弓颤动之声响起，离弦之箭飙射而出。那还在反复横跳的男子突然听到破风之声，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力量巨大的羽箭直接透胸而过，此人当场暴毙。随即弩箭开始攻击别的目标，别人可没有这点敏捷，立刻又有2个人暴毙。还剩19个。按理来说，这么大的损失，这些土著应该逃跑才是，但因为落雨跟斯卡萨部落的仇恨度很高，导致对方死战不退。此刻东面的敌人已经全部肃清，安装在东面城墙的弩箭有1把丧失了作用，另外安装在墙角的弩箭一个向着南面射击，一个向着北面射击，还在攻击敌人。投石车依然在呼啸，主要在轰击北面的敌人，箭塔目前则是在压制南面的敌人。落雨发现自己的基地面临一个防御死角，西面的敌人没人攻击，正在快速的挺进，而西面正是酋长所在的小队，是他们真正的精锐。他拎起一捆标枪，拿上弓箭，直接就赶到了西面的围墙上。此刻西面攻击的还有7人，都躲在一块盾牌后面，正在快速的挺进。看距离只剩下了50米了，顶个龟壳就能不用死了。落雨冷笑一声，手中的标枪猛烈投掷而出，强大的力量带着破风之声，直接向着那片盾牌飙射而去。砰！一声炸响，盾牌当场被刺穿，那盾牌手壮汉直接被标枪给刺死在了原地。酋长等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一下力量绝对在40点以上，而且这个人投掷标枪的手法太牛了，急速旋转下竟然直接刺破了盾牌。散开！这人是标枪高手！酋长大喝一声，但是落雨却是手中不停，弓箭连发，噗噗噗，3连箭击射而出。落雨可是有弓箭精通的男人，这3箭直接射死了3个士兵，其中2个还是弓箭兵。原本队伍是7人，落雨3下5除2，只剩下3人了。弓箭也这么强？
酋长，这里太硬了，打不过的，我们撤吧。果然，损失太大，对面的人终于都开始萌生退意了。不，酋长咆哮道，这个人与我们部落有深仇大恨，必须杀了他。黄蜂，放虫！被称为黄蜂的女子直接从胸前掏出了2个陶罐，打开之后，竟然从陶罐中飞出了一群马蜂，直接向着洛雨飞来。我说怎么胸围如此雄伟，原来暗藏凶器。洛雨冷笑一声，抽出了身后的天宫刀，准备施展狂风刀法劈死这些马蜂。但是让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马蜂在飞到洛雨3米范围之内后，竟然掉头就走。虫族克星，这个被动发挥功效了，虫子不敢靠近洛雨。酋长，这个男人有古怪。被称作黄蜂的女子惊骇出声，但是下一刻，一枚标枪飞了过来，砰的一声砸在了她的胸口。因为是用枪柄砸的，所以并没有穿透，将此女打得喷出一口鲜血后，当场击晕了过去。第41章全灭，奖励发放，大赚一笔。但是也就是这么一耽搁，酋长和另一个壮汉持剑男子距离围墙仅有30米了。撞开石门！酋长咆哮，他的那头坐骑大野猪嚎叫着冲向了石门，看样子是要一头撞去。轰！一声闷响，大野猪猛烈地撞在了石门之上，2颗獠牙直接迸飞，同时大野猪脑浆迸裂，就此暴毙。而反观石门上，只是被撞出了一道裂痕而已。大公牛都撞不开，大野猪就能撞开了。身边的壮汉急忙劝道：“酋长，那是黑斑石的石门，撞不开的，我们快走！”酋长看着暴毙的坐骑，简直是气得喷血。弩箭、箭塔、黑斑石围墙，水里有乌龟，天上有会飞的虫子，领主力量强也就算了，标枪和弓箭也是一绝。这尼玛是发展1个月的外来者基地。他感觉自己脑子嗡嗡作响，整个人都要陷入麻木状态了。酋长，走！那壮汉拉着酋长就要离开，但猛然清醒的他却是咬牙道：“给我顶上去，20米之内要他的命！”壮汉猛地一愣，但酋长这么说了，作为忠心耿耿的侍卫，就算是死也要给酋长推进到20米的距离。杀！他咆哮一声，快速冲了过来，迎接他的是一枚弓箭。噗！弓箭射入了他的大腿之中，但他还是咬牙又向前冲了5米。噗噗！洛雨这次不再手下留情，2发弓箭射在了同一条小腿上，直接将此人的一条腿给射断了。轰！壮汉轰然倒下，转头看向了酋长，惨然道：“酋长，20米了。”好，你是真正的勇士。酋长大声咆哮道：“小子，给我死！”嗖！他一抖手，竟然扔出了一枚飞镖。这飞镖速度极快，闪电般的刺向了洛雨的咽喉。果然，能够当酋长的都有特殊能力。这一个瞬间，洛雨将敏捷给发挥的淋漓尽致，狂风刀法席卷而出，砰的一声将飞镖给击落在了地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这枚飞镖之后，还有一枚飞镖，而这枚飞镖直指自己下身的要害部位。这是连环飞镖，这酋长好厉害！这个时候，洛雨想要再格挡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是本能的做出反应，向一边侧身。也亏得他敏捷爆炸，飞镖没有直接刺中大腿，而是擦过他的大腿飞了出去。呵呵，哈哈哈！酋长大笑道：“小子，你死定了！我的飞镖上涂了蝰蛇毒牙上的毒液，只要擦破点皮就是死。你完蛋了！”酋长脸上满是狰狞的表情，这是一种大仇得报的狰狞。擦破点皮？谁告诉你我被擦破皮了？洛雨指了指自己的裤子，讥笑道：“不好意思，我这条裤子是白金级的，凭你还蹭不破它。”白金级？你他妈还有白金级的裤子？酋长瞪大了眼睛看着洛雨的大腿，当发现那里完好无损的时候，急怒攻心之下喷出一口鲜血。不可能！为什么？他一脸难以置信，但是下一刻却感觉喉咙一痛，一枚羽箭已经刺穿了他的咽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洛雨的讥笑之中，酋长轰然倒地，结束了自己彪悍的一生。不好啦，酋长死了！他倒地的一瞬间，那些土著纷纷开始逃跑。恭喜您击退了土著部落的袭击，月底奖励发放，您获得奖励8000白银、800铁矿、800木材、800肉类、800素食、青铜级宝箱星号1。您击毙部落酋长，获得额外奖励青铜级装备宝箱星号1。斯卡萨部落酋长将会在3天后选出，您与该部落仇恨度上升。连续的提示出现，洛雨顺利地抵挡住了月底袭击，获得了大量的奖励。这些是天道奖励的发展物资，但说实话，除了青铜级宝箱之外，别的对洛雨来说还真算不上是太珍贵的东西。当然，这毕竟只是第1个月的袭击，现在不是考虑那么多的时候。跳下围墙后，洛雨直接打开石门喝道：“全部给我冲出去，追杀他们！”大公牛和阿呆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但要说抓俘虏的效率，还是小空最厉害。
他的弹弓射程虽然只有20米，但威力强劲，一枚石子就能把人给打晕，配合很高的敏捷，简直无情。8个试图逃走的土著中，除了一个运气不好踩进了陷阱死了，另外7个全部被生擒。第二波袭击是3小时后才开始，而落雨这边40人的袭击前后只不过历时1小时不到就结束了，可以说很快了。这些人冲得快，死得也快。看了一下群内的情况，没人说话，应该还在应对袭击。区域频道也是如此，只有寥寥几人的发言，而且还都是遗言。有些人顶不住袭击，应该已经挂了吧。落雨在心中默默祈祷一路走好，开始打扫战场了。先是俘虏，断手断脚的全部当场用赎金的方式卖掉，一共6人，赚了7500白银。身体零件完好的有9人，全部捆住之后用药草治疗，免得还没卖出去就死了。药草的话，因为收获过一波了，还有50的存货，尚且够用。尸体全部被阿呆拖着扔进了火葬坑。熊熊大火是胜利者荣耀的火炬，也是失败者长眠的归宿。天道世界其实很残酷。小空将武器、衣物以及他们身上的资源收集了起来，在围墙内堆了一大堆。好家伙，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共得到钢铁长矛星号14，钢铁短剑星号5，木工、短弓星号8，各类剑士星号500，兽皮衣物星号30。另外还有土著随身携带的白银星号6000，药草星号62，干肉饼、干粮星号3100，翡翠星号120，黄金星号200。这些战利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也是度过袭击真正的好处所在。现在还没有建造专门的仓库，放在太阳底下容易老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放到地下室去。第42章俘虏的处理方法。做完这一切，落雨看了看时间，距离第一波袭击开始2个小时了。群内还是静悄悄的，大家肯定都在全神贯注，安静才是好的。落雨真的害怕有人突然冒出来说一句遗言，那就太悲伤了。走到9个俘虏面前，现在都治过伤了，暂时都死不了。可惜的是目前没有搭建俘虏房，没有俘虏房的情况下，最多留这群人在基地3天。按照天道世界说明，没有监狱会导致俘虏在3天后必然暴走，简单点就是会越狱。处于越狱状态下，一切束缚都会消失，他们会主动攻击建筑和动物，给基地造成损失。有监狱的话，能够减低俘虏暴走的几率。对于俘虏的处理，落雨已经有了方案。先查看属性，属性如果真的特别好，各类技能很高，有优秀的个人特性更好。如果是年轻漂亮的女性，加之身体没有残疾，精神状态良好的俘虏，是可以考虑招募的。招募之后，此人将成为基地成员。但是因为是土著人而不是试炼者，就算招募成功，此人在基地内拥有的权限也是很低的。天道系统想都别想，各种动物也不会听从指挥。说白了就是个苦力、士兵这类角色，而不是基地掌控者的身份。真正拥有掌控者身份的还得是试炼者，就像是方与梦那边3人都拥有基地的掌控权限，无非就是有一个人主导罢了。至于为什么是女性，天道世界的个人能力全部数据化了，男性与女性身体上的数据没有先天差距那么明显了，只要发展的好，女性的各方面能力也能够超过男性，所以女性成员同样能够当作苦力使用，年轻的女孩子还养眼，何乐而不为？其实最关键的是，非掌控者类的基地成员是会增加基地评分的，而且加的很多，这会让月底袭击强度变大。如果属性不好的话，收益就不如风险。另外动物也可以做苦力，而且动物是不增加评分的，哪个划算一目了然。看着面前这9人，6男3女，落雨一一查看他们的属性。部落的土人一般都是种植、狩猎、挖掘这类技能会高一些，缝纫、制作这类技能不太行。果然这9人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属性让落雨真正满意的。就一个23岁的女性还可以，就是那个胸前色罐头放马蜂的女人，她长得还可以，还有个玉虫的一星特性，可以上架拍卖行贵一点。至于招募，但达不到落雨心中那个标准。是的，俘虏是可以上架拍卖行的，想必月底袭击之后会有不少人卖俘虏吧。一看拍卖行竟然已经有人上架俘虏了，而且还不少，看来一些天生强悍的种族也度过袭击，正拿俘虏卖钱呢。如此也好，有了参考价了，市场决定价格。落雨研究了一下后，将这9个俘虏按照他们属性定价，放到了拍卖行上。最贵的自然是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俘虏，定价2万白银；一个年轻的壮汉定价15000白银，至于其他的大多在1万白银左右。这是现在的市场价了。上架只是将他们的属性截图上架，俘虏本身还是留在原地的。落雨估计着没这么快卖掉，正好有材料，他考虑造一个监狱。打开建造页面，落雨首先花费了5000白银解锁了监狱建造系统。查看之下发现这监狱还挺有讲究的，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豪华、
奢侈5种级别，级别越高，那么俘虏暴走的几率越低，同时招募俘虏的成功率就越大。初级的监狱只需要一些2000材料就行了，能够将俘虏越狱几率减少 30%， 提升招募成功率 10%， 一般般。中级降低 50%， 提升 20%。骆羽的目标准备造一个高级监狱，降低70%的越狱风险，增加招募成功率 30%。高级监狱建筑材料星号200000，白银星号20000，铁矿星号10000。好家伙，贵的一笔。先造个初级的吧，等过几天材料齐了再升级好了。确定之后，在基地的西南角出现了一个小型监狱，骆羽将这群人纷纷扔进了监狱中。这群人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但是手脚自动出现了手铐脚铐，非常的方便。初级监狱是没有单间的，大家都在一个大房间中，除了一个隔间厕所外，什么都没有。骆羽良心发现，花费了一些石材造了9张单人石床，又在每张石床旁边放了一些干肉饼，算是完工了。将监狱大门砰的一锁，骆羽直接走人，才不想看见他们呢。又看了看聊天群，发现还是没人说话。这回区域聊天频道已经热闹起来了。活下来了，但是我断了一条腿，这些可恶的部落，混蛋啊！兄弟，解锁残疾治愈科技还有希望的。不需要，我是蜈蚣族的，腿会自己长出来。你滚吧你！齐老三还活着吗？没了，之前看到他说木屋被2只狗熊拆了，这回人应该没了吧？哎，走好。区域聊天群虽然活跃了起来，但明显很多人都没了。骆羽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担心，在群聊中发了信息：我这边平安了，大家都没事吧？方雨梦，骆羽，你没事啊？太好了，我都不敢说话，怕打搅你们。那可儿，咦，我也不敢说话。呜呜，悬着的心放下了。艾琳娜，黑暗已经吞噬了那些愚蠢的土著。爱丽丝，女神保佑，大家都没事，太好了。看到这里，骆羽微微松了一口气，原来大家没事，不说话的原因和自己一样，怕打搅朋友。方雨梦，哥哥喽，大家没受伤吧？我只有草药。没有。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骆羽却是发现不对了。骆羽，老牛，老牛呢？此言一出，聊天群立刻安静了下来，没有人说话，大家心中都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第43章，百倍暴击开宝箱。直到等了许久之后，牛大，香啊，麋鹿的肉好香啊，老牛我1个月没吃肉了，要是有酒就更好了。骆羽，来，交易，给你也整点。众人，早点说话会死啊，吓死我们了。牛大，我吃肉吗？一时有些上头。滚！大家虽然都在骂他，但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第1个月袭击1个都没少，太好了。方雨梦，对了，我这抓了2个俘虏，怎么办呀？骆羽，你也是部落袭击吗？俘虏怎么处理？骆羽，你那5把自动弩箭竟然没把人都射死，这2货运气不错呀。俘虏嘛，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卖掉吧。方雨梦，可惜是2个男性俘虏，若是女性的话，可以尝试招聘，有一个姐妹以前是人事部的呢。对了，奖励给的宝箱你们开了吗？我得到了2张一样的设计图。设计图？大家都很好奇。方雨梦截了个图，骆羽看了一下后，眼中露出了诧异之色。战争迷雾扩散箱设计图。纳克尔，这是什么？还一次给了你2张。方雨梦，好像是用来释放战争迷雾，隐藏围墙内建筑的，就是建造材料好贵，光黄金就要500。艾琳娜，500黄金。你把图纸烧了吧。纳克尔，赶紧上架拍卖行，说不定会有冤大头。牛大，就算上架了，一看价格，我估计都没人敢买。骆羽却是眼睛一亮，要是自己内部的一些设备建筑隐藏在迷雾之中，对方搞不清楚有多少箭塔，多少投石车，那可能瞬间造成对方大量减员。骆羽，这样我帮你解决1张，正好我这有3个女俘虏，跟你换怎么样？方雨梦，咦，真的吗？骆羽，你真是个好人。好人？骆羽，你给我发好人卡。方雨梦，不是，也不是，哎呀，给你发又怎么了？哥，快交易！一个交易框出现，骆羽先是将3个女俘虏从拍卖会下架，至于亏的一点点押金无所谓了。点开基地物品，将3个女俘虏上了交易框。方雨梦，咦，3个都挺年轻，属性也还好呀。骆羽，我好像又占你便宜了。骆羽心中暗笑，俘虏什么的随便抓，但是这种只有宝箱出的设计图可是非常难得的，肯定是自己占便宜啊。不得不说，方雨梦的隐藏技能应该是欧皇。骆羽，好像是被你占便宜了，不行，以后这便宜我要占回来才行。哦，好的，以后有东西。话说到一半，方雨梦反应了过来，骆羽，你色情，姐妹们都笑我了。
哎，我脸好红，你讨厌。这般说着，却是将那张设计图摆了上来。洛雨，我是说资源上占便宜，你觉得我在说什么啊？方雨梦，说什么你自己知道。哼，交易完成。战争迷雾扩散箱设计图，铁矿星号10000，白银星号10000，黄金星号500，翡翠星号500。面对敌对单位、中立单位的探查，基地将笼罩在迷雾内，扩散箱等级越高，迷雾效果越好。属性很好，这价格就离谱。方雨梦，哎呀，提示我要造监狱，资源刚好足够，先不跟你们聊了。大家这回都各忙各的了。洛雨点开了佣兵广场，却是将自己上架了。黑铁级佣兵，人族，男性，出任务价格15000次，目前出任务次数0次，成功率0%。这回佣兵广场热闹了起来。洛雨看了一下，发现不少人都已经在任务中了。不过这回第一波的袭击时间马上过了，接到任务的可能性比较小。等吧，说不定就有人雇佣他了。趁着这个间隙，洛雨打算开宝箱了。一枚青铜级随机宝箱，一枚青铜级装备宝箱。洛雨心中默念一句后，开启了随机宝箱。100倍暴击触发，您开启宝箱，获得道具大王章鱼的卵，白金级。大王章鱼的卵，孵化温度0至100度，目前孵化进度80%。洛雨瞪大了眼睛，竟然给了一枚章鱼卵，而且是白金级的章鱼。大王章鱼，他大概知道是什么个样子，到时候圈养在湖里，北面的敌人就靠他抵挡了。洛雨将这枚章鱼卵给放在了卧室中，准备回头再试试暴击孵化。再度默念一句后，提示再起，100倍暴击触发，您开启装备宝箱，获得装备随身储物手镯，钻石级。卧槽！洛雨瞠目结舌，竟然给了一枚储物手镯，天道世界还有这种东西的吗？看着手腕上这枚貌不惊人的银色手镯，洛雨急忙点开了详细。随身储物手镯，内部空间1000立方米，不可装载活物，不可装载有主人的物品。1000立方也就是长宽高各10米，面积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有限制。洛雨直接将天弓刀、弓箭、标枪放了进去，一反手，天弓刀出现在他的掌心，再一反手，天弓刀消失，出现的是一枚标枪。妙，实在是妙！洛雨心中大喜，这也太强了吧！他急忙看了一下基地的评分，没有增加，还好，目前装备类的还不增加评分呢。正在他心中欣喜之际，有提示来了。第一波袭击结束4小时，天道世界所有被袭击失恋者的生还率59.772%。第二波袭击开始，数据很简单，但事实很残酷，几乎1半智慧生灵没有抵挡住这次进攻，殒命了。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受伤的、残疾的。天道世界并没有给出伤残率报告，但不用想也知道数字一定会非常恐怖。当然，天道世界内诸天万界亿万兆生灵，就算损失了1半，但剩余的还是无法估量。洛雨心中暗暗叹息一声，祈祷妹妹平安无事。说起来，这第二波袭击已经开始了，为什么没人雇佣我啊？难道歧视我是个人族？第44章佣兵落雨。既然现在没人雇佣，他干脆吃饭了。之前战利品中得到一份斯卡萨部落公主给未婚夫的爱心料理，可惜公主的未婚夫被践踏打成了筛子，洛雨正好尝尝这份料理的味道。夹起一个鸡腿啃了下去，还别说，这味道简直好极了。这是洛雨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鸡腿，不，最美味的食物。洛雨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含糊地说道：“这个公主，烹饪技能一定在 LV10以上。下次来袭击，生擒她。”正在洛雨心中惦记着这位公主的时候，系统提示来了：“您吃下爱心便当，获得 buff， 魅惑无效1天。”公主的爱心料理有一定几率让心爱的人不受异性的魅惑。心爱的人吗？可惜啊，这盒料理不能让心爱的人刀枪不入。吃完了美味的爱心便当，洛雨心情大好。他开始将一些常用的东西收入随身空间中，比如镐子、麻绳这类的工具。刚刚收拾完毕，又有提示出现了：您被矮人族雇佣，正在传送，请做好准备。若不接受雇佣任务，可中途取消，但5000押金将被没收。洛雨微微一愣，15000的价格还真有人雇佣他啊！5、4、3、2、1，倒计时结束，洛雨只感觉眼前一片天旋地转，却是出现在了一处陌生的地方。这里是一间食屋，食屋的大门敞开着，地上躺了2具矮人族男性的尸体，而另一个矮人族正靠在床上奄奄一息。他看着洛雨，就像是看见了救星一样，急切道：“救救我！钱都给你，救救我！”回过神来的洛雨眼神一凝，5秒之内他是处于无敌状态的，但也无法攻击，这是让佣兵有一个反应时间。房间中除了这个矮人之外，还有2个土著，这2个土著与袭击自己领地的斯卡萨土著不同，他们眼睛是红色的，头顶飘着状态蓝，被操控。5秒过后，洛雨侧身一避，
轻松躲开了一把刺来的长矛，接着天宫刀劈了出去。面前这个土著的肩膀直接被劈了下来，骆雨又是一刀将另一个土著给劈成了2半。救救我！男性矮人呼救。骆雨走到他身边一看，发现此人2条腿上都有血洞，大动脉被刺破了，血止不住，已经活不成了。他看了眼外围还在攀登围墙的土著，皱眉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多土著袭击？我们错了。矮人男子咳血说道：我们为了在区域频道炫耀，将自己也算在了基地评分中，我们没想到之前打造的黄金级软甲会引来这么多敌人。救我！矮人男子还在呼救，骆雨却是眉头紧锁，这样的情况是他没有料到的。他皱眉道：你把袭击时的提示发给我看看，我研究一下。骆雨是这个矮人族的最后救命稻草，闻言勉强发送了信息栏截图。黄金级软甲星号2引起了夜蝶女妖的关注，他将带领弩兵前来抢夺。原来是由某件物品触发的袭击事件，这类袭击的强度会增加一些，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多人。骆雨心念电转，得出了一个结论：3个矮人族属性不行，但锻造等级高，生活技能也会让个人的评分增加，锻造高导致他们本身的价值变得很高。然后又开启了人物计算评分的模式，这才让袭击强度如此的大。外面至少有20-30个土著弩兵，他们又没有箭塔这类防御设备，能挡住才怪了。救我！这矮人族男子对骆雨伸出了手，但是下一刻他瞳孔猛地瞪大，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提示：该领地试炼者已全部死亡，领地内一切物品将改为中立状态。您可选择退出任务，回到自己基地，也可继续在陌生领地内逗留击退袭击。中立基地逗留最大时间6小时。还有这种事情？反应过来的骆雨当然选择逗留了，目光看向了3个矮人族尸体，果然和天道说明一样，试炼者死亡后身体开始消散，同时会遗留下基地核心以及他们自身珍贵的一些东西。骆雨当场将这枚基地核心珠子给抓在了手中，这可是好东西啊！使用之后可以提升自己基地的面积、土地肥沃度、水产丰沛度等这些硬性的指标。虽然只是提升一点点，但凡事都是一个积少成多过程。他直接将基地核心给收入了随身空间之中，接着把2具尸体遗留下来的2件黄金软甲也给抓在了手中。软甲是主人的，给我软甲！一个被操控的土著士兵直接扑向了骆雨，却是被一刀劈得掉了脑袋。骆雨目光扫视这片石屋，却是发现床上有几块黄金、翡翠，还有3个矮人族死后留下的卷轴。屋子里还有一些别的资源，没说的，收了。您获得锻造技能卷轴星号3，黄金星号20，翡翠星号60，铜镜星号1。将食物内的东西一扫而空，骆雨冲出了食屋，却是发现所有的土著都已经翻过围墙，大概有10几个人正在往这个方向冲来。在围墙之上站着一位18、19岁模样，身穿黑衣，背后长着一双黑色翅膀的妖艳女子，此刻正冷漠地看着自己。这就是夜蝶吗？骆雨目光环视全场，这里还有2间石屋，菜地里长着小巧的香蕉树，不远处趴着一匹全身颤抖的角马。他没有任何迟疑的直接冲入了另一间石屋之中。这里似乎是一座锻造间，各种工具乱七八糟的摆放着。骆雨直接将桌上的一堆资源给收了起来。您获得铁金星号200，银金星号100，武器胚胎星号2。您获得钢铁锻造台星号1。黄金软甲，把黄金软甲给我们。骆雨扫荡之时，土著弩兵已经将大门给堵住了。2个土著弩兵首先冲了进来，却是被骆雨一刀一个直接劈死。第45章，爱心便当塑造钢铁直男。下一刻，他手中天宫刀连续挥出，实质的墙壁当场被他给切出了一个缺口。天宫刀其实是一把切石刀，普通的石质房屋根本挡不住骆雨。他从锻造间冲了出来，直接冲入了另一间石屋。仓库。骆雨眼中露出了一丝惊喜之色，仓库之中堆着大量的铁矿，还有鱼竿、木桶这类的生活用品。鱼竿可是好东西啊，每个人就初始给了一根鱼竿，买都买不到，多一根鱼竿好处多多。您获得鱼竿星号1，您获得铁矿星号5000。提示：您的储物手镯占有率70%，请尽快整理，避免爆仓。还好之前用暴击出了储物手镯，要不然这么多资源都带不走。将仓库也掠夺一空，骆雨想要离开，却是发现整间石屋已经被包围了。屋外有一个魅惑的女子声音响起：佣兵，战斗状态下你无法返回自己基地的，把黄金软甲给我，不然杀了你。夜蝶的声音还蛮好听的，但是骆雨一点都不慌。的确，5秒拖战时间之后他才能跑路，但是就凭这些土著，想要拦住他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还有暴击机会，根本没什么好怕的。他冷笑道：不好意思，我从来不会把到手的东西让给别人。想要软甲，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言罢，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枚标枪，猛地掷了出去。一个扑上来的奴兵当场被贯穿胸口，同时标枪还于事不减地将堵在门口的另一个奴兵给钉死在了原地。骆羽乘势冲出了石屋，但奴兵也不是吃素的，4个弓箭兵同时射击，4枚弓箭向着骆羽射去。骆羽灵动的身形全部躲开，同时手腕上的储物手镯光芒一闪，手中出现了铁胎弓，砰砰砰砰，弓箭精通之下，他连出4箭，直接射死了4个弓箭手。这是储物手镯，很好，我对你更感兴趣了。叶蝶舔了舔嘴唇，骆羽也是冷笑道：“我对你也很感兴趣，你千万别让我抓住，要不然会让你生不如死。”好啊，叶蝶冷笑道：“那就看看是谁抓住谁。上，杀了他！”10几个近战奴兵同时向着骆羽冲去。这一刻，骆羽展开了狂风刀法，稀里哗啦一阵暴砍，首先冲上来的4个奴兵直接被劈死，同时骆羽大腿也被长矛刮到了一下。见到这一幕的叶蝶冷笑道：“区区人族，耗不死你。”他以为骆羽受伤了，但又被骆羽砍死了2个奴兵之后，他发现骆羽根本没有受伤，他的下身这么硬。不，裤子，这是黄金级别的裤子。正在他震惊之际，骆羽已经依靠狂风刀法杀穿了包围圈，向着菜地冲了过去。只见他猛地一拔，直接将香蕉树给连根拔起，接着收入了手镯内。您获得小型香蕉树星号1。香蕉树是好东西啊，他虽然不怎么爱吃香蕉，但是小空应该会喜欢，带回去种上。那是我最爱吃的香蕉，留下树来。见到这一幕的叶蝶大怒，扇动翅膀，却是有一股粉色的气流向着骆羽涌去。叶蝶本身没什么战斗力，但是其翅膀上的粉末却是有操控效果，属于化学攻击。骆羽被粉色气流一冲，微微一愣。提示：您遭到魅惑攻击，当前处于免疫状态。好家伙，爱心便当立大功。骆羽假装跌跌撞撞了几下，接着甩了甩头，取出弓箭，砰砰射击起来，又射死了3个土著。如此一来，只剩下个4个土著了，看你能坚持多久。叶蝶发怒了，快速的扇动翅膀，骆羽整个人被粉色的气流给包裹住，假装摇摇晃晃，似乎要不行了。好机会，快生擒他，这个奴隶我要了。4个奴兵直接放下了手中的铁矛，赤手空拳扑向了骆羽。只是下一刻，骆羽突然恢复了清明，狂风刀法再度施展，因为连兵器都扔了，4个奴兵当场被砍死。啊！叶蝶尖叫一声，见骆羽向着自己扑来，连忙扇动翅膀飞了起来。会飞？骆羽心中吃惊，心念电转之间，却是噗的一下，仰面摔倒在了地上，身体一动不动了，口中却是喃喃念道：“叶蝶，叶蝶，你过来，叶蝶。”呼！在半空中的叶蝶微微松了一口气，随即得意的轻哼道：“没有男人能够抵挡我的蝶粉，可惜啊，你最后都没有脱战。”叶蝶缓缓地降落下来，目光看向了骆羽手中的储物手镯，眼中露出了贪婪之色。他准备拾起一把短刀，直接将骆羽的手给砍下来。只是他刚刚弯腰的瞬间，地上的骆羽突然暴起，将叶蝶给扑倒在了地上。啊！叶蝶惊慌之下用力的挣扎，翅膀连连挥舞，但是被扑倒后根本飞不起来，而且蝶粉似乎再也不起效果了。没用的，你的手段对我无效！啪啪！骆羽连续2个巴掌抽在了叶蝶脸上，此女娇躯一震，直接不动了，眼泪却是哗哗的往下流。那楚楚可怜的表情，当真是我见犹怜。提示：您受到魅惑攻击，当前免疫。很可惜，爱心便当下的骆羽已经成了钢铁直男，哭鼻子抹眼泪装可怜这类招数对他彻底无效。看着脸上2个巴掌印的美女，骆羽讥笑一声，直接取出了麻绳将她给绑了起来。为了防止此女飞走逃跑，却是将2只翅膀也绑住了。这回叶蝶也不装了，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这不解风情的男人，这是什么绑法？弄疼我了。”什么绑法？压轴人当然是用压轴的绑法了，直接找了一团麻布将叶蝶的嘴给堵上。骆羽将她扛在了肩上，走向了那只角马。这角马恐惧地看着骆羽，却见骆羽温和地说道：“以后跟我走吧。”角马原本是被驯服的，现在虽然又处于野生状态，但思念前主人，还是本能的后退。敢拒绝我？骆羽一拳轰出，直接将角马给打晕在地。第46章驯服。基地的新成员。骆羽收起了散落在地的长矛、短剑、木弓这类兵器后，确定没有遗漏了，他拖住了一条马腿，选择了返回。眼前一阵天旋地转，回过神来之时，他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领地，将叶蝶给扔在了地上。骆羽深吸了一口熟悉的空气，眼中满是欣喜之色。这一趟可是大收获了。任务完成，您获得15000白银。3个矮人虽然都死光了，但是骆羽也把叶蝶抓了，任务也算是完成了。因为现在是黑铁级的佣兵，同一天内不能再接别的任务了，
是要好好的整理一波。首先就是叶蝶，他发现此刻摔在地上，正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叶蝶，并不属于能够招募的单位，而是属于动物。和小空一样属于动物，但智慧形态属性顶级，基本和试炼者没区别了。洛雨走到此女面前，淡然道：“被我驯服，或者死，我是不会屈服的。你杀了我吧。”这话让洛雨微微一愣，之前如此魅惑的叶蝶，这回竟然这么硬气了。驯服，洛雨心中默念，驯兽技能出手，驯兽失败，成功率1%。我去，好低的成功率。这个叶蝶目前的状态属于野生动物，你要不把它驯服了，连卖都没地方卖。真的杀了，未免太可惜了。他看着一脸倔强的叶蝶，沉默了一下后，却是狞笑道：“很好，你很嘴硬。说起来，你是动物是吧？动物自然有动物的惩罚方式。”洛雨突然出手，直接将此女给撕烂。在他惊恐的目光下，寒声道：“我领地内有一头公牛，他最喜欢你这样细皮嫩肉的雌性动物了。我的宝贝大公牛呢？给我过来！”哞！远处传来了一声牛哞，公牛一路狂奔来。看着狂奔而来的大牛，叶蝶脸色吓得惨白。作为顶级智慧的动物，他自然明白洛雨想要干些什么。原本在他眼中人畜无害的老牛，此刻简直就是牛魔王。不要让他过来啊！我错了，你杀了我吧！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啊！求求你，立刻杀了我！叶蝶眼泪稀里哗啦的滚落下来。洛雨闻言却是一愣，听这话的意思，这个叶蝶还是个雏。看了眼他的状态，果然进入了惊恐状态。驯服，洛雨再度施展驯兽技能，驯服失败，当前成功率19%。异常状态也只有这点成功率，顶级智慧动物这么难的吗？好吧，是你逼我的。洛雨心中默念一句后，再度厉喝出声：驯服，100倍暴击触发。您驯服成功。公牛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叶蝶面前，这会用舌头亲昵地舔着洛雨的手，而叶蝶全身上下散发着光芒，眼中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你竟然能驯服我？你几级的驯兽技能？我们叶蝶一族不会被驯服呀。叶蝶顶级智慧，20岁，力量11，体质11，敏捷35，会飞行。特殊能力魅惑，叶蝶的蝶粉具有魅惑效果，可将敌对单位魅惑成为本方单位，效果持续29天。驯兽 LV7， 制作 LV2， 裁缝 LV3， 种植 LV8， 射击 LV9。看着叶蝶的属性，洛雨暗自惊讶。虽然3项基础属性看起来也就这样，但是特殊技能和他的生活技能还是相当厉害的。此刻的叶蝶目瞪口呆地瘫坐在地上，震惊过后的洛雨淡然道：“什么你啊，你的，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我吗？宠物的礼仪呢？”啊！叶蝶娇躯一震，脸上流下了屈辱的泪水。被驯服的动物无法反抗主人，而且忠诚度、亲昵度都是自动满值的，就算叶蝶100个、1000个不愿意，但是心中涌出来的感情却没法抑制。他本能的想要服从眼前这个男人，甚至是想要与他做亲密的互动。只见叶蝶屈辱地跪在了地上，哭着说道：“参见主人。”满脸通红，眼角含泪，屈辱但又不得不服从，这表情绝了。洛雨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哈哈大笑道：“很好，从今天起就叫你小蝶吧。你的第一个任务是帮我整理战利品。衣服。”小蝶羞红了脸，抱着胸口咬牙道：“马上给我衣服。”洛雨皱眉道：“你不知道应该怎么请求主人？”小蝶娇躯一震，低下了头，却是颤抖着说道：“请主人赐予奴婢衣物。”这还差不多。洛雨很干脆地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了他的身上，淡笑道：“除了我这件，别的都是死人的衣物，我想你不愿意穿吧？行了，穿上我的，跟我来。”说着，却是转身向着别墅走去。抱着洛雨的蓝色长衫，看着他此刻只穿了背心的背影，小蝶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好快。这家伙长得俊俏，肌肉线条倒挺好看的。哎呀，我在想什么？小蝶脸上一红，急忙快步跟上。接下来可是有的忙了。首先，洛雨将香蕉树给种下。果然，小空似乎爱吃香蕉，看到香蕉树，开心的连连拍手。三人来到地下室仓库后，洛雨将手镯内的东西全部给抖了出来，与2位宠物少女一起分门别类的整理起来。铁矛、短剑、木工之类的他用不上，全部上架拍卖行。这一看之下，洛雨发现武器现在价格比平时要高一点，因为今天是袭击，很多人面临武器不够的局面，都在买。洛雨上架后，很快就被抢夺一空了。光这些破烂武器就赚了不少。他还发现了，因为要买武器，所以很多人急用钱，而急用钱就需要甩卖物品。以前价格很高的东西，现在就在稀里哗啦的掉价。比如黄金、翡翠这类奢侈品，
原本1:200的价格，现在跌到了1:150，有些太急着出手的，甚至便宜到了1:130。买爆！骆宇直接扫了1000黄金、1000翡翠、8000的铁矿，直接就把战争迷雾扩散箱所需要的资源给凑齐了。或许这就叫做发战争财吧。第47章，战争迷雾完工，属性点暴涨。接下来是3枚锻造卷轴，没说的直接用。您使用锻造卷轴，锻造技能从 LV0 升级至 LV2。您使用锻造卷轴，锻造技能从 LV2 升级至 LV4。您使用锻造卷轴，锻造技能从 LV4 升级至 LV5。卷轴给的经验很高，骆宇感觉有很多的知识涌入了脑海中。LV5 的锻造等级已经可以尝试锻造黑铁级的装备了。他的目光看向了不远处摆放的锻造炉，心中思量了起来。这锻造炉因为会产生高温，需要专门的锻造室，还得重新规划一下建筑才行。片刻之后，骆宇来到了大别墅外，取出了那枚基地核心，选择了使用。当使用核心的那一个瞬间，天上突然有温和的光线散落在自己的领地内，改造开始了。骆宇看着这神奇的一切，心中感叹：这天道世界当真是瑰丽无比。您使用基地核心，您的领地面积增加 10%， 土地肥沃度增加 10%， 水产资源增加 10%。骆宇放眼望去，果然自己的领地变大了，而且扩大的是陆地面积，小湖还是那个小湖，似乎没有变大。这样才好嘛，要不然这 10% 的面积会被小湖给稀释不少。他看向了身边的少女，好奇道：小蝶，这紫色群山中到底有什么？小蝶轻哼一声，竟然不说话。啪！骆宇一巴掌拍在了此女的小屁屁上，小蝶惊呼一声，红着脸道：都是山，连绵的大山，别的我也不知道。宠物不会对主人说谎。骆宇点了点头，收回了发散的思绪之后，他准备建造战争迷雾箱子了。片刻之后，别墅的屋顶阳台上，骆宇将这枚铁皮箱子放置在了开着窗的小阁楼内。有淡淡的迷雾从阁楼的小窗中散发出来，随即这些迷雾在骆宇眼中消失了。是的，战争迷雾只对敌人有效，对于领地内的生灵是无效的，也不会影响阳光照射什么的。战争迷雾已经扩散至整个基地，当前迷雾内辨识率 30%，30% 的辨识率只能看见一个轮廓罢了。以后再升级吧，升级把辨识率降低到 0%， 那就完美了。做完这一切，不知不觉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间。骆宇看向了小蝶道：你取一些干粮扔到监狱里去。是。小蝶扇动翅膀飞向了监狱，而骆宇则是开始准备晚餐。晚饭过后，天色已经彻底的暗了下来。于是骆宇躺在木桶内，开始实行自己的大计加属性。不错，这一天下来，骆宇发现现阶段提升个人实力的收益很高，主要是他拥有武技，能够把属性值的威力给彻底发挥出来。属性高了，凭借他一个人便能够砍瓜切菜一般的把袭击给击退。看了下财富，来来去去的，基地目前有白银 7W， 目前他的力量52，体质39，敏捷38。没说的，先将体质和敏捷点到50。您消耗23000白银，提升了体质和敏捷属性。看着面前的虚拟操作页面，骆宇在力量后面的加连续点击。您花费2000白银，升级力量加1。连续将力量点到60，又去了16000白银，还剩 3.1W。骆宇又在敏捷和体质的加上连续点击，最后将敏捷和体质也点到了60。不点了，留着备用。如此一来，他的面板变化如下：试炼者骆宇，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800分，卫生值30点，娱乐值20点，力量60，体质60，敏捷60。个人特性，这卫生值下降了很多，因为基地内多了很多的俘虏，同时多了小蝶和角马2只动物，加上之前下雨，还有大量堆积的死者衣物没有卖掉，导致卫生值降到了临界点。再下降就要生病了。骆宇不担心自己会生病，而是担心基地内的动物、俘虏或者自己的2只小可爱生病，很麻烦的。而娱乐值上升了10点，因为多了小蝶嘛。按照天道世界说明，小蝶、小空这类可爱的小动物是能够供人娱乐的，一只加10点娱乐值。娱乐值高有不少好处，第一是大家心情好不容易生病，第二是可以获得一些奇奇怪怪的随机 buff， 有时候一些奇特的 buff 会影响战局，比如爱心便当的钢铁直男 buff 就挺猛的。这时突然有提示来了，本次月底袭击已经全部结束，存活率 47.168%， 明日起夏季正式来临，请大家做好夏季准备工作。爱丽丝，结束了，好多无辜的生灵消散了，为他们祈祷。艾琳娜，爱丽丝，你还是祈祷自己别死在夏季末的袭击吧。方与梦，夏天到了，食物储存是个大问题，
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那可儿，没有冰块很难储存食物的。我认为夏天应该想办法解决了湖中的大怪鱼，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水产了，而且还能钓鱼给好东西。牛大，我无所谓，夏天全是草，食物随便找。落雨，夏季到来，那么秋季就不会远了，多开垦田地，为冬天做食物储备。方雨梦，还有夏天雨水丰沛，但是地面会很烂，卫生情况大家也要好好注意呢。大家在群内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规划未来，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是的，经过这一次袭击之后，大家树立了信心，也看到了变强的希望。天道世界虽然残酷，但却真的能够变强，谁不希望自己成为站在宇宙无数种族之间的强者呢？就算是落雨，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王者级别的佣兵，那是多么牛批的一件事情啊！落雨、方雨梦，那3个俘虏尝试招募了吗？方雨梦已经招募1位了，成功率有70%呢。众人，落雨会驯兽，会招募，还是欧皇，3个人竟然出现在一个基地，这天到处 bug 了吗？第48章，交易也能暴击。清晨，刚醒来的落雨习惯性的推开了枕在自己手臂上的小空，第一时间看提示，果然有2个俘虏卖掉了，2个最强壮的男性俘虏卖了3万白银到手。他心中暗喜，这回却是发现小蝶缩在了床尾，还抱着自己一条腿。他昨晚不是说要睡垫子吗？怎么又上来了？落雨心中暗笑，用脚轻轻揉了揉他的肚子，小蝶立刻就醒了。他睁开眼睛眨了眨，发现自己现在的状态后，急忙松开了抱着的小腿，红着脸道：我不是要跟你一起睡，是因为被你驯服了，没办法，自己控制不了。才不是主动跟你睡呢。落雨好笑道：你脸好红啊，那么害臊干嘛？之前那浪荡的模样是装的，其实是个清纯的小可爱。我什么时候浪荡了？小蝶非常的不满，落雨却是摆手道：行了，你那蝶粉粘在床上了，一会把床单清理下。说着，落雨却是抱着迷迷糊糊的小空洗漱去了。蝶粉，可恶，我都把翅膀收起来了，他没发现吗？小蝶气呼呼的哼了一声后，也是快步跟上。早饭还是牛奶鸡蛋，落雨和小空吃得很开心，小蝶却显得有些难以下咽。我去草原上转转。看着小蝶的背影，小空一脸的好奇，落雨却是多少明白了，他是去草原上找花了。小蝶虽然也能吃五谷杂粮，但是对他来说，最理想的食物是花蜜一类的。夜蝶其实是属于娇生惯养的一类动物。哎，养宠物不容易啊。落雨轻叹一声，吃过了早饭后，却是走向了监狱。还剩4个男性俘虏，落雨直接将他们给拎了出来。之前不是扫荡了3个小矮人的基地吗？得到了不少工具，正好让他们干活。你们4个，给我去矿洞挖矿。落雨哼道：认真干活，挖好了有饭吃，要是出工不出力，直接一刀插死，听懂了吧？4个俘虏不算强，又戴着手铐脚铐，是无法反抗落雨的。闻言，老老实实的前往矿洞了。至于小空和小蝶，正好有2根鱼竿，就让他们去钓鱼去。站在围墙上，落雨扫视整个领地，开始规划下一步行动方案。现在当务之急是提升基地的卫生水平，至少恢复到60吧，避免疾病。而提升卫生水平最快的自然是铺设地板，加上夏天丰沛的雨水，要是再不弄地板，整个基地搞不好都会泡在泥浆中。落雨首先把每日的工作给完成，收集鸡蛋星号3，挤牛奶星号38，收集水产星号50，收集成熟的苹果星号2。这几项是基地目前每天的固定收入。干这些活，落雨现在已经很熟练了，1个小时就全部完工。而这会只有早上8点，他的目光看向了堆积的那些兽皮衣物之类的，这些衣物上面都有标注死者的衣物，穿着这些衣物会提升疾病风险，而且还可能得到什么 debuff， 卖不掉的。这也是落雨为什么没有穿黄金软甲的原因，2件都是死者的衣物，想要净化就得依靠净化之水。净化之水是箱子里开出来的，很稀罕的东西。这些死者的衣物烧掉又比较可惜，落雨研究了一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缝纫这条科技树有回收工作台，是能够将衣物这类东西给回收成原材料的，但是会损失 70% 的原材料。织物回收工作台，织物回收设计图星号1，原材料星号3000，铁矿星号1000，白银500。落雨急忙上拍卖行搜索设计图，结果没有。世界频道，人族，匿名，收织物回收设计图1张，有的代价私聊。落雨将今天唯一的一次世界发言机会给用了，莫等多久，立刻有交易窗口弹了过来。虫族4444，卑鄙的人族，你要的东西我有，一口价 20W 白银，少1分钱都不卖。这个4444，落雨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这不就是当初嚣张无比的螳螂怪吗？这会还这么嚣张呢？落雨，
这东西就值1W， 这样我出2W， 多的那一倍给你买棺材。虫族4444，你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族除了嘴臭厉害，还有什么本事？老子卖别人可能便宜一点，卖人族就翻倍，4W， 不要拉倒。这家伙态度很坚决的样子，当初被自己一刀砍死后，应该是对人族深恶痛绝了。按照落雨的脾气，直接就 X 了交易矿了，但这图纸的确挺需要的。这时他想到了什么，却是嘴角一翘，放了 4W 白银上去。白痴虫子，交易吧。虫族4444，你不是挺嘴硬的吗？怎么又买了？人族垃圾就是垃圾，比臭虫都不如。虫爷我得了这些钱加属性，去竞技场虐死你们这些废物。一边说着，一边点了按钮。落雨心中默念一句后，也点了交易。100倍暴击触发，交易成功。提示一来，落雨心中暗喜，设计图到手了。另一边，虫族4444却是愣住了，为什么是400白银？你骗我！混蛋，为什么只卖了400白银啊？落雨心中暗笑，回复道：我就放了400白银上去，你眼睛瞎了吗？对了，你们虫子那么多的复眼，多看了几个0也是正常的，建议你把多余的复眼戳瞎，这样才能看清楚数字。拜拜。他直接 X 了交易矿，并且把虫族4444给拉黑了，不给对方私聊骂娘的机会。世界频道，虫族4444，操你妈的人族匿名，你就是个人渣骗子。世界频道，人族巴尔乔夫，这些虫子又开始了是吗？你们这些鞋底怪物骂谁呢？人族匿名是谁啊？说清楚。人族匿名，人族匿名，你开地图炮，老子一刀插死所有虫族匿名。世界频道上开始了骂战，落雨看了一会就没兴趣了。他心中暗喜，这交易暴击绝了，坑人无敌呀。第49章，织物回收，来缝纫点奇怪的东西。别墅地下一层，落雨点开了建筑页面，直接建造了织物回收工作台。眼前光芒一闪，工作台便出现了。这工作台原理很简单，只要将没用的衣物从进料口扔进去，不需要太久，原材料就可以从出料口出来。片刻之后，阿呆叼着一堆死者的衣服堆放在工作台前，落雨则是开始了尝试。工作台一阵嗡嗡作响之后，果然一件兽皮部落装消失了，而出料口出现的则是鹿皮星号石、棉布星号石。妙啊！落雨非常的满意，死者的衣物非常的多，往里扔就完事了。半天时间，落雨终于把活给干完了，死者的衣物一件不剩，而原地的箱子里却是多了很多的织物原材料。看了一下基地卫生评分，果然上升了5点，很好。他又花费了一点时间将各种织物给分门别类的摆放好，统计之后总共获得鹿皮星号503、棉布星号721、厚重毛皮星号460、普通皮革星号777，这些全部都能够用来做衣服、做被褥，奢侈点还能做沙发。关键落雨还有缝纫台，这不加工一下，光卖原材料就太浪费了。落雨自己的裁缝技能很低，但是小蝶有 LV3 可以搞起了。当然，这回小蝶正在钓鱼呢，明天再弄吧。离开别墅之后，落雨看向了空地上堆满的各种石块，振作精神，开始切石头。做地砖可是需要大量的石头的。晚上吃饭的时候，小蝶和小空也回来了，二人各自调到了2个箱子，一共4个箱子。落雨开启之后，3个箱子里都是铁矿之类的基础资源，但是有一个箱子内却给了种子，棉花种子星号100。他正想着是不是种一些棉花呢，这回不用想了，明天大公牛可以耕地了。晚上吃过饭，洗了澡，落雨躺在床上进去了竞技场。人族的垃圾敢和爷爷一战吗？这类房间又出现了，果然白天的骂战还是需要晚上的竞技场解决。落雨正缺钱呢，这些虫族就送过来了。他直接进入了一个虫族的2000白银房间。雨来了，我们的杀虫剂来了，雨加油，干掉这只蜈蚣。大家再度纷纷涌入了房间内。落雨的对手是一个蜈蚣男，看起来非常霸气，体型很大，从外形看有点像动画片里的蜈蚣精。他狞笑道：如果说我之前怕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花了大量的白银强化属性，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你赶出竞技场。3、2、1，开始！砰砰砰砰！落雨身形暴冲，狂风刀法施展下，手中的天宫刀砰砰乱砍，蜈蚣男的外壳根本抵挡不住落雨的快刀。 KO， 耗时3.8秒，秒杀！哪只虫子能够挡得住宇哥5秒？不错呀，这次比上次多坚持了2秒，虫子们可进的加属性说不定还能多扛2秒呢。宇哥哥，我是你的超级迷妹，加个好友好不好？好友费我出。宇哥加油，把虫子赶出竞技场。我家宇哥已经很努力了，你们不知道他背地里流了多少汗水吗？别对他要求这么高。公屏上人族说什么的都有，虫族则是灰溜溜的都跑了。蜈蚣男被大卸8块，落雨也不愿多留，
直接退出了竞技场。您获得白银星号2900，又打掉了一个房间，得了1000白银。骆雨也不多留，退出了竞技场。不是骆雨不愿意多打多赚钱，而是打得多了，名气太响，人家就怕他了，开房自动屏蔽他，到时候无人来占了。躺在床上的骆雨看了看身边，小空已经在身边卷成一团睡了，小蝶则是伏在地上那软绵绵的垫子上，也在昏昏欲睡。骆雨想到明天要让他开始缝纫，睡大床有几率得到缝纫 buff， 却是说道：“小蝶，过来吧，到床上来睡。”啊！小蝶脸一下就变红了，起身缓缓爬上了床。在骆雨的注视下，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连脖子都红了。她有些僵硬地靠在了骆雨的肩膀上，结结巴巴地说道：“知道了，你这混蛋，就算你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啪！骆雨一巴掌拍在了他的小屁屁上，没好气道：“胡说八道什么？睡觉！”啊！小蝶愣了一下，揉了揉自己羞人的部位，再看骆雨，却见身边主人已经闭眼睡觉了，不一会儿便呼吸均匀地睡着了。哎！小蝶张了张嘴，反应过来后哼了一声，翻个身不想见到骆雨，但因为大床上太舒服了，不过气了10秒钟便睡了过去。清晨醒来，骆雨得了一个 buff， 建筑时材料消耗减少 5%， 持续10天。牛批呀！憋了2天，竟然给了个这么好的 buff。地板走起了。转头看向了小空，他这次没有拿到 buff， 但是小蝶有了 buff， 裁缝 LV+3， 持续1天。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运气这种东西，一是顺势是顺，这不就运气来了。将2个女孩子给叫醒后，吃着早饭就把工作给分配了。小空，一会你先去鱼塘收取水产，然后去钓鱼。乌啾！小空轻轻叫唤了一声，这类简单的工作他可拿手了。骆雨看向了小蝶道：“小蝶，你的驯兽和缝纫技能高，一会先去挤牛奶，收集鸡蛋，完了去缝纫衣服。我给你画个草图，你就按照这个款式做就行了。”却见骆雨手只粘了点牛奶，开始作画了。片刻之后，小蝶红着脸清脆道：“主人，这胸围能卖得出去吗？害不害臊？”骆雨认真的说道：“来天道世界之时，所有人都是穿着同一款式的衣物。我旁敲侧击问过方雨梦，女性似乎都没有这东西，绝对能卖掉。你先做实践，我来卖卖看。”知道了。小蝶嘀咕道：“这么羞人的东西，卖得掉就有鬼了。”第50章变异章鱼与女士内衣。早饭过后，大家各忙各的起来。骆雨将挤牛奶和摸鱼的工作推给了2位小可爱，一下轻松了不少。夏季到了，真正适合户外工作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今天是夏季的第3天，中午已经有些热了。骆雨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那枚大王章鱼的卵给孵化出来。捧着这枚卵走到小湖边，骆雨心中默念了一句后，果然有提示来了。暴击成功，大王章鱼生长效率提升100倍。手中的卵飞速的开始变化，骆雨急忙将掌心的小章鱼放在地上。下地的小章鱼亲昵的用触手蹭着骆雨的小腿，同时体型还在变化。提示：大王章鱼生长过程超出常理，发生变异。变异后的形态：黑魔章鱼，钻石级。此刻的小章鱼已经长到了一间屋子大小，而且还在不断的生长。片刻之后，看着眼前足足有2间屋子大小的黑色章鱼，骆雨眼中满是震撼。黑魔章鱼，钻石级，幼年，终极智慧，雄性，力量108，体质155，敏捷69，特殊技能闪电鞭，快速拍打出手，造成威力强劲的杀伤。此刻的黑魔章鱼一根触手轻轻卷着骆雨的小腿，好像很粘人的样子。的确，那吸盘够粘人的，骆雨费了一些力气才掰开。你去水里吧，别晒伤了。有敌对单位的话看情况，能抓就抓，不能抓就抽它。巨型章鱼点了点头，轰隆一下跳入了湖水中。骆雨心中还是非常震撼的，大黑鱼才白银级，这头大章鱼来到了钻石级。而且章鱼这种东西水陆两栖的，骆雨觉得北面的防御能够交给他，可惜是幼年期，要是成年期，想想都可怕。改天试试暴击能不能催生。同时骆雨也是心中暗自庆幸，幸好现在领地内的动物还没有算在评分中，要不然自己家里这些动物的价值高的离谱，天知道会引来什么强度的袭击。站在原地思考了一下后，骆雨想到了一件事情。湖边的土地肥沃，但骆雨不敢在围墙外种植，但是现在有大章鱼的话就两说了。种上大面积的棉花，敌人若是从这个方向袭击，肯定会对棉花地下手，届时隐藏在湖里的章鱼一套闪电鞭法。妙啊！骆雨哈哈大笑，直接招呼大公牛过来，在湖边一片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耕地，棉花就决定种在这了。这里是上坡，湖水一时间是淹不到的，而且是在大章鱼的攻击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北面的防御，棉花的种植基本解决了。哗啦，有水声响起，一条3、4斤重的草鱼被抛上了岸，
大章鱼在湖中对落雨挥了挥出手，这是在讨好主人呢。是了，大章鱼每天能够提供水产呀，自己水产量提升了10%，正好可以利用大章鱼给自己抓鱼。落雨连连点头，准备过几天有空就把水塘给填了。这放水、灌水的弄得一身泥浆，会降低卫生标准。现在有大章鱼，不缺水产了。片刻之后，落雨一边慢慢切着源源不断运过来的石块，一边操作起了建造界面。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制作地砖了，但具体点开之后，却是发现地砖也有很多种类，有增加美观度的，增加娱乐值的，增加评分的。有一种地砖让落雨异动，严密的高级防御地砖，增加美观度、娱乐值、防御力。所谓的防御力是指地面下的防御力，这地砖能够杜绝来自地底向上的挖掘， LV20 以下的采矿技能无法挖动这种地砖。就算真的有人打地洞想挖进来，而它又是 LV20 以上的采矿技能，能够挖得动也不怕。防御地砖不同于别的，它能够修理。你挖一镐子，我修理一下，只要白银够，根本挖不穿。但是这种地砖1平方米的造价需要石砖星号30，铁矿星号10，白银星号10，黄金星号1。落雨目前围墙内的面积是1万平方，扣去菜地、果园的2000平方面积，那也需要石砖星号240000，铁矿8万，白银8万，黄金8000，一笔巨款，真正的巨款。而且真的要铺设这种地砖，那么就需要将菜地整体往外迁移，要新开辟出一片菜地，同时以围墙拦起来，这就涉及到基地扩建的问题了。落雨思考了一会，还是决定要铺设这种防御地砖，不能贪图快便宜，继而忽视了基地的防御。他专心开始切起了石块，无论什么时候，石砖总是需求量最大的。整整3天时间，落雨都在切着石块，因为有4个俘虏、11只绝地虫，石砖原材料的供应足够。落雨还发动了石甲龟搬运石块，这让他整体的切石效率非常的高。这3天的暴击机会却是没有使用。这一日下午的时候，落雨将石头切完一看，不知不觉间石砖已经来到了 25W， 防御地砖的原材料之一已经完毕了。另外这些天也挖到了铁矿，有5000的铁矿，还算不错。喝了口水，落雨看向了石门的位置，石甲龟和金甲虫还在源源不断的将石头给搬运过来，石砖多多益善。落雨正准备就绪切，这会小蝶却是飞了过来。主人，你吩咐做的衣服已经完成了。这些天下来，小蝶基本适应了自己的角色，称呼落雨主人的时候也挺顺口的。落雨来到地下室一看，石件、胸围完工了，看起来还不错。他也不废话，上架拍卖行，价格来到了非常离谱的2000白银一件。世界、人族、匿名、天道世界第一款手工缝纫的女士内衣上货了，各个型号大小都有，一共10件，先买先得。什么？有女士内衣了？天哪，真的是太好了，不用担心会下垂了。姐妹们，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世界频道立刻哗然，10件女士内衣直接被抢夺一空。我去，这么好卖吗？落雨明显低估了女士们购买贴身衣物的决心。第51章，连续制作白银级内衣。半小时后，世界频道再度对着第一批的贴身衣物展开了广泛讨论。精灵族、匿名，咦，我买了一件人族制作的内衣，这效果真的挺好。龙族、匿名，是吗？可惜我没抢到。那个卖内衣的还在吗？有没有上了品级的内衣？价钱尽管开。血族、匿名，给我来2件有品级的，我给夫人和小妾一人1件。牛魔族、匿名，那个说要给夫人和小妾一人1件的，敢在世界上暴露真实姓名吗？精灵族、匿名，找一位能够送我内衣的精灵伴侣，我是雄性的，希望你也是。看着世界上的广泛讨论，落雨发现了巨大的商机。女人的钱好赚啊！他目光看向了那一堆材料，开始自己亲自动手来制作女士内衣。因为有缝纫机，而且小蝶已经打好了样板，落雨虽然裁缝等级不高，但只要简单的操作就行了。当然，因为等级的限制，失败的概率会非常高，就算做出来的衣服质量可能会出现问题。小蝶看着落雨操作，好奇道：“主人，你一个男人也会做衣服吗？”落雨好笑道：“干嘛？小看我呀？”小蝶点了点头道：“不是我看不起你，你的裁缝等级太低了，肯定失败。”哦，落雨笑道：“我要是做出了有品级的衣服，你就亲我一下。”啊！小蝶脸上一红，随即不信地说道：“你有品级？主人，你要做出有品级的衣服，别说亲你一下，就是跪下舔你的手指，我都愿意。但是你要是做不出来，那你得给我找花蜜。”好啊！落雨呵呵笑道：“你看好了。”说着，心中却是默念了一声，将材料放入了入料口。100倍暴击触发，缝纫机立刻发出了光芒，在小蝶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出料口处
缓缓有一件闪着白光的内衣掉了出来。白银级女士内衣，舒适度增加，防御力增加，塑形能力增加。您制作出白银级内衣，裁缝等级提升，当前等级 LV2， 白银级。小蝶瞪大了那双漂亮的眼睛，洛雨却是哈哈大笑，成了，发财喽！他直接上架拍卖行，标了3万白银。是的，3万，这一件内衣的价格约等于一套民房。这回世界上女士内衣热度还在呢，立刻就有人发现了。天哪，白银级的内衣呀！我也看到了，塑形能力增加。我的天，塑形，好厉害的功能！我买不起。世界上一片惊叹。上架10秒后，白银内衣直接被卖了，洛雨大赚特赚了一笔。3万白银呢？按照现在的价格，能买 1.5W 的铁矿资源，这不是来了？洛雨立刻打开了拍卖行，把便宜的铁矿全部给买了下来。3万白银花光，现在基地合计又铁矿 2.5W 了。欣喜地看着地下室这多出来的一堆铁矿，洛雨正打算再接再厉，忽地想到了什么，看向了身边满脸通红的小蝶。刚才某些人是怎么说的来着？不知道你毒品怎么样啊？小蝶娇躯一震，咬了咬牙后竟然真的跪了下来，轻轻含了一下洛雨的手指。做完这一切后，急忙起身道：我去钓鱼。说着却是直接跑了出去，竟然没有耍赖。洛雨也没想他毒品这么好，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感觉也有些心跳加速。这个小蝶有点撩人啊。接下来的时间，洛雨将2次暴击全部用来制作女士内衣。遗憾的是，他的裁缝等级太低了，2次都是出了白银级的。这一次他一件卖了 4W， 一件卖了 5W， 可谓是干起了奸商的行当，但还是一上架就被买走了。女人的钱真好赚，赚到的这 9W 白银再度购买铁矿。不一会儿，地下室内堆满了铁矿。看到因为他在扫货，导致短时内铁矿价格都升高了，洛雨偃旗息鼓，明天继续。2日之后，洛雨又出了2件女士内衣，赚了 9W 白银。现在不少有钱的女性每天下午1点准时蹲拍卖行，希望能够第一时间买到白银级的内衣。可惜他们注定要等空了，洛雨这边没材料了。当然，这段时间努力做内衣，洛雨的裁缝等级提升到了 LV4。这一日，洛雨已经凑满了建造地砖的铁矿和石砖，白银也存了不少。问题来了，缺少黄金。8000黄金才是真正的巨款，也是问题所在。现在基地内的黄金才1800个单位，因为大家都想要试图解锁自动防御科技，黄金愈发的珍贵起来，市场上根本没得卖。洛雨打算前往矿洞，好好鞭策一下自己的俘虏，再接再厉，争取挖到黄金。但是，一到矿洞，发现俘虏没了。一看信息提示，天顶星人匿名购买了您的全部俘虏，你获得白银 5W。4个俘虏卖了 5W 白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但是这一刻的洛雨显得有些为难，苦力没了怎么办？好吧，自然是继续抓了。现在 8W 需要用来建造地砖，5000则是用来备用，剩余的钱洛雨开始加自己的属性了。力量、敏捷、体质后面的加分别连点5下，3W 白银飞速用光，而洛雨的面板也是产生了变化。试炼者洛雨，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800分，卫生值35点，娱乐值20点，力量65，体质65，敏捷65，个人特性虫族克星。今天的暴击次数已经用光，洛雨打算明天再动手，现在先挖矿。砰砰砰，矿洞内的洛雨飞速的挖掘起来。提示：您的采矿等级提升，当前 LV6。稀里哗啦疯狂的一阵挖掘，由于现在采矿的等级提升，能够挖出铁矿的概率大了不少。当然 LV6 其实也算不得有多高，更多的还是石砖。第52章牛奶钓鱼，愿者上钩。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晚饭前照例开小空和小蝶钓鱼给的箱子。前几天开了一堆食物出来，洛雨希望今天能够人品爆发。今天一共3个箱子，前面2个箱子又给了食物，但是第3个箱子打开却是让洛雨眼睛一亮，自动射击弩箭。指尖一点，眼前的迷你自动弩箭快速的变大，果然是和围墙上的一样，好东西啊！洛雨非常的满意，将自动弩箭给安装在了西面的围墙上。一夜无话，第2日，洛雨跑去给母牛挤牛奶，100倍暴击触发。片刻之后，母牛感觉身体被掏空，软绵绵的趴在地上休息，而洛雨则是提了小半桶的特殊牛奶，将它放在了瞭望塔之上。不一会儿，整个基地充满了牛奶的香味。他一边切着石头，一边静等袭击上门。下午的时候，太阳猛烈了起来，气温感觉有30度左右。吃了午饭的洛雨正在大别墅内睡午觉，忽然有提示来了，警告：一群斯卡萨部落的士兵被牛奶的香味吸引，开始袭击您的领地。提示来了，洛雨第一时间跳了起来，直接冲上了瞭望塔。只见东面方向有10人
缓缓向着这个方向逼近。这10人看起来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属于那种精锐，5人一个小队正在探索前进。这次袭击的10人正好5男5女，他们同时看向了基地方向，却是发现整片基地都笼罩在迷雾之中，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这群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女弓箭手低声道：“队长，对面的基地只能隐约看见城墙，这怎么办？要不我们不要寻找那种香味源头了，撤退吧。”慌什么？这次领头的是一个中年壮汉，此人沉声道：“看不见也没事，这个领地前不久我们袭击过，领地正面的防御非常的强悍，相反南面、北面相对薄弱。另外根据情报，领地内有一只玄丘兽娘非常的珍贵，心愿酋长垂涎这兽娘很久了，要是能够捕捉到，大功一件。”袭击的部落成员闻言眼睛都是一亮，玄丘兽娘可是非常珍贵，是个大部落酋长们最喜欢的伴侣宠物，要能抓到，必然受到重用。咱们绕过正面，你们小队去北面进攻，我们进攻南面，小心路上的陷阱。这领头的一番布置，2个小队立刻向着南北2个方向缓缓前进，而这一切都看在洛雨眼中。要是他们从正面强攻过来，洛雨想要多抓俘虏的打算可能会泡汤，因为就这些人挡不住投石车和自动弩箭在那轰炸。但是迂回的话就两说了。他看向了身边的小蝶，低声道：“你的蝶粉够吗？能够置换几人？”对于打仗，小蝶非但没有什么害怕，反而是兴奋地说道：“如果是操控，那一次只能操控1人；如果是让他们陷入混乱状态，一次能够干扰2人。”很好。洛雨点了点头道：“一会你和小空都跟着我冲出去，咱们抓活的。”乌啾！小空轻轻叫唤一声，握紧了手中短剑，小蝶也是点了点头，目光冰冷起来。第一队人已经迂回到了北面，一行人小心翼翼地向前探索，其中那男枪兵忽然发现了什么，低声道：“湖边是一片种植区，好像种的棉花。”好，立刻破坏棉花地。袭击事件破坏为主，这些土著发现了裸露的攻击目标，立刻就过去了，直接开始放火。只是刚刚点燃了一株棉花的小苗，从湖水之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黑影，嗖的一下，那手持盾牌正在放火的壮汉直接被黑影卷起。众人只看见一条巨大的黑色触手拖着壮汉，将其沉入了水中。怪兽！情报显示这里怪兽已经被消灭了呀！剩下4人全部都愣住了，只是下一刻4道触手同时闪电般的冲过来了，4人瞠目结舌，根本反应不过来，当场被卷入了水中。5人小队几乎是瞬间下水，在水中挣扎了几下后，直接溺水晕过去了。俘虏！5个精锐的土著士兵直接被俘虏。洛雨看到这一切，眼中露出了大喜之色。到底是钻石级的怪物，哪怕就是幼年也猛的一笔。因为隔着围墙和迷雾，进攻南面的5个人小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在小心翼翼地探索地面上可能会出现的陷阱。洛雨带着2位小可爱直接跳下了城墙，下一刻他骑上了公牛，而小空则是骑着那已经被驯服的角马，打开城门冲了出去。小蝶更加干脆，他是从瞭望塔中飞了出去，连下地的时间都省了。正在探索前进的5人小队突然听到了声音，抬头一看，发现石门被打开了，2个骑兵从里面冲了出来。中年队长非常的冷静，厉喝道：“弓箭兵，瞄准射击！”一男一女2个弓箭兵立刻张弓搭箭，但箭矢还没有出手，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随即脑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幻觉，当场晕了过去。这是小蝶的蝶粉造成的异常状态。那中年队长抬头一看，却是发现天空中飘着一位长翅膀的美少女。夜蝶！我的天，这里竟然有夜蝶！此人明显愣住了，就是这么一愣神的时间，大公牛和角马已经冲到了近前，一枚石子带着破风声准备的砸在了他的脑门上。砰！一声闷响，此人眼冒金星，直接翻倒在了地上，晕了。小空的力量可是很强的，弹弓精通，威力爆炸。剩下的2个近战枪兵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被洛雨追上，刀被劈斩而出，一下一个打晕在地。10个部落的精锐士兵袭击就这么被解决了，而且是全部被俘虏的那种。片刻之后，10人被拖的只剩下贴身衣物，扔进了监狱之中，正式成为了一位光荣的俘虏。现在俘虏市场已经兴盛起来了，洛雨可不会把他们给赎回部落，先让他们干活，反正食物暂且足够。第53章，你是善良的女神。一一查看了这10人的属性，还别说，洛雨发现了中年队长有个个人特性：矿工。矿工，采矿出产率增加 25%， 稀有矿物出产率增加 10%。 这一看之下，发现这个特性很厉害啊。另外还有一个女弓箭兵也有个个人特性：稳定品质。稳定品质
从事建造、制作、锋刃、锻造等工作时，出产的物品质量提升20%。这个是手工达人的神技呢。但是这两个人除了个人特性之外，别的属性就很垃圾。这女弓箭手满脸的麻子很难看，中年男子还有个反骨特性，容易造反。骆雨是真的不愿意招募这两个人，没办法，先僵持着吧，后续说不定能有什么办法。第二天，这10人就开始挖矿干活了。现在黄金不够，但是石砖的数量已经有些多了。骆雨准备将菜园整体的往外迁移，地点已经选好了，就在主基地的北面不远处。北面是小湖的方向，容易灌溉，然后和主基地围墙的距离也就10米左右，在火力范围内。骆雨直接开始起围墙，菜地不用中级围墙，只需要2米的低级围墙就成。另外在围墙之上安置一根根的铁刺，防止攀爬。现在的自动弩箭这类设备还不够，若是材料够了，骆雨打算将这片菜地和果园上安装自动弩箭，扩大基地的防御范围，增强火力。因为材料足够，不过片刻之间，菜地围墙便已经立起来了。一边让大黄牛耕地，骆雨一边开始小心翼翼地将蔬菜移植过去。好在现在种植的等级上来了，只要动作够轻巧，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骆雨一干就是干了2天时间。2天之后，这片占地2000平的菜地加果园终于做完了。虽然死了一些菜苗，但这样的结果骆雨非常满意。这片菜园内有单独的排水沟，不用担心菜会被淹死。看了一下基地评分，一下子多了150点。单独的有围墙的菜园还是非常奢侈的，这不，评分来到950点了，卫生值也上升了10点，漂亮呀！这几天下来，10个俘虏和一群虫子挖矿，各种石头挖出了一大堆，铁矿也有不少，但是黄金还是不够。骆雨连挖带收，目前基地储备的黄金也就3000，还差5000呢。看了下食物储备，这几天因为10个俘虏的原因，食物储备消耗起来很快。大章鱼送来的水产、牛奶、鸡蛋有些不够了，骆雨还倒贴了一些大野猪的肉做成干肉饼。这么下去可不行，得尽快把俘虏给卖掉。正想着在世界上有没有高价收俘虏的，聊天群内这回却是热闹了起来。爱丽丝，我钓鱼出了一个箱子，里面给了一张个人特性转移卷轴，应该是用来将俘虏的个人特性转移到自己身上的。我这没有俘虏，你们有需要的吗？牛大，俘虏是什么？能吃吗？方与梦，我家的俘虏都招募了，不用转移他们的个人特性了。对了，骆雨那好像有俘虏，骆雨在吗？此刻的骆雨心中欢喜，这不是自己需要的吗？骆雨，我倒是对这卷轴有兴趣。爱丽丝，你想要换些什么？爱丽丝，不用，送你了，愿女神保佑你越来越强大。他直接发了一个交易框过来，将这枚卷轴放了上去。骆雨，我没什么想要的东西，你交易吧。这怎么好意思啊？拿人手短，吃人嘴软。骆雨知道最难还的是人情，他倒也很干脆的将自己的铁胎弓给放了上去。诺，我不擅长使用弓箭，送你了。爱丽丝，铁胎弓。骆雨，你，谢谢。骆雨，不，我得谢谢你，你是我心中善良的女神。爱丽丝，骆雨，不许把我当成女神。交易成功，您获得个人特性转移卷轴星号1。看着手中的卷轴，骆雨直奔那个有矿工特性的俘虏，点击使用，卷轴放出了一道光芒，绕着此人一阵盘旋后，下一刻，这家伙晕倒在了矿洞之中。再看手中的卷轴，已经发生了变化，矿工特性卷轴使用后可获得矿工特性，很好。骆雨心中大喜之下，当场使用，果然他的个人特性又多了一栏矿工。接下来他打算亲自出手挖矿，看看能挖出什么好东西来。方与梦最近开箱子赚了一些钱，想着买些女性俘虏招募一下，属性、年龄方面的，你们有什么建议吗？这个话题大家似乎都很感兴趣。爱丽丝、艾琳娜、纳可儿都想要女性俘虏来帮助自己的建设基地，牛大也想要，不过就不一定是用来建设基地了。见骆雨并没有参与讨论，方与梦好奇道：对了，骆雨，上次你的俘虏有招募吗？还是都卖了？骆雨，上次的都卖了，不过这几天遇到了一个特殊事件，又抓了几个俘虏。纳可儿，咦，单独的特殊事件听说危险性可是很大的。骆雨，你很厉害吗？方与梦，还有单独的事件吗？我以为都是一个区域内共同应对呢。艾琳娜，骆雨，抓了几个女性俘虏。骆雨，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正好5男5女，其中有一个特性还不错，这个我来想办法收了他的特性。另外4人我便宜都卖给你们好了。说着却是将4个女性俘虏的容貌、身材、属性截图放在了群里。方与梦，厉害厉害，竟然真的一口气抓了那么多俘虏，有空我都想参观一下你的基地。爱丽丝、纳可儿、艾琳娜，你们先选呀。纳可儿，其实这4位年龄属性都差不多了，我就选那个女弓箭手。结果是纳可儿、爱丽丝要了2位女工兵，艾琳娜和方与梦要了2位女枪兵。
正好满足各自的需求。落雨真的是低价卖给他们的，就 1W 白银一个人，这放市面上至少 1.3W 一个人好吧。第54章，我是女性。交易达成，落雨这边还剩下6个俘虏，群里的女孩子们都开始招聘领地新人了，而牛大则是悄悄话发了过来，落雨，你留下的那个女人，若是解决了特性问题，能够让给我不？落雨，没问题，就是这个女俘虏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审美观，回头等我再收一张卷轴，这个女枪兵5000卖给你。牛大，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审美观与你们人类和精灵不同，你不喜欢的我肯定喜欢。兄弟，你真的是我的兄弟，以后有什么事你一句话，老牛我上刀山下火海，眉头都不皱一下。落雨淡笑回复道，这可是你说的。与牛大聊了一会天，落雨扫了一下拍卖行，发现并没有人出售特性转移卷轴，却是微微皱眉。天道世界那么多人，不可能就爱丽丝一个人摸到卷轴的，肯定有存货，估摸着是不想拿出来卖。落雨知道想要得到心仪的东西，自己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他现在能够拿出手交易的东西，女士内衣，这2天的暴击次数不是没用吗？世界频道，人族，匿名，接受定制白银级的女士内衣，只换个人特性转移卷轴，有的私聊。这条世界消息立刻就引发了小范围的轰动。什么？这个人族能够制作白银级的物品？做白银内衣的那位，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能做朋友吗？我不要白银的，只需要普通的就行，能给我定制一件吗？我出钱。同时，落雨也是接收到了很多私聊，说什么的都有，求交往的，拍马屁的，想做朋友的，就是没有想要的卷轴。正在落雨失望之时，一条私聊引起了他的注意。人族，匿名，你要的卷轴我有，我先问你，你真的能稳定的做出白银级的内衣？落雨发了一个交易框过去，果然对方将自己想要的卷轴了放了上来。落雨见此心中一喜 ，X 了交易框后，发上了一张之前做的白银内衣截图。稳定白银，都是人族，信誉你放心。好，那我再问你，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落雨，有什么区别吗？有，快回答我。落雨见此陷入了沉默，想了一下后明白了过来，对面肯定是个害羞的女孩子，定制内衣需要报尺寸，估计不想男人知道。落雨很想要那张卷轴，没有多少犹豫就说道，我是女性。是女性就好，我才不要把尺寸告诉男人呢。等一下，你怎么证明自己是女性？发张截图给我看看。果然，对面这个女人不愿意和男性做这方面的交易，同时还很警惕。落雨暗自庆幸自己的回答。至于截图吗？小空你过来。乌啾！小跑过来的小空一把抱住了落雨的胳膊，亲昵的用小脑袋蹭着。小空，来，伸出小手。啾！小空脸上露出了好奇之色，但还是很听话的伸出了一双白皙的小手。落雨当场截图发了过去。哇，你的手好漂亮，小巧玲珑，你应该是个16、17岁的妹妹吧？落雨，姐姐别说这些了，把你的尺寸报给我，我好抓紧时间制作啊。对面陷入了一阵沉默，等了许久之后，对面的女孩子才有些扭捏的说道 ：“F。”落雨一时间有些发懵，是 F 了，就很奇怪吧？所以没有胸围带着，我就感觉很不舒服。这回落雨回过神来了，好家伙 ，F 级的分量十足，他是真的需要胸围。落雨，这个我不太清楚 F 级的到底是什么尺寸，要不你截张图给我看看好不好？截图，这不就是果？总之不可以，就算都是女孩子也不行。哎，妹妹，这样吧，我找个东西给你做参照。闻听此言，落雨心中暗道可惜。不一会儿，对面发来截图了，却是一枚小西瓜。落雨，原来如此，好的，我知道了，明天这个点再联系。好，再联系，再见。私聊结束，落雨微微皱眉，这回他想起来要做那么大的胸围，得花费平常多 1.5 倍的布料，加钱，得加钱。片刻之后，落雨将之前俘虏的衣物给用来回收原材料了，活人的衣物比死人的衣物回收起来多 20% 的原材料。没多久，落雨就得到了不少布料，开始在缝纫台上操作。其实也没什么难得，就是把胸围的样板进行某些尺寸的缩放就行。看看差不多了，落雨选择了确定，同时心中默念起来：100倍暴击触发。缝纫机开始闪烁出光芒，下一刻，在出料口，一件大号的紫色胸围出现。黄金级女士内衣，防御力增加，塑形效果增加，舒适度增加。特殊功能：最高舒适温度正 60%， 最低舒适温度负 60%。我去，竟然是黄金级的！落雨吃了一惊，这紫色胸围的基础属性和白银的差不多，但是有隔热和防寒的特殊功能，这可是非常实用的功能啊！
难道把黄金的交易给他？不交易吧，好像也没人用得上那么大的胸围。正在洛宇迟疑之际，有提示出现了：您的裁缝等级不足，该黄金级女士内衣出现瑕疵。瑕疵，右侧连接处受到攻击时将释放微弱能量，同时减少该物品的防御力。果然，技能等级不出的问题出现了。提示：您的裁缝技能提升至 LV5。洛宇看向了手中的胸围，在右侧的地方还真的出现了一个瑕疵点，这个点很小，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罢了，瑕不掩瑜，整体来说，这黄金级的胸围还是非常牛批的。每个人一天只能发一次世界，与非好友的人物只能私聊10分钟以内，这会也联系不到大胸女了，明天再说吧。洛宇这会可是拥有矿工特性的男人了，趁着天黑还有点时间，这不亲自动手操作一波。第55章，挖矿挖出大事件。他前往了矿洞，稀里哗啦的一阵猛挖，看得旁边5个男性俘虏瞪大了眼睛。猛！这位领主挖矿是真的猛。您获得铁矿星号50，您获得铜矿星号10，您获得白银星号60，您获得黄金星号8。提示音不断的响起，洛宇发现自己现在挖矿石头出的少了，反而是别的东西出的多了。哇！狂挖！很久没有这么畅快的挖矿了，大汗淋漓的感觉真好。洛宇沉浸在了挖矿的快乐中，难以自拔。呼！一阵狂挖之后，洛宇起身休息一下，看了眼身边的俘虏们，淡然道：看到没有，以后干活都要像我这么干。你们那个磨磨唧唧的，还是男人吗？几个俘虏把头一低，那壮汉俘虏干笑道：领主大人，您的力量和等级太高，我们学。噗！一根金色的长矛突然贯穿了此人的胸膛，矿洞之中所有人都愣住了。提示：您疯狂挖掘触怒了黄金蝎王科斯加，他将率领虫群对您的领地展开进攻。乐极生悲，洛宇挖得太猛，直接挖出大事件了。黄金长矛缓缓地从壮汉体内拔了出来，随即在矿洞的岩壁上有一只巨大的黄金蝎子慢慢出现。啊！几个俘虏都是尖叫起来。洛宇厉喝道：你们和绝地虫先撤，我来挡住虫子。俘虏和绝地虫闻言跑得飞快，洛宇同样缓缓后退。不一会儿，巨大的黄金蝎王出现了，洛宇手持天宫刀，眼中满是震撼之色。这蝎王的外壳难不成是金子做的？黄金蝎王科斯加，黄金级，纯金打造的外壳坚硬且富有韧性，力量庞大，蝎尾有剧毒。这个介绍让洛宇眼中露出了贪婪。一间屋子大小的蝎王并没有立刻出手，似乎是在等待自己的小弟。岩壁四周爬出了一大群的小蝎子，个头大的和小牛犊子一般，小的差不多也有野狗大小，密密麻麻，至少50-60只，而且清一色的黄金蝎。嘶吼！有蝎子的咆哮之声响起，小黄金蝎直接向着洛宇扑了过去。砰砰2声，洛宇展开狂风刀法，将率先冲上来的小蝎子给劈成了2半。哼，一群虫子也敢在我的领地撒野！下一刻，他却是再出一刀，只听当的一声，黄金蝎王刺过来的尾巴被天宫刀给挡了下来。但是洛宇却感觉手臂发麻，知道在力量上处于绝对弱势。小蝎子暂且不论，这些王是黄金级的，而自己目前的实力最多青铜级，怕是抵挡不住。嗖嗖嗖！蝎王的尾巴连续刺向了洛宇，若非他敏捷很高，闪避很快，只怕已经没了。加上扑上来的小蝎子，洛宇放弃了将这群虫子击杀在矿洞中的想法，转身就跑。嘶吼！虫群追了上来，那黄金蝎王速度极快，却是让洛宇大吃一惊。小蝶，小蝶救我！冲出矿洞的洛宇大声呼救。小蝶其实从俘虏逃出来时就发现不对劲，靠过来了。在洛宇刚刚呼救的时候，他俯冲而下，一把抱住了自己的主人，扇动翅膀再度飞了起来。黄金蝎王的大螯几乎是擦着洛宇的鞋子夹过去的，真的让他惊出一身冷汗。半空中的小蝶心有余悸地看着暴怒的黄金蝎王，关切道：主人，你没事吧？没事，多亏有你。小蝶，飞回基地，咱们依靠防御设施挡住虫群。好。小蝶敏捷也是特长，飞行的速度丝毫不亚于鸟类，不过片刻间便抱着洛宇飞上了瞭望台。这回黄金蝎王已经带着蝎群潮水一般的向着基地冲过来了。轰！投石机首先开火，一枚石头砸在了一只小牛犊子大小的蝎子身上，直接将其砸得脑壳崩裂，惨死当场。几乎是同时，自动弩箭出手了，弩箭嗖嗖嗖的激射而出，但是弩箭的效果就没有石头那么干脆了。蝎子的外壳很硬，弩箭虽然也能够造成伤害，但却非常有限。见到这一幕的洛宇眼神一冷，一枚标枪轰了出去。噗！标枪当场扎死了一只小蝎子。洛宇并不停留，标枪连续出手，几乎是弹无虚发，不过片刻之间便杀死了10只小型黄金蝎子。只是蝎群的数量太多，而且悍不畏死速度也快，不一会儿竟然已经冲到了100米之内。嗖嗖嗖！
又是3枚标枪出手，骆羽再度击杀了3只小蝎子，但是他心中却是隐隐预感到不妙。标枪只有30枚，但是蝎群现在至少还有40只，加上那巨大的蝎王，顷刻之间，他的基地似乎危险了。蝎群继续快速的挺进，只是当他们挺进到了护城河边的时候，却不敢向前了。包括黄金蝎王在内，这群蝎子不敢过河了，只是在河对岸张牙舞爪。蝎子怕水，这一发现让骆羽大喜。整个基地，包括新开辟出来的菜园，都在护城河之内。如果蝎子不敢下水，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过来。趁着这个机会，骆羽将剩余的标枪全部扔了出去。他并没有攻击蝎王，而是攻击小蝎子。大量的小蝎子被标枪刺死，蝎王暴怒之下咆哮连连，但就是不敢下水。轰！投石机还在不知疲倦地发射着石块，一枚石块砸在了蝎王的脑袋上，却是并没有多少效果。蝎王坚硬的外壳上连一个白点都没有留下，他吼叫连连，明显已经暴怒了。骆羽这回不急了，他坐在瞭望台上就等着。标枪是没了，铁太弓换给了爱丽丝，但是投石机、箭塔和自动弩箭还在发射呀。蝎群过不来护城河，等于是活靶子，耗都耗死你！嗖嗖嗖，轰！投石机又砸死了几只小蝎子，箭塔和自动弩箭不断的射出箭矢。随着时间1分1秒的推移，所有的小蝎子全部死了。现在只剩下了一只蝎王还在挥舞大螯，愤怒的不行。虫群这类袭击不像是部落，部落看看不行了会原路逃跑，但是动物类的袭击却不会，要么你死，要么我活，没有逃跑的选项，没有退路可言，就是这么不讲道理。第56章出货了。砰！叮叮叮！投石机和箭矢对着黄金蝎王集火，但是这些王实在是太硬了，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骆羽尝试着远程使用了一次驯兽术，提示为控制住的动物无法驯兽。这么下去，被堵在基地里可不是个事，得想办法干掉这只蝎王。骆羽首先取出了自动防卫核心，操作一下后，把箭塔和弩箭的自动射击功能给关闭了，浪费箭矢。这些箭矢可是要木头和铁矿作为燃料补充的。看了眼身边的小蝶和小空，骆羽沉吟了一下后说道：“小蝶，你去当诱饵，把大蝎子引到湖边去，到时候咱家的大章鱼会对付它。”啊！小蝶不满道：“主人，你是要让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去当诱饵？”骆羽翻了个白眼道：“就你会飞啊？我要会飞，我就自己去了。快去，事成之后，奖励你晚上可以抱着我胳膊睡觉。”哦，小蝶低声道：“抱胳膊或者抱腿我都没意见了，你可以买些花的种子来种吗？我喜欢牡丹或者荧光花的花粉。行，到时候我在咱家后院开辟个花园。快去吧，注意安全。”骆羽满口答应，小蝶脸上露出了笑容，轻笑道：“这可是你说的，不许耍赖。小空，我们一起去。”乌啾！小空轻轻叫唤了一声，小蝶抱着它飞了起来，向着黄金蝎王飞去。臭蝎子，来追我啊！小蝶在半空中轻喝，但黄金蝎王根本就无视它，那双眼睛直直地盯着骆羽，散发出仇恨的光芒。小蝶又使用了蝶粉魅惑，一只蝎子自然不会被魅惑，它一时间无计可施，看向了小空。看你了！小空被抱在怀中，但双手还是自由活动的，他立刻取出了弹弓，将一枚石子发射了出去。砰！石子准确地砸在了黄金蝎王的眼睛上，疼得他咆哮起来。砰！又是一发石子，另一只眼睛也被攻击到。这一下把黄金蝎王给彻底的得罪了，他直接暴怒地追杀起了小空。小蝶展开翅膀，抱着小空飞向了湖边。黄金蝎王追了过去，但是在距离湖边不远处竟然停了下来。他不喜欢水，而且感觉到了危机，不敢上前了。小空，射他！砰砰！小空的弹弓是真的准，次次往眼睛里射，这谁顶得住啊？蝎王处于暴怒状态，只见黄金蝎王不顾一切地冲向了小空，爆发出了自己的极限速度，蝎尾直接横扫而出。小蝶精神紧绷，在千钧一发之际躲避了蝎子摆尾的一击必杀。此刻蝎王就在湖边了，下一个瞬间，小湖中有3道黑影飙射而出，黑魔章鱼的触手卷在了蝎子的2只大螯和那恐怖的蝎尾之上，用力一扯，结果竟然没有拉动黄金蝎王。黑魔章鱼虽然是钻石级，但还是幼年期，力量有限，而黄金蝎王则是成年的黄金级怪兽，双方力量似乎处在一个势均力敌的情况，一个用力拉，一个往后退，一时间谁都奈何不了谁。远处的骆羽见到这一幕，直接打开石门，放下吊桥。阿牛，给我上！大公牛轰隆隆的冲了出去，这大公牛可是1吨多的体型，攻击力猛得不行，一段助跑之后，狠狠一头顶在了蝎王的屁股上。几乎是同时，小空的弹弓又发射了，一枚石子准确地砸在了蝎子的眼睛上。蝎王吃痛之下一下泄了力道，这一个瞬间，巨大的蝎子被轰隆一下给拖入了湖水中。
只见蝎王在湖水内奋力挣扎，但是他本来就怕水，在水里又怎么可能是大章鱼的对手？挣扎了1分钟左右，蝎王直接不动了。成了！骆雨快步跑了过去，招呼大章鱼把蝎王给扔上来。片刻之后，看着一动不动的黄金蝎王，骆雨眼中露出了无奈之色。蝎王的2只大螯和蝎尾在水中被章鱼给扯断，此刻他已经活不成了。可惜啊，没有机会驯服了，就算驯服也必然就不活的。骆雨用天弓刀插进蝎王的嘴里，搅动了几下，结果了他的性命。砰！蝎王死后有提示了，您击杀黄金蝎王，获得黄金级随机宝箱星号1，黄金级装备宝箱星号1，黄金蝎王的虫卵星号1。注：蝎王的宝箱无法长时间储存，24小时内不使用将会自动分解。出货了！骆雨大喜，虽然不能长时间保存，也就是说只能选择1枚宝箱使用暴击，但这已经是天大的收获了。乌啾！小空开心地抱着骆雨的胳膊，小蝶也是满脸笑容。骆雨摸了摸2位小可爱的脑袋，说道：你们去准备晚饭，我来炮制这头怪物。小蝶咯咯笑道：别忘了花园，花园。这般说着，却是抱起小空飞向了基地。骆雨不急着分解大蝎王的尸体，而是首先选择开启了装备宝箱。今天的100倍暴击用过来，明天的暴击留着开随机宝箱。您开启黄金级装备宝箱，获得道具岳阳双刀，黄金级，可进阶。眼前光芒闪烁，一黑一白，这对漂亮的双刀便出现在了面前。骆雨大喜，他有狂风刀法，双刀更好。天弓刀其实就是白银级的，而且不是专门用来战斗的武器，而这对黄金级的双刀属性爆表，简直就是最适合骆雨的战斗武器。拿起之后在手中挥舞了一下，骆雨却是微微皱眉，这对双刀好沉，他力量不够，施展起来竟然有些吃力，回头得加一些力量了。骆雨心中这般想着，却是将双刀和另一枚宝箱还有那枚虫卵都收入了储物手镯之中。这2个东西等暴击次数恢复后再操作，先把蝎王和一众小蝎子给料理了再说。这一顿操作可是花了6个小时，当骆雨忙完这一切的时候，竟然已经半夜11点了。累归累，但是收获还是非常爆炸的。合计获得黄金星号7038，蝎子肉星号26506，还给了一件可回收的生物装备。第57章，精美的地砖和花园，评分暴涨。蝎王的尾针，白银级，含有剧毒的神经毒素，坚硬且锋利无比。骆雨默默地收起了这个毒物，准备以此物为枪头，打造一个长枪或者长矛之类的东西，蹭破点皮就能要人命的那种。说起来，地板的材料齐了呀，可以搞起来了呀。但是蝎子肉爆仓了，得尽快处理一下。骆雨上架了1万个单位的蝎子肉先卖着，不贵，1个单位卖5白银。做完这一切，他非但没有疲倦，反而是精神饱满，没别的，开心。去浴室洗了个澡，吃了小蝶热好的肉块和牛奶，舒舒服服的上了床睡觉。这会2位小可爱已经先趴在床上睡着了，今天没有他们，骆雨怕是得费不少功夫才能收拾了蝎王。真是能干的女孩子呀。他一手一个将2位女孩子抱在了怀里，小空舒服的蹭了蹭骆雨的胳膊，而小蝶眼睫毛微微跳动，脸红了起来。不一会儿，骆雨便舒服的睡了过去。清晨醒来，骆雨获得 buff， 睡眠效果提升 50%， 持续3天。也就是说，原来要睡8个小时才能舒服，现在睡4个小时就够了，等于让骆雨多了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老黄牛 buff 不要也罢。吃过了早饭后，他开始建造防御地砖了。点开建造页面，骆雨走在满是泥泞的土地上，怀着兴奋的心情，一块一块的点击铺设地砖。您建造严密的高级防御地砖，花费石砖星号30，铁矿星号10，白银星号10，黄金星号1。您建造地砖是纯白色的，上面带着黄金的纹路图案，非常的漂亮。每铺设一块地砖，基地的评分都在增加。足足1上午的时间，骆雨才将整个围墙内都铺满了地砖，包括别墅第1层也是这种地砖铺设而成。如果说以前的基地像是个有点小钱的村落，现在则是完全像贵族居住的城堡。白银镶金地砖，漂亮的大别墅，高大严密的围墙，可爱的小动物，要是把别墅换成宫殿，再添上花园和喷泉，简直就是帝王居所。美妙啊，真是美妙。骆雨心情别提有多舒畅了。因为基地美观度的原因，您获得 buff 行动狂热1天，又一个 buff， 这就是美观度带来的好处。骆雨看了一下评分，却是吓了一跳，基地评分竟然来到了3400，之前还是800来着，这地砖一铺直接暴涨了2600。这月底奖励起来了，但是袭击的规模好像有点狠啊。骆雨开心的同时，心中也是警惕了起来，要强化防御了，建塔弩箭越多越好。说起来，之前答应小蝶造一个花园的不能食言，他再度点开
开了建造页面，还真有花园选项。他打算造一个豪华花园，与地砖比较配。豪华花园每平方米石砖星号10，土壤星号50，白银星号10，翡翠星号1，自带荧光花。价格有点小贵，但与地砖比起来就差远了，而且不用造很多，只需要围着别墅造一圈就好。土壤外面地底下多的是，一通操作之后，眼前光芒闪烁，土壤开始铺设在了地砖上，接着有一处处的翡翠花纹的花坛立了起来，正好绕着别墅一圈，留下了东南西北4个出入口。贵有贵的好处，小花园中开着荧光花，这种花儿带着芳香，而且晚上有照明的功效。这一下又给基地加了足足400的评分，好家伙，这回来到3800了。这类奢侈的东西不属于生活必需品，相比于生活类的建筑，评分加的是真的快。荧光花，嗅到香味飞回来的小蝶一脸的兴奋。主人，你真的造了花园呀？花了很多钱吧？我是不是提了过分的要求？看着小蝶感动的表情，洛雨呵呵笑道，是花了不少钱的。你说应该怎么感谢我？小蝶脸上发红，快速飞到了洛雨身边，轻轻地亲了他的脸颊一下后，红着脸道，以后你要亲亲的话，我可以满足。哎呀，讨厌，不跟你说了。小蝶红着脸跑开了去，在一朵荧光花之前轻轻地嗅了一下，淡淡的花粉被吸入了她小巧的鼻子中。这位漂亮的女孩脸上露出了陶醉之色。洛雨摸了摸被亲的脸颊，心中感叹，多么可爱的女孩子呀，要是没有生殖隔离就好了。白银赚得快，用得更快，洛雨一看之下只剩下 2.2W 了。他倒也干脆，直接花了 2W 点力量，方便使用岳阳双刀。只剩2000块了，那蝎子肉还没卖掉，就挺穷的。一看面板，变化还是挺大的。试炼者洛雨，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3800分，卫生值78点，娱乐值20点，力量75，体质65，敏捷65，个人特性虫族克星5星，矿工1星，驯兽师1星。走在漂亮的地砖上，洛雨一边掂量着手中的双刀，熟悉重量，一边思索接下来基地的发展。目前基地评分太高了，增强防御还是当务之急，这是第一位。第二，需要找一条稳定的财源。卖鸡蛋、卖牛奶这类的其实并不稳定，而且随着基地的生物越来越多，这类常规食物最好不要出售。佣兵来钱快，但是最近接不到任务就难受。他有缝纫台和锻造台，还是要依靠这类手工技能来赚钱才是最稳定的。这就需要一个宽敞，能够加各种增益的工作间了。另外还需要扩大地窖，建造单独的仓库。有了钱才能点属性，才能做到这一切，还是缺钱。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洛雨来到了别墅内，准备和大修女交易。片刻之后，交易框弹了过来。人族李可欣，妹妹，我定制的那个有了吗？原来大修女叫做李可欣呀，她倒是没有匿名。洛雨自然还是匿名了，他直接将做好的胸围给拔了上去。第58章雷电储藏箱和植树造林。李可欣，咦，紫色的，看起来好漂亮。等一下，竟然是黄金的内衣，天啊！李可欣发了一串感叹号。洛雨回复道，运气好做了黄金的出来，一张特性卷轴怕是不够了。李可欣倒是没有提出异议。好的，我再加你3万白银好吗？这是我全部加当了。看不出来这还是个小富婆呀。洛雨，好，合作愉快，交易吧。李可欣，合作愉快。交易达成，您获得白银星号30000，个人特性转移卷轴星号1。东西到手，洛雨自然没兴趣和李可欣聊天了。他倒是又发来信息，妹妹，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以后若是还有好东西，咱们再来交换呀。洛雨，我叫 You， 聊天记录保存一下就还能再联系的。李可欣 You， 哦，是雨妹妹，那就这样了，再见。结束对话之后，洛雨心情大好，直接找到了那个女俘虏，将她的稳定品质特性给转移到了自己身上。稳定品质，从事建造、制作、缝纫、锻造等工作时，出产的物品质量提升 20%。这属性洛雨非常的喜欢。按照约定，他与牛大点开了交易框，把这个女俘虏交易给了牛大，又得到了5000白银。这不又有钱了。洛雨想着今天的暴击还没用，正好还有一发黄金级的随机宝箱，开起来。100倍暴击触发，您开启黄金级随机宝箱，获得道具雷电收集箱与引雷针设计图星号1。我靠！洛雨大吃一惊，雷电收集箱是解锁雷电这条科技树的前置条件，这东西系统商城都没得卖的，只有钓鱼或者空投补给箱有极小的概率出现，这就开出来了。100倍暴击黄金级箱子，就是牛批。洛雨一看需要制作的材料，却是笑不出来了。
雷电收集箱与引雷针设计图，铜矿星号20000，黄金星号20000，白银星号1000000。巨款，这就不是现阶段应该拥有的科技。他又看了一下雷霆科技这条科技树，把这箱子做出来之后，能够解锁雷击塔这种防卫武器，另外还有电网陷阱、轰天雷这类恐怖的东西。最厉害的是，解锁到后面，不仅基地能够拥有各种雷霆设施，个人都可以解锁雷霆技能。来到天道世界这么久，落雨基本也弄清楚了一些世界设定。这里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剑与魔法的世界，生存变强是永恒的主题。雷霆其实是属于一种元素力量，除了雷电之外，还有风、火、水这类元素力能够供人操控，就是解锁的难度太大。至于人类之前拥有的科技，目前落雨是不知道有什么方式能够获得高科技产物，最多就是利用一些科学知识求生罢了。说回雷击塔，落雨100%觉得穿兽皮拿着盾牌的土著是绝对挡不住雷电攻击的，关键看描述。雷击塔还能对空，造出来之后自己的领地鸟都飞不过去，好吧。落雨很想要，但是贵，还是只能慢慢积攒。现在他准备再造一个箭塔出来，增加基地的防卫，然后再建造工作间。自动攻击箭塔，木材星号30000，铁矿星号5000，白银星号2500。白银不是问题，铁矿之前挖了一大堆，问题也不大，关键还是木材。箭塔需要的木材太多了，可以买一次，买2次，但总是这么买不是办法呀。他打算种树了。种树好处不少，第一能够供应基地防御设备，第二冬天能够取暖，第三能够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可别小看水土流失这个问题，上次一场雷电暴雨，落雨可是看得真切，大量的泥土黄沙被填入了小湖中，长久以往小湖的湖底会被抬高，在水位高的季节绝对要泛滥。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落雨打算在小湖相隔100米左右的距离围着造一圈小树林，既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也可以在小树林中布置机关陷阱，或者干脆在树上绑自动武器，彻底的强化北面的防御。落雨开始查看天道世界说明，准备找心仪的小树苗种下。还别说，这一查看之下，发现了一种香叶树，似乎挺合适的。香叶树生长周期60天，树叶宽大有香味，可当素食食用，营养价值 0.1 素食，每1株成年香叶树产出木材星号60。营养价值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产出的木材比一般的多一点，就是生长周期稍微有点长。但自己领地的土地肥沃度高，这一下就抵消了，决定了就是这种香叶树。落雨开始在拍卖行上扫荡香叶树的小树苗，现阶段木材还没有到贵的时候，各类小树苗也就20白银一颗。他直接买了500颗，全部堆积在了小湖边。小树苗要尽快种下，落雨直接开挖，在湖边钓鱼的小空也跑来帮忙。主仆2人沿着湖边开始种树，落雨沉浸在了植树造林的快感之中。每种下一株小树苗，他都感觉自己的领地多了一份生机，非常的开心。挖着挖着，小空突然呜啾呜啾呼唤起来，落雨过去一看，却发现小空挖到了一个宝箱。您获得玄丘兽娘得专属宝箱星号1。是了，这妮子每隔一段时间会以各种方式出一枚专属箱子，能出个不错的好货。小空的宝箱让他自己开，这一开之后，落雨却是微微一愣，发现是一个小瓶子。归元液星号3，无色无味，服用后2小时内能够强行将服用者的属性归为10点，并且封印品级以及一切特殊技能。好家伙，开了一瓶毒药出来。话说这东西用来对抗袭击似乎没什么卵用啊，小空总是会开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轻轻摸了摸这小可爱的脑袋，落雨将归元液给收入了手镯里，继续干活。您的种植等级提升至 LV6， 一口气种了500棵树后，种植等级都升了。第59章，黄金蝎王是最好的矿工。看着盐湖这一圈小树苗，落雨心中全是满足感。冬天之前，这里会变成一片树林，而树林和小湖中间这段区域将会是棉花等农作物的种植区，防风防雨又方便灌溉，完美。这会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明月当空，小空抱着落雨的胳膊轻轻叫唤了起来。这妮子是饿了，看着他一脸的泥巴，落雨心中温柔，呵呵笑道：小可爱，咱们一起洗澡，洗干净了再吃饭好吗？呜啾，小空听得懂人话的，这会竟然脸红了。落雨自然不会管他脸红不脸红，帮宠物洗澡那是主人的义务，直接抱起小空就向大别墅走去。半小时后，小空光着小脚丫咯咯笑着从浴室跑了出来，说是一起洗澡，其实小空小蝶用的浴桶和落雨的是分开的，落雨也就帮他擦干净身体罢了。洗完澡一身清爽的落雨回头又看了看浴室中的2个木桶，暗想要尽快把大浴池给造起来，大家也好一起洗，节约用水嘛。每天的事情做完之后，睡觉也会格外的安心。躺在大床上，身边是2只小可爱，落雨随手抱了一只在怀里，很快就睡过去了。
清晨，精神饱满的落雨发现怀里的小蝶满脸通红的看着自己，落雨捏了捏他的小肚子，笑道：“小蝶，你没什么腹肌啊，软软的可不行，要加油锻炼身体。”你又没见过，怎么知道我没腹肌？小蝶小声嘀咕了一下。而这回落雨已经起床了，今天也是精神饱满的一天。一大早吃过了早饭，落雨这才发现剩余的几个男俘虏也已经被卖掉了，又多了5W 白银，舒服。去驯兽场看了看母牛的状态，这回小蝶正在给母牛挤奶，母牛奶还在产，但是状态似乎不太好，应该是挤了一波特殊牛奶之后身体被掏空，用特殊牛奶吸引袭击的方案缓缓再说。他又看向了小蝶，心中暗想，这妮子也成年了，大家都是动物，她会不会产奶呢？想到此处，他仔细查看了一下小蝶的属性，发现小蝶并没有这个功能的说明，估计是不行了。又看了看小空的属性，也没有，不由暗自失望。属性上都有一条介绍，大意就是人形态的生物，除了多一些奇奇怪怪的耳朵、尾巴、翅膀之外，别的身体结构和人族大体一样。说起来，这段时间区域内风平浪静很久了，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安逸啊。落雨倒是有些期待刷出一些奇怪的事件。这回他又开始购买木材了，现在的木材已经开始涨价，原本1白银涨到了现在1.5白银。落雨估计随着别的领地内树木被砍伐殆尽，木材还会再涨价。看了一下自己拥有的白银，目前有 8.7W， 可以趁着最后的低价购进一波木材。他直接花了 4.5W 买了3万的木材，开始建造箭塔。因为之前有个建造成本节约 5% 的 buff， 能省下1500的木材，这也是落雨为什么急着造的原因。buff 持续10天，这眼看着一天天过去，这都是钱呀。这次他并没有把箭塔给立在基地中央，而是选择立在了东面与南面围墙交接的墙角上。放在基地中间的箭塔有效射程其实是150米，而紧靠围墙的箭塔有效射程来到了200米。这个箭塔的位置能够基本覆盖到东面和南面防御，是落雨之前就算计好的。他很想要再起一座箭塔，放在北面和西面围墙的连接处，这样对角安放，火力能够覆盖整个基地。关键就算是东面的箭塔，他还是能够射到西面50米范围内的敌人。这就是箭塔的牛批之处，射程够远，全方位火力覆盖。可惜啊，钱又不够了。起了一座箭塔，基地的防御又加强了一些。按照落雨一直的习惯，造了一个防御设施后，就要造一处生活设施，那当然是大浴池了，节约用水嘛。不过在此之前，先要把今天的暴击次数给用了。走到城墙外的一处空地上，落雨从储物手镯中取出了那枚黄金蝎王卵，心中默念了一句：100倍暴击触发，黄金蝎王卵的生长效率提升100倍。手中的卵轻轻颤动起来，落雨急忙把它给放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一只巴掌大小的黄金蝎子爬了出来。小蝎子快速的变大，不过片刻之间已经和小牛犊子一般大小了。如此这般生长的过程还是没有停止，直到黄金蝎子和母牛的大小差不多，才终于停止了生长。黄金蝎子非常靠了过来，用头蹭了蹭落雨的手臂，表示亲昵和臣服。黄金蝎王，终极智慧，幼年期，黄金级，力量86，体质120，敏捷47，特殊能力寻金。黄金蝎王每隔一段时间将会带给您1块金块。这蝎子的说明之中还有什么蝎子摆尾攻击啊、大鳌毒刺攻击之类的，属性挺不错，特别是那个寻金能力让落雨兴奋了起来。谁又能够拒绝金色的诱惑呢？可惜蝎子并没有发生变异，看来就算是100倍暴击也不一定能够100%变异的，就像是做裁缝一样，有时候出黄金级别，有时候出白银级别。落雨知道天道世界内部还有一个几率，看运气的。咦，这蝎子竟然有 LV10的挖矿技能。落雨仔细查看属性之后，发现蝎子的挖矿技能有点厉害啊。他立刻带着黄金蝎子进了矿洞，拍了拍他的大脑袋说道：挖，给我使劲挖。黄金蝎子也不含糊，2只大鳌插入了矿洞发光的岩壁之中，直接就挖了起来。不过几下就掏出一块拳头大的黄金。您获得黄金星号60。我去，再挖，给我往死里挖。落雨干脆在旁边监工起来。您获得白银星号100，铜矿星号30，铁矿星号90。黄金蝎子挖矿的效率是真的高，而且石头出的少了，稀有矿产出的多，不愧是 LV10的采矿技能啊。第60章，豪华浴池带来的超级 buff， 蝎王一个虫子就能抵得上5个俘虏的采矿效率，无敌！忽然，落雨收到了提示，黄金蝎王挖矿太多，触怒了巨型蜈蚣，从矿洞岩壁之中爬出了一条大蜈蚣，张牙舞爪起来。落雨看到蜈蚣，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心中暗喜。拥有虫族克星的他根本不怕虫子，取出双刀就要出手。但是黄金蝎王更快，他2只金色的大鳌一把钳住了蜈蚣，毒针刺穿了蜈蚣的外骨骼，直接将蜈蚣给毒死了。接着他也不挖矿了，直接吃了起来。
好吧，终极智慧不比高级，特级智慧很多时候还是会按照本能行动的，他要吃就吃吧。一条大蜈蚣稀里哗啦的就被吃了一半，剩余的一半被那些绝地虫啃食着，金甲虫和银甲瓢虫也过来吃，一时间矿洞中全是虫子。骆羽发现黄金蝎王挖出来的虫子可以当场吃掉，自己省下大量的肉类，但问题是想要增加虫子数量却比较难了。想了一下后，骆羽发现其实也没什么，真要想增加虫子的数量，自己把蝎王给调走就行了，用100倍暴击开挖，出虫巢的几率不在少数。想通之后就没什么了，吃，使劲吃，虫子都给你们吃，说不定还能养蛊呢。过了一会，骆羽又发现问题了，因为蝎王的效率很高，原本负责拉矿车的大公牛和金甲虫效率不够了，很多石头这类都会堆积在矿洞中，进而造成更大的不便，而且本月的矿脉资源消耗的比较快。是的，矿洞就像是小湖水产一样，每月都是有获取资源上限的，比如是10万个单位，这10万个单位可以是10块，也可以是黄金，具体出什么看你的采矿等级和运气，但不能超过10万个单位的上限。骆羽使用过基地核心，所以资源上限多出了 10%。 以前那么多虫子挖矿也没出现资源上限的问题，现在骆羽大体算了一下，按照黄金蝎王这么个挖法，15天矿脉就会枯竭。接下来这15天，一群虫子在这看戏吃白饭，这黄金蝎王一顿可是要吃掉不少肉食啊。急切间想要提升矿洞获取上限比较难，思来想去，骆羽觉得应该给黄金蝎王一些别的事情做。菜地有阿呆看守，小湖有大章鱼，那就让黄金蝎王上午挖矿，下午搬运矿石，做完了没事去小林子里除一除害虫。以他这个智力等级，也只能做这些简单的事情了。走出矿洞之后，骆羽看了眼从矿洞到基地的这条路，因为长期被矿车给压着，已经压出了2条车轱辘印记了，整条路坑坑洼洼的，大幅度的降低了运输效率，还费力。要致富，先修路。骆羽将修路这事记在了心里，准备有空搞起来。下午，骆羽还是按照日常的节奏在那切石头，突然有提示来了，您的商品被拍下，获得白银5万。咦，我的蝎子肉都被买下了。一看之下，果然之前上架的蝎子肉全部被买光了，不知道是哪位大佬口味独特，又大赚了一笔。骆羽开心之下也不切石头了，走到浴室洗了手，准备建造大浴池。点开建筑页面，看了下各种浴池，最后还是决定搞一个豪华浴池。豪华浴池建筑材料星号5000，翡翠星号1000，黄金1000，白银2万。贵，这是真的贵，就算 buff 节省 5% 还是很贵。浴池这类建筑又不像床，能够触发暴击，没有捷径可走，贵也没办法。骆羽咬了咬牙，正好有材料和 buff， 干了。您选择花费4750弹砖，950翡翠，950黄金，19000白银制作豪华浴室，是否确定？确定。点击之后，眼前光芒闪烁，浴室之中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大浴池，一层薄薄的淡黄色翡翠铺设在浴池边缘和底部，黄金图案镶嵌，一根白银的管道连通着浴室自带的热水箱，这会已经有热水缓缓地注入浴池了。淡淡的雾气升起，光看着就是享受。豪华浴池，黄金级，疲劳舒缓速度增加 40%， 清洁度增加 40%， 获得正向 buff， 获得几率提升，舒适度提升。一看面板，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4550分，卫生值90点，娱乐值30点，力量75，体质65，敏捷65，从原来的3800暴涨到了现在的4550。之前花费了这么多木头造的箭塔150，这个浴池600。倒是卫生评分来到90点了，卫生状况很好，居住起来很舒服，而且娱乐值上升了10点。毕竟泡浴池也是娱乐的一种方式嘛。新造的豪华浴池，不泡一下简直是对不起自己。骆羽脱光后，舒舒服服地靠在浴池中，水雾弥漫间，他真的感觉全身舒畅，疲劳一扫而光，都有点想睡觉了。但是正在他半梦半醒间，有提示来了，由于您的基地近期卫生状况大幅度改善，您的领地受到了神秘力量的眷顾，获得增益效果，丰收祝福。丰收祝福，领地内所有的作物将会立刻成熟。惊喜，大大的惊喜！他知道领地卫生值、娱乐值这类数值高之后会得到 buff， 但没想到是群体 buff， 而且还是丰收祝福。所有作物立刻成熟，自己菜地里那么多作物，棉花种下才几天，那么多小树苗才种下多久？这个丰收祝福可是不得啊！这时，小蝶快速地冲了进来，惊喜地说道：“主人，我和小空在湖边钓鱼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香叶树全部长高了，而且回来时看到花园里的花全开了，好漂亮。”骆羽淡然道：“不就是丰收祝福吗？大惊小怪的。”啊！小蝶明显一愣，
这时才发现眼前这个大浴池，哇，好漂亮的浴池！主人，你在洗澡呀？你也想洗是吧？洛雨呵呵笑道，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洗，把我衣服拿过来，咱们去菜园看看。哦，小蝶红着脸走向洛雨，将衣服递给他后，急急忙忙跑了出去。第61章血赚一笔，小偷事件。跑到菜园一看，全部成熟了。整片菜园之中，所有的作物全部成熟，水稻丰收，玉米丰收，土豆丰收，青菜、西红柿全部丰收。洛雨兴奋的差点叫出声了，身边的小空也是开心的连连拍手。因为距离上一次素食成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些家伙种的不够多，已经吃光，所以现在的素食价格又起来了。这一波可以说是血赚，真正的血赚，得赶紧收了，种下新的一批作物才行。这些成熟的作物容易引起各种小动物的窥视，要是小动物来的多了，阿呆也顾不了这么一大片菜地，避免损失，立刻收掉。目前洛雨的种植等级 LV6， 小蝶 LV8， 小空也因为这些日子浇水种树，等级来到了 LV5， 而且小空身上还有个钻石床给的 buff， 作物收获增加 10%。 没说的，主仆三人一起动手，先把这边收获了再说。小空、小蝶，干活！两位小可爱脸上也满是兴奋之色，立刻就跟着洛雨工作起来。三人的属性值都很高，加之种植等级也都不错，这作物收获出来的量要比寻常多了一些。特别是小蝶 LV8 的种植等级收获的最多。三人在菜园一直待到了晚上9点多，终于把所有的作物全部收获，而且新的一轮种子也已经种上。因为土地肥沃度的关系，洛雨基地的作物会比别人生长快上 10%。 总结了一下后，今天一共收获了35000个单位的素食，放以前很难想象这一片菜园能够收到那么多的蔬菜。土地肥沃度有影响，种植等级高也是原因。小空这回的种植等级又升级了，来到了 LV6， 洛雨的等级也快了。目前的素食平均价在10白银左右，比肉类贵了 70-80%， 这一波当场赚了 35W 白银。基地之前存了大概2000个单位的素食，洛雨将这部分长时间冰着的蔬菜给取了出来，换了新鲜的5000个单位蔬菜放入了地窖中，接着把32000的素食全部上架拍卖行。地窖虽然上了地砖后温度更加的低了，但也不是完全能够做到保鲜，这些肯定要卖，不然就烂掉了。事件人族匿名，我去，有人上架了3万多的素食，大家快抢呀！事实证明广告还是很有效果的。泡在浴池中的洛雨看着自己的财富飞速的增加，心中简直是乐开了花。在跳动的白银面前，一起沐浴的小空和小蝶那玲珑的身体都对他没有吸引力了。当然，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成为了宠物，宠物在洛雨眼中的吸引力肯定是远远不如正常的同族女性。不过片刻之间，上架的素食就已经卖光了，足足赚了 32W 的白银，血赚。想到明天还能够收获棉花和大量木材，洛雨简直是心花怒放，抱着身边的小空用力亲了一下，别提多开心了。呜啾！小空叫唤了一声，也不做任何的抵挡。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被当作抱枕抱着，都已经习惯了。倒是小蝶隔着洛雨远远的，整个身子浸在水中不敢起来。当夜，洛雨梦见了自己睡在一堆白银上，原本很开心，但是突然联想到自己原本的床比白银床值钱了很多倍，吓得惊醒了。坐起来的洛雨低头一看，发现钻石彩云床还在，不由松了一口气。这会有些睡不着，洛雨走到了窗边，望着天空，夜色如墨，繁星点点。要是有杯红酒就好了。他想着以后是不是搭个葡萄架酿葡萄酒，忽然他眼神一凝，发现了什么。围墙外的护城河边似乎有2个黑影正在犹豫。是人？洛雨吃了一惊，在发现这2个黑影的瞬间，有提示出现，丰收祝福引来了附近部落的小偷，恭喜您发现了他们。小偷事件，天道世界说明中提到过，小偷事件是不会有提示的，只有在发现之后系统才会做出相关反应。好家伙，还真让自己给撞上了。洛雨穿上衣服，悄咪的从窗口跳了下去。这会2个小偷黑影对视后却是同时一跃，竟然直接跳过了宽阔的护城河，向着基地潜伏而来。箭塔、弩箭没有任何的反应，仿佛他们已经与月色融为了一体。这2人的敏捷相当的高，5米高的围墙却是合力之下爬了过去，但是2人刚刚落地的瞬间，迎头撞上了洛雨。咚！洛雨手中的岳阳双刀翻转，用刀背一刀一个，直接将2人打晕了。小偷已被制服，洛雨的实力太强了，就是这么干脆。这是一对雌雄大盗，洛雨将他们拖到了监狱之中，在他们身上分别摸索了一阵，却是摸到了不少好东西：1块拳头大小的黄金，3枚做工精美的手镯和戒指，还有一本书。隐匿术白银级特殊技能，习得后能够随时进入潜伏状态，潜伏状态下不会被建筑类的防御设施发现，同时被生物发现几率减少 50%。咦，
还有这种东西？洛雨眼中露出了一丝喜色。要说天道世界什么最珍贵，当然是技能了。自己作为佣兵，肯定是技能越多越好。这不就来了？直接选择了学习。洛雨当场多了一门技能，这隐匿术也是和狂风刀法一样的白银级，能够最多提升到3重，但因为是结合自身敏捷，减少被发现几率，其实成长性还是很高的。只要你敏捷够高，就不会被发现。其实所有的这类技能都要以基础属性为支撑，力量够高，就算是白银级的狂风刀法也能够战胜黄金级甚至白金级的武技。又来了2个俘虏，看了一下他们的属性都是敏捷系的，也没多好的个人特性。洛雨不知道他们身上的秘籍是哪来的，也不想知道。老规矩，男的上架卖掉，女的留着卖给自己群里的人。天道无情人有情，差不多的回报下，同伴优先，洛雨这点还是有的。第62章，小团体的小目标。第2日清晨，吃着早饭的洛雨在群聊中说话了。洛雨，我这昨晚遇到了小偷事件了，抓了个女俘虏，你们谁要买？艾琳娜，我不用了，发现这些土著没什么用，浪费粮食。爱丽丝，我也暂时不需要。纳可儿，我也不要，之前那个还没驯服乌喵，还差最后一点抵抗值了。牛大，我想要，但没钱。方雨梦呀，那我就不客气了，洛雨，交易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方雨梦成了团体中的小富婆了。交易框开启，当洛雨将女俘虏的图片上架后，方雨梦笑道：长得不错啊，洛雨，你不要女俘虏吗？莫兴趣。洛雨，兴趣？你指哪个方面？方雨梦，哎呀，也就是做苦力方面啊。你以为我在说什么呢？一边说着，他一边放上了 1.5W 白银，这类属性不怎么样但容貌看得过去的女俘虏，市场价一般都在 1.6、1.7 左右。方雨梦似乎并没有仗着熟人占洛雨的便宜。洛雨见此淡淡一笑，点了确定后回复道：哦，我以为你在说男人的那些共同兴趣呢。方雨梦，你们男人的共同兴趣是打游戏吗？我还是个孩子，我不懂。交易成功，您获得白银15000。洛雨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跟大家聊天解闷，真的是个排遣寂寞的好办法。这会早饭时间，大家都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纳可儿，各位，夏季来了，秋天还会远吗？入冬之后，咱们的食物来源很可能只有水产了，是不是把解决湖里的大妖怪提上日程了？方雨梦，终于要来了吗？我也在想办法。你们说攒钱在湖边造个箭塔，射死他好不好？这个想法会不会很蠢？艾琳娜，大黑鱼不会白白让你射的，感觉是有点蠢。方雨梦，好吧。爱丽丝，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们看天道世界说明第822条。大家查看了一下后，发现这一条是说组队的事情。天道世界是有组队功能的，前提是解锁了访客或者佣兵科技其中一项，组队杀死大妖兽的话，爆出的东西会比单人爆出的多一些。当然，肯定是没有单人的收益高，但却是一个办法。方雨梦，咦，爱丽丝姐姐，你是说咱们先全力解锁访客科技，然后集合组队进入某人的基地，合力击杀黑鱼怪吗？爱丽丝，就是这样。这个方案洛雨也是有些心动的，大黑鱼爆的东西可还不错，自己领地的被杀了，要是能去别人领地分一杯羹，那岂不是美哉？自己家的大黑鱼只能算是常规出货，但是洛雨看世界聊天可是有强悍种族杀了大黑鱼后大爆的，各种特性卷轴、科技解锁设计图，甚至基地核心都能爆出来。当时看到大家讨论，可把洛雨给羡慕的。这不，机会来了。洛雨，我同意，咱们顺便也一起面个基，大家再熟悉一下。艾琳娜，面基是什么？方雨梦，一顿早饭的功夫，这个小团体把接来下的计划给定了，大家各自摩拳擦掌。洛雨带着小空和小蝶跑去收棉花，砍树去了，赚钱要紧。绕湖这一圈的棉花地足足收了2万个单位的棉花，这些可以直接用来做衣服，若是有足够多的兽皮的话，还能够和兽皮一起做成豪华地毯。这豪华地毯也是好东西啊！收棉花、砍树、种棉花、种树，很快2天时间过去了，洛雨终于将事情给忙完。2万的棉花，3万的木材，这木材数字正好可以造箭塔。干起来！按照之前的计划，这一次的箭塔造在了北面和西面的围墙连接处，如此一来，3座箭塔几乎将整个基地全部覆盖了，加上5把自动弩箭、1架投石车，洛雨认为现在基地的防御力量挺强的。不过还不够，如果是按照以前的节奏造了一波防御设施，洛雨就要造建筑来增加评分，但是豪华浴池、高级地砖这2波评分加的太狠了，必须再来一波防御设施，洛雨才能够安心。发展是硬道理，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趁着之前血赚了一波，洛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来2座箭塔。不就是钱吗？也有钱，
买木材、铁矿这类的材料，加上建造所需要的白银，骆羽一口气花费了13W 白银。如此一来，基地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各自竖起了一座箭塔，整个基地火力强大。特别是进入50米范围内，那叫一个箭如雨下。看了一下目前基地的评分，3座箭塔一造正好5000。基地财富方面，白银还有21W。食物方面，蝎子肉星号16000，其余肉类星号2000，水产星号2500，素食星号5000，牛奶星号150，鸡蛋星号30。资源方面，铁矿、木材已经用完，黄金星号3700，翡翠星号1250，铜矿星号588，石砖星号80000。动物方面，青狼星号1，变异土鸡星号1，大章鱼星号1，黄金蝎王星号1，公牛、母牛，绝地虫星号11，石甲龟星号8，银甲瓢虫、金甲虫。伴侣宠物，玄丘兽娘、夜蝶。这基本上就是基地现在能够动的财富了，而且都是不算评分的。其余的建筑类落羽不用看数据，除了防御设施，就别墅、厕所、围墙、地窖、一枚迷雾箱子没了。另外，落羽之所以不把剩余的蝎子肉卖掉，不是他留着吃，而是留着给动物们吃的。他和小蝶、小空是不吃虫肉的。看着四面竖立的箭塔，落羽心中充斥着安全感。想到这几天的暴击还没用呢，先不消费白银，把暴击消化一次。走到了草原上，他取出了之前得到的那枚蛇卵。落羽心中默念了一句：100倍暴击触发，蛇蛋生长效率提升100倍。第63章，一举两得的好东西。和之前一样，手中的蛇蛋开始破裂，片刻之后，眼前出现了一条大蛇。红鳞巨蟒，青铜级，成年，力量50，体质75，敏捷21。这次暴击也变异了，别看这只是一条青铜级的蟒蛇，属性不太好，但它却有个特殊能力，产鳞片。红鳞巨蟒每隔一段时间身上的鳞片会剥落，可收集后当做材料制成衣物等。不用说，做衣服、裤子这类织物时，加入蛇鳞肯定会增加品质上限。把大蛇打发进了小狐狸和章鱼作伴去，落羽开始加自己的属性了。属性才是王道，一通操作加，面板变化又很大。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5000分，卫生值90点，娱乐值30点，力量90，体质90，敏捷90。这一波直接花费了13W 的白银，把自己的属性弄得非常漂亮。取出岳阳双刀，挥舞了一番后，落羽感觉神清气爽，全身充满了力量。箭塔搞定，属性加完，又得了一条大蛇。今天收获颇丰，但落羽也没有放松要求，要发扬咱们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继续切石头。一天很快过去，第二日，落羽在切石头的过程中听到了一声碎裂的声音，急忙跑出去一看，却是矿车散架了。大公牛无辜地看着落羽，黑斑石和各种矿石散落在了一地。落羽轻叹一声，拍了拍公牛的脑袋，以作安慰。这矿车终于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休了。话说回来，基地通往矿洞的这段路真的要好好铺设一下，要不然这运输成本太高了。点开建造页面，落羽看了一下各种路面的选项，遗憾的并没有找到水泥路、柏油路这类常用的路面选项。混合地砖、铺装地砖这类倒是有。落羽思考了一下后，还是决定铺设紧密的防火铺装地砖。这用来做路已经算是很高级了，能够防火、防雨水、防挖掘破坏、防腐蚀等等，可以说是一劳永逸的选项。落羽是有打算，未来沿着基地铺出几条道路，现在先铺设矿场道路再说。紧密的防火铺装地砖，每平方消耗石材星号10，铁矿星号3，白银星号1。用来做基地内部的豪华地砖肯定是不够格，但用来做大马路那叫一个奢侈。他开始一块一块的点击建造，横向宽3米就差不多了，能够让矿车宽敞行走就好。最后他不仅把基地通往矿洞的路给全部铺设好了，而且还在矿洞内给全部铺设完毕。这一切可是花了他不少材料的，这走上去就舒服多了。落羽又买了一辆矿车给大公牛拉矿，果然大公牛兴奋地走在这条新路上，脚步轻盈了许多，还发出牛叫声，把母牛给喊来一起走。瞧把他们乐的。站在围墙上，落羽也是笑呵呵地看着这条新修的石砖路，非常满意。但是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自己能走，敌人也能走啊。这路修得这么好，不是增加了对方的移动速度？而且我的箭塔和投石车可不认路，箭塔也就罢了，投石车对着敌人一顿乱砸，不是把自己的路也给砸了？到时候不得花钱修理。想到此处，落羽又要开动小脑筋了。在路两边挖陷阱肯定不行，大公牛、金甲虫、大蝎子都是出了名的愚蠢，肯定会自己从踩上去。他翻阅着商城界面、建筑界面和防卫界面，开始寻找合适的办法。别说，
还真的被他给找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骆雨先是花费了 1W 白银，解锁了自动陷阱科技，接着点开了一个界面，自动的刺陷阱机关。当敌方单位走在地刺机关上时，将会被20厘米长的地刺攻击，友方单位和中立单位无法触发，陷阱覆盖范围半径2米。这陷阱好呀，友方和中立不会触发，那自家人就没有危险了。若是在外面这条路上铺设，那敌人过来走2步，不立刻倒地，被刺中一下就基本丧失移动能力了。而且别的土著一看，肯定也不敢再走过来，离这里远远的，既能抓俘虏，又能放置路面被投石车大范围破坏，一举两得。骆雨发现了宝藏，想着是不是在围墙周围一圈也给布置这种陷阱，但仔细阅读说明之后发现，这陷阱的触发是机关式的，只有在铺设地砖的地方才能够安置。围墙外的那一圈还没有地砖呢，先缓缓。看了一下种类，有铁制的，有银制的，铜制的3种。3种的威力都是一样的，铁制的最便宜，铜制的能够导电，配合雷电科技有奇效。但是铜制的太贵了，目前铜矿属于稀缺货，等以后有了再说。而铁制的刺伤人会有破伤风的，骆雨要的是俘虏，治疗破伤风要多花费药草，而且治不好的概率也不小，这对于赚钱不好。作为领主的全面考虑，银制的贵了点，但现阶段最合适。银制自动的刺陷阱机关，白银星号5000，自动科技多好贵啊！骆雨先建造了一枚，将其埋在了矿洞的入口不远的位置，覆盖范围2米。那就是说，只要敌人进入了2米范围内，这枚地刺自动会转移，在石砖中穿梭过去，刺伤敌人。贵有贵的好处，要不然怎么叫自动机关的刺呢？从基地到矿洞的这一段路大概有1500米，骆雨花费了 5W 白银，建造了10枚机关，每隔150米就埋下1枚。东西是好，但是以基地现在的财力，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好家伙，一通花费之后，钱又用的只剩 2W 了。这钱呐，什么时候都缺。他看向了母牛，发现母牛最近的状态恢复了不少，过2天再给他掏空一把吧。心中这般想着，骆雨看了一下基地评分，大量的地砖加上陷阱，这回来到5500了，其实还行，这一波不算加的很多。片刻之后，骆雨带着小蝶回到了别墅地下室，指了指堆积的棉花，淡笑道：“小蝶，缝纫这事交给你了，就做女士内衣，布料都在这，你看着用吧。”第64章事件暴击，猫咪变成金格萨贝鲁。好。小蝶轻轻点头道：“主人，我想把花园中的一些荧光花移植一些过来，让这里更漂亮，然后还能够提供照明。那火把的光晃，我的眼睛不舒服。”骆雨闻言点头道：“你这点倒是提醒我了。移植的事也一并让你来布置，怎么喜欢怎么来。你先委屈一下在这工作，回头咱们建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摆满鲜花好不好？”小蝶咯咯笑道：“我记住了，主人你不许食言。”骆雨微微点头，心中却是把照明的事给记下了。第2天，骆雨连续用了2次暴击机会，卖出了2件白银内衣。小蝶做的5件普通内衣也卖得很快，一共赚了 7.5W， 可以说是狠狠地赚了一波。不过现在拍卖行已经出现竞争对手了，大家看内衣这么好卖，既能达到要求的也开始卖，但是也就偶尔出现了1件、2件这样。造内衣是要材料的，现阶段有几个人拥有织物回收台或者大量的棉花。总体来说，骆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垄断的市场地位。吃过了早饭之后，骆雨并没有按照往常一切去切石头，而是研究起了照明。整片基地一到晚上基本是黑灯瞎火，别墅内也是如此，微弱的火把照明搞得跟个鬼屋一样，不舒服，也不利于晚上的一些工作或者活动。电灯这种肯定是不存在的，若是用蜡烛照明，和火把没有本质区别，属于换汤不换药。骆雨研究了一会后，心中已经有了定计，解锁发光植物才是正途。花坛送的荧光花同样能够自助发光，但它的光比较昏暗，骆雨想要的是如同日光灯那种。发光植物解锁的金额 5W 白银，好在不需要别的什么特殊设计图，骆雨咬了咬牙，直接选择了解锁。发光植物科技树已经解锁。他再度查看了一会后，看上了一种名为曼罗至光花的植物。这种曼罗花发白光，发光覆盖区域基本有10个平方，光亮度为 60%。这 60% 的光亮度比荧光花的 20% 强很多，又不是非常的亮，让人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光亮度正好。别墅的房间都很大，一般都在30平方以上，也就是说一个房间放3盆便足够了。只是科技已经解锁了，但一株曼罗花的种子需要1000白银，就挺贵的。骆雨花费了一些石砖做花盆，以1000白银购买了一株曼罗花种子做实验。对了，还有一次暴击次数，要不试试催生，不会变异成食人花吧？骆雨心中这般想着，却是默念了一句。就在这时，突然有系统提示来了，公告：一群猫咪出现在了附近区域，您可以尝试驯服。提示：有15只猫咪即将进入您的领地。叮，
正在尝试为您暴击。看到提示的落雨呆住了，我是要暴击曼罗花啊！你在暴击什么？你想要干什么呢？叮，检测到本次事件并非恶性事件，暴击成功，您的本次事件产生了暴击效果。正在落雨震惊之际，又有提示来了。原本准备进入您领地的15只猫咪感受到了威压，转身离开了。一只金格萨贝鲁进入了您的领地。我去！落雨飞速冲出了别墅，跳到城墙上一看，却见远处走来一位身高1.8米以上、满头金发、穿着兽皮、皮肤白皙的女子。与人类的女子不同，这位高大的女子头上长着一对兽耳，身后那金色的尾巴一看就是虎尾。金格萨贝鲁，幼年，钻石级，顶级智慧，力量279，体质261，敏捷308，人形兽娘，必要时可变化为金虎形态。看着这属性介绍，落雨感觉自己头皮发麻。听到一只金格萨贝鲁的时候，落雨觉得可能有怪兽，但是看到远处这位高挑丰满的虎娘，落雨真的惊了。话说都是兽娘，家里的小空、小蝶属性与这家伙一比，可爱，可爱的属性。这还是幼年呢。落雨知道一些特殊种族的寿命很长，就算50-60岁都算是幼年期，也不知道这家伙成年之后会恐怖到什么程度。另一边，群里开始交流了。方雨梦，哎呀，我基地来了2只狸花猫，好可爱啊！那可儿，咦，你的基地评分很高呀，我这就来了一只，喵呜，并没有我和妹妹可爱。爱丽丝，我这边也是一只小猫咪，可以赶走屋子里的蛇鼠，这是一次福利事件。牛大，为什么你们都有啊？我没有。艾琳娜，你的基地评分太低了，没看说明吗？基地评分越低，福利事件出现几率越小。不过也未必是福利吧，得驯服了猫咪才能说是福利。方雨梦，我这边已经驯服了，哎呀，好可爱。落雨，你那评分高，来了几只？落雨，就1只。方雨梦，哎，不应该啊。落雨，真就是一只母老虎。艾琳娜，瞎说，是你那边的猫咪比较大吗？落雨看向了走过来的虎娘胸口，回复道：还好吧，毕竟没成年。方雨梦又在开玩笑，驯服后记得截图，大家一起云吸猫呀！我要驯服另一只小猫咪了，不聊了。大家都是各自去驯服猫咪了，但是落雨看着缓步走来的虎娘，他眼中露出了苦笑之色。好在虎娘不属于袭击单位，而是中立单位，不会触发自动防卫武器。他走到了石门之前，似乎想要跳上围墙，这时石门却开了。落雨硬着头皮迎了上去，笑道：在下是此处领主，金格萨贝鲁大人光临寒舍，有失远迎，里边请吧。虎娘看了眼落雨后，傲然道：你这领地看起来还不错，我就勉为其难，进去看看吧。说着直接走入了石门之中。看着此女的背影，落雨心中开始盘算起来，这类事件一般会持续个2-3天，是留他住几天送走呢，还是冒险拿下？第65章直接拿下。走入基地之内，虎娘眼中的战争迷雾消散了，她望着眼前连绵的漂亮地砖，富含艺术气息的东方别墅，那还那一圈漂亮的花坛，忍不住发出了赞叹：哇，好漂亮！落雨淡笑道：你若是喜欢，住几天都可以。啊，可还。虎娘急忙收回了笑容，轻咳道：本大人这么说是出于礼貌，其实也就一般般。傲娇？落雨闻言微微皱眉，傲娇可不是什么好性格。走到别墅大门之前，虎娘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推开，但瞥了眼落雨后，还是傲然道：推开门，带本大人参观一下你的建筑。一口一个本大人，让落雨暗中不爽，但现在得罪不起，先将就一下。进入别墅之后，却是发现内部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华丽，让虎娘眼中露出了失望之色，看向落雨的眼神中带上了一丝不屑。你这领地也就地砖漂亮一些。他坐在了客厅的一张木椅上，淡然道：人族小子，去取一些贡品过来。贡品？落雨心中一喜，点头道：我这边正好收获了特殊的食材，你一定会喜欢，稍等。哦。虎娘眼中露出了喜色，点头道：去吧，若是美味，我说不定会留下点东西给你。落雨心中轻哼一声，转身走出了别墅。地窖之中，落雨将上次剩下的特殊牛奶给取了出来，倒在了木杯子里，接着又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了一个小瓶。归元液，无色无味，服用后2小时内能够强行将服用者的属性归为10点，并且封印品级以及一切特殊技能。一滴归元液滴入牛奶中，落雨嘿嘿一笑：钻石级是吧？属性过300是吧？挺骄傲是吧？咱们走着瞧。片刻之后，虎娘接过了杯子，轻轻嗅了一下，眼中喜色更甚了。特殊牛奶对于生物可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钻石级也不例外。看起来不错，你这不是也有藏品吗？咕嘟咕嘟，他直接将一杯特殊牛奶全部喝了，哈出一口气后，
脸上露出了陶醉之色。很好喝，非常好，去，再拿一些过来，要是把我哄开心了，我便留一些头发给你。一边说着，他隐隐感觉到不对劲了。咦，我的力量！归元液发挥功效，目标对象属性归时，一切技能被封印，效果持续2小时。这一刻的虎娘猛地站了起来，拥有顶级智慧的她一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你敢算计我！她发出一声虎啸，直接向着洛雨扑了过去。可惜10点敏捷在洛雨眼中和慢动作没什么区别，洛雨直接伸出了一只手，当场掐住了他的脖子，任凭虎娘挣扎都无法挣脱。却见洛雨狞笑道：“怎么，堂堂钻石级的兽娘就这点本事吗？”虎娘喉间发出了低沉的咆哮，唇边露出了2颗小虎牙，咬牙切齿地说道：“卑鄙的人族，别以为你赢了。”转化，他是想要变化成金虎形态，可是毫无动静。变，一丝动静都没有。我的天赋被封印了，你让我吃的是什么？虎娘眼中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最大的底牌用不出来了。砰！洛雨直接将虎娘给扔在了地上，接着想要一脚踩在她脸上，但是却被她本能的翻滚给躲了过去。到底是钻石级的，本能还是很强。洛雨90点敏捷都没有踩中。你越抵抗，我就越兴奋，不，我就越想要驯服你。洛雨嘿嘿怪笑一声道：“嫌鞋底脏是吧？把我脱了鞋总行了吧？”下一刻，洛雨脱了鞋后，准确的踩在了虎娘的脸上。这回小蝶、小空也跑过来了，阿呆等动物全部冲进了大别墅要来帮忙。洛雨道：“我的故乡有一句俗语，虎落平阳被犬欺。看到我家的那条大狗了吗？他最喜欢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兽娘了，是不是，阿呆？”嗷呜！阿呆摇了摇尾巴，非常诚实的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只喜欢母狼，不喜欢母虎。你他妈的！洛雨被诚实的狗子给气到了，大喝道：“大公牛呢？让他过来！我家大公牛才是最喜欢兽娘的。你若是不愿意被我驯服，那就别怪我家的大公牛对你不客气。怎么还没来？大公牛呢？”小蝶有些害怕的看了眼被踩着的虎娘后，小声道：“主人，大蝎子把别墅大门堵住了，公牛进不来。”啊？谁让他堵门的？这只白痴蝎子！洛雨大怒，踩着虎娘的脑袋道：“废话我也懒得说了，投不投降？”说。虎娘咬牙切齿的说道：“有本事就放开我，我要是在最佳状态，你们所有人一起上，我都不怕。”嘴还挺硬的。洛雨微微皱眉，因为暴击只能对同一种物体产生一次效果，虎娘就是因为暴击而出现的，所以暴击驯服对他已经无效了。这也是洛雨直接动手，而不是选择明天暴击次数刷新后再动手的原因。药效2小时，2小时内驯服不了的话，就只能杀了。或许杀了虎娘会爆出一大堆的东西来，但收益肯定是远远不如驯服来的高的。按照这虎娘的脾气，威胁殴打什么估计无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洛雨直接对虎娘使用了驯兽术。驯兽失败，成功率48%。啊，这么高！看到这个成功率，洛雨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之后心中大喜。是了，因为归元液把品级也给封印了，如果是原先的钻石级，那么驯服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被封印品级了，也就是普通级的，连黑铁都没到。若不是因为他有顶级智慧，主观抗性比较强，那么成功率只怕会达到80%以上。想到此处，洛雨就有思路了。48%是吧？那么只要让他进入惊恐、害怕这类特殊状态，成功率会暴涨。第66章，钻石级兽娘的怪物属性。老虎是非常威严的动物，想要让他害怕惊恐怕比较难，但洛雨却想到了一个主意。片刻之后，兽娘被大字形的绑在了长方形的木桌上。洛雨淡然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我驯服，要不然你会很惨。”虎娘以这个姿势被绑着，似乎有些脸红，但还是非常硬气的露出2颗虎牙，寒声道：“你给我吃的毒药肯定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药效这么强，那时间绝对不会很久。你这个人渣，要么就杀了我，要不然等我恢复过来，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金格萨贝鲁的下场。还敢嘴硬！”洛雨冷哼一声，直接扯掉了此女身上兽皮外衣。此刻的她只剩下了一件简单的兽皮裹胸和兽皮小短裙。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虎娘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她咆哮道：“不会屈服的，就算这样，高傲的金格萨贝鲁也不会屈服。我一定要把你踩在脚下，让你终生当我的奴隶，是吗？”洛雨嘿嘿笑道：“那我就先看看你的脚有多强的抗性吧。”只见洛雨一把抓住了他的小脚，直接开始挠痒了。啊哈！哈哈哈哈！果然，不管是人类也好，兽人娘也罢，脚底板给疯狂挠痒都顶不住。虎娘直接大笑了起来，用力的挣扎，
但是被牢牢绑住，挣扎无效。不要，哈哈哈！停下呀，哈哈哈！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落雨则是根本不停，在没有异常状态提示之前，不可能停下来的。小空，小蝶，你们也来挠他。遵命，哥哥哥。小蝶哥哥笑着上前，直接掐起了虎娘的腰眼。腰眼的杀伤力对某些人来说不下于脚底板。虎娘笑得更大声了。天真的小空不知道从何处取出了一截狗尾巴草，却是用狗尾巴草轻轻挠虎娘的胳肢窝。好家伙，这一下要了亲命了！虎娘一边笑一边惨叫，这滋味绝对很劲爆。片刻之后，终于有提示来了，金格萨贝鲁处于崩溃状态。落雨心中一喜，看了眼虎娘，他已经有些翻白眼了。驯服！一声轻喝，有光芒在虎娘身上亮起。您以99%的成功率驯服了金格萨贝鲁。这成功率，好一个崩溃状态啊！不错，下次还有嘴硬的兽娘可以借鉴今天的经验。金格萨贝鲁，幼年，当前毛发生长进度27%，特殊能力1，威压。威压，所有品级低于金格萨贝鲁的敌方单位，中立单位将受到气势压迫，综合能力减少10%。特殊技能2，虎啸，所有品级低于金格萨贝鲁的敌方单位，中立单位听到虎啸后将有较大几率进入惊恐状态。特殊技能3，被天道眷顾的种族，领地内土地肥沃度正10%，水产正10%，矿脉上限正10%。生活技能缝纫 LV3，种植 LV3，采矿 LV8，锻造 LV13。这不说那恐怖的数据，就这些天赋特性和生活技能等级，太恐怖了吧！这只虎娘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出现。怪物，真正的怪物。基地评分5500分，100倍就是 55W， 这应该是在55万评分这个档次出现的。而且落雨感觉可能不仅仅是100倍暴击那种，搞不好是以很低几率出现的暴击中的暴击，200倍暴击，甚至300倍。按耐住兴奋的心情，落雨看向了被绑缚着的虎娘，眼中露出了笑意。他对于敌人和自己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既然已经驯服了，那就是自家的小可爱了。解开了虎娘身上的绳子，接过了小蝶递来的毛巾，帮她擦了擦眼泪和嘴角的口水。落雨笑呵呵地说道：“没事吧？要吃药草吗？”哼，混蛋，我恨你！虎娘虚弱地哼了一声，直接晕了过去。落雨哈哈大笑，对围在身在的兽娘和动物说道：“好了，没事了，小蝶和小空留下，别的都散了吧。”阿呆、大蝎子、银甲瓢虫、金甲虫等动物都撤了，落雨则是抱起了虎娘道：“走吧，她身上都是汗，一起给她洗洗。”半日之后，虎娘悠悠醒了过来，她眨了眨眼睛，发现自己此刻正躺在一张舒服的大床上。啊！反应过来的她第一时间坐了起来，低头一看，原先穿在身上的兽皮已经不见了，此刻胸前围着的是一种从没见过的胸围。女士内衣，她帮我换了衣服吗？虎娘脸红了起来，但想到之前发生的一切，她又是轻轻叹了口气。犹豫了一下后，她下床穿上了落雨为她准备的衣服，离开了房间。片刻之后，基地内的空地上，落雨正在切石头呢。见虎娘走了过来，眼中露出了一丝笑容。待到近期，落雨淡笑道：“你醒了，怎么样？没事了吧？”虎娘气呼呼地说道：“哼，卑鄙的人族，就算你驯服了我，我也不会服从的。”啪！一声脆响，落雨一巴掌抽在了他的小屁屁上，没好气道：“以后要叫我主人，知道吗？”一点都不疼。虎娘有些脸红，恢复了属性点的她属于皮糙肉厚型的，落雨的确打不动她。叫我主人。落雨下达了命令，虎娘身躯一震，极为委屈的开口道：“主人。”宠物无法反抗主人的命令，叫他去死，他都只能去死。很好。落雨笑呵呵的将天宫刀递给了虎娘道：“来，以后切石头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才不呢，谁要替你干活了？落雨拖长了声调，在他目光注视下，虎娘立刻就老实了下来，急忙道：“别让我做奇怪的事情，切就切吗？”他开始出手，不得不说，这效率快得让人发指。将一块石头切成10单位的石砖，落雨需要大概20秒，而虎娘只需要5秒。力量高，手工技能高，就是牛批啊！终于有人接班切石头了。第67章，闪耀的阿曼罗花。落雨笑道：“以后你就叫做小金，要乖乖听话哟，不然就再把你绑起来挠痒痒。”别！小金急忙摆手，屈辱地说道：“求你不要那么对我，我会听话的，主人。”不仅肉体驯服了，看来心里也服了吗？落雨今天的心情真是好得不得了。这回将切石头的工作交给小金之后，落雨发现自己一身轻松。他回到了别墅内，弄起了曼罗花。之前不是想着暴击曼罗花吗？正好暴击次数刷新了，试一下。自己的房间中，落雨心中默念了一句后，给花坛中的曼罗花种子浇了一下水。100倍暴击触发，曼罗花生长效率发生变异，
您获得闪耀的阿曼罗花。闪耀的阿曼罗花，黄金级，照明范围100平方，房间美观度大幅增加，正向 buff 获取几率增加，睡眠、工作效率增加。阿曼罗花结出的果实能够增加种植等级。当前果实生长进度 1%， 又出黄金级了，这就是稳定品质这个特性给落羽带来的收益。现在出黄金的几率明显比之前大了一些。看着眼前这朵纯白色的美丽花，它纯洁如同百合一般，落羽感觉自己的心灵都被治愈了，好漂亮。仔细阅读了一下说明，这花是认主的，不仅能够发光，还能够主动调节亮度，而且只有落羽能够调节，轻轻触碰花叶就可以，非常的方便，可比电灯什么的牛批多了。看了一下基地的评分，没变，植物目前也不加入评分计算，很好。这闪耀的阿曼罗花肯定是要放在卧室中的，毕竟大家都在床上睡 ，buff 获取几率增加，侧面也能够提升工作效率，不是？接下来，落羽开始在整个别墅中布置曼罗花，这花的生长很快的，2-3天就可以发芽，开出洁白的花朵，产生照明功效了。一朵1000，每个房间都要放一朵，走廊、客厅、厨房、厕所、浴室等等。落羽一共花了 2.4W 白银和一部分的食材，将别墅内全部布置了一遍，又浇上了水。接下来只要等待2-3天，就可以把别墅布置得亮堂堂的了。可惜原本赚到的巨款现在又全出去了，基地只剩下 2W 白银，再接再厉赚钱吧。吃了午饭后，落羽巡视自己的领地，果然发现植物的生长进度加速了，就算是刚刚砍伐掉的香叶树都又开始长了，矿洞的资源上限提升了，和大章鱼、大蛇交流后得知水产也丰盛了很多。看了一下基地数据，基地的整体面积又增加了 10%。 唯一遗憾的是，这些增加的数据都是在原始的数据上增加的，而没有产生叠加效果，这雪球滚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迅速。不过落羽还是非常的满意，小径的出现给整个领地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落羽不用切石头，站在瞭望塔上俯视整个基地，目光最终定格在了菜地。目前整个领地的肥沃度增加了 20%， 可以多种植一种新的作物，然后再把葡萄架给搭起来，合理利用空间。走到菜园之内，葡萄架好说，直接用木质的简易雨棚就行，上面缠满葡萄藤，还能增加防雨效果。打开拍卖行，搜索了一下葡萄种子，竟然没发现。不会啊，之前还看世界上有人卖呢。落羽直接开启了世界聊天频道，人族匿名收葡萄种子，有的代价私聊，立刻就有人私聊了过来。水族戈尔贝1000一枚种子，我这有3枚。落羽500，这葡萄又没有品级，就值500这个价。戈尔贝600，真的兄弟，你看拍卖行上都没得卖。落羽，那是因为现阶段没人会去种葡萄，它没有营养价值，有那力气不如多种几棵蔬菜，目前葡萄没有市场的。500，交易吧。落羽直接放了1500白银上去，戈尔贝知道对方精明，也没有再讨价还价了。交易成功，您获得葡萄种子星号3。戈尔贝兄弟，既然你收葡萄种子，那看来你蔬菜不缺了。我这还有一袋特殊植物的种子，你要吗？落羽，哦，你放上来看看。红菇布种子生长缓慢，土地肥沃度需达到 150% 以上，收获后能够得到红菇布。落羽知道红菇布是一种高级的布料，做品级衣物的最好材料之一，但是这土地肥沃度要求好高啊，竟然要 150%， 目前自家的领地也就 120%， 这谁能够达到？落羽回复道，红菇布是好东西没错，但是这种植条件太苛刻了，很难达到啊，你打算怎么卖？戈尔贝，我这一共有30枚种子，1000一枚，红菇布可是只有箱子才能够开得出来的，是难得一见的东西，错过就没了。1000，你干脆去抢好了。落羽回复道，这样钱呢我肯定是不会给你的，但是用别的东西换，我倒能够考虑一下。戈尔贝，你打算用什么换？落羽，你有什么想要的？对面考虑一下后回复道，石砖，大量的石砖，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回复，落羽心中暗笑，现阶段可以说是最缺石砖的时候，大家都想着造围墙呢，而石砖拍卖行上又不能上架，只能世界上那么喊着收，这就不太好定价了。别人很缺，但是落羽那叫一个多。他摆上了一个单位的石砖，说道，黑斑石砖，我也不赚你的，500块石砖换你1枚种子，很良心了吧？这，对方陷入了沉思，真要说，其实是很不划算的，毕竟石砖属于可再生资源，而这种子，但是考虑到半个多月后又要迎来袭击了，围墙要是再造不好，命都可能丢了。戈尔贝一咬牙道，好，就成。落羽心中一喜，直接放了15000个单位的石砖上去。第68章，亲爱的，尝尝我亲手做的料理。交易成功，您获得红菇布种子星号30。戈尔贝兄弟，你是哪来的这么多石砖的？经验分享一下。落羽，我说我喜欢挖矿，
你信吗？戈尔贝，打扰了，再见。结束对话之后，洛雨眼中露出了一丝喜色。有小金在，石砖这种东西源源不断的能切出来。红菇布虽然现在不能种植，但洛雨相信以后这东西会成为自己的摇钱树。将种子收入了储物手镯之中，洛雨开始研究起如何增加土地的肥沃度。就在这时，小蝶飞了过来，落下之后，他笑着将一枚卷轴递给了洛雨，道：“刚才钓鱼上来的箱子，我打开后出了这枚卷轴，给你。烹饪台制作设计图。”咦，不错呀！洛雨眼中露出了喜色。现在肉类就是烧烤，蔬菜就在那硬煮。虽然天道世界商城能够买到盐，但嘴里还是要淡出鸟来了。况且总是吃烧烤对身体也不好。终于有烹饪台了。洛雨笑道：“很好，作为奖励，过来让我亲一下。”好，亲一下。你要亲就亲好了，我又不能反抗你。小蝶这脸红红的样子真可爱。洛雨捏了捏她嫩嫩的小脸，呵呵笑道：“去吧，再接再厉，争取再给我出几枚设计图。”小蝶脸红扑扑的，见洛雨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卷轴上，不由小声埋怨道：“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设计图吗？”摸了摸自己被捏的地方，他嘴角又露出了一丝笑容，扇动翅膀飞出了菜园。烹饪台制作设计图：铁矿星号2000，石砖星号2000，白银星号1000。还好，也不是非常的贵。洛雨走进了大别墅的厨房，指尖一点后，一张漂亮的烹饪台便出现了，上面有3个不同的锅，还有各类方便烹饪的小设备，挺好的。烹饪台提升食物营养价值、烹饪速度、可口度、美观度等，需消耗燃料。燃料就是木材，看了一下，燃料的消耗还真不少。这木材始终是有大用的东西。烹饪台自带菜谱清单：简易料理，基础食材星号10，营养价值初级，保质期10天，食物有毒几率 20%， 属性点获取率 0%。精致料理，基础肉类星号10，基础蔬菜星号10，营养价值中级，保质期10天，食物有毒几率 10%， 属性点获取率 2%。豪华料理，基础肉类星号20，基础蔬菜星号20，基础乳制品、蛋类星号20，营养价值高级，保质期10天，食物有毒几率 0%， 属性点获取率 5%。行军料理，基础肉类星号15，基础蔬菜星号15，基础乳制品、蛋类星号15，营养价值中级，保质期无限，食物有毒几率 0%， 属性点获取率 2%。各种食物种类都有，而且描述的还算详细的。所谓的营养价值其实很关键，这不仅仅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还会影响到个人属性值的获取。属性值达到100点之后，就无法通过白银增加了。这时候，以高营养价值的料理来增加属性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乍看之下，获取率不高，但架不住你每天在那吃啊。而且详细说明中有介绍，料理品级高还会影响一个人的皮肤、颜值等等方面。级别够高的料理还能够吃了加奇奇怪怪的 buff， 营养真的对每一个生灵都非常重要。想要做出高级别的料理，不仅仅需要材料，而且烹饪等级也得跟上，最好是有厨师这类个人特性。洛雨的烹饪 LV1 是整个基地内最高的， LV1 只能做简易料理，而且因为等级低，就算做简易料理都有可能让人食物中毒。这也是没办法的，毕竟整个基地就他一个是正儿八经的人，包括小金在内，那3个姑娘本质上就是动物。她们3个从前生活在野外的，除了小蝶外，小空和小金怕是那种吃生食的食肉动物。当然，她们拥有顶级智慧，是可以学的，烹饪等级能够缓慢提升。想了一下，小蝶主要负责缝纫，没那么多时间，小空是种植和钓鱼，小金则是切石砖和锻造。他们3个自有事，目前只能自己动手。取了一些食材后，洛雨将所有的食材放入了一口大锅中，操作了一下烹饪台上的按钮，与缝纫机一样，他自己就开始运作了。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人不断的点击操作，不能挂机在那自动炒菜的，要不然容易失败或者做出有毒食物，白白浪费食材。LV1 的等级真的不敢恭维，烹饪速度还慢，洛雨足足花了1个小时时间才做出了一份简易料理。看着灶台上这份方盒子料理，洛雨觉得卖相不太好，自己不敢吃。阿呆，阿呆，呜嗷！阿呆飞速的跑了过来，洛雨笑呵呵的说道：“哎，亲爱的，给你吃我亲手做的料理。”啊呜！阿呆大喜，直接啃了起来。片刻之后，有提示来了，很不幸，您的宠物阿呆吃了简易料理后食物中毒，3天内移动速度减少 50%。这看着满地打滚、肚子疼的阿呆，洛雨怕他在厨房就憋不住，直接将他从窗外扔了出去。果然，阿呆直奔厕所而去，之前造的那个石质厕所已经成了他在用了。说好的有毒几率只有 20% 呢，这就中标了。看了一下自己烹饪的经验条，想要升到 LV2 还得起码做10份料理，又费时间，做出来还尼玛有毒，这谁顶得住啊？这一刻，洛雨有一种放弃的冲动。
等一下，我记得斯卡萨部落的公主能够做出有 buff 的料理，她的等级绝对很高。洛雨心中惦记起了这位公主，开始盘算如何才能够入手这位厨师。看着眼前漂亮的烹饪台，没办法，接着干吧。能够增加点经验也是不错的。一个下午的时间，洛雨都泡在了厨房内。到了晚饭时间，终于是做出了4份料理，准备大家一起吃。第69章关键科技水循环。大别墅的餐桌上气氛有些凝重。小金沉声道：“主人，白天那条呆狗的事我们都看到了，也就是说，吃下了面前这份料理，我们也有可能中毒，是吧？”乌啾！小空轻轻叫唤了一声，表示害怕。小蝶则是将面前的餐盒推得远远的，摆明了不想吃。将3个妹子的表情看在眼里，洛雨冷哼道：“简易料理的有毒几率是20%，我一共做了5份，白天那份有毒的已经被阿呆给吃了，剩下的4份绝对没毒。相信我，吃吧，安全的。”是吗？小金气呼呼地说道：“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才被你绑起来虐待的。还有，别当我不会算数，20%是说每一份有20%几率，而不是5份里面出了1份有毒的，另外4份就绝对没毒了。”洛雨恼怒道：“你用什么态度跟你主人说话？”哼！小金轻哼一声，不敢反驳了。洛雨摸着下巴道：“其实吧，小金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做出来了你们又不吃，这不像样吧？”小蝶道：“主人，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在不伤害领地成员的前提下，测出有没有毒。”哦，说来听听。洛雨来了兴趣。小蝶低声道：“你的群里不是有个叫牛大的吗？每份打包一点，让他先尝尝呀。要是没中毒，不就证明可以吃吗？”小蝶，你是哪里来的魔鬼？洛雨连翻白眼。小蝶别看长得清纯可爱，却是个性格恶劣的女孩子呢。食物中毒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一旦中毒期间遇到袭击，那么很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后果。最后洛雨还是把银甲瓢虫给抓了过来。他现阶段用处不大，中毒也没关系。4份料理纷纷是毒后，果然小蝶那份会造成食物中毒。最后3份料理4个人分着一起吃了。至于银甲瓢虫，虫子免疫力强，休息个1-2天就没事。晚上，雾气腾腾的浴室中，小蝶和小空正在豪华浴池内玩水。小金刚才态度不好，被惩罚帮洛雨按摩手臂，这会正红着脸，非常不情愿的轻轻捏着主人的胳膊呢。至于洛雨，则是陷入了沉思之中。5份食物，2份有毒，这个几率是高了一点，肯定还有哪里出问题了。他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一下食物中毒这方面的资料，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仅仅是料理等级，烹饪等级会影响食物中毒的几率，厨房的清洁度、食材的清洁度也会有影响。水，洛雨找到了关键之所在。以前烧烤肉类本来就不干净，但高温杀菌一直没有造成食物中毒，蔬菜都是煮烂的，煮开的水杀毒也猛。但是烹饪很讲究，几分熟，加多少辅助材料之类的，味道好，但不一定真正的卫生，所以将这些没有清理过的食材直接放进去，会提升食物中毒几率。加上厨房乃至于整个别墅的卫生并没有专人打扫，会逐渐导致卫生评分的下降，进而也影响食物有毒几率。天道世界果然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会造成生存的艰难，甚至是死亡。试想一下，若是单人开局的吃了有毒食物，接着袭击到来，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必须把食物有毒几率给降到最低。洛雨反复思量，现阶段在基地智慧生物就那么几人的情况下，派专人清洁是不可能的。想要大幅度减少食物的有毒几率，需要厨房水槽和清洁台，这就需要解锁另一项科技——水循环系统。说起来，除了别墅浴室自带的一个热水箱外，基地其实没有水循环，就算是那个热水箱也是需要洛雨手动加水的。水循环科技前置解锁，水利循环设计图，白银5000。钱好说，但这设计图就……点开了拍卖行看了一下，发现有一张正在卖的，标价20W 白银，这么贵？洛雨微微皱眉，点开后准备联系卖主，却是发现查无此人。他吃了一惊，随即明白了过来，卖主已经死了，无法联系到，但他的这张设计图还挂在拍卖行上。这种情况下，设计图会存在到月底，买了就归你，没买会自动被天道世界给刷掉。这死鬼人都没了，挂那么高价钱做什么？白银又不是纸钱。洛雨心中暗暗咒骂一声，想着是不是连续在世界上喊起来，说不定能够收到一张低价的。晚上是大家的泡澡时间，也是几个频道最活跃的时间。世界上大部分都在叫卖收取东西，区域频道则是在那尬聊。现在大家都有小团体了，区域频道大多时候也是在交易东西。群里这会也挺热闹的。艾琳娜，想不到一只猫咪竟然卖了3W 白银。牛大，那当然了，
这是陪伴类的宠物，加一点娱乐值呢？现在世界上但凡能加娱乐值的东西都是很贵的。爱丽丝，是这样，如果领地娱乐值低，按照天道世界的说法，会导致试炼者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出现萎靡，随机扣除属性值。相反，娱乐值高能够获得属性点，咱们用白银加点到100是极限了，接着得靠别的方法。大家都开始未雨绸缪了吧？牛大，别提了，我前天被扣了一点敏捷，好在种地的时候给了一点力量，太惨了。方雨梦，我家2只可爱的小猫咪是一公一母的，希望能够生好多好多的猫咪。那可儿，雨梦的运气总是这么好，可惜我和妹妹都是猫娘，猫咪不增加我们领地的娱乐值，只能卖了。方雨梦，哎，还有这种设定吗？倒是挺合理的。对了，落雨，你不是说来了母老虎吗？搞定了。落雨看了一眼自己基地40点的娱乐值，心中有那么一丝小小的得意。小蝶、小空、小金各自加了10点娱乐值，加上泡着的豪华浴池也给了10点，他的这个数字肯定是领跑的。第70章，御兽师认证，黑铁厂挣钱。落雨看了眼身边正气呼呼给自己按摩的小金，回复道：搞定了，就是脾气不太好，爱我跟到别扭。方雨梦，真的吗？你的驯兽也很高呀。对了，我在想要不要注册成为御兽师，这事倒是提醒落雨了，注册成为驯兽师好处多多。和大家简单的交流了一会后，落雨打开了职业认证页面，点击驯兽一栏。注册成为御兽师好处就是可以多一次驯服野生动物的机会，而且能够随时召唤属于自己的动物来到身边。不管是在竞技场还是出佣兵任务、访客拜访这类，甚至是在领地中，只要心念一动，就能够立刻将自己的宠物召唤过来。前提是被召唤的宠物必须有品级才行，像大公牛、阿呆这类就无法召唤了。这有点像是宠物小精灵，又或者是游戏里的召唤师之类的，其实挺厉害的。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成为认证的御兽师后，能够像佣兵一样出任务，帮人家去驯服野兽赚钱。现在到处缺钱呀，任何赚钱的机会落雨都不会放过。认证御兽师，驯兽 LV6 以上，有驯兽相关特性，白银1万，至少驯服过一直有品级的动物。落雨驯服了金格萨贝鲁之后，驯兽等级给提升了1级，正好 LV6， 御兽师特性也从1星变成2星了。还别说，认证资格的条件他全部满足。点击认证之后，落雨眼前出现了一枚御灵师的徽章，紫色的还挺漂亮。将这徽章放进了手镯中，落雨发消息道：我搞定了。方雨梦，我也是。哎呀，有了这枚徽章，感觉和小动物更加亲近了。爱丽丝，落雨驯服的母老虎是品级动物。雨梦，你的品级动物是什么？方雨梦，小猫咪啊，之前来基地的猫咪中有一只是黑铁级的母猫，有强化的繁殖能力，可厉害了，哥，以后送你们小奶猫呀。众人，你是真爹欧皇。落雨这回是真的没钱了，正好认证了御兽师，打算去竞技场先赚一笔再说。点开竞技场，今天还是像往常一样的热闹，这回落雨并没有选择普通场，而是直接进入了黑铁级竞技场。因为现在青铜级的强者数量不足，青铜场还没有开放，黑铁场已经是最高段位了。这里汇聚了更多的强者，观众更多，赚钱来得快啊。黑铁场靠前的一些房间都是龙族这类的强悍种族开的房间，这类种族严重的歧视别的种族，他们很多都是屏蔽自认为的低等种族进入房间的，比如几个血族就屏蔽人族、亚人族这样，几个龙族干脆连血族、精灵族都屏蔽，鄙视链严重。落雨翻了几页后，这回却是不打算打擂台，而是打算自己开房当擂主了。雨的房间，人族诚腰切磋2100把，2000白银的价格，其实在黑铁场也就一般般了。房间刚刚开启，立刻有人进来了。黑铁场里面可是很少有人族这类肉身不强悍的种族开房的，在大家眼中，这类人开房就是送钱。出现在面前的是双头蛇族的男子，顾名思义，此人人身但却长着2个蛇脑袋，手中拿着一把大砍刀，身后拖着一条可怕的尾巴，看起来非常的狰狞。其中一个脑袋桀桀怪笑道：我还是第一次在黑铁场撞上人族，真是走大运了。小子，蛇爷吞了你，让你尝尝在我肚子里是什么感觉。哈哈哈哈！老嘲讽怪了，这种比武擂台大家都不会客气，能够打击对手肯定是不遗余力的。落雨呵呵笑道：吞我可以，不过我要左边这个脑袋吞，他长得更帅。什么？你说他比我帅？双头蛇人右边的脑袋大怒，咆哮道：别人都说右边比左边的帅，你小子眼睛瞎了？放屁！左边比右边的帅，那是诸天万族都公认的。你说什么？找打是吧？2个脑袋竟然吵起了架来。殊不知这回倒计时已经结束了，落雨身形暴起，一刀就把双头蛇人从中间砍成了2半。他呵呵笑道：回去打一架，谁厉害就谁帅。 KO， 您击败了对手，耗时1.2秒，您获得白银2000。
您可以选择休息5分钟，再进行下一轮对局。有时候钱就是这么好赚。通过这次对局，骆宇也领悟了一个道理：脑袋一个就够了，2个显得挺蠢的。5分钟时间转瞬而过，这次进入自己房间的却是2个人，2位男性的精灵，一大一小。大的那个看起来24、25岁，很帅；小的大概16、17岁，可爱。骆宇皱眉道：“你们2个，其中一个是御兽师。”御兽师？那16、17岁的可爱男精灵笑着说道：“这位人族的哥哥，你是不是没看过说明啊？竞技场也是按照领地算的，同一个领地内如果有多名试炼者，可以进来1个，也可以全部都进来。还有这种事情，2个精灵，这不是赖皮吗？”骆宇微微皱眉，但仔细一想，的确如此。天道世界一般都是按照领地算的，这么看来还是多开的人比较划算呀。那男孩取出了弓箭，而年轻精灵则是取出了一把长剑，似乎一个是近战，一个是远程。人族哥哥，我们2单独算也都是黑铁级的，你没有胜算的，要不投降吧？来亲吻我的手背，臣服我收你1半的钱。骆宇恼火道：“闭嘴，你个小人妖，老子宁死不降！”小人妖。漂亮男孩嘴角抽搐了一下，眼神一下冷了下来，年轻的男子眼中也露出了杀气。只听漂亮的男孩冷声道：“很好，你成功激起了我的愤怒，卑微的人族，我会让你后悔刚才的言论。3、2、1，开始！”嗖！破风之声响起，一枚速度飞快的箭矢向着骆宇迎面飙射而来。第71章袭击！虎啸山野万兽惊。骆宇手中天弓刀直接劈斩而出，将弓箭给挡下。但是几乎是同一时间，那手持长剑的男精灵已经冲过来了。正在骆宇想要抵挡持剑精灵之时，又是2枚箭矢飙射而来。3连剑！骆宇眼神一凝，直接展开狂风刀法，2枚箭矢当场被挡下。同时男精灵刺过来的长剑也是当的一声被弹开。男精灵连退3步，手臂微微发抖，看着骆宇，眼中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好大的力气！此人轻喝一声，又要扑上来，但是骆宇的速度更快，一个侧身就让开了飞来的一支箭矢，下一刻天弓刀直接劈向了年轻精灵。当！又是一声闷响，年轻的精灵勉强挡住了一刀，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骆宇左手突然出现了一把黑色长刀，一个反撩，噗！年轻精灵被这一刀撩中，胸前的护心镜根本阻挡不住，直接被展开，黑色长刀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可怖的血痕。此人震撼道：“这是什么品级的武器？”声音落下，没等到骆宇回复，整个人就消失不见。一时间，空旷的房间中只剩下了少年精灵和骆宇。嗖！又有箭矢射来，但无论射几次，都是被骆宇轻描淡写的拨开。少年精灵看着缓步走来的骆宇，眼中露出了恐惧之色。你不要过来！他惊恐出声，却是被骆宇身形抱起一下掐住了脖子。只见骆宇用天弓刀轻轻拍了拍他的小腹，嘿嘿淡笑道：“小帅哥，剑法不错，记得下次再打擂啊！我喜欢你们的白银。”言罢，直接手掌用力拧断了小帅哥的脖子。KO！ 您获得白银2000，前后10分钟赚了4000白银了。骆宇觉得开房间打架来钱可能会更快。不一会儿，又有人进来了，这一次的却是血狼族。KO！ 您获得白银2000，天狗族、虫族全部 KO。 提示：您今日胜利的次数已达上限，无法再获得收益。这是竞技场的规矩，每天可以输无数次，但是只能赢5次，超过也能继续切磋，但是不能赚钱了。一晚上，骆宇赚了1W 白银，想着明天是不是把金额开高一点。这些家伙说是什么黑铁级的，一个个自诩高端种族，但连他的御兽师身份都逼不出来，一群废物。骆宇心中这般想着，却是离开浴室上了床睡觉。现在大床上除了自己外，有3只小可爱，但是大床真的很大，再挤几只也没什么大问题。一夜无话，早上醒来的骆宇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浏览着商城。早上还是鸡蛋牛奶，不用担心中毒。至于浏览商城，骆宇是打算直接从商城购买一把弓箭，增强一些自己的战斗力。普通品级的武器商城是有直接出售的，以他现在的力量和弓箭精通技能，其实普通的弓箭用起来已经有些不顺手了。但是商城最好的弓箭也就铁胎弓，如之奈何？正想着买呢，突然骆宇想到了一件事儿，本月的商城暴击次数刷新了呀，可以暴击买一把铁胎弓。想到就做，骆宇心中默念起来：您购买铁胎弓300铁矿，100白银，1动物的金，100倍暴击触发，您获得武器养油弓，黄金级。咦，又是黄金级的！骆宇心中大喜，之前就暴击就出了黄金的，这次本以为会是白银的呢，想不到也是黄金的，肯定是稳定品质这个特性发挥作用了。
一把红色的长弓出现在了手中，掂量了一下，拉了拉弓弦，手感完美。从储物手镯中取出一枚羽箭，射了一次，嗖的一声，箭矢的直线有效射程竟然是300米，这都堪比小型狙击枪了吧？普通级的弓箭直线有效射程最多100米，到底是黄金级的啊！这弓箭配合上羽箭，是远程狙杀的利器。收入了储物手镯中，洛雨喝光了牛奶，准备去造房子了。现在石块的数量上来了，他打算造工作间。站在别墅的阳台上，正规划着工作间的选址问题，突然有提示出现了。警报！一股神秘的力量扫过您所在的区域，附近山脉中的狼群处于狂暴状态，将袭击您的领地。袭击来了！洛雨非但没有惊讶，眼中反而是露出了笑容。动物袭击的强度比部落袭击的差远了，他根本就不慌。警报！狼群进入了您的领地，数量110只，狼王1头，黑铁级。狼群的数量倒是让洛雨微微一愣。果然，东面方向出现了大批的狼群，随着狼王的一声厉啸，狼群全部呜嗷叫着向围墙冲了过来。就算隔着老远，洛雨都能够看到狼群眼中带着嗜血的光芒。方雨梦，狼13只，我的天哪！那可儿，狼跳不上围墙吧？大概跳不上吧。爱丽丝，大家专注迎敌，千万不要有事。看了一眼群里，果然大家都遇到袭击了。洛雨习惯性的站到瞭望台上，这时却看见小金跳上了围墙，迎着狼群发出了一声咆哮。吼！虎啸山野万兽惊，这一声虎啸把洛雨都给吓了一跳，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好看的女孩子会发出这样的吼声。虎啸技能发动，造成69头野狼进入惊恐状态。威压技能发动，狼群综合能力减少10%。一声咆哮，远处冲过来的狼群一大半都开始在原地畏缩不前。小金转头看了一眼瞭望塔上的洛雨，见到洛雨眼中的那一缕惊讶，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下一刻，更加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身形竟然发生变化，四肢粗壮起来，脸上开始长毛。不过眨眼之间，小金竟然化为了一头金色的猛虎，和大象差不多大小的金色猛虎。吼！虎啸之声再度响起，小金直接冲下了围墙，似乎要下去屠杀一番。只是刚刚还没落地，庞大的身躯开始快速的缩小，下一刻竟然消失了。第72章，轻松搞定。狼王的感恩。瞭望塔上金色的光芒一闪，没穿衣服的小金出现在了洛雨身边，他脸红耳赤的抱住了自己的胸口，恼羞成怒的说道：“主人，你干什么？为什么解除我的变身状态？”御灵师认真后，洛雨对属于自己的动物操控权强大了不少。洛雨轻易就能接触小金的变身，并且召唤回来。看着此刻恼羞成怒的小金，洛雨好笑道：“你这威压太大，那头狼王眼里的嗜血气息没了。狼群跑了，知道我损失多少肉多少皮吗？”一边说着，一边脱下了身上的外套披在了小金身上。不早说，还有衣服太小了。小金哼了一声，因为衣服不够遮，却是本能的躲在了洛雨身后遮羞。洛雨回头看了一眼，心中暗笑，果然暴衣之后什么都不穿了，面上却是没好气道：“你没事别变身，知道现在一身衣服多少钱不？体型又这么大，很废不料的。你，哼！”小金轻哼一声，躲在洛雨身后不说话了。因为战争迷雾的关系，狼群看不到瞭望塔上的小金，威压效果虽然还在，但恐惧效果消失了一大半，再度扑了上来。几只野狼第一时间冲上了围墙外的石板路，立刻触发了地刺机关。噗！地刺冒了出来，当场将一只野狼的后腿给刺出了一个血洞。噗噗噗！几处地刺不停地刺出、收缩，5、6只野狼丧失了行动能力，躺在地上哀嚎起来。他们不是笨蛋，立刻就不敢靠近石砖路了。正面的野狼很快就遭到了投石车的打击，石块一枚一枚的砸出去。野狼的反应很快，敏捷也不错，但他们虽然能够避开石块的轰击，但是却避不开纷飞的小石子。不少野狼被小石子砸中，也丧失了行动能力。只是这才刚刚开始，当进入了箭塔和弩箭的射击范围之内，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东面围墙两头转角处的箭塔首先开火，一排排的箭矢被射了出来。战争迷雾中并不能第一时间发现箭矢射出来，猝不及防之下，立刻就射翻了2只野狼。箭塔的射速比投石车可快多了，又是一排弩箭射翻了3只野狼，但狼群反而更加的嗜血，冲得更猛了。狼群前进了20-30米，城墙上的弩箭开火了，嗖嗖嗖嗖，弩箭加箭塔加投石车在那攻击，一时间箭矢乱飞，石屑乱爆，野狼成批的倒下。但它们毕竟是野生动物，真就是悍不畏死，不战到最后一刻是不会退缩的。又前进了一些，中央箭塔开火了，一排排的箭矢射出来，野狼倒下的更快了。终于在剩下的30-40只野狼冲入了50米的范围后，基地西南和西北角的箭塔都开火了。50米就是一个死亡线，
真就是漫天箭雨，野狼一排排的倒下，没有再前进一步。嗷呜！最后的一头狼王仰天发出一声嚎叫，爆发了自己最强的潜力，竟然冒着箭雨冲到了围墙之下，再猛地跳了上来。战争迷雾终于在狼王眼中消散，努力跳上了围墙后的狼王看清了眼前的这座人类基地，他看到了围墙中的母牛和母鸡，舔了舔嘴角。砰！一声闷响，舔嘴角的舌头还没锁回去，却是被小空一拳砸在了脑门上。玄丘兽娘的力气也不小，一拳直接砸得他眼冒金星。正想要反击的狼王突然发现一道金色的鞭子横扫而来，啪的一下抽在了自己身上。在昏迷之前，他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黄金蝎子正张牙舞爪。下一刻，狼王跌下了围墙，晕了过去。您成功防御住了领地，消灭了狼群的攻击。洛雨自己都没有动手，轻松就搞定了。小金、小蝶、小空，你们将这群野狼分开安置，活着的放一起，死了的也堆起来。洛雨开始指挥，三人立刻就行动了。不过在此之前，小金先去地下室找了衣服穿。片刻之后，基地驯兽场，洛雨正在给狼王治疗，用药草涂抹他的伤口。狼王还是有品级的，比阿呆强多了，能驯服自然是最好不过。您治疗狼王，医疗经验增加，您的医疗等级提升至 LV2。随着不断的治疗，医疗经验飞速增加。别小看医疗等级，等级高的话，治疗效果提升很大的。而且要做什么手术的话，也非常看医疗等级。此刻的狼王迷迷糊糊间已经苏醒了，但全身用不出力气。他转头看着正在治疗自己的男人，却是没有多少敌意。袭击事件结束了，按照天道世界说明，让他们暴走的神秘力量消散，野狼全部转化为中立单位。看着自己身上一处伤口被治愈，狼王对这位男人竟然生出了感激之情。动物也是有感情的。提示：狼王感激您的治疗，希望主动加入您的领地，是否接受？突然出现的提示让洛雨微微一愣，本想着用一次暴击驯服呢，没想到竟然主动投靠。天道世界说明中有提到过，给某些生物治疗时是有几率让对方加入的，治疗的次数越多，效果越好，驯兽等级越高，这个几率就越大。很多时候遇到难以驯服的强大动物，都可以先把它打得半死，然后不断治疗，没有触发就再打得半死再治疗，用这种方式驯服。当然前提是你能够稳吃这只动物，而且没有把它直接打死，药草也得足够。接受之后，狼王身上光芒一闪，已经成为了领地的动物了。铁狼狼王，黑铁级，成年，力量25，体质28，敏捷28，终极智慧动物。特殊技能：狼王能够御使狼群，同时替主人增加驯兽等级。狼王的主人驯兽加1，驯兽相关个人特性加1星。咦，竟然是辅助型的特殊技能。洛雨看了一下自己的技能，驯兽果然来到了 LV7， 驯兽师特性也来到了3星，不错呀。其实对于一只狼来说，它的属性也不错了。第73章猛虎咆哮，全部驯服。可惜的是，狼王不像小空、小蝶这样的人形高级智慧的兽娘，它已经达到巅峰，没有成长空间了。洛雨轻轻摸了摸狼王的脑袋，笑道：以后你就叫阿铁，安心养伤。呜嗷！狼王叫了一声，再度伏在了草垛上，沉沉睡了过去。基地又有新成员了，洛雨心中还是很开心的。他走向了围墙外，那里都是狼，活着的、死了的都得处理一下。围墙外的空地上，小蝶说道：主人，打死了36只野狼，存活了74只，小金姐姐在救治呢。洛雨的目光看向了小金，只见他正在用布匹、棉花之类的东西进行简单的包扎，治疗的速度飞快，而且都能够做到简单的止血。一看他的医疗等级，好家伙 ，LV11，LV10以上的医疗等级就可以不借用药草，徒手简单的治疗了。片刻之后，存活的74只野狼全部治疗完毕，都转化为了中立单位，其中有几头甚至还直接被驯服了。走到洛雨面前，小金说道：你打算怎么处理？洛雨淡笑道：自然是全部驯服然后卖钱了。你先看着他们，我把这些死掉的野狼给处理一下。小金点了点头，好像欲言又止。洛雨看他的样子，却是呵呵笑道：小金做得好，辛苦了。啊，你知道就好哼。他话虽这么说，眼中却是带着一丝笑意。不管他承不承认，到底已经是宠物了，宠物被主人表扬，会发自内心的开心。洛雨将他的表情看在眼里，心中暗笑。话说回来，小金还是很威严的，他只要往内一站，这群野狼就腿肚子打颤，根本不敢有什么动作。接下来，洛雨搞了辆矿车，将野狼的尸体全部带到湖边处理，毛皮剥下，狼肉让大公牛拉回去，自然由小空和小蝶搬运进冰窖。至于内脏，全部给大章鱼、大蛇、大蝎子吃掉，一点都不浪费的。他们爱吃这东西。一边处理着，一边在群里和大家聊天。这个小群体还是挺猛的，
狼群下山也没有给大家造成什么伤害，反倒更像是送了一波福利。倒是区域频道里面哀鸿遍野，很多人都受伤了，还有一些人应该是没了。方雨梦、落雨，你驯服了几只野狼？落雨还没开始驯服呢，正在处理野狼的尸体。方雨梦，辛苦了，我这边已经驯服3只野狼了，还有6只昏迷的，等醒了接着驯服，基地战斗力大增喽，嘻嘻嘻。看得出来他很开心。牛大，你养那么多养得起吗？这些驯服的动物能够上架拍卖行出售的，现在动物价格很高，你不考虑一下？方雨梦，暂时不想卖，家里还有一些存肉，还能养得起，狼多一些我们也安心一点。对了，落雨，你打算怎么做？落雨，家里已经有母老虎了，能驯服的小狼就都卖了吧。对了，咱们群里有需要的吗？低价出售。纳克尔，我预定2只。艾琳娜，我也2只。爱丽丝，那我也一样吧。牛大，我没钱。落雨，你把我半价给你的俘虏卖了不就有钱了？牛大，不卖，他挺配合我的。对了，落雨，我跟他提起你的时候，他说完全不记得你的领地内的事情了。落雨，他在配合你的时候，你跟他提起我。方雨梦，你们在说什么？爱丽丝，看天道说明是这样的，不管是俘虏还是动物，只要不是试炼者，一旦被贩卖的话，就会被自动清除上一个领地内的一切记忆，这是天道世界的保密措施。关于这事，落雨在之前卖俘虏的时候就知道了。一边和大家聊天，一边干活，他很快就把野狼的尸体全部处理完毕。一天又过去了，此刻已经是夕阳西下，落雨走到了围墙外的空地上，看着眼前受伤的狼群，准备驯服。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使用驯兽术驯服动物也需要消耗脑力和体力。眼前这么多野狼，光靠落雨一个人不知道要驯服到什么时候。中立动物会自行离开领地，还是尽快驯服的好。把小金、小蝶和小空叫到了身边，这3位的驯兽技能都不错，可以分担落雨的压力，同时把狼王也叫来了，有他在，驯服的成功率更高一些。小金，来个猛虎咆哮，让他们陷入异常状态。猛虎，啊呜啊呜！小金叫唤了一声，轻笑道：“是这样吗？”落雨连连点头道：“可爱，就是这样。来在呀，呜几下我听听。”本想着小戏弄一下主人，没想到这家伙反倒喜欢自己那么叫，讨厌！小金脸上一红，面皮薄遭不住，还是选择正儿八经的咆哮了一声。果然，这群野狼当场吓得腿脚发颤，全部进入了恐惧状态。接下来就好办了，挨个驯服就行。您以83%的成功率驯服了野狼，您以79%的成功率驯服了野狼，您的驯兽等级提升至 LV8。3个小时，74只野狼全部驯服，1只不少。野狼不是阿呆这样的青狼，能力比阿呆差一些。拍卖行现在属性点10左右的动物价格在2500左右，但因为野狼属于智商还算可以，驯化后能做的事情比较多的动物，所以价格在3000浮动。没说的，卖！落雨舒舒服服地泡在浴池中，豪华浴池就是给力。原本因为驯服次数太多，整个人头晕眼花，但是这浴池一泡，疲劳立刻恢复不少。您泡澡时获得 buff， 疲劳度减少100%。好家伙，直接就给恢复满了。要不是野狼已经全部驯服，他能再干一个通宵。浴池内的情况还是和昨天一样，玩水的玩水，害羞的害羞。落雨不管3只兽娘，在群里发言道：“我这驯服了不少，之前说要买野狼的，点我可以交易了。”第74章，水循环解锁，造起来！纳克尔第一个弹过来交易框，摆上了6000白银道：“落雨，我要1公1母的好不好？”落雨淡淡一笑，回复道：“要是给你们都这个价，还叫朋友吗？4000就好，给你1只帅帅的公狼和漂亮的母狼。”纳克尔乖巧地说道：“谢谢你啦，我和妹妹都感激你。”落雨，不客气，以后见面了，让我捏捏耳朵好不好？纳克尔，哦，就只能捏耳朵，不可以捏尾巴。尾巴是有什么说法吗？落雨哈哈一笑，点下了确定。交易成功，您获得白银4000。之后又以同样的价格分别卖了爱丽丝、艾琳娜2只狼，也是1公1母的，而且卖给他们的都是相对健康，查看之下属性值比较好的那种。方雨梦也眼馋了，一问落雨还有，也买了2只，他好像有11只了吧？他那基地有向着动物园转化的趋势。牛大没钱，但是落雨还是非常大方的送了他1条公狼，虽然有些一瘸一拐的，但养养就好了。好朋友，可以适当照顾一下的。牛大也不是白占便宜的人，却是给了落雨几枚西兰花的种子，这不，菜地的种类能更丰富了。还剩下65只野狼，落雨全部上架拍卖行，3000多1只开始出手。现在大家的驯兽等级都不高，宠物是真的好卖。不过片刻之间，竟然全部卖光了。20W 白银，这一波落雨足足赚了20W 白银，直接把他给乐开了花。
抱着小空就狠狠地亲了2口。水循环设计图 20W， 现在刚好赚到，或许这就是天意吧。既然是天意，那就不等了，直接买。您花费20万白银购买了水利循环设计图星号1，东西到手，解锁了科技之后，很多建筑都解锁了。骆宇被眼前琳琅满目的选项给弄得一时间有些懵逼。蓄水塔、水泵、水管、清洁台、放水装置等等，真的很多，而且需要自己设计官道、走向之类的，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好在所需要的材料基本都能够用石砖建造。今天已经很晚了，骆宇有些犯困，不打算研究了，明天再说吧。晚上抱着小空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第二天清晨，精神饱满的醒来。您睡觉时获得 buff， 炎热抵抗，最高舒适温度0上10度。淡淡一笑，骆宇今天却是没有第一时间吃早饭，而是起床练了一套狂风刀法。昨天睡觉之前，正好看见世界上有人在刷，说武技通过自己不断的修炼也能够提升等阶。骆宇的狂风刀法现在其实只有第1重，他打算每天早上抽出15分钟时间，比划上一套，既能锻炼武技，也能强身健体，还能让自己更快的进入状态。这么好的活动，以前怎么没想到呢？吃过早饭之后，就要开始建立水循环系统，而第一步自然是水源了。这个简单，一根管子直接从地下通到小湖就行了。小湖的水很干净，即便是直接饮用都问题不大。而且因为小金和使用了基地核心的关系，骆宇这片小湖的纯净度是120%的，寄生虫这类的会少不少，相当可以了。有了水源，第二步是怎么把水给抽上来。点开建筑页面，骆宇研究了一下几种水泵。雷霆电力水泵目前不用想了。火力水泵虽然造价便宜，而且抽水量稳定，但需要燃烧木头，等于在烧钱，现阶段也不用想。骆宇将目光定格在了风力水泵上。风力水泵石材1万，白银500，铁矿500，需要自然风。仔细看了一下说明，风力水泵属于人品类水泵，有风的时候抽水量达到了每天1000升，也就是1吨，没风的时候抽水量为0。骆宇之前就统计过，包括洗澡、饮用、冲厕所等等，现在基地的用水每天大概需要600升，这还不算灌溉。一个风力水泵肯定不行。骆宇看了一下自己的材料，打算先造个4座再说。走到小湖边，他直接在湖边的浅水区立起了4座风力水泵，就像是石砖砌成大风车一样，4台水泵已经缓缓转动了。一看之下，骆宇发现风力水泵还有一个好处，别看体型不小，但因为是直接造在了湖里，不占陆地面积。看了一下目前的抽水量，因为现在风小，每座水泵的抽水量只有100升。有了水泵之后，接下来就是蓄水装置。水桶、水缸什么的蓄水量有限，骆宇打算制造水塔和地下蓄水箱。水塔肯定是在摆在基地内的，而且最好离开厕所以及驯兽场远一些，免得被不小心污染了。选了一个基地西南角的位置，骆宇首先移开了高级地砖，开始刨坑，准备先造蓄水箱。地下蓄水箱，石砖星号50000，铁矿星号2000，白银星号500，蓄水量32吨。骆宇将大坑刨得比较深，挖完后还用高级防御地砖给砌了一圈。虽然很费钱，但能够防止挖掘，地砖还能够隔热隔寒，防止水变质或者冰冻什么的。一通操作点击建造，一个大水箱就出现在了漂亮的地坑中，还有一个小楼梯供上下走动的，实质的支撑柱足够支撑来自上方的重量。骆宇自己觉得很满意，又花费了一部分石材制作了石质盖板，严丝合缝地盖在了大坑之上，留下了一道通往底下的小门，完工了。他又将之前转移出来的高级地砖再度铺好，任谁都不会想到下方会有一个大水箱。这类设施最好还是放在地下，免得影响基地的整体美观。接下来骆宇开始建造水管了。水管简单，特别是基地内的那一段水管，因为已经铺设地砖了，高级防御地砖属于可移动装卸的，直接点击一划拉就成。基地外的水管则是需要自己挖官道铺设。花了一点时间将水管连接到了4座风力水泵。骆宇查看了一下水箱的状态，果然有水在注入了。第75章高温带来的挑战。这就证明他设想中的水循环系统是正确的、有效的。虽然不是土木工程系的专业，但基本的一些东西还是懂的。这些天存下来的石砖、铁矿这类材料还足够，白银也还有1W多，再接再厉。水塔分为很多种，小型、中型、大型、美观型、豪华型、奢侈型。骆宇自然是希望建造奢侈型水塔，但是建筑不能暴击，目前还是先造个美观型的，至少不会拉低基地的整体基调。美观型水塔，石砖3万，铁矿1000，白银1000，翡翠100，蓄水量16吨。点击确定之后，一座银色水塔便出现在了眼前，大概高4米。水塔表面有一些翡翠雕刻的花纹，看起来挺不错的。水塔的管道直接连在底下水箱就行，管道接通之后立刻开始注水了。
恰好这回风力大了一些，4座风力水泵注水量来到了每日800升，水箱加上水塔，现在基地总得蓄水量有48吨了，暂时够用了。不够再造水塔就完事了，反正也不占多少面积。做完这一切，骆宇第一时间建造了水管，连到了大别墅。当然，公厨房的水管和厕所、浴室的水管都有阀门隔开。美观的出水阀，铁矿星号300，白银星号300，黄金星号10。出水阀就是水龙头一类的东西，没说的，造起来就完事了。接下来就是骆宇心心念念的厨房水槽和清洁台了。清洁台属于自动工作台，放置在厨房中能够自动增加厨房的清洁度，而水槽自然不用多说。美观的厨房水槽，铁矿星号500，石砖星号500，白银星号500，黄金星号30，厨房清洁度正20%，食物有毒几率降低。高级厨房清洁台，石砖星号2000，铁矿星号500，白银星号500，黄金星号30，翡翠星号50，厨房清洁度正50%，食物有毒几率降低。又花费了不少材料，终于把厨房给布置完成了。这回食物有毒几率总会降低不少了吧？一通操作，把基地内存着的铁矿给用光了，石砖用了一大半，翡翠也不多了，黄金倒是上次存了不少下来，还有存货。做完这一切，骆宇看了一下基地评分7200，卫生评分的最高值来到了98分。因为卫生评分总是在浮动的，这跟基地的清洁度息息相关。昨天杀了这么多狼，评分一下就下来了，但处理干净后又回升了，所以卫生评分计算一般都是按照最高值。目前基地最高值就是98，而现在的卫生值是80，因为基地很久没人打扫卫生了，有灰尘这类的存在。总的来说，水利设施还是加了不少的评分的，特别是骆宇造了美观型的，相比于普通型的，美观型的评分加得高得多。不过也好，若非基地评分高，昨天也不会来那么多的狼群，他也就赚不到这么多钱。评分这种东西，能够有信心防御袭击，自然是越多越好了。半天时间下来，总算把水循环给搞定了。别墅内的厨房、几个卫生间、浴室等关键设施都已经装上了出水阀，可以安心了。当然，骆宇也没有闲着，还是在研究水循环的各类建筑，还有用来灌溉农田的自动喷洒装置、调节温度的水蒸气风扇等等，设备不少。其中还有一样东西让骆宇颇为心动，冰冻凝结箱。这东西可以用来造冰块，但是需要解锁水循环科技里的另一个大分类——冰冻科技。没图纸就挺无奈的，慢慢来吧。看了看点，已经是中午12点了，大家凑合烧烤吃了一顿。下午的时候，骆宇开始烹饪，做了5份简单食物之后，骆宇的烹饪等级终于升到了 LV3， 不容易啊。这5份食物，骆宇怀着无比的信心，让阿呆一一试毒，果然没有一份有毒的。厨房的清洁度大大增加之后，效果立竿见影。阿呆看了直摇尾巴，多开心呐！没毒的烹饪食物可是比烧烤这类吃起来舒服多了。正吃着饭呢，原本略显昏暗的餐厅突然亮了起来，原来是曼罗花终于成熟了。每个房间的曼罗花都开始盛开，一时间整个别墅都亮了起来。骆宇和3位小可爱别提有多开心了。提示：百花盛开，您的领地受到自然的眷顾，本季度植物生长进度正100%，植物自然死亡率降低100%。果然，付出终究是会有回报的，这不就来了吗？好事连连，骆宇心中大喜过望，别提有多开心了。第二天，大家继续努力工作。骆宇看了下数据，之前得到了狼肉星号30000，狼皮星号10000，真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冰窖又已经爆满了。目前是夏天，肉类不宜储存，目前的肉价已经跌到了300银的价格了，可以说是史上最低。外面的天气已经有34度，而且还在不断的升高。骆宇来到冰窖看了一下肉类的状态，即便高级地砖隔热，但是冰窖现在的温度还是逐渐来到了0度以上。0度是冻点，0度以上的话，冰块会缓慢的融化，恶性循环之下，地窖的温度会逐渐升高。那么在如此高温的天气下，不出3天，所有的肉类将会全部腐烂。腐肉吃了大概率食物中毒，而且发臭，降低卫生值，卖不掉，也不能吃，血亏都难以形容。也还好是高级地砖的存在，要不然只怕这回冰块已经完全融化了。按照之前的基地建筑逻辑，骆宇在建造水利建筑涨了一波评分后，应该造防御设施抵消这部分评分带来的威胁，但是现在明显不行了。骆宇估摸着在这样的温度下，地窖还能坚持个3-4天的样子，得想办法在冰块溶解之前把地窖的温度降低到0度以下。首要的就是遮蔽阳光，避免直射。骆宇打算在地窖上方建造一间大仓库，用来遮蔽阳光，同时也能够存放一些东西。第76章领主手镯和短发兽娘。看了一下建筑页面，仓库也分为普通、中级、高级、豪华、奢侈这样的分类。豪华仓库太贵了，还是高级仓库好，以后有钱了再升级一下就好了。高级仓库
石砖星号150000，铁矿星号5000，白银星号10000，黄金星号200。自动分类物品，存放的物品腐蚀度减少100%，隔热、隔寒效果增加20%，防虫、鼠效果增加50%。铁矿没了，等挖5000个单位的铁矿出来，大概需要4、5天的样子，来不太及，还是收吧。看了一下白银，还剩下 1.5W， 正好市场价能买5000铁矿。在拍卖行收了一波铁矿之后，直接没钱了，1分钱都没有了，穷得跟鬼一样。那么问题来了，铁矿够了，又没白银造仓库了。好在家里存货多，骆宇直接上架了1万的狼肉，还是市场价3白银，就算没钱也不可能贱卖的。骆宇可以低价给自己同伴出售一些好东西，但放在拍卖行，少赚一个铜板都觉得吃亏了，就是这么真实。昨天加上今天还有2次暴击机会没有使用，正好家里来了很多狼皮，骆宇打算做2件暴击的狼皮衣服。来到地下室，这回的地下室开着曼罗花和荧光花，比之前漂亮多了。小蝶正在制作女士内衣，已经做出了10几件了，都放在一边的篮子里。是了，自己还有好多内衣没卖呢，手里有女士内衣，心里就不慌。把所有的女士内衣上架，按品质标价在2500-3000白银左右，才刚刚上架拍卖行，骆宇还没有开始打广告呢，直接就卖光了。又是35000白银到手，舒服了。正想着做女士内衣，他突然想到了小金。他暴衣一次之后，虽然这回随意找了衣服穿，但那是之前卖掉的一个女俘虏留下的衣服，太小了，而且还是破的。这般想着，骆宇决定多花费一些棉花狼皮，给小金做一身衣物。小金、小蝶和小空3只兽娘，他们的贴身衣物都已经有了，做出来的女士内衣优先还是给他们的。小蝶和小空有自带的衣服，接下来给小金做夹克吧。打发小蝶去钓鱼后，骆宇走到了缝纫台前，类似裤子、夹克这类的衣物缝纫台都自带打样的，直接选择就完事了。心中默念一句，骆宇点下了缝纫。100倍暴击触发，片刻之后，出货口光芒闪烁，一件漂亮的蓝色狼皮夹克出现了。白银级狼皮夹克，防御力上升，隔温、隔热。您的裁缝等级提升至 LV6。这次是出的一件白银的，略显可惜，但是裁缝等级又升了。下一件打算暴击做裤子，但是这回小空突然冲了进来，抱着一个箱子对着骆宇乌啾的叫着：“又捡到宝箱了吗？”骆宇眼中露出了喜色，宝箱已经打开了，里面是一枚黑色的手镯，手镯之上有很多小空槽。领主手镯，黄金级，佩戴后所属领地所有资源挣 5%， 可用来镶嵌各类核心，核心镶嵌后所属建筑、物品等品质提升 5%， 每镶嵌一枚科技核心，所属领地资源提升 1%。 卧槽！骆宇张了张嘴，眼中露出了震惊之色。小空的箱子竟然给了一枚极品。的确，小空的说明上写着，他的心情越好，领地的娱乐值越高，找到箱子的几率就越大，但是没说能开出黄金级的东西啊。而且这枚手镯绝对是黄金级中的极品。急忙查看了一下基地的概况，果然资源类、肥沃度等数据从原本的 120% 增加到了 125%。这小小的 5%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另外，围墙、地砖的耐久度、箭塔、弩箭、投石车的威力等等全部提升了一些。骆宇大喜之下，急忙戴上了这枚领主手镯，取出了自动防卫核心，一接触手镯后，这枚核心就自动镶嵌在了手镯上。领地资源当场从 125% 提升到了 126%， 厉害啊！目前骆宇手中还有水循环科技核心、访客科技核心、佣兵科技核心，当场装上，当前基地资源总数 129%。 妙，实在是妙。骆宇开心的直接抱住了小空，用力的亲了一口。乌啾！小空也显得很开心，很自然的就揽住了骆宇的脖子。这手镯可有点及时雨的意思了，原本矿洞的资源只剩下 30% 了，这一下加了 9%， 又可以让蝎王快乐几天了。抱了一会小空后，骆宇发现小空的头发又变得很长了，他拿剪刀将小空的长发给剪成了齐肩的小短发，笑道：“这样的短发才适合你。您获得玄丘兽娘的头发星号200，驯兽等级高了，又是驯兽师，给的头发也多了。”乌啾！小空很喜欢主人给他理发，抱着骆宇不松手了。再度打发他去钓鱼，骆宇心念一动，小金出现在了眼前。这是用御兽师的召唤把他给强行拉过来的。小金，这衣服你穿上试试。咦，白银级的装备，送我的吗？小金穿上后，盈盈一个转身，眼中露出了欢喜之色，看起来很喜欢。他看着骆宇轻笑道：“你很懂吗？不错，我就暂时承认你是我的主人好了。一件衣服你就承认了呀？”骆宇哈哈大笑，又做了一件普通级的裤子让他穿上。小金脸上满是笑容，看得出来很开心。来，你的头发也长了，帮你理一下。哦，小金是金虎，
但凡是猫科动物都喜欢被主人撸毛，它也不例外。更何况洛雨是主人，就算不承认，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想要与主人亲密互动的。您获得金格萨贝鲁的头发星号200。之前他们洗澡和睡觉的时候，连续得到了一个毛发生长进度增加的 buff， 生长进度都200%了，再不收获就是浪费了。捧着手中金色的长发，洛雨发现小金的头发防御力比小空的要高，但是隔热御寒能力差了一些。第77章钻石外套和高级仓库。洛雨好奇道：小金，你们这样的兽娘不会产奶吗？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产奶进度的提示呢？产奶。小金脸色立刻涨红了起来，他结结巴巴的吼道：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怎么可能产奶？混账！色情是吗？洛雨笑道：我以为你的尺寸应该有这个功能呢。你才有这个功能呢。小金面红耳赤，急忙起身喊道：变态主人，不理你了。一边说着一边跑出了大门。洛雨哈哈大笑，果然一只萌宠加10点娱乐值不是吹的，偶尔调戏一下自家的小可爱也属于娱乐活动，心情舒畅呀。小金走后，洛雨又把小蝶给召唤了过来，同样收割了一波她的头发。小蝶的头发是黑色的，果然也有特殊能力，能够抵御普通的精神攻击，比如一些特殊种族发出的鸣叫声就是攻击污染，这功能其实挺有用的。同样是200个单位，如此一来，洛雨已经拥有了600个单位的特殊毛发。还有一次暴击机会，是时候给自己做一件潇洒的外套了。洛雨的打算是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早晚都要用特殊毛发武装齐全，先从最外面开始。裤子已经有了小空头发的白金裤子，洛雨深吸了一口气，将600的毛发全部放入了缝纫台，开始操作起来。100倍暴击触发，片刻之后，出料口竟然闪着五彩光芒。洛雨一看这个光芒就大喜过望，钻石级的，用极品毛发加上100倍暴击，做出钻石级的外套了。这是一件紫色的外套，有淡金色的花纹、粉色的描边和黑色的领口，这代表的是小金、小空和小蝶的颜色，款式非常的好看。闪耀的钻石外套，防御力增加，服装舒适度正100%，最高舒适温度0上30度，最低舒适温度0下30度，精神类攻击免疫50%，全局工作速度正100%。特殊能力：紫光屏障，在周身形成紫色屏障，抵御3次攻击，充盈时间60秒。您的裁缝等级提升至 LV7。这个属性，洛雨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这件衣服可能会很变态，但没有想到会变态到这种程度。那些基础属性就不用说了，紫光屏障暂且也没有那么有用，但是全局工作速度正100%，这太恐怖了。就拿挖矿来说，原本在力量和采矿 LV 影响下，3秒钟出一块矿石，现在 1.5秒。切石头、种植、挤牛奶、缝纫等等，但凡是工作劳动，效率都提升1倍。可怕的衣服。洛雨将这外套一穿，整个人立刻就舒服了不少，同时周围有紫色的光圈出现，这是护盾自动生效了。天道世界说明中有记载，护盾类的道具一般都是腰带，而且非常的珍贵，想不到这件衣服也自带护盾，也就是说以后要是弄到一条护盾腰带，那就2层护盾了。无敌好吧。衣服的款式好看，但这护盾太拉风了，整个人在那冒紫光。洛雨想了想后，还是暂时将护盾关闭了。没有危险就不要这么拉风了，低调，咱们低调一点。离开地下室的洛雨来到了基地切石场，这回小金正心不在焉地切着石头，看见洛雨走来，却是一下愣住了。待到近前，洛雨好笑道：怎么，直眉冷眼地看着我，我脸上有东西吗？啊？小金微微有些脸红地说道，就觉得你比之前更好看了一些。兽娘就是诚实。洛雨哈哈大笑，接过小金手中的天宫刀，刷刷刷地切起了石头，果然速度比从前快了1倍。咦，你这衣服。小金摸了摸洛雨的衣服，震惊道：我的天，钻石级的，你用我们的头发做了钻石级的衣服。洛雨嘿嘿笑道：运气好罢了。小金，短发的你也很美丽啊。小金闻言眼底露出了一丝喜色，面上却是不在意的说道：嗷呜，还不是被你剪了羊，虎毛哼，你得谢谢我们。晚上我想吃昨天的料理，然后还要上次的牛奶。好，奶片还有一些，你爱吃就拿出来好了。小金笑起来会露出2颗尖锐的虎牙，但这回看起来却显得很可爱。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吃了洛雨的做的料理，食物中毒事件已经2天没发生了，看来厨房的卫生提升后，效果还是挺显著的。又是一天的清晨，早起的洛雨第一件事就是看系统提示。果然，昨天出手的狼肉卖的差不多了，3W 白银到手，加上卖内衣的钱，基地现在又有 6.5W 钱了。又看了一眼今天的温度预测，35度以上。他顾不上吃早餐，简单的洗漱之后便准备建造仓库了。高级仓库，
石砖星号150000，铁矿星号5000，白银星号10000，黄金星号200。点击建造按钮，大量的材料消失，取而代之是一座阁楼出现在了冰窖上方。这就是高级仓库了，因为是高级的，美观度还可以。你从外面看不像仓库，更像是一间大户人家的屋子。走进仓库后，里面空荡荡的，上下2层，除了一些自带的货架外，什么都没有。骆宇这会也顾不上搬运货物，而是第一时间进入了地窖中。果然，地窖内的温度开始下降了。原本地窖的温度已经来到了4度，但是仓库一建造完毕，彻底的遮挡了阳光，加上自带的隔热功能，不一会儿，地窖的温度直接下降到了0度以下。大量的肉类蔬菜保住了，重重的松了一口气。骆宇拍了拍面前堆成小山一般的冻狼肉，心中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之前曾经看到世界上有人开出了一张物品堆叠科技的卷轴，能够将物品单位给堆叠起来，有点类似空间折叠这样的科技，也不知道要多少东西才能够解锁。要有堆叠科技，那自己这地窖绝对够用了。离开地窖之后，骆宇开始搬运货物了。第78章报复袭击。土著的聪明战术，首先就是堆积在地下室的大量狼皮、棉花这类的织物单独放在一起，然后是铁矿、白银、翡翠这类的金属单独放一起，之后是劳动的各类工具、各类缴获的武器等等，该上货架就上货架，该放哪里就放哪里。诸此种种将仓库摆放的井井有条，只有先规划好了仓库的摆放分区，仓库的自动整理功能才能够奏效。高级仓库的自动整理功能其实很厉害，若是普通的仓库，你得把货物搬进仓库放好，但是高级仓库在你规划好各类存储区后，把货物往门口那么一扔，直接就能够自动飞到对应的存储区。同理，想要取出什么货物时，只要点开仓库门口的名牌，确定后自动飞出来，这省去了人力和劳动成本，非常的方便。天道世界，各大种族各有优势，要说唯一公平的东西就是时间。你在整理仓库的时候，人家多种了几棵树，多赚了一点钱，那就是优势。久而久之，差距就出来了。骆宇深切的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能够自动的东西绝对不造手动的，这是他的行为准则之一。看了一下现在的基地评分，来到了7600点，月底的袭击力度会相当强。既然目前冷冻的问题初步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强化防御设施，来抵消掉这部分评分带来的威胁。之前狼群袭击，大部分的野狼都被射死在了冲锋的路上，这固然有小金的威压在起作用，但是基地的火力也不得不说已经相当不错。反倒是狼王最后时刻竟然跳上了围墙，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生灵翻上围墙了，给骆宇敲响了警钟。现在摆在眼前的有3个选择：第一，在围墙上面想办法做铁刺之类的，但自己也不太好走动了；第二，加高围墙，这就需要大量的石块堆砌，而且天道世界的设定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进行加强的，花费几倍的代价。不管是加强围墙的高度，还是把中级围墙升级到高级围墙，这都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做支撑，只怕这个月是不太行了。主要是石块不够了，矿洞就算全产石块都未必够堆砌的。还有一点，被加强过的建筑以后不能升级了，想要高级围墙得拆了重建，这得多大的工程，不好。第3个选择也是骆宇比较倾向的选择，在围墙外围铺上地砖，摆放的刺陷阱，地砖消耗的石块少一些，地刺陷阱消耗的是白银，而且这还能增加基地的美观度，不影响视线，加上地砖防火等等，好处比加高城墙好。仔细思考了一番后，骆宇认为还是用防火地砖比较好。紧密的防火铺装地砖，每平方消耗石材星号10，铁矿星号3，白银星号1。围墙外的地砖不用铺出去太多，3米宽暂时够用了。算了一下，总共需要花费 12W 石砖、36000铁矿和12000白银，这是可以接受的。目前基地的石砖和铁矿不足，今天是夏季的第12天，争取在第20天之前把这个工程给完工了。这般想着，骆宇正准备前往矿洞去帮一手，突然提示来了，警告：斯卡萨部落为了报复，对您的领地发动了针对性的袭击。看到提示的骆宇闻言一愣，看了下群里和区域频道，一片风平浪静。看来是他一个人受到袭击了，这部落仇恨度高了，还有报复的。第一时间将散落在外面的动物叫回了基地。5分钟后，果然在东面的位置发现了一大群的部落士兵。斯卡萨部落本次参与袭击人员共51人，他们似乎采取了聪明的战术。这就是普通的袭击事件，强度远远没有月底来的那么凶悍，但也会造成一定的麻烦。这类事件一般不会直接致命，但会消耗基地的防御力量，给月底大袭击直接毁灭基地创造有利条件。当然，51人放在别人的领地上，比月底大袭击都强4-5倍。骆宇的基地评分很高。瞭望塔上，骆宇和3位兽娘望着远方，小金不屑地说道：“让我冲出去，用不着半小时就能把他们全杀了。”骆宇看着缓慢前进的这群土著，
没好气道：“别逞能，做不到的。一群人把你围着，又有弓箭兵，万一受伤怎么办？咱们是防卫的一方，不用着急。”哦，小金点了点头，知道自己鲁莽了。的确，300家的数值很强，但被围攻还是挡不住的。又观察了一阵后，小蝶急忙说道：“主人，他们在刨坑。”骆雨定睛一看，果然发现2个土著正在飞速的刨坑，那里是在投石车的范围之外。看来斯卡萨部落的人对于落雨领地的投石车已经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了。土攻绝境，怪不得提示采取了聪明的战术呢。这些土著挺聪明的吗？落雨眼中露出了淡淡的笑意。如果是之前，他可能会慌的一笔，直接挖进基地那围墙就没用了。一旦有人出现在基地内部，那么多的箭塔和弩箭将会往家里射，固然能够消灭家里的敌人，但很有可能要误伤的，误伤建筑、动物等等，而且还会吸引全部火力给外面冲击的敌人以安全。但是他之前铺设了防御地砖，远处2个采矿技能很高的土著正在哼哧哼哧飞速的挖着，而且似乎挖得非常的深。他们应该是想要从护城河的河床底下挖进基地，而且天道世界对于土工挖掘限制很小，挖掉的泥土直接就消失，不会产生堆积。可以说土攻绝境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袭击方案。对面51人，2个在挖掘，其余的则是守护在洞口，摆好了阵势，准备迎战可能冲出来的落雨等人。一般来说，领主看见人家要挖地道来进攻了，肯定要主动出击阻止的。但是落雨根本不急，就在瞭望塔上看着他们土工作业，顺便还与3位小可爱一起吃了午饭。第79章大规模交易。时间1分1秒过去，一直到了下午4点多的时候，突然基地东面墙脚下的地砖出现了响动，提示敌人正在挖掘您的防御地砖，地砖当前耐久度 99%、98%、97%，还真能绕过护城河啊！这护城河还是挖的浅了。落雨心中这般想着，而地砖的耐久度一点点的下降，不过按照这个速度，想要打通地砖上来的半小时以上。落雨知道这一点，但对面不知道要这么久的时间啊。按照常理，地砖的话随便弄一下就能打通。那些守护在洞口的士兵纷纷开始钻入地洞了。见到这一幕的落雨眼中露出了一丝笑意，轻轻操作了一下，开始修理地砖了。当前耐久度 95%， 当前耐久度 100%， 修理的速度远远大于破坏的速度。这地砖就是用来防打洞的，也就是说，这群人被困在自己领地下方了，这就好办了呀。落雨看向了身边的小金道：“到你出场了，去搬一些石头，把那边的洞给堵上。”小金立刻照做，跳下瞭望塔后，抱着2块大石头跑到了地洞的位置，当场把入口给堵住了。现在在地下的51人将会面临缺氧，不过2-3分钟时间，地砖下面土著就发疯了一样的敲击地砖，但是他们的破坏速度远远不如修理的速度，就算发疯也没用。又过了1分钟左右的时间，落雨感觉到下面没有动静的，另一边的小金站在堵洞的2块大石头上，大声喊道：“主人，他们都在下面呢，应该缺氧窒息了吧？”落雨心中暗笑，大声回复道：“来了。”片刻之后，落雨和小蝶、小空、大蝎子等动物一起来到了洞口，把堵门的2块石头搬开，发现洞口堵了一大堆人，全部不动了，缺氧晕过去了。落雨哈哈一笑，和小金一起动手，拎一个出来绑一个，这回就算是他们醒过来都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轻松搞定。在将所有的土著全部绑好扔上矿车后，系统的提示来了：恭喜您击败了斯卡萨部落的复仇，斯卡萨部落对您的仇恨度上升，因本次您将袭击人员全部俘虏，领地信息不会泄露。将所有的俘虏全部关进了监狱后，又有提示来了：警告，因监狱俘虏过多，监狱等级偏低，越狱威胁大大增加。看着横七竖八躺倒在地的俘虏，落雨觉得这群人一旦恢复过来，绝对会第一时间暴走。毕竟这些人现在看着虚弱，但没有缺手缺脚。查看了一下他们的健康状态，基本所有人都处于晕眩状态，恢复时间大概是半天左右。有操作时间的。第一件事，脱衣服。扒光俘虏的衣服，该回收就回收，能卖的就卖掉，这是常规操作了。而且扒光俘虏衣服能够减少一些越狱的几率。落雨和3位兽娘一起动手，花了10分钟将所有人的衣服扒了个精光。至于什么男女之分，在落雨眼中不存在的。好家伙，这一扒光后50几个人都没有穿衣服，场面非常壮观。落雨连续拍照截图，将这壮观的一幕保存了下来，以后有机会的话发给斯卡萨部落的新首领看看。这回3位兽娘包括青狼阿呆、狼王阿铁等智慧尚可的动物开始搬运衣服、武器等各种战利品了，直接往仓库扔就完事了，会自动整理的。落雨则是开始一个个的检查他们的属性，大部分都是垃圾，其中有2男2女有特殊的个人特性，可以暂时养着，
别的全部卖掉。事件：人族匿名，大量出售手脚完好、身心健康的俘虏，不论男女2W 一个人，量大管够，干脆利落，诚心交易的来，讲价的问价记者别来烦我。消息一出，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现在俘虏的价格一直在涨，2W 的确是市场价，但是身体健康就不一定了。很多俘虏打仗被抓了之后都是带有伤势的，会影响劳作速度，更有的脑子被打坏的，影响智力的。智力可是非常关键的属性。落雨把这条消息一放出去，立刻就有人发来了聊天窗口，同时很多人在私聊自己。落雨对这些私聊的说稍等，交易窗口这个则是干脆的问道：要几个？男的女的？精灵族，男性匿名，都是土人族对吧？2男2女，年龄不超过40岁的。土著被称为土人族，是一个独立的种族，虽然与人族、精灵族这样比较像，但肤色和身体结构有一丝不同，所以现在世界上公认土著不属于试炼者种族的任何一支，被称为土人族，隶属于亚人的一个分支。落雨这次抓到的俘虏中，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闻言直接放了4个俘虏上去，对方也是很干脆的摆上了8W 白银。交易成功，您获得白银星号80000。下一个交易对象是熊人族，对方也是要4个俘虏，但却需要3女1男。落雨可不管他要这么多女俘虏干什么，卖就完事了。他的俘虏生意做得非常的红火，交易的速度也是很快，10分钟时间竟然把俘虏卖光了，只剩下了那4个有特殊个人特性的俘虏。一看白银赚了94W，是的，一口气暴赚了94W，这还不算从俘虏身上扒下来的衣物、各类武器呢，这简直是血赚啊！消费，狠狠的消费一波。落雨第一个选择就是把自己的属性点给加满，把属性点全部加到100，之后得到的属性点才最划算。现在是3项90点，直接对着加，一阵狂点，全部来到了100。别看加的猛，但是白银还有88W。落雨的第二个消费项目就是地刺。基地外的那条石砖路上地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疏的，所以落雨选择了增加密度，但凡对方敢走到石砖路上，立刻就是一顿的刺招呼。白银地刺的价格是5000一个，落雨一口气买了20个，都安置在了地砖路上。第80章禁忌的兽娘，现在足够了，地板路和矿洞彻底的安全。白银还剩下78W。下一个消费项目还是加属性，但是这次不是要加自己的属性，而是小空和小蝶的属性。小金的属性点不动，但是这2位的属性得点起来。第一，增强基地的战斗力；第二，属性高了工作效率也高；第三，落雨作为驯兽师是能够随时召唤他们的，这3位几乎就是落雨的个人财产，到哪都能带着，随时能够帮落雨打架，岂能不把他们的属性变得好看一些？兽娘的属性值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自己增加，这与落雨用白银给他们家的属性值并不冲突。玄丘兽娘19岁，力量20，体质19，敏捷31。小空的初始属性体力是18点，现在1个月多下来涨了1点体力。落雨也很干脆，花了8W 白银把他的属性值全部点到了50。玄丘兽娘19岁，力量50，体质50，敏捷50。夜蝶20岁，力量11，体质11，敏捷35。小蝶的基础属性更加差一些，点起来花费 9.3W 白银，小蝶的属性也全部变成了50点，再点就需要2000点以下了。落雨还没有富裕到这种程度。主人，感受到身体变化的小蝶直接冲了过来，扑进了落雨的怀里。小空也是兴奋地抱住了主人。提示：夜蝶属性暴涨，血脉产生了进化，进化为魅蝶。小蝶身上泛起了光芒，她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身子卷了起来，被包裹在了一枚蝶茧之内。落雨张了张嘴，还没回过神来，提示又来了。提示：玄丘兽娘属性暴涨，血脉产生了进化，进化为震月兽娘。小空身上光芒闪烁，与小蝶不同，她立刻就完成了进化，模样上没有丝毫变化。落雨急忙查看属性：震月兽娘顶级智慧，力量100，体质50，敏捷50。特殊能力：寻宝、加强、弹弓精通、格斗精通。领地内山岳矿脉资源正 5%， 当前毛发生长进度 12%。 好家伙，智力进化到顶级了，力量涨到100，寻宝技能加强了，而且多了格斗精通。最牛批的是矿脉加了 5%， 只能说一个字：强。主人，乌鸠，乌鸠。小空亲昵地抱着落雨的胳膊，用小脑袋蹭着，虽然还是乌鸠这般叫着，但至少能够说简单的词汇了。主人叫得很顺口吗？可爱。落雨之前阅读天道世界说明，的确有看到过相关的内容，动物是会有一定几率产生进化的，这种进化的条件随机性很大，相对也比较苛刻。没想到自家2位小可爱一下就成了。片刻之后，小蝶开始破茧了，只听砰的一声，
白色的玉茧碎裂，化为光芒消散。小蝶扇动翅膀，绕着落羽飞了一圈后，笑盈盈的在他面前跪下，柔声道：“多谢主人花费巨资帮我净化，小蝶以后一定会尽心服侍主人，永远跟随在您身边。”魅蝶，力量60，体质60，敏捷70，飞行速度增加。特殊能力：群体魅惑，魅惑蝶粉能对所有敌人产生效果，降低对方的行动力。明艳动人，领地整体美观度正10%，娱乐值加10，招募成功率、驯兽成功率正10%，医疗效果正10%。如果说小空是典型的战士，那么小蝶就是辅助。一个群体魅惑已经有点厉害了，明艳动人这个特性更是离谱。美观度、娱乐值影响正向 buff 获取几率，招募、驯兽、医疗也是非常好的属性，只要小蝶往那一站，对整个基地就有小小的提升。落羽开心的将小蝶给抱了起来。好啊，真的是太好了，17W 白银是不少，但落羽却是觉得血赚。与他们小小的互动了一下后，打发他们接着搬运干活。落羽看了一下白银，还剩下61W，依然是一笔巨款。落羽可以选择强化自己的武技，但是转念一想，自己有3位小可爱护卫，还能随时召唤出大蝎子、大章鱼和大蟒蛇，要什么武技？狂风刀法可以通过每天早上的锻炼慢慢积攒熟练度，暂时不用加。现在要加的反而是御兽师的等级。目前他的御兽师是2星，能够拥有的品级动物上限是10只，1星、2星的上限都是10只。现在基地拥有的品级动物有变异土鸡、狼王、红鳞巨蟒、黑魔章鱼、银甲瓢虫、金甲虫、黄金蝎王、小空、小蝶、小金，一共10只了，达到上限了。想要提升这个上限，就得增加御兽师的等级，3星就能够再增加5个上限了。按照天道世界说明，这个上限的设定是防止御兽师拥有太多的品级动物，进而在竞技场中破坏了平衡。讲道理，落羽感觉自己可能、大概、也许已经破坏平衡了。动物有点多好吧？个人特性的星级，要么依靠不断的重复动作，年深日久来提升，要么用钱解决的。2星升3星，30W， 好吧，很贵。但是落羽并不打算招募土著，但凡被天道世界判定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家伙，除非是属性值真的很好，要不然尽量不要招募。人总归有7情6欲的，基地财富分配不均了，心情不好了，抵抗力这类也比较弱，还有叛变的几率。要是自己外出做佣兵任务，叛变了怎么办？虽然概率非常的低，但总归麻烦。而且人会觊觎财富，落羽拥有100倍暴击这个神技，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而这些麻烦动物就不会有，人能做的，顶级智慧的兽娘也能做，而且不会叛变，免疫力超强，不会受到心情影响，不在意财富分配，只要有主人在，永远都开心快乐，多好啊！这些伴侣动物本来就是天道世界用来给独行侠准备的，落羽拥有100倍暴击这个神技，说实话不太愿意被别人知道。第81章，办法总比困难多。想通了其中的关键后，落羽很干脆的选择升级了驯兽师，从2星升级到了3星。您花费30W 白银升级个人特性。驯兽师3星，拥有品级动物上限提升至15只，拥有的所有动物产出正30%。看着个人属性，这3星的驯兽师其实还不算强，强的是驯兽师的进化版特性兽王。兽王特性能够加动物的综合战斗力，非常的离谱。兽王之后还有兽神呢，更加离谱，升级到猴年马月去了。一笔巨款被消费，还剩下31W 的白银，加上基地之前存下的，一共36.5W。接下来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先造围墙外的地砖，再铺地次，然后造各类建筑。比如工作间就要建造了，监狱也得强化一下。刚才系统提示很大几率暴走，吓得落羽当场卖光俘虏，本来还打算让他们干几天活的，打扫卫生也好啊。话说现在石块不够，那就去挖石头。落羽直接前往了矿洞，经过各种东西的加持之后，矿洞的资源上限提高了，目前上限来到了134%，还可以好好的挖掘一阵。想着很久没有用暴击挖矿了，落羽心中默念了一声，然后一镐子挖了下去。100倍暴击触发，咚！一块人脸大小的白色金属滚落了出来，旁边的蝎王立刻就要夹来吃。落羽眼疾手快，一脚将蝎王踹飞，把这块金属抱起来一看，白金星号1000，这是一块白金，怪不得蝎王那么急切想吃呢。它是黄金级的，吃了白金好像有一丝丝的几率进化为白金级。白金这种金属和钻石一样，属于奢侈品，可以通过锻造把黄金级的装备升级一下。别的装备可以不升级，但是落羽手上这枚领主手环不是开玩笑的，这升级一波可以有。可惜升级黄金级的装备需要锻造等级达到 LV15 以上，就算是小金都只有 LV13， 而且需要高级锻造台。目前基地的是初级锻造台，还需要升级。说起来，锻造的科技它压根就没解锁，留着吧，
到时候再说。骆羽将白金收入了手镯之中，久违地开启了挖矿模式。身边的黄金蝎王似乎也受到了激励，一人一些快速的挖掘，各种矿产资源不断的滚落出来。铁矿星号15，铁矿星号20，铁矿星号8，铜矿星号6，黑斑石星号1。骆羽发现问题了，不知不觉自己的采矿等级 LV7 了，加上矿工个人特性，挖出来的不是铁矿就是铜矿，反倒是石块变少了。身边的蝎王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虽然采矿的财富上升，但是基地建设最基础的石块产出反而不够了，这倒是个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逃避是没有出路的。骆羽停止了挖矿，摸着下巴思考了起来。想要增加岩石产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采矿等级低的虫子在那挖，挖出来的基本都是石头，但是矿脉的总资源却还是会消耗。石头挖得多，别的资源就少，别的资源多，石头就少。从收益来看，肯定是铁矿、铜矿、银矿这类收益高。骆羽思考了一阵后，认为矿洞以外的地方搞石头才是正经事。在系统界面翻阅来翻阅去，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采石场可不断产出各类石块，不消耗矿脉资源，但是采集石块困难，并且有各种未知的风险。虽然这个建筑有很多的限制，但却是能够初步解决石块越来越少的窘境。等以后有了核心钻科技再说。采石场的美观度降低很大，肯定不能建造在基地内，就挨着矿洞建造好了。这建筑不需要基础建造材料，直接用白银就可以建造。5W 白银还是有点小贵的，但不怕，有钱。骆羽点击了确定之后，在矿洞的另一侧出现了一个小山包，比旁边丑陋的矿洞更加的丑陋。从山洞进入了小山包内部后，发现里面漆黑一片，其实是个空心的，一根根的柱子支撑着这个采石场。地上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坑洞，这坑洞就是采石的地点了，直接刨就行。骆羽尝试了一下，镐子挥舞起来，但是即便以他的采矿等级，效率还是很慢，10分钟才挖出了一块黑斑石。这还是他拥有全局工作速度正100%属性的情况下，换个人来，只怕半小时一块石头差不多。效率好低啊，而且环境太差了。骆羽自语了一句，突然有提示来了，警告，因为挖掘造成的震动使采石场顶部部分结构脱落。看到提示的骆羽急忙跑出了山洞，果然稀里哗啦的10几块石头落下，这要是倒霉就被砸中了。这就是未知的风险吗？骆羽连翻白眼，这是想砸死人啊！他心中打定主意，但凡是个正常人或者动物，都不让他们进采石场，还是让虫子来挖吧。一声令下，11只绝地虫从矿洞进入了采石场，慢慢挖掘起来。骆羽推测了一下速度，一只虫子大概1小时能够挖出一块石头来，按照每天工作15小时计算，一天能白赚165块黑斑石。这些是不计入矿脉消耗的。按照小金的切石能力，一块石头能够切出15个单位的石块，合计一天产出黑斑石石砖2475块。这么一算也还行啊。当然，骆羽知道这一切都是理想状态，在采石场干活莫名其妙就可能暴毙。想到此处，骆羽对身边的黄金蝎王交代道，矿洞里所有挖出来的虫子，不管是蜈蚣还是绝地虫，都不要吃掉，抓起来知道吗？让我来驯服，你要再敢吃，我就把你油炸吃掉。黄金蝎王感受到了来自主人的威胁，连连点头表示了解。满意的点了点头后，骆羽也不挖矿了，回到了大别墅做饭去。今天骆羽可谓是大丰收了一波，晚上又去竞技场赚了点钱，他抱着小空缓缓睡了过去。第82章2个特性到手。清晨又是美好的一天，骆羽望着窗外的朝阳，心情很愉悦。就是有点热，似乎很久没有下雨了呀。他心中这般想着，正准备下床呢，突然有提示来了。提示：有飞行物正在向您的领地飞来，请注意躲避。您可能面对的飞行物种类：空投补给箱。哦，骆羽急忙将外面的动物都叫了回来。果然，1分钟后，天空有不明物体落下，速度不算很快，但真要砸到人或者动物，也会造成伤害。砰！一声闷响，箱子落在了棉花地里。空投补给箱造成了火灾，请速度扑灭。棉花地里燃起了火焰，大章鱼喷出一口水就把火给熄了。骆羽等人急忙跑过去一看，坑洞之中一枚铁皮箱子安静地躺在那。可惜就一枚。骆羽暗道可惜，空投补给是不按领地的评分算的，全凭运气。就是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骆羽并没有使用暴击。按照天道世界的尿性，一旦有这类福利事件，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倒霉。还是把暴击留着。打开铁皮箱子一看，里面躺着一张卷轴，自动投石车升级卷轴。咦，运气不错呀！骆羽眼睛一亮，竟然出了一张能用的。这回世界上区域聊天还有群体又已经热闹起来了。牛大，我领地来了2只丹峰骆驼，哈哈，有肉吃了。方与梦，
我空投了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团白金。爱丽丝，我这边提示动物迁徙，可以狩猎驯服，也可以看着它们离开，还是尝试驯服吧。纳可儿，我这又是地面隆起，出现了一堆银矿，我这领地下面莫不是地壳运动比较激烈？众人，激烈好啊，你发达了呀。纳可儿，大概可能有5万白银吧，可以访客科技走起了。艾琳娜，是了，你们的访客都解锁了吗？湖里的大怪物，我越看越不顺眼了。大家聊天起来，落雨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大家聊天，得知方与梦、艾琳娜已经解锁了访客科技了。纳可儿得到一笔钱，应该也快了吧？一边聊着，他一边走到了投石车前，使用了卷轴，一阵光芒闪动，眼前的投石车开始出现变化，体积变小了，但是各类结构看起来更加精妙。自动投石车强化版，发射石块的速度提升3倍，石块产生爆裂效果，但消耗一定量的石砖。说明挺简单的，但是内容很丰富。投石车3倍攻速等于多了2架，另外石块有爆裂效果了，威力大增，不过缺点是要消耗石砖。仔细看了一下，石砖的消耗不算多，一次扔出去石砖星号时，投石车会自动搜索范围5米内的石砖并装填，没有石砖就不会继续射击。原本落雨可能发愁石砖问题，但是现在采石场出现了，不慌好吧？防御小小强化了一波，因为领地的资源又陷入了瓶颈期，落雨也造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干脆做起了杂物了。首先是搬运石砖到投石车旁边放好，接着开始打扫卫生。他打扫别墅、仓库等地方的卫生，4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俘虏则是打扫外面地砖、围墙的卫生，趁着有时间搞一次大扫除，把卫生评分给弄上来。大扫除不是一天就能够干完的。晚饭后，落雨泡在大浴池中，正准备进入竞技场呢，突然发现了世界上有一条交易信息：爆族匿名，个人特性卷轴2张，换一件白银级以上的防具。落雨心中一动，发了交易框后说道：你要什么样的防具？爆族匿名，只要是白银级以上的都可以。落雨将黄金软甲放了上去，这件黄金级的可以吧？咦，黄金级的，你竟然有这样牛批的东西？这人看起来很惊讶，但随即发现了什么，说道：死者衣物，兄弟，穿了死者衣物会带来灾难的，你这东西掉价了呀。落雨早就想到了这一层，回复道：别说的那么严重，无非就是偶尔可能会有 debuff 罢了，这衣服关键时刻是能够保命的，而且只要有净化之水就可以净化。这一轮空投补给后，我想净化之水这种东西肯定出了不少，要不要交易？你仔细考虑一下。这个暴族明显动心了，黄金级的防具那真的是能够救命的东西，眼看着袭击临近了，活着才是王道。况且这个人族说的好像有点道理，真要收到净化之水，自己可能还赚了。思考了一会后，暴族回复道：行，那交易吧。交易成功，您获得个人特性转移卷轴星号2。关闭交易框后，落雨眼中露出了喜色，他拥有钻石外套，目前对于防具已经不太需要了，也不想那么麻烦去搞净化之水，直接换成急需的卷轴才是王道。点开了俘虏页面，2个男性俘虏分别有厨师特性和酿酒师特性，其中厨师还是个2星的。没说的，直接转移。光芒一闪，2张卷转消失，落雨多了2个特性。厨师2星，烹饪速度正100%，食物有毒几率下降20%，食物可口度正20%，正向 buff， 属性点获取几率正20%。酿酒师1星，酒类酿造速度正50%，成功率正50%，正向 buff， 属性点获取几率正10%。酿酒师暂且不提，这厨师特性可是好东西啊。目前基地内落雨负责做饭，原本做一份简单料理需要1小时。厨师特性节约1半时间，全局工作速度正100%，又节约1半时间，一份料理只需要15分钟就够了。时间就是金钱，既然特性已经获取，2个男俘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上架。不过片刻之间当场就卖掉了，赚了 4W， 白银又回到 35.5W 了。落雨看了一下雷电科技的前置资源，铜矿星号20000，黄金星号20000，白银星号1000000，还是不够。第83章，暗器是一只母鸡。白银和铜矿落雨不担心，但是2万黄金却是一笔巨款。蝎王是会每隔4-5天带个100单位黄金回来，但是架不住要求的黄金多啊。买黄金的话肯定是不会干的，太浪费了。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竞技场，黑铁场，雨的房间，人族，生死看淡，不服就干，100黄金一把，有胆子的来。竞技场未必要赌白银，别的东西也可以，100黄金等于 1W 白银以上，赌资还是非常大的。落雨不是第一个赌黄金的，很多家伙挖到黄金甚至白金都在那赌。这次并不是立刻有人进入房间，落雨等了大概10几分钟后，
终于有人来了。出现在对面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熊族，外形有点像以前英雄联盟里的雷霆咆哮。他挥舞了一下爪子，沉声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族敢赌黄金的。很好，你很有勇气。老子这正好有500黄金，敢不敢加注？”白天的特殊事件看来让不少人发了财。洛雨这一身装备属性，别说赌500，赌5000都不带怕的。当然，他不能表现得太积极，扮猪吃虎，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还是要的。装模作样的迟疑了一下后，他咬牙道：“好，500就500。提示：本房间的赌注变更为500黄金。500黄金真的是一笔大数目了。房间内立刻引来了不少观众。大家一看，强悍的熊族没什么问题，但是另一边竟然是个人族。这个人族疯了吗？和熊哥赌500黄金，正常。竞技场里想钱想疯多的是。咦，这个人我听说过，似乎对付虫族有一手。一时间，大家窃窃私语不断。熊族男子冷声道：“很感激你送钱给我，放心，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嘎嘎嘎！3、2、1，开始！倒计时结束，洛雨第一时间一摆手，眼前光芒闪烁，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野狼。咦，御兽师！好家伙，原来是御兽师啊！怪不得有这么大的胆子。不过就算是御兽师，靠一只狼也没用啊！狼王阿铁露出了凶狠之色，熊族男子怪笑道：“那我就先杀了这只野狼。”他咆哮一声冲了上去，狼王阿铁也是嚎叫着扑上去。男子一拳轰向了阿铁，熊的力量不是开玩笑的，从属性上来说，就算是狼王也远远不如这熊族男子。眼看着一拳就要打在阿铁的脑袋上，突然一根箭矢飙射而出，几乎是本能的，熊族男子听到弓弦一响就侧身，堪堪避过了飞来的羽箭。但是他没想到一根羽箭之后还接着2根，噗噗，2声闷响，羽箭直接刺入了熊族男子的胸口。3箭连发，这个人族还是个弓箭手。观众们纷纷赞叹起来。但这熊族男子极为凶悍，直接拔掉了身上箭矢，咆哮着冲向了洛雨。只是这时，阿铁从身后扑来，狠狠地咬在他的手臂上。熊族男子吃痛之下，用力将阿铁给甩开。狼王的牙齿不是开玩笑的，就算被甩开，还是带下来2道肉来。啊！熊族男子疼得呲牙咧嘴。虽然竞技场不会真正受到伤害，但是痛觉反应还是一样的。噗噗噗，又是3箭连发，这3箭刺入了男子的后背。此人真的是非常凶悍，竟然不管不顾地冲向了洛雨。见到这一幕，洛雨眼中露出了一丝笑意。他根本没有用全力射箭，要不然如此高的属性值和养油弓的威力，一箭就能杀了他。要的就是险胜。如果是碾压的话，以后谁还跟他打？演起来！见熊族男子一拳轰来，洛雨一个翻滚躲避开去。下一刻，阿铁又扑了上来，这一下直接将熊族男子给扑倒了。嗖！一根箭矢飙射而出，刺入了男子的咽喉。此人张了张嘴，看着洛雨的目光带着一丝怨毒，仿佛在说：“你给我等着。”下一刻，他直接暴毙，消失在了房间中。KO， 您获得胜利，耗时1分21秒。您获得黄金500，观战费白银920。这个人族小子竟然赢了！我去，御兽师加弓箭手好猛啊！是啊，这是个新流派，思路有了。宇哥哥好帅，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小迷妹啊！一时间，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洛雨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装作松一口气的表情。看他样子也挺惊险的，御兽师也不是不能战胜的。洛雨这般表情落在了众人眼中，大家又得到了新的结论。果然，立刻有人上钩了。一个雪豹族的女子进入了房间，冷声道：“别人怕你的狼，我可不怕。还是500黄金，开始吧。”洛雨同样冷笑道：“好啊。”3.2.1开始。倒计时结束，雪豹女子猛然扑了上来，速度快得连阿铁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看敏捷至少60以上，但是在洛雨眼中就不是那么的敏捷了。60点敏捷有点慢动作的意思。他在此女暴起的一瞬间，突然一摆手，再度召唤，眼前光芒一闪，竟然出现了一只母鸡。雪豹女子正在全速冲刺，冷不丁面前飞来了一只母鸡，距离太近反应不过来了，直接一连撞在了母鸡身上。母鸡直接暴毙消失，但是雪豹女子也是一个踉跄跌倒在了地上。身后追来的阿铁直接扑在了此女的后背上，狠狠地咬住了她的脖子。洛雨也是落井下石，用弓箭刺入了此女的身侧肋骨，鲜血横流。雪豹女子在消失之前惨然道：“母鸡也有品级吗？”洛雨笑道：“不错，我这母鸡下蛋可猛了，在我眼里它很美。”美？鸡很美？雪豹女子张了张嘴，眼中露出非常不甘心的神色，但还是消失不见。KO， 您获得胜利，耗时12秒。您获得黄金500，观战费白银1650。观众全部哗然。第84章，
温柔的落羽得到了飞斧发射器。卧槽，这人竟然有一只品级母鸡！鸡你太美，喜欢唱跳 rap 篮球。楼上那个是人族吧？你暴露了，哈哈哈！原来母鸡也能当做暗器使用，学习了。虽然现实中不会受伤，但真的不影响生蛋吗？众人七嘴八舌，大家对于御兽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一时间竟然也没有人敢上去挑战了。赌资太贵，而且母鸡暗器有点小猛。落羽等了10几分钟没人来，知道自命不凡的种族不屑跟他这个人族对战，差不多的种族出不起钱，算了，今天就到这吧。要是每天能赚1000黄金就好了。落羽心中暗笑，退出竞技场后，点开仓库概况，看了下线，再有3500黄金了。明天再接再厉。满是雾气的浴池中，小蝶走了上来，再坐在了落羽身边，微微有些脸红的说道：“主人，你去竞技场打架也可以带上我们呀，我们也可以保护你。”落羽哈哈笑道：“杀鸡焉用宰牛刀，而且我舍不得你们3位小可爱与人厮杀。”此言一出，3只兽娘都脸红了。小蝶想到了什么，扑哧笑道：“我还记得某一天，有些人大喊小蝶救我，这回又舍不得了啊！”哈哈哈！落羽发出了尴尬的笑声。小蝶这孩子记性怎么这么好呢？清晨，落羽醒来的第一件事还是看看今天的 buff。果然，各种加持之下，今天有了行动狂热 buff 和稀有物品出产率增加 buff。第二个 buff 钓鱼不错，落羽吃了早饭后就去钓鱼了。很久没来钓鱼了，往湖边青石上那么一坐，立刻就感觉到了什么。阳光刺眼，气温来到了36度，很热的天气。落羽穿着隔热的衣服裤子，不怕热，但是身边的小空转头看去，发现小空脸上已经有一丝汗珠了。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太阳底下钓鱼，一定很热吧。原本水嫩的皮肤也黑了一些，但始终没有任何的怨言。不仅是他，小蝶也经常来钓鱼，他们俩真的好，这要换了个人，直接撂跤子不干了。落羽暗道自己粗心了，柔声道：“小空，今天我钓鱼，你去别墅内打扫一下卫生。”乌啾！小空很听话的，轻轻叫唤了一声后，便跑去打扫卫生了。落羽心中愈发喜欢这只小可爱，同时心中暗想这么下去不行，得让小空有个舒服的地方钓鱼。他翻起了建筑页面，最终锁定了2个建筑：高级垂钓码头，垂钓效率正 30%， 稀有物品获取率正 30%， 娱乐值加5；雅致湖心亭，垂钓效率正 10%， 稀有物品获取率正 10%， 基地整体美观度增加，娱乐值加5。这2个建筑是可以组合叠加的，看起来挺不错。而且建筑的材料都一样，石砖星号20000，木材星号10000，白银星号5000，翡翠星号200，黄金星号200。有点小贵，而且像这类非必须的建筑都会大幅增加基地的评分。但是落羽想到刚才小空汗流浃背的样子，还是选择建造了。不仅是小空，自己以后也会经常来钓鱼，不想晒得跟个木炭一样黑。石砖这些天存了不少，用木材买。稀里哗啦一阵操作，眼前光芒闪烁之间，首先出现了一处延伸进小湖的垂钓码头，大概向小湖中延伸了10米左右。在码头的尽头出现了一座漂亮的小亭子，这是一处典型的东方湖心亭，亭子中放着石桌、石凳这类的石质家具。大热天坐在湖心亭中，还有一种清凉的感觉，遮阳效果很好，挺不错的。落羽看了一下基地评分，好家伙，直接给干到了8800，一个建筑竟然给了600评分，和大别墅差不多了。果然，造这类非必要的奢侈建筑给的评分太高了。抛竿、垂钓，落羽坐在湖心亭阴凉处的石凳上，一边钓鱼一边思考着用什么抵消这部分评分带来的威胁。之前想要铺设地砖暗葬地此工程还没完工，现在又增加了1200的评分，就算有了强化投石车，也还是得想办法增强防卫，要不花钱再造个箭塔。落羽心中这般想着着，突然发现钓到东西了。这才多久？有1分钟吗？垂钓效率增加后这么给劲啊！手感一看是个铁皮箱子。是了，自己有 buff， 稀有物品获取增加，效率和 buff 叠加，这不箱子来了。在开启箱子之前，落羽迟疑了一下，貌似特殊事件后没有出现灾难，暴击用了吧？他心中默念了一句，100倍暴击触发。得到提示后，落羽直接打开箱子一看，是一张卷轴，自动飞斧弹射器制作图，木材星号2000，石砖星号2000，白银及以上动物的金星号1，黄金星号200。咦，是防御武器。落羽心中一喜，这些材料他正好有。之前黄金蝎王死掉后，给了一根黄金级的金，还在冰窖呢。落羽知道早晚有用就留着，这不现在就派上用场了。正想着加强防御，就有图纸来了，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强不强。点击建造之后，眼前光芒闪烁，出现了一架大型的石弩，石弩上放的不是弩箭，而是一把小型石斧。自动飞斧弹射器，
近距离斩杀类防卫建筑，威力强劲，命中率高。安置地点需要摆放10砖自动生成10斧发射，射程较近。提示：因为您使用黄金级动物的金建造了飞斧发射器，飞斧的射程加10米，斩杀威力增加，当前射程20米，请选择安置地点。好家伙，竟然是斩杀类的防御建筑，原本10米的射程的确有点近，但20米就不错。洛雨看了看上面的10斧，先不说锋利不锋利，被这东西砸到都得暴毙吧。这就是用来对付盾牌兵的。箭塔和弩箭不好对付盾牌兵，但是飞斧一砸一个准，好东西啊。第85章，大扫除的好处出来了。洛雨想了想后，还是决定安装在正面围墙上，就东面围墙的正中央。10砖的话，叠一些放在围墙上就完事了，防御再度牢固了一些，而且还解决了老大难的盾牌兵问题。洛雨心中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其实吧，他也知道自己不用那么担心，基地不仅仅是靠自动武器防御，真正厉害的是他自己和一众动物。但是他总觉得需要自己和动物们上阵肉搏是一种失败。等袭击来时，自己坐在别墅中喝着小酒，依靠基地自动化防御，轻松干掉袭击，那才是领主的上流生活。再接再厉吧。吃过了饭的洛雨坐在湖心亭中钓鱼，看着湖面上的空气都有一丝丝扭曲了，绝对很热。人体的耐温大概是38度左右，超过这个数字暴晒就容易中暑了。洛雨因为衣服裤子的缘故，光舒适温度就达到了78度，耐温在85度以上，他是感觉不到热，但现在是真的热。这大概有7、8天没有下雨了吧。洛雨心中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在群里面发言道：这天这么闷热，你们防暑的工作怎么样了？方雨梦，别提了，什么都干不了。我和姐妹们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别的基地成员也不允许他们中午的时候外出干活了。爱丽丝，我们的树屋耐热比较好，大家都要做好防暑准备。洛雨，听说我虽然没有系统提示，但我感觉不对劲了，可能有干旱的风险。食物的储存，人体的散热，菜园的灌溉，马上都要出问题。我提醒大家应该立刻开挖地窖，购买冰块隔热。那可儿，我同意。之前的特殊事件，很多区域都下起了冰雹，现在的冰块价格不算离谱。牛大，离不离谱我不知道，但我没钱。哎，好想把湖里的怪物消灭，到时候就能够浸在水里，舒舒服服的躲过夏天了。落雨，的确，这也是一个办法。诸位的访客科技解锁的如何了？方雨梦，我搞定了。那可儿，我也搞定了。上一波的特殊事件让大家赚了不少钱，结果问下来，除了牛大之外，小群体内所有人都搞定了。方雨梦，落雨，我输入了你的编号之后，竟然提示拜访你的领地需要1万白银，你这领地评分是有多高啊？落雨看到这话心中暗笑，访客科技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拜访的，就算对方同意，基地评分低的一方要拜访评分高的那一方要花钱，因为这属于参观学习，是要出学费的。具体出多少学费分档次？落雨领地的评分比方雨梦他们3个肯定要多得多，所以要花1万白银，这还是上限了，真是差距可能远大于1万这个数字。他笑着回复道：我喜欢挖矿，造的东西比较多吧。众人，挖矿真的那么赚钱吗？大家约好了，再做2天准备，等下一波事件结束之后，就先去方雨梦的领地会面，一个一个来。至于 BOSS 战之后如何分配的问题，到时候再说。现在按照落雨的想法，大家先买冰块。落雨也是开始买冰块，因为是夏天，就算是之前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冰雹，但是冰块价格还是有点小贵，300白银一个单位。落雨有钱，一口气买了100单位的冰块，花了3W 白银，急急忙忙放进了冰窖之中。这一下冰窖的温度暴跌，感觉已经零下5度以下了。这回小伙伴们也都开始挖地窖，落雨也没有打搅他们，继续钓鱼。别说这钓鱼效率起来了之后，箱子好像都活得多了。落雨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又得了一枚箱子，打开之后是一块巴掌大的黄金，运气不错。看了下基地的黄金数量，3800了，这数字的涨幅还是让他挺满意的。因为现在烹饪速度大大加快，晚饭1个多小时就搞定了。晚上7点左右，大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坐在桌上吃饭。小蝶吃了一口西红柿后汇报道：主人，这几天又存了12件女士内衣，你抽空可以卖了。哦，我立刻就卖。落雨直接点开仓库，一边吃着饭一边把女士内衣上架，这才刚刚上架5分钟，直接卖光了，又赚了 3.6W 白银，舒服呀。正吃着饭呢，突然他收到了提示，因领地的卫生标准提升，您受到了天道眷顾，获得体质+2。来了。看到提示的落雨大喜，卫生、美观、娱乐等等数值越高，越有可能得到属性点或者 buff，100以后的属性点不能用白银加了，可见这2点体质来得多么珍贵。看了一下卫生值，最高值还是98，现在值是95，这2天打扫卫生的效果出来了。
他看向了小空，笑呵呵的给他夹了一块肉。小可爱，来，多吃点，会长肉哟。小蝶见此轻咳了一声，也不说话，就是将食盒向着洛雨这边推了推。小脸上的表情很明显，主人我也要。洛雨见此哈哈大笑，又给小蝶和小金一人夹了一块肉，一碗水要端平吗？晚饭过后，3位小可爱一起刷洗碗筷，洛雨则是先去洗澡了。老规矩，进入竞技场赚钱，还是赌黄金，不多，100黄金，愿者上钩。房间刚刚开启没多久，立刻就有人进来了。来的是一位高大的熊族壮汉，他狞笑道：“雨，老子等你很久了，昨天坑了我弟弟500黄金，今天我要你加倍吐出来，1000黄金，敢不敢再赌一把？”好家伙，熊大出场，原来是来报仇的。洛雨心中大喜，脸上却是摆出了为难之色。他迟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我总共只有1500黄金，这1000黄金赌的是不是太大了？”大，老子给你来个更大的。熊族壮汉狞笑道：“说来巧了，老子正好也有1500。”第86章，老演员了。熊族壮汉狞笑道：“废话少说，今天就全压上，直接把你踢出黄金 PK 局，给你借赌。”一时间，来房间看热闹的熊族纷纷叫好，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别的种族也全都起哄起来。而人族这边则是纷纷规劝洛雨不要冲动，没必要这类的。什么冲动？洛雨就是故意加大赌注，今天他打算好了，帮着熊族老哥交点智商税。他装作被激怒的样子吼道：“好，看看是你把我踢出黄金局，还是我把你踢出去，来就来。”洛雨当场加注，熊族男子也是求之不得。提示：房间赌注变更为1500黄金。一时间，看热闹的纷纷叫好，大量的观众涌入了这个房间。不说黄金，单单是观众费都不容小觑。3.2.1开始，没有任何废话，熊大直接冲向了洛雨。这第一步的启动极快，从敏捷来上来，远胜过之前的熊二。阿铁，洛雨轻喝一声，狼王阿铁出现，当场就扑了上去，野蛮撞击。砰！一声闷响，熊大的肩膀直接和阿铁撞在了一起，力量上的差距当场把阿铁给撞飞了出去。熊大则是于事不减地冲向了洛雨。洛雨抽出了养油弓就要射箭，没想到熊大似乎早有了准备。休想！他竟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小石斧砸向了洛雨。洛雨虽然闪避开，但却已经失去了先机。下一刻，熊大已经冲到了脸上。土鸡！洛雨再度轻喝一声，土鸡暗器再出，母土鸡张开翅膀飞向了熊大的脸部，要去抓熊大的脸颊。土鸡的速度其实还可以的，突然出现的情况下，熊大也是吓了一跳。但是此人极为凶悍，非但没有本能的去闪避土鸡，反而是张开大嘴一口咬在了土鸡的身上。土鸡的爪子在他脸上留下了抓痕，但自己也被一下咬死了。去死吧！熊大一拳狠狠地砸向了洛雨，狼王已经来不及回援了，近距离张弓搭箭更是不可能。眼看着洛雨就要被一拳打中，但在这时突然有光芒闪动，一条红色的大蛇突然出现，蛇尾一个横扫，与熊大的拳头轰然对撞。砰！熊大被大蛇的尾巴给扫得后退了半步，眼中露出了震惊之色。不仅是他，所有人都震惊了。青铜级，这人有青铜级的大蛇，我的天，这就是御兽师的杀招吗？可怕！每个人都是瞠目结舌。熊大猛地反应过来，眼前的蟒蛇和水桶一样粗，至少10几米长。他知道被蟒蛇缠住会是什么后果，连忙后退。但是这时狼王已经爬上来了，狠狠地咬住了熊大的手臂。他猛地一甩，竟然没有甩开，下一刻胸口一痛，噗噗噗，又是3箭连发，3根羽箭刺入了熊大的胸膛之中。他暴怒之下拔了羽箭，同样一口咬在了阿铁的脖子上。一狼一熊人竟然互相撕咬起来，但是还有一条大蛇呀！红鳞巨蟒可是青铜级的，他猛烈地缠住了熊大的腰肢，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熊大想要将巨蟒推开，但却做不到了。他眼中露出了绝望之色，目光看向了不远处正张弓搭箭的人族，眼底满是怨毒。上当了！这个人族有底牌，故意激怒自己，坑自己的黄金。这是个演员。嗖！一根羽箭刺入了他的眉心。熊大张了张嘴，艰难地说道：“羽，这是没完。”声音落下，此人身体消失。KO！ 您战胜了对手，耗时3分29秒。您获得黄金1500，白银2610。这一下，黄金来到5300，白银来到了40W，血赚啊！房间中的观众们一个个瞪着洛雨，心中冒起了一股寒气。他们发现御兽师最猛的一点是，你永远不知道他还会召唤出什么怪物。下面这个代号的人族竟然还有青铜级的凶兽，要知道现在青铜场都没开呢，可怕呀！一时间没人敢跟他对战了。洛雨等了许久，发现没人来打了，看来红鳞巨蟒的威慑力太强了。
行吧，退出，抱着咱家小可爱睡觉去。又是一天的清晨来临，醒来的洛雨第一时间查看自己的状态和昨夜的系统提示。提示：钻石级大床给您带来了属性提升，您的力量+1，当前101。提示：小空、小蝶、小金的毛发生长进度正50%。睡一觉给了一点力量，躺着就把属性给赚了。小可爱们头发又要长长了，舒服。今天又是心情美好的一天呢。吃过了早饭的洛雨出门，发现大清早的气温来到了恐怖的37度，这才早上7点多啊！阳光直射下，外面的空间似乎都扭曲了。早上8点，系统提示出现了，警告：受到神秘力量的干扰，整个天道世界被热浪侵袭，气温将连续攀升，热浪持续时间在10天以上，同时夏季将会延长，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热浪，洛雨心中咯噔一下，暗道糟糕。特殊事件之后，果然出现了危机事件了。在提示刚刚出现的5分钟里，气温直接飙升到了40度，而且还在持续不断的升高。世界上一片哀鸿遍野，区域聊天也是大呼完蛋。40度啊！稍微的户外工作立刻就会中暑，这气温对于人族、兽人这类温血中庸的种族都是很大的威胁，更不要说是一些不喜欢高温的种族了，比如水族，比如美丽的寒冰族、雪族或者抵御炎热比较差的种族，简直就是致命。小群里也是炸开了锅。那可儿啊！天呐，热浪要死人了！方雨梦还好听了洛雨的话，造了冰窖。话说冰窖能扛得住吗？艾琳娜应该是扛不住的，得想点别的办法。爱丽丝，愿每一个生灵都能够平安度过这次浩劫。牛大，我皮糙肉厚，不怕晒，就怕草都旱死了。第87章，恐怖的热浪来袭。洛雨看了看拍卖行冰块的价格，瞬间飙升了20倍。他在群里说道：普通的地窖就算放了冰块，也挡不住这么高的温度。跟你们说，要建造仓库。洛雨将他的个人经验传授了一下，大家也是各抒己见，纷纷发表看法。最后得出结论，不仅要地砖隔温、仓库隔温，还要铺设隔温层。这隔温防晒层最好的原料其实就是布匹、皮毛这类的。这个小群体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了，趁着布匹、棉花这类的还没有涨价，立刻收购了一波。洛雨也不是小气的人，自己的棉花经过上一次的丰收祝福之后，存货不少，原价卖了他们一些。包括狼皮也是，铺设在屋顶隔温有奇效。一时间，大家都是纷纷准备起来。洛雨查看了一下自家地窖的情况，气温也在缓缓的升高，还是要做准备的。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准备的过程就有中暑的危险，但洛雨不怕。他快速的将狼皮铺盖在了仓库的屋顶上，并且灵机一动，用木桶浇上了水。狼皮吸收水分之后，隔热的效果更好了，地窖的温度再度开始下降。他微微点头，就在这时，有提示出现了，警告：您的伴侣宠物小蝶有轻微中暑的迹象。啊！小蝶这会正在地下室工作呢，以手扶额，似乎有些晕乎乎的。洛雨感到后一下扶住了他，关切的问道：怎么样？主人，我没事，就是有点晕。小蝶耐寒很强，但是耐热很差，最高舒适温度其实只有36度。现在外面的气温已经飞涨到了42度，大别墅虽然隔热的效果不错，但内部也已经有36度了，怪不得小蝶中暑。中暑的话，吃药草都没用，不把温度降下来是治不好的，而且还会越来越严重。仓库，洛雨直接抱着小蝶跑进了仓库。高级仓库的隔温效果，加上铺满的打湿狼皮，加上地窖口透出的一丝丝的冷气，整个仓库现在的气温是25度。小蝶在原地坐了一会后，恢复了不少。他吐出一口浊气，说道：主人，这天太热了，我哪都不去了，就在仓库打地铺睡觉了。的确，这气温还真是哪都去不了。洛雨看了看小金和小空的状态栏，小金最高舒适温度300度，它能够在开水里舒服的游泳，岩浆洗澡，说的就是这种动物，不用管它。小空的最高舒适温度65度，也是个离谱的小可爱，这回又去凉亭里开心的钓鱼了，也不用管。可惜了，钻石衣服和白金裤子都跟自己绑定的，小空不能穿，要不然脱下一件给他就基本能扛很久。又看了看别的动物，大章鱼和大蛇在水里没关系，但是公牛、母牛、2只袋狼、母鸡以及一大群虫子都扛不住这种高温的。洛雨急忙把所有扛不住的动物都集中在了仓库里，在中暑之前让他们降降温。这些动物聚集在仓库中，明显松了一口气。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动物太多，而且体型都不算小，它们自身会排出大量的热量，仓库的气温上来了，又接近30度了。而这回外面的气温来到了恐怖的45度，这才刚刚早上10点啊！看了一下世界频道和区域频道，一片哀鸿遍野，已经有很多人中暑了，搞不好一些可怜的种族会在这次热浪中灭绝。小群内倒是还好，大家毕竟有冰窖，挡不住了还能躲进去一段时间。方与梦，大家都在吗？外面45度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刚才我翻阅建筑的时候，看到了娱乐室，里面有室内泳池，泳池能够降温避暑，人和动物都能够在娱乐室中躲避这次劫难。而且娱乐室早晚要建造的，我认为可行。趁着木材这类建造材料没有涨价，大家快决定。看到方雨梦的提议，洛雨心中一点，点开了建筑页面。娱乐室与别的建筑一样，都分为很多种，其中高级娱乐室带泳池，但需要水循环系统。当然，没有水循环系统也可以，就是泳池需要人工注水，而且是死水，时间长了减低卫生标准，进去洗澡容易水中毒。高级娱乐室建筑材料星号100000，木材星号20000，白银星号5000，黄金星号200，翡翠星号200。这种东西非常的贵，而且评分加的高会导致袭击严重的。群里没人说话，都在权衡利弊。艾琳娜第一个忍不住：“洛雨，你觉得呢？”爱丽丝：“洛雨你来决定。”不知不觉中，这个小团体很多时候都是以洛雨为核心了。洛雨思考了一下后，回复道：“建造娱乐室的确是目前解决热浪威胁的可行办法。泳池如果能够注满水，以娱乐室特殊的布局，等于是一个大型的蒸发制冷池，能够有效降温。至于水循环，我想现在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总有办法灌水的。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材料，你们的材料够吗？第二，制作这类奢侈建筑会大幅增加评分，我预计会增加800点评分。按照上个月的经验，月底有可能会多出40个袭击单位。你们有自信能够抵挡吗？众人陷入了一阵沉默。爱丽丝说道：“看天道说明夏季会延长，月底袭击这次来得更晚一些，如果能够度过这次热浪，未必不是一个机遇。我想到时候一定会有办法的。”方雨梦：“虽然我不能保证可以度过袭击，但是热浪就在眼前，如果保不住家里的动物和基地成员，那也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没有犹豫的空间了。”大家纷纷赞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怕袭击。剩下的就是建筑材料的问题了。洛雨说道：“石砖不能直接在拍卖行购买，但是能够用东西换，木材倒是可以直接买。至于黄金、翡翠，这个数字你们可以凑齐吗？”第88章见面。群里的女孩们，洛雨已经暗中打算借出去一部分黄金了，但没想到的是，大家都说黄金和翡翠有存货，而且存货最多的是牛大。他听了洛雨的话，整天挖矿，等级上来了，出了很多稀有金属，但因为没建造什么东西，都存着呢。洛雨笑道：“大家都是有钱人啊，白银不够的话，我这也有一个办法。晚上热浪会稍微消退，我们就趁着晚上的时间击杀湖中的怪物，以它爆出来的东西为基础建造娱乐室。今晚就开始，你们认为呢？”大家就这么办。今晚第一站，方雨梦的领地。到晚上时间还早，洛雨不怕热，但是刺眼的阳光还是让他有些睁不开眼睛。他跑到缝纫台，用竹子编制了一个斗笠，这下可以在阳光底下工作了。方雨梦说的一点没错，娱乐室还是要造的，而且要造好。洛雨决定将娱乐室建造在大别墅旁边。高级娱乐室建筑材料星号100000，木材星号20000，白银星号5000，黄金星号200，翡翠星号200。建筑材料自然是石砖，10W 的石砖目前不够，先未雨绸缪吧。拍卖行木材价格是1比2，洛雨花了4W 白银购买了2W 的木材，堆放在了仓库中，接着前往矿洞了。现在能够正常行动的只有洛雨、小金和小空3人，小金还是切石块，洛雨带着小空去矿洞挖矿。目前矿脉还有一些资源，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不管是出于哪种考虑，都应该尽快堆积资源。挖了一整天的矿，小空的等级低，出了很多石块，而洛雨则是大多铁矿、铜矿之类的，因为他的采矿效率实在是太高了，经验值在那飞涨。今天把采矿升级到了 LV8，出了2只绝地虫，全部驯化，而且还得到了一点力量的增加。小金切完了所有的石块之后，看了一下存量，有8W， 明天就能够凑够高级娱乐室所用的石砖了。矿脉资源还剩下 18%， 若非之前连续的增加了资源，这会已经被挖空了。傍晚的时候，气温略微有些下降，但外面还是在42度的恐怖温度，别墅内的温度下降到了33度，总算是能够待人了。大家一起洗了个澡，小蝶早早的就去睡觉了。看看时间差不多，洛雨正想着发动访客功能呢，提示就来了：方雨梦邀请您进入他的领地，您本次拜访无需额外支付费用，是否前往？洛雨选择了确定之后，又跳出了提示：请指定您离开后领地的临时负责人。小金，我去就来，这边就交给你了。听到洛雨的话，小金点头道：知道了，你要遇到什么危险就召唤我吧。热浪的情况下，傻子都不会来袭击，没什么好担心的。洛雨淡淡一笑，下一刻面前出现了一扇光门，他直接走了进入。眼前一阵天旋地转，洛雨回过神来之时，已经身处一片陌生的基地中。洛雨，有好听女声响起，定睛看去，眼前是一群女孩子。
是的，一群。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洛雨却知道他们谁是谁。站在中间的长发女子看起来20左右，模样清纯漂亮的这位一定是方雨梦。在她身边的那位25岁左右的女孩，应当是之前提到过的那位人事部经理，有招募个人的女孩。另一位扎着马尾的少女看起来只有15、16岁，自然是他们领地的另一个女孩子。另外几位更加的好辨别，长着猫和猫尾巴的俏丽少女是奈可儿，皮肤白皙，一头白色长发，女神一般美丽的肯定是爱丽丝，皮肤略显黑色，容貌俊俏，英姿飒爽的短发精灵少女艾琳娜无疑了。洛雨脸上露出笑容，淡笑道：“都到了呀，果然大家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跟我想象的一样。不管是哪个种族的女子，被人夸赞美丽都会开心。”眼前的妹子们都有些微微脸红。方雨梦轻笑道：“之前我们都在猜测，一个酷爱挖矿的男人会不会是体型巨大的肌肉男？见了人才知道，原来你挺清秀的。”洛雨呵呵笑道：“是这样吗？长得清秀真是对不起啊，让你失望了。”哎，是失望。方雨梦反应过来之后，脸上一下红了起来，急忙解释道：“胡说八道，我又没说自己喜欢肌肉男。”他的反应让大家轻笑起来，一句玩笑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眼前那么多好看的女孩子同时露出笑容，仿佛黑夜中绽放的美丽花，真的非常养眼。当然，养眼归养眼，现在有正事要做。看了一下温度，就算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但还是很热的39度。好在没有阳光直射了。他淡笑道：“走吧，咱们开始。”说着，当先向前走去。这些女孩子们在与洛雨擦肩而过的时候，看着她的侧脸，表情各不相同。爱丽丝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娜可儿有些脸红，方雨梦眼底有浅浅的笑意，而艾琳娜则是惊讶，想不到这个愚蠢的男人长得倒还不错。身边的爱丽丝看着洛雨的背影，轻笑道：“只有长得不错而已吗？见到洛雨本人，我觉得心里挺安心的。”“安心吗？”“是。”“哼。”艾琳娜轻哼了一声，见方雨梦和娜可儿等人已经跟上了洛雨，她和爱丽丝也是向前走去。洛雨沿路参观了一下方雨梦的基地，一间小高层带着阁楼，门前一片小花园，地板都是普通石砖铺设的，围墙似乎也是中级围墙，长短都是50米。在围墙之上装着6把自动弩箭，驯兽场中这回大量的动物都趴在那不动，天太热了，一动就全身冒汗。菜园在围墙之外，远处一片庞大的果园，非常的引人注目，可以说算是一个舒适的小基地了，能够在2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发展成这样，相当可以。第89章组队，狩猎开始。娜可儿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微微感叹道：“雨梦，你家好漂亮啊，评分多少了？”1600分。方雨梦淡笑道：“你们呢？”娜可儿羡慕地说道：“我家才1000分了。”看区域聊天，大家都在600分左右徘徊，你可真是个小富婆。爱丽丝柔声道：“雨梦的领地发展得很好，我和艾琳娜都是只有1200分。”这位白发精灵姐姐的声音真的很温柔，长得也是漂亮的不像话。在洛雨眼中，方雨梦已经是1等1的美女了，比电视上的明星都美丽，而且是纯天然的那种健康美。但是跟爱丽丝姐姐一比，还是略有不如的。说来，大家虽然是不同种族的，但是互相间对话却一点妨碍都没有，这就是天道世界的神奇。方雨梦好奇道：“洛雨，你的领地评分是多少了？我尝试要拜访你的领地，竟然提示要出最高档的参观费。”见这群漂亮妹子们的目光都汇聚在了自己身上，洛雨淡笑道：“评分相差1000分，就需要出1万白银的最高费用了。”“咦，这么说来，你的评分要接近3000了。”娜可儿小小的惊呼起来，其余妹子也是佩服的看着洛雨，就算是一直不服洛雨的艾琳娜，眼底也有一丝敬佩之色。洛雨没有接话，但心中暗笑：难道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评分是8800分？把美女们吓坏了怎么办？他转移话题，看着娜可儿淡笑道：“可儿，之前你好像答应过让我摸摸耳朵来着。”娜可儿闻言娇躯一震，涨红着脸道：“乌喵，在这？现在？至少不要现在好不好？人家身上都是汗。”这话听着怎么怪怪的呢？方雨梦将娜可儿拉到了身后，看着洛雨似笑非笑的说道：“哦豁，洛雨，你和可儿做了什么约定呀？说来听听好不好？”压力，无形的压力。这股压力不仅仅是来自方雨梦的，还有爱丽丝和艾琳娜。洛雨愣了愣后，好笑道：“干嘛那么看着我？可儿毛茸茸的耳朵，你们都不想摸啊？”这女孩子们闻言都看向了那可儿的耳朵，眼中都露出了异动之色。乌喵，你们要干什么？感受到威胁的那可儿急忙跑到了洛雨身边，大家互相看了看后，都是再度笑了起来。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都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般，气氛很好。一路和朋友们聊着天，仿佛都感受不到高温了。来到小湖边时，洛雨收敛了笑容，
沉声道：“不能再靠前了。”大家本能地停下了脚步。爱丽丝走到了洛雨身侧，柔声道：“洛雨，你来指挥吧。”妹子们都是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洛雨也是当仁不让，点头道：“好，不过在那之前，咱们得先组队。”点开了组队界面，一顿操作之后，提示来了：“您与方雨梦、纳克尔、爱丽丝、艾琳娜成功组队。提示：组队人数最高不能超过10人。目前小队的人数是5人。至于方雨梦领地的另外2位姑娘，则是留在了屋子内。她们虽然点了体质，但现阶段没什么战斗力的。天那么热，留家里待着吧。”组队之后，能够看到小队人员的简单描述。洛雨的描述就是御兽师，方雨梦也是御兽师，纳克尔的描述是敏捷型战士，2位精灵妹子则是精准的弓箭手。似乎只是从对方最擅长的领域做出了描述，具体的属性点、装备什么的都没有。方雨梦说道：“我的力量和敏捷都在35点，算是个近战战士吧，不用把我当做女孩子看待的。”洛雨微微点头道：“那就把你当做男人看待了。”方雨梦闻言一愣，轻轻白了洛雨一眼，而洛雨则是专注地望着眼前的湖面，沉声道：“首先是要将大黑鱼给引出来。”话音刚落，艾琳娜取出了一株药草道：“这是我之前种下的，结果下雨天变异了，成了引兽草。之前试验过，对湖中的黑鱼怪有用，可以将它引到岸边的浅水区。”此言一出，大家脸上都是露出了喜色。洛雨还想着用特殊牛奶呢，看来用不着了。他笑道：“很好，下一步就是要将大黑鱼给拴在岸边，不能让它轻易逃回去。”见妹子们都看向自己，洛雨知道他们没什么办法了，平静地说道：“这事我来办。雨梦，你在岸边建造简易的瞭望塔，用来拴住黑鱼，用完了拆了就是，不会损失多少材料的。”“好。”方雨梦认真点头道：“我听你的，建在哪里？”洛雨干脆地说道：“就在这，开建吧。”不过片刻之间，一座简易的瞭望塔就建造起来了。洛雨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紫藤，在自己领地就是靠编织的紫藤牢牢地拴住大黑鱼的，这可是受过实战检验的好东西。接着他又取出了那把改装的钩爪长矛，将长矛用紫藤拴在了瞭望塔上之后，他看向了2位精灵妹子说道：“爱丽丝、艾琳娜，等大黑鱼出现后，你们一左一右各自寻找射箭的位置，先射他的眼睛，消灭水怪。你们是主力输出。”爱丽丝认真的点头，艾琳娜活动了一下胳膊道：“看来你已经想好了一切，那就让杀戮快些开始吧。”暗精灵果然是血。洛雨心中给漂亮的艾琳娜贴了一个标签，转头看向了猫娘道：“可儿，一会困住大黑鱼后，我会让雨梦建造简易的水上浮台，有信心跟我一起上去砍怪兽吗？”纳可儿咯咯娇笑道：“我花了很多钱点敏捷的，可是快到50了，这话应该我问你才是。”方雨梦举手道：“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洛雨目光看向了方雨梦，不得不说，这是个勇敢的女孩子。好，一起。分配完毕，洛雨看向了艾琳娜道：“引兽草给我吧。”第90章，2刀把鱼头给剁了。艾琳娜点头，接过了这位精灵妹子珍贵的引兽草后，洛雨直接走入了水里，准备安置。他发现湖水有点烫，气温太高了，导致表面的湖水温度都起来了。将引兽草放在了岸边凸起的一块青石上，洛雨回来后沉声道：“各自隐蔽起来。”言罢，直接爬上了瞭望塔。一时间，湖边安静了下来，空气都显得有些紧张。引兽草效果很好，不一会儿，远处湖中心有一片巨大的黑影浮现，与之前自己领地的那条大黑鱼一模一样。但是洛雨发现了异常，现在这条黑鱼游动的速度似乎没有自己领地的那么快，而且表面的鱼鳞不再是纯黑色，而是略显发灰。水温，他一下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所在。因为水温升高，导致大黑鱼似乎被削弱了。随即联想到了另一件事，热浪看似是个恐怖的高危险事件，但其中也隐藏着机遇，是消灭湖中水怪的大机遇。此刻，下方的妹子们一个个的都是呼吸急促，看起来有些紧张。大家都知道，第一波能不能将水怪拴住是这场作战的关键。不自觉的，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独自站在瞭望塔上的洛雨。此刻，洛雨手持钩爪长矛，表情严肃地看着湖中的那片黑影。眼看着黑影越来越接近岸边，某一个瞬间，他的上半部分终于露出了水面。就在这一刻，洛雨脑海中闪过了分解大黑鱼尸体时那骨架的形态，接着看准时机，猛地将长矛投掷了下去。标枪精通加上102点力量的加持，长矛高速旋转着刺向了大黑鱼。噗！一团血花从大黑鱼的背部爆炸开来。虽然没有用100倍暴击，但今日洛雨的力量绝非当日可比。加上大黑鱼的鳞片被热水给泡软了，这一下长矛深深地刺入了大黑鱼的体内，并且倒钩狠狠地勾在了鱼骨上。大黑鱼吃痛之下，立刻剧烈地挣扎起来，口中有鲜血狂喷而出。
这一下是遭到重创了。下方的妹子们一个个有些发呆，既震惊于眼前发狂的巨兽，也对于落雨的力量和投掷手法感觉震撼无比。那高速旋转的长矛和爆出的一大团血花，给他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别愣着了，爱丽丝，艾琳娜射箭，雨梦，立刻修理瞭望塔。落雨一声轻喝，让大家如梦方醒。方雨梦慌张地点开了建筑页面，顺利地点击了修理之后，看见瞭望塔耐久度在恢复，不由松了一口气。嗖嗖，两根箭矢一左一右飙射而出，两位精灵出手了，箭矢竟然同时射入了大黑鱼的眼珠内，血花再度爆起，大黑鱼惨叫着翻滚起来，但因为深入体内的长矛倒钩已经勾住了鱼骨头，根本无法挣脱。大黑鱼眼睛瞎了，而且还无法挣脱。落雨无视了瞭望塔的摇晃，手中标枪再度猛烈地投掷而出，他分解过大黑鱼，知道弱点，这一根标枪刺入了黑鱼身体侧面，这属于弱点打击了。好！大黑鱼狂吼一声，口中剧烈的喷血，大力挣扎下，瞭望塔耐久飞速的下降起来。方雨梦大声喊道：落雨，修理的速度似乎不如大黑鱼摧毁的速度，怎么办？落雨快速的爬下了瞭望塔，同样大声道：大黑鱼眼睛瞎了，没有攻击目标的。雨梦，你立刻建造简易的浮台，我们近身上去杀了他，注意不要被他的鱼尾扫到。好！方雨梦连连点头，立刻点开了建造页面，开始建造简易浮台。所谓的简易浮台，就是一个个漂浮在水上的平台，比木筏的稳定性要好一些，很便宜的东西。这时艾琳娜和爱丽丝还在不断的射箭，他们射出的弓箭又准又狠，大黑鱼的鱼鳃、眼睛附近这类没有鱼鳞的地方成了重点照顾对象，一支支的弓箭对黑鱼造成了很强的杀伤力。不过几秒钟时间，围绕着大黑鱼附近水域出现了一圈浮台，纳可儿第一个冲了上去，轻喝道：怪物去死！手中的短剑猛地划过大黑鱼的身侧，在其身上留下了一道可怖的血痕。按照之前商量好的，不要贪输出，一击命中后直接后退。纳可儿从一块浮台后跳到了后面的安全浮台，舔了舔嘴唇，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落雨之所以下达近战指示，那是因为大黑鱼眼睛瞎了，无法准确攻击了。天气那么热，修理瞭望塔也要钱，速战速决的好。这回方雨梦也是冲了上去，在一块块的浮台之上跳跃后，双手持长剑，用力的一剑砍在了大黑鱼的脑袋上。单说力量，他比纳可儿都高，这一剑杀伤力巨大，在大黑鱼脸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大黑鱼咆哮起来，虽然双目失明，但是凭借本能就张开血盆大口咬向了方雨梦。落雨吃了一惊，急忙上去救援，但方雨梦很灵活，学着纳可儿往后面一跳，跳到了后方的浮台上，让大黑鱼扑了个空，只是溅起了水花而已。好家伙，这女孩子有战斗天赋，不简单啊！好！暴怒之下的大黑鱼猛烈地挣扎起来，但这时落雨冲了上来，手中的天弓刀狠狠地一刀劈了出去，噗！一团血花爆了出来，这一刀几乎将大黑鱼半个鱼头给砍了下来。这还没完，落雨再度一个反撩，102的力量让天弓刀裹挟着破风声，噗的一下彻底将那半个鱼头给砍了下来。大黑鱼身体一僵，直接不动了，被落雨直接砍死了。一时间全场安静了下来，妹子们看了看大黑鱼，又看了看落雨，一个个都是张了张小嘴，眼中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秒了！落雨2刀把鱼头给剁了。我的天，这是多大的力气啊！身边的方雨梦反应了过来，震撼道：落雨，你的力量多少点了？落雨晃了晃手中的天弓刀，淡笑道：比你们高一点吧，还好。高一点。纳可儿嘴角抽了抽，古怪道：至少有50了吧？高1倍还差不多。第91章分配奖励，各取所需。差不多。落雨淡淡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您的小队击杀了湖中黑鱼水怪，获得白银4万，兽魂核心星号2，清风剑法星号1，白银级武技。小队科技共享卷轴星号1，白银级装备宝箱星号2，个人特性卷轴星号1。随着提示出现，落雨和方雨梦所站的浮台上光芒闪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道具。落雨知道组队杀怪的所得会比个人高一些，但没想到给了这么多。当然，这些是要分的，单杀不需要分，收益上还是有差距。胜利！胜利了！纳可儿站在浮台上欢呼起来，一时间大家脸上都是露出了笑容。片刻之后，大家合力将大黑鱼的尸体给拖上了岸。落雨提议这些东西先由方雨梦收着，先一起合力把大黑鱼给分解了，储存好才是正途。天气太热了，这么大尸体放在外面，不出2小时就会腐烂的。大家都同意落雨的提议，开始分工起来。都独立生活这么久了，屠宰动物尸体这种事情还是很熟练的。但要说熟练，还是落雨动作最快。本来就全局工作速度正100%，
烹饪等级又上来了，这屠宰起来的效率看得妹子们直瞪眼。纳可儿好奇道：“洛雨，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什么都会啊？”“不只是会，而且都挺厉害的。”方雨梦补充了一句。洛雨一边手上不停，一边淡笑道：“厉害倒称不上，都学了一些吧。”“谦虚了。”方雨梦和纳可儿异口同声。洛雨好笑道：“干嘛？就算说我厉害，也得不到好处的哟。”“噗，你这人！”妹子们都是轻笑起来，气氛欢快起来。一群人分工合作之下，不过15分钟就处理完毕了。方雨梦基地的地窖虽然没有洛雨家那个格温这么好，但总算不用担心短时间内腐烂的问题了。片刻之后，大家都坐在客厅里，桌上放着刚才的战利品，女孩子们眼中都是带着欢喜之色。方雨梦笑道：“大家研究一个方案，怎么分？”话音落下，大家都是看向了洛雨。洛雨淡笑道：“大怪兽每个人领地都有，白银、兽魂核心和一本武技应该是固定出的。这样，这3样东西都给每个领地的领主，领主只拿这3样，剩余的箱子和卷轴分给来帮忙的，如何？”纳可儿第一个举手，方雨梦也跟着举手，爱丽丝和艾琳娜都没有什么意见，分配方案就这么定了。方雨梦道：“兽魂核心我就拿1枚，另1枚还是你们分。”大家都是点头。的确，兽魂核心有可能出1枚，也可能出2枚。这东西也不仅仅是用来解锁自动核心科技的，别的一些建筑装备也能够镶嵌使用。另外，驯兽师特性的可以使用兽魂核心，大幅增加特性的经验值。爱丽丝道：“洛雨这次出力最大，你先选。”洛雨淡笑道：“不急，咱们先把卷轴和箱子都开了，看看出了什么再分配好了。”“雨梦，你来开。”方雨梦点了点头，小声道：“你这雨梦叫得越来越顺口了吗？”一边说着，一边开启了科技卷轴，结果出了小队共享的科技蜜蜂肉块制作卷轴。要说这一轮出的最值钱的东西，除了那本武技之外，就是这共享科技了。根据天道世界说明，只有组队打怪的时候才会出这类共享科技卷轴，而且爆的几率很低的。另外，共享科技卷轴一般给的科技不会是很牛逼的那种，基础科技出的比较多，但即便如此，也是非常值钱的东西。方雨梦点击了学习，大家立刻都拥有了蜜蜂肉块科技。这蜜蜂肉块其实就是肉罐头，是用肉类和铁矿制作的，可以手工做，也可以在烹饪台上制作。他笑道：“这个科技来的正是时候，目前天气炎热，肉类无法有效保存，只要热浪持续几天，将会导致严重的食物紧缺。肉罐头的保质期很长，正是市场上的紧俏货，届时咱们绝对能大赚一笔。”此言一出，女孩们脸上都是露出了恍然之色。纳可儿连连拍手，很开心，其余3人也是露出了笑意。方雨梦轻笑道：“好商机啊，思路清晰，怪不得你基地评分这么高呢。看来咱们这几天都要加油做肉罐头了。最轻松的就是他，领地内那么多成员，随便只派个烹饪等级不错的就行。”洛雨心中也准备回去做罐头，回头再说的。2枚宝箱出了2件白银装备，1对白银匕首，1条丝袜，出了1条白银级的白丝袜，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纳可儿、爱丽丝和艾琳娜以前都没见过这东西。个人特性卷轴则是矿工特性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了，大家都看向了洛雨。洛雨淡笑道：“装备什么的都给你们，就把那枚兽魂核心给我就好了。”哎，大家微微一愣。爱丽丝好奇道：“洛雨，你不是喜欢挖矿吗？为什么不选矿工呢？”艾琳娜也是微微皱眉道：“虽然暂时比不过你，但我不是需要你谦让的女人。大家都知道，个人特性是最珍贵的东西。”洛雨淡笑道：“矿工特性我有了呀，出的白银装备都不适合我，反正也不是就雨梦这一家，就这样好了。你们赶紧选择吧。”大家都是觉得洛雨吃亏了，其实洛雨真没什么想要的。况且他选择兽魂核心是想要解锁豪华驯兽场这个建筑，到时候会有生成驯兽科技核心，镶嵌在领主手镯内才是最完美的。结果是奈可儿选了匕首，爱丽丝选了白丝袜。这位美丽的女性精灵穿丝袜一定很好看吧？可恨的是她还穿着裤子，应该配小短裙呀。回头送她一条。洛雨挺期待艾丽丝穿丝袜的样子。矿工特性给了艾琳娜，她不舒服，也要和洛雨一样挖矿致富呢。大家都得到了心仪的东西，皆大欢喜。第92章轻车熟路，连续扫荡。这时群里牛大忍不住发言了：“洛雨，你们在干什么呢？都活着吧？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得到一个克技啊？”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都是露出了笑容。现在是晚上9点，气温略有下降，但还是维持在39度。洛雨道：“现在白天根本无法正常活动，也就晚上能稍微外出。你们都还有力气吗？要不去老牛那？”虽然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了，但还是决定再接再厉，争取今晚多杀几只大黑鱼。牛大没有访客科技，无法邀请，但是大家可以主动选择造访。您选择拜访牛大的领地，
正在等待对方同意。很快对面就同意了，眼前光芒闪烁，大家出现在了牛大家里。牛大就是寻常意义上的牛头人，牛脑袋很强壮的那种。这回他看着眼前出现的一大群美人，直接傻眼了。洛雨好笑道：“老牛，我知道她们很漂亮，那你也不用全写在脸上吧？”哈哈哈哈哈！兄弟，见到你真的太高兴了。牛大哈哈大笑，和洛雨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兄弟，群里都是大美人，咱们走运啊！方雨梦和艾琳娜白了这牛头人一眼，娜可儿清脆一声，爱丽丝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洛雨笑道：“好了，天热得很，咱们抓紧时间干活。”牛大的领地可谓是家徒四壁，除了一间石屋、一片菜园、一位女性成员外，什么都没有。这女性部落俘虏是洛雨送的，但她明显已经不记得洛雨的事情了。上一处的领地记忆被清除了，按照之前的分配，大家立刻就在湖边狩猎。好在牛大挖矿有一些存货，能够把箭塔和浮台给搭建出来，要不然还真有点麻烦。果然，片刻之间，大黑鱼就出现。洛雨再度展现强大的标枪投掷手法，一发入魂。大鱼在湖中剧烈挣扎，大家一样画葫芦，轻轻松松就将大黑鱼拿下。牛大还是颇为让人刮目相看的，这家伙可能把获得的资源都拿去卖钱买属性值了，体质来到了50点，力量也点了不少。看他壮硕的身形，有那么点坦克的意思了。其实这也不失为一个思路，现在人物还可以锁住不算入基地评分内，把资源都堆在自己身上，领地评分低，袭击强度也低，自然比较容易挨过去。以牛大现在的这种实力，怕是10个以内的土著不是他的对手。片刻之后，大家聚集在岸边分东西了。似乎大黑鱼出货的强度也跟领地的评分有关，牛大的领地给的东西就少了很多，除了必出的兽魂核心外，竟然连武技都没有给一本，更别说是共享科技、特性卷轴了，毛都没有。这也太穷了吧！唯一还算过得去的就是给了2块晶晶石，可以用来升级驯兽场。洛雨和方雨梦是御兽师，2人1人1块，别的都随便分了。妹子们似乎不想继续在牛大的领地内待了，环境实在有点差，特别是卫生环境很糟糕，多待一会都感觉会生病。洛雨嘱咐牛大好好把基地建设一下，需要什么他可以先支援之类的话。之后大家结伴去了那可儿的领地。晚上11点，一众人出现在了可儿的领地。可儿的领地看起来就舒服多了，大体格局和方雨梦的一样，就是少了菜地和果园，多了水产养殖的鱼塘。毕竟猫咪爱吃鱼嘛。还是老办法，建造瞭望塔，引兽草走起。大家已经轻车熟路，在大黑鱼出现的10分钟内就直接把它干掉了。可惜这次还是没有出共享科技，武器倒是给了一本，名为隐刃剑法，看起来挺适合可儿的呀。这大黑鱼出的武技似乎也和领地领主的属性值有关，哪种属性值高，出哪个方面的。大家心里逐渐明确了一件事，其实这黑鱼既是威胁，也是领地初期发展的福利。又到了分赃的时间，因为在牛大领地落雨和方雨梦拿了最珍贵的晶晶石，所以这次出的箱子干脆都不要了，也就一些白银的装备和一张烹饪台设计图，一张厨师特性卷轴，这些落雨已经有了，最后分配给了爱丽丝。一切做完，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1点多，落雨是没怎么感觉到累，但是女孩子们却已经有些扛不住了。到底是在高温下连续工作厮杀了5-6个小时，即便她们有点体质属性，但也吃不消。这回香汗淋漓，落雨都能够看到一些可爱的轮廓了。隐约看到。目光从爱丽丝身上收了回来，落雨轻咳一声道：“今晚就这样吧，大家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是晚上7点集合。”女孩子们都是点了点头，虽然她们脸上带着疲惫之色，但是眼底却露出了兴奋的光芒。一晚上累得够呛，但是收获也非常的明显，大家几乎人人都有一件白银装备了，还解锁了科技。方雨梦、纳可儿和牛大也是分别赚到了属于自己的兽魂核心与大量白银，真就血赚。那就这样，解散吧，都好好休息，白天注意避暑。听到落雨的话后，大家都是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互相告别回家。的确，一个个都累了。眼前又是一阵天旋地转，落雨回到了自己的领地。这回领地内静悄悄的，大家都已经入睡了。看了下动物们的状态，没有中暑的，落雨心满意足，快步走向了浴室。衣服裤子一脱，舒舒服服的浸在温热的浴池中，他长出了一口气。跟他们几个的领地相比，自家的环境真是舒服的很啊。豪华浴池能够快速的缓解疲劳，落雨真是全身舒畅。不过脱了衣服裤子之后，隔热效果没了，他感觉到热了。穿着衣服裤子很舒服，脱了会热。天道世界真是个神奇的地方。看了下世界和区域频道，这回还有人在叫苦，很多人都中暑了。中暑的那些人若是没有找到有效的降温方式，前期也没有点体质这个属性，怕是很难挨过热浪了。第93章，气温飙升，娱乐室燥起来。
自己群里那些姑娘们，别看柔柔弱弱、漂漂亮亮的，但一个个都点了体质的，少的20点，多的30多，这才能在夜晚的高温下厮杀。若是一开始那10点不到的体质，早就嗝屁了。微微叹息一声，落雨总结了一下一晚上的收获：一枚兽魂核心，一枚金晶石，一个肉罐头科技。兽魂核心的市场价是 5W， 金晶 18W， 肉罐头科技在现阶段可以说是生前科技，不可估量。血赚，想要发展的快，还是打 BOSS 最快。回到房间的落雨发现小蝶不在，看了一下状态，发现她正在仓库睡觉了。夜晚的别墅内温度也有30度左右，她不舒服吧？落雨抱着小空，心中暗想，明天得给小蝶做格温的装备了。这般想着，却是缓缓睡去。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之时，落雨便神清气爽的起床了。提示：您睡觉时获得 buff， 高效睡眠，睡眠效率提升 50%。又是这个老黄牛 buff， 加上大床和豪华浴池的缓解疲劳效果，落雨就睡了4个小时，依旧活力充沛。洗漱完毕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了。看了下气温，大清早的41度，室内都有37度，让不让人活了？落雨越洗漱越流汗，这才想起没穿外套和裤子，没隔热效果，急忙穿上，才全身通透。这会小空正迷迷糊糊的起床来洗漱，他的头发有隔温效果，前几天被剪了一波，但因为有毛发生长进度加持，头发又过肩了。趁着他迷糊之际，落雨掏出剪刀，熟练的给他理了个小短发。您获得镇月兽娘的毛发，星号58。乌啾，小空亲昵的用短发蹭了蹭落雨的胳膊，他也绝对短发凉爽吧？一定是这样。58个单位的兽娘头发够了，现在用不着全部都用兽娘头发做衣服，只要稍微带一些格温效果就行。他走到了地下室操作缝纫机，心中默念起来。百倍暴击触发，出货口光芒闪烁，出现了一件符合小蝶尺寸的内衣。白银级女士内衣，服装舒适度增加，最高舒适温度0上10度，最低舒适温度0下10度，塑形效果增加。这次暴击没出黄金的，但也够了。片刻之后，将正在仓库打地铺的小蝶摇醒，看着迷迷糊糊的他，落雨认真的说道：小蝶，脱衣服。什么？要说这个，小蝶一下就不困了，她本能的抱着胸口，满脸通红的说道：主人，不要在这里好不好？至少在房间。想什么呢？我是让你把这件内衣穿上。啊！小蝶微微一愣，算是反应了过来，主人把隔热的内衣给自己做出来了。他倒也没怎么回避落雨，反正洗澡的时候都看惯了，只是背过身子穿上了内衣。隔热效果出现，10度呢，效果立竿见影。小蝶微微呼出了一口气，展颜笑道：谢谢主人，我舒服多了，今晚可以回大床睡了。落雨点了点头，好笑道：小腹上有肥肉，注意锻炼。知道了。小蝶有些脸红，她也觉得最近是不是吃料理吃的太多了。言归正传，落雨道：小蝶，既然咱们不怕热了，你还是接着做衣服。我估摸着这段时间天气热，小短裙、小背心这类的应该挺好卖的，加油。好。小蝶用力认真的说道：一定做出很多漂亮的衣服，让主人拿去卖钱。她看起来干劲十足，所以说兽娘不会有太多负面情绪，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总是保持热情满满，挺好的。今天的气温比昨天还热，落雨做完了每日清晨的工作后，8点左右吃早饭，这会以气温来到了恐怖的44度，这还是早上呢，要人命了。动物们躲在仓库里一动不能动了，落雨知道气温还会攀升，必须尽快将娱乐室给造出来，届时把动物转移到娱乐室去。没了动物散发的体热，这样仓库的气温就会下降，才不至于威胁到冰窖的安全。早上还是和小空一起去矿洞挖矿，大量的石块被落雨亲自拉车拉了回来。下午的时候，石砖数量终于来到了10W，够数了。站在大别墅外不远的一处空地上，落雨决定就把娱乐室建在这里。高级娱乐室，建筑材料星号100000，木材星号20000，白银星号5000，黄金星号200，翡翠星号200。点击建筑页面，拖动娱乐室的虚拟形态，确定之后，仓库内大量的材料消失，眼前光芒闪烁之间，出现了一间蓝黑色的3层大型建筑。建筑整体体积和大别墅差不多，落雨兴奋地推开大门走了进去。第一层果然是室内游泳池，游泳池的地砖都是之前紧密的防御地砖，原本的地砖转移过去了，不用重新造。现在整个一层就只有泳池，空空荡荡的，连张椅子都没有。泳池内没有水，需要水循环系统注水。走到2层和3层一看，发现就是毛坯房，一般什么都没有，得自己布置格局。落雨心中有了打算，2层就手动做台球桌、棋牌桌、象棋桌等，锻炼一下智慧，再造些飞镖盘锻炼射击技能，然后放点书架什么的。3层搞个沙包，再弄点乱七八糟的健身器材，主要是锻炼力量和武技的地方。当然，现在地面都还是粗糙的地板，首先得打磨，
然后铺设地毯什么的。说起来，地毯科技都没研究呢，慢慢来吧。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游泳池通水。点开水循环建造页面，水管好说，直接从别墅里拉一根水管过来就行了。但要保持泳池是活水，还得有一根排水管通出去，而且这根管子不能和现在的管子走一路。要是连在污水管上，那么就直接排到领地外面去了。泳池的会还是取自湖里的，落雨不太希望湖水水位降得太快。连接在生活用水的管子上肯定不行，脏。第94章，清澈的泳池，凉爽的娱乐室。最后落雨还是决定将管道再通回湖里，造个单向阀门就行了。制定好了水管和阀门的问题，落雨走到了外面，开始建造起来。水管的走向什么的都有讲究，高低起伏呀，阀门安置的位置啊，都要设计好。一个地方出问题，可能就不通水了。1小时后，落雨所在的地区气温来到了46度大关。世界频道彻底炸开了锅，部分地区的温度达到了50度，一部分人已经处于中暑的弥留之际了。特别是一些体温不能恒定的种族，在没有足够的体质属性支撑下，他们真的有些扛不住。血族这类直接选择下眠了，挖个深洞把自己给埋了，地下气温还低一点。至于发展领地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的确，热浪一开始就给整个天道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大部分领地的发展已经停滞，接下来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人类的表现倒是不错，虽然在肉身力量上不如大部分的种族，但首先是恒温没那么容易死，然后人类掌握的知识已经丰厚。就比如一个简单的地窖，很多种族都闹不明白，甚至想不到挖个地窖能够隔温，但这在人类看来是很简单的。另外，蒸发制冷的手段也出彩，有人甚至做出了简易的制冷风扇，依靠自然风带动水蒸气给室内降温。人类中虽然也有中暑的，但表现真的挺好，这让人类在诸天万族中的定位有了一个小小的提高，大概从低等种族升级到了比低等稍微高级一点的种族定位。这回的落雨站在泳池之前，看着从4个出水口快速流入泳池中的清水，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搞定了。高级娱乐室自带的泳池其实不算大，远远不如豪华或者奢侈娱乐室，水很快就满了，而且水位控制临界点有出水口，所以不用担心水会满出来。进水口的压力是直接通过小湖内的风力水泵供压的，只要水泵在运作，就会有水源源不断的注入泳池，再通过出水口排出回到小湖，一个不错的水循环系统。虽然没有消过毒，但这活水可比从前地球上大部分游泳池的水干净多了。果然，正如同说明中的那样，通过高级娱乐室特殊的构造，泳池类似一个大型的蒸发制冷池，是有一定的降温效果的。看了一下娱乐室内的温度，27度。要知道，现在室外的温度来到了46度，效果非常的好。落雨摸了一下水温，也处在舒适的区间。他直接招呼一众动物来到娱乐室做窝。虫子们不喜欢水，先暂时去2楼待着。狼王、阿呆、大公牛、母牛这类动物直接就跳进了泳池里，舒舒服服的在里面畅游起来。其中以大公牛的水性最好，潜水健将，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它还有这潜力？不会是水牛吧？小蝶他们3个也跑了过来，穿了个小内衣、小裤头就跳进了泳池玩水，可惜没有给他们准备泳衣。小金是老虎，最喜欢的就是待在水里，估计他除了切石头和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要泡在水里了。落雨自己并没有下水，没有泳裤不太好意思。他估摸着热浪的情况下，很多种族都会选择泡在水中抵御炎热，泳衣泳裤应该有不小的市场，回头搞起来。看了一下基地评分，这一波直接给干到了1万分，正好1万。高级娱乐室直接给了1200的评分。提示：您是本区域第1位达成1万评分的领主，获得额外奖励随机卷轴星号1。哦，还有这种好处？落雨眼前光芒一闪，出现了一张卷轴，点击时候之后提示再度出现，您获得药物生产台设计图星号1。药物生产台可生产简单的医疗包等初级药物，需要无菌材料星号5000，白银星号50000，黄金星号200。咦，无菌材料是什么东西？他眼中露出了好奇之色，仔细翻阅了一下后，初步了解了这东西。无菌材料由白银和某个基础材料组合而成的，比如白银和石砖合成就是无菌石砖，白银加铁矿就是无菌铁块这样。这是一种大幅提升卫生值以及小幅提升品质的东西，一般用来建造医疗室，什么无菌病床、无菌地面等等，增加疾病康复效率和手术成功效率。要制作无菌材料，还得先解锁无菌科技，而解锁无菌科技的材料，别的都好说，就是需要一瓶净化之水，暂时不做考虑。落雨收起了卷轴后，目光看向了泳池内欢快的动物，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泳池是彻底的活水，不用担心水会脏什么的，就让他们快乐的玩耍吧，等热浪过了再好好干活。他来到了仓库，因为动物们离开了仓库，现在仓库的温度也下降到了28度以下了。冰窖暂时没有威胁了，
他从冰窖中取出了一部分狼肉和水产，放入了储物手镯内，直接前往厨房。密封肉罐，基础肉类星号10，蔬菜星号5，铁矿星号2，营养价值初级，保质期1年，食物有毒几率 20%， 属性点获取率 0%。密封肉罐的腐烂变质速度负 300%。肉罐头是好东西啊，虽然营养价值和简易料理一样贵，但是看看这保质期，看看这变质的速度，这简直就是夏天食物储存的完美答案。洛雨绝对有理由相信肉罐头会非常的好卖。搞起来！他直接点开了烹饪台页面，把材料放入之后开始做了。洛雨的烹饪等级现在是 LV4， 在烹饪台上制作肉罐头的时间是30分钟一罐，但他拥有全局工作速度正100%的钻石衣服，这就只有15分钟了。再加上厨师特性，烹饪速度正100%，制作一份只需要7分半的时间。刚巧的是，洛雨不知道是泡澡还是睡觉的时候得了一个行动狂热的 buff，3日内工作速度正50%，然后厨房的水槽、清洁台也有一丝丝的烹饪速度加持效果。第95章，被诅咒的菜园。制作一份肉罐头也就4分钟不到，他搬了个凳子直接操作了起来，很快第一份肉罐头就出来了。现在不用太担心食物中毒，他自己尝了一下味道，挺好的。到底是厨师特性呀，可口度上升，味道好才能留住回头客嘛。洛雨哈哈一笑，继续操作起来。一直到了晚饭时间，洛雨都在做肉罐头，一口气做了105个肉罐头出来。这连续作业烹饪都 LV5 了，现在先不急着卖，等热浪再持续个1-2天，大家的食物都变质腐烂后再卖，那才能赚得更多。饭桌上，洛雨一边和3位小可爱聊天，一边关注着世界频道和区域频道。今天的平均气温达到了47度，已经属于杀人气温了，整个天道世界一片哀鸿遍野。有人发现端倪了，热浪的情况下不会下雨，地面长期暴晒后纷纷干裂，干旱马上要来了。这意味着农作物要顶不住。夏天正是农作物生长的最好季节，没有夏天的狂野生长，就没有秋天的丰收。一旦夏天出现干旱，秋天气温下来也没什么收成，那么冬天会非常的难挨。大家纷纷意识到了储存食物的重要性，开始未雨绸缪了。洛雨敏锐地察觉到有人在世界上带节奏，故意哄抬粮食价格。虽然粮食危机是事实，但是眼前最重要的是把钱花在如何降温之上，而不是考虑那么远。就算真的有粮食危机，那也得冬天吧。天道世界会有各种各样的事件，说不定会有什么动物迁徙之类的，狩猎一波就有了，天无绝人之路啊。可能有人再带节奏，也可能是热浪下的连锁反应吧。洛雨无所谓，而且还觉得这波节奏舒服，给出售肉罐头打下了基础。艾丽娜邀请您游览她的领地，是否同意？集合时间到了，洛雨跟小金3个交代一声后，直接前往了艾琳娜的领地。眼前一黑又是一亮，他出现在了陌生的地方。方雨梦他们都到了，洛雨与他们打过招呼之后，一起看了下艾丽娜的领地。普通地砖、围墙什么的都与方雨梦差不多，不同的是艾丽娜住的是树屋，她的领地中央有一棵大树，屋子就在树上。这棵树不是种的，而是建造出来的，与树屋是一个整体，就像是别墅那样，点开建造页面就行。一行人走在前往湖边的路上，方雨梦看着有些干裂的地面轻叹道，这么热，又开始干旱了，这一次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哎。爱丽丝低手垂眉，轻声祈祷道，愿光明女神保佑每个生灵。洛雨的目光却是落在了艾琳娜种植的菜地上，菜地也有干旱的迹象，其中有一块土地的颜色似乎不太一样。艾琳娜，这块黑色的土地好像挺特别的啊。听到洛雨的话，艾琳娜解释道，这是被诅咒的黑土，不能够种植作物，生长在黑土上的植物会发生变异，我那根隐兽草就是变异出来的。哦，洛雨来了兴趣，和大家一起走到了诅咒黑土前，看着上面种植的一排黑色的小草，好奇道，怎么看着像毒药？就是毒草。艾琳娜无奈道，这叫做断肠草，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变异的，不过看说明毒性挺猛烈的。访客无法看到详细的资料说明，洛雨好奇道，你把说明发给我看一下。艾琳娜将说明都发给了大家。断肠草毒性猛烈，可制成毒药、毒液、毒丸，一株断肠草可立即毒死体质30以下的生灵。好家伙，剧毒啊！洛雨笑道，这东西用好了应对袭击挺不错的，这小玩意给我一颗好不好？我带回去种上。艾琳娜点头道，你们需要就一人挖一颗吧，小心别中毒了。这里的断肠草有30-40株，洛雨取出天宫刀，小心翼翼地挖掘了几颗，用布包好后递给了方雨梦、纳克尔和爱丽丝。本以为爱丽丝不会要这东西，没想到她欣然接过了。爱丽丝很善良，但不迂腐，用弓箭是抵御袭击，用毒草也是抵御袭击，没有邪不邪恶，只是工具而已。正说话间，突然围墙内传来了女子的尖叫声，大家都是吓了一跳。艾琳娜叹了口气，无奈道，
之前招募的2个成员，有一个不小心吃了黑土地上的精神液，上瘾了。现在精神液吃光了，他有时就会精神失常。大家闻言都是微微皱眉。精神液属于天道世界的药草之一，是用来配合别的药物止痛的，单独吃的话会上瘾。方雨梦说道：“我看过说明，精神液能够戒断的呀，想办法让他度过戒断期吧。”怎么度过？艾琳娜无奈地说道：“我把他绑起来都没用，发作起来到处乱跑，还会打杂。不过发泄一阵就好了。毒品危害大啊！”大家一时间都是愁眉不展，本能地看向了洛雨。遇到困难，问问洛雨有什么解决办法，已经是小群体的习惯了。洛雨看向远处那爬上围墙尖叫的女人，认真地说道：“其实也挺简单的，把她的腿砍掉，就不会到处跑了。先在床上带着，等戒断反应结束，就装个木腿或者弄个拐杖，先将就一下。等高级医疗修复手术解锁后，可以尝试断肢重生。”腿砍掉？女孩子们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洛雨，虽然听起来逻辑没什么问题，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洛雨指了指那些精神液小苗，笑道：“艾琳娜，精神液的种子也给我来点，不介意吧？”艾琳娜没什么犹豫，点头道：“你自己挖吧。”话说洛雨，我要是把他腿砍掉，真的不会失血过多死掉吗？洛雨一边挖了几枚精神液的种子，一边说道：“药草能够止血的，不过现在天热伤口容易腐烂，等天凉下来你再动手。”好。艾琳娜点了点头，还想再和洛雨一起讨论一下医学方面的问题。方雨梦急忙道：“停！第96章，代表黑鱼惩罚你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大热天的，我都感觉脊背有点发凉。到湖边了，快开始吧。”听到方雨梦的话，大家将目光投向了湖面。猎杀开始了。15分钟后，看着眼前的大黑鱼尸体和一堆乱七八糟的箱子，洛雨等人眼中都是露出了兴奋之色。您的小队击杀湖中水怪，以1%的概率触发了爆发奖励，获得白银10万，获得兽魂核心星号4，获得追月剑法星号1，白银级武技，心灵风暴宝珠星号1，白银级道具，小队科技共享卷轴星号2，白银级装备宝箱星号4，个人特性卷轴星号2。这一次大爆了，给了好多东西。正在大家兴奋之际，突然眼前的小湖翻涌了起来，随即有提示出现，警告：印尼的小队连续猎杀湖中怪兽，引起了青蟹王的愤怒，他将代表黑鱼冤魂讨伐你们。轰！从湖中突然冒出了一只体型庞大的青色螃蟹，足足有2间屋子那么大，那可怖的钳子看起来就厉害非常。青蟹王，黄金级，终极智慧生物，敌对目标。庞大的青蟹王直接跳上了岸，快速的向洛雨等人冲来。黄金级的 BOSS 突然出现了，要人命了！女孩子们都是倒抽一口冷气。洛雨猛地反应过来，喝道：“快！艾琳娜收了东西，我们后退！”艾琳娜等人一个机灵，连忙向后退去。爱丽丝一边后退一边张弓搭箭，砰砰2枚弓箭射出，目标直指青蟹王的眼睛。叮叮2声脆响，青蟹王的眼珠子收回了外壳中，弓箭打在外壳上，连个白点都没有留下。好高的防御力！众人都是心中一沉。洛雨大声道：“爱丽丝和艾琳娜分散，占领高点射他眼睛，阻碍他的行动。雨梦和可儿跟着我。”在洛雨的指挥下，2位精灵妹子快速的散开，艾琳娜跳上了围墙，而爱丽丝则是跳上了一株小树上。他们嗖嗖的射出箭矢，只射眼睛。青蟹王能够把眼睛给收回去，但是行动还是受阻了。洛雨知道艾琳娜的领地并没有多么强大的自动武器，只能靠小队自己硬杀 BOSS。他低声道：“我和雨梦正面吸引他的注意力，可儿，你要到青蟹王身后去，看准时机攻击。记住，不要攻击他坚硬的外壳，找关节处攻击。经常吃螃蟹也是吃出经验了，关节连接的地方是弱点。”好。纳可儿趁着青蟹王缩眼的时候，灵活地绕到了他的后背。洛雨看向了方雨梦道：“你替我掠阵，我先上。”不等方雨梦答话，他便手持天宫刀直接冲了上去，先用天宫刀试试他的外甲。就在这时，青蟹王猛然间喷出了一道水柱，这 BOSS 竟然还会远程攻击！洛雨小心！方雨梦惊呼失声，但就在这时，洛雨周围突兀地出现了一圈紫色屏障，水柱砸在了屏障之上，直接被弹开了。随即紫色屏障也消失了，紫光屏障抵御了外来的攻击，剩余次数2次。不管提示，洛雨的天宫刀狠狠地砍在了青蟹王的大前关节处。当一声脆响，天宫刀在钳子的关节处砍出了一道缺口，露出了里面白白的蟹肉，但是这一下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青蟹王愤怒，直接铁钳夹了过来。洛雨敏捷很高，轻松地让开了这一击，狂风刀法展开，直接对着铁钳关节处乱砍。一时之间，重重刀光竟然将青蟹王给压制了。小伙伴们一个个震惊地看着洛雨，好快的刀，好强的男人。
只是压制归压制，洛雨心中却很清楚，天宫刀其实不算破甲。倾泻王的攻击手段可能不怎么样，铁钳挥舞速度慢，喷出的水珠威力也就那样，但是防御力爆表了。自己的杀手锏岳阳双刀也就黄金级，能破防但肯定会损坏。黄金级的武器修理的花费大量的黄金，血亏好吧？咱就算是打 BOSS 也得讲究经济实惠。呵，纳克尔冲了上来，白银双剑砍在了倾泻王的一条腿上，直接被反弹了回去。他这个刺客还没成长起来呢，现在只配几 BOSS 刮痧，不，刮痧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搓澡。洛雨闪过了倾泻王的铁钳攻击之后，大声道：“不能硬拼，可儿，撤！”言罢反身拉住了方雨梦，直接逃跑。这一跑却是让倾泻王有些懵逼，在那挥舞铁钳，一时间不知道追谁。洛雨一边拉着方雨梦后退，一边大声喊道：“艾琳娜，让人取一些木材过来，我们烧死这只螃蟹。”好。艾琳娜领地有2个成员，一个正在发神经，但另一个是正常的。他接到指示后，立刻抱着一大堆木头跑出了围墙，慌慌张张地开始生火。就在这时，倾泻王似乎找准了目标，直接向着艾琳娜冲了过去。冲我来了！艾琳娜灵巧地开始向另一个方向转移，倾泻王不依不饶，还是紧追不放。洛雨本以为倾泻王智慧高超，要去那个方向灭火堆呢，结果却是对生火的女成员不闻不问，就追艾琳娜。难道他首要的目标是本地的领主？不对，要是如此的话，一开始就应该追过去才是。洛雨快速地思索了一下后，猛然想到了什么。隐兽草，一定是被艾琳娜身上的隐兽草吸引的。他放开了方雨梦的小手，跑向了菜园，大声道：“艾琳娜，你坚持一下，爱丽丝掩护，我有办法对付这 BOSS 了。”艾琳娜闻言慎重地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凭借自己的敏捷，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当然，爱丽丝的弓箭不时地在那插眼睛，也是能够放风筝的关键。菜地之中，洛雨用布匹包裹住了手掌，直接开始挖掘断肠草。身后追来的方雨梦似乎明白了过来，也是取出了一块手帕帮忙一起挖，二人很快就挖了10株断肠草出来。雨梦，都给我吧。第97章爆赚一波，热能科技解锁。方雨梦清秀的小脸上满是汗珠，小心翼翼地将断肠草递给了洛雨后，关切道：“千万小心。”放心。洛雨微微一笑，接着跑向了湖边的那条大黑鱼的尸体。咦，还以为要直接塞进 BOSS 嘴里呢，脑袋挺好使的嘛。方雨梦立刻就明白了洛雨的想法，眼中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跑到大黑鱼身边。洛雨不管3721，直接将10株断肠草给塞进了黑鱼的嘴里。他是知道螃蟹吃腐肉耐毒性很强，为了避免毒不死的情况，又在心中默念了一句：“您对尸体使用断肠草正在发生效用，100倍暴击触发，断肠草的毒性提升100倍。”不过几秒钟时间，大黑鱼庞大的身体更黑了，但因为本来就很黑，不仔细看你还看不出来，其实已经黑到发紫，有剧毒的。做完这一切，洛雨飞速跑到了艾琳娜身边，大声道：“把隐兽草给我，我知道怎么做，看我的！”艾琳娜是个倔强的女孩子，她冲到了大黑鱼尸体前，准确地将隐兽草给扔进了黑鱼的嘴里。倾泻王狂追而来，被隐兽草所吸引之下，立刻把用大钳子伸进了大黑鱼的嘴里掏来吃。隐兽草连同大量的毒肉都被吃了下来，倾泻王身子一僵，那个眼珠子瞪得滚圆，下一刻直接瘫在地上不动了。大家同时收到了一条提示：您的小队击杀倾泻王。砰！一枚卷轴从倾泻王的尸体之中散落出来，又出货了。大家面面相觑，都走到了倾泻王身前。方雨梦看着已经开始发黑的倾泻王尸体，低声道：“这段长草好毒啊，那可儿可怕，瞬间就毒死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女孩子们都显得有些心有余悸，而洛雨则是将卷轴拾了起来，笑道：“或许是一物降一物吧。大黑鱼和倾泻王的尸体要尽快处理，肉都有毒，烧了的好。”妹子们纷纷点头去拿火把，不一会儿，空气之中弥漫着烤肉的香味。想要将这么庞大的尸体给烧成灰，这需要不少的时间，慢慢烧就是了。片刻之后，大家聚集在艾琳娜领地的围墙内，开始分配物资了。大黑鱼出了不少货，但是倾泻王竟然就出了一张卷轴。洛雨打开卷轴一看，热能供给科技解锁卷轴共享，这竟然是一张共享科技卷轴，而且是能源类的。能源类的科技解锁起来都是巨款，看看那雷电收集箱就知道了，黄金都是几万单位计算的。洛雨当场就选择了使用。大家同时收到了提示：热能供给科技解锁。哇塞！纳克尔欢呼了起来，方雨梦几人眼中也满是兴奋之色。简单的查看了一下这条科技树，第一个能够建造的建筑就是热能收集板，能够收集热量转化为能源，可以用来代替木头的燃烧来产生动能。
这个用处非常的广泛，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基地内的烹饪台、锻造台、缝纫台、浴室的热水箱等等，这类可都是要消耗木头才能工作的。现在有了这个科技，能够大大节省木材了。热能收集板可以像太阳能那样铺在屋顶，也可以放在地面上，反正只要有热能的地方都可以铺设。热能收集的方法很多，就是效率不同罢了。当然，建造费用也有点小贵。纳克尔咯咯笑道：“咱们应对袭击之后，不是要焚烧大量尸体吗？建个焚化炉，然后把热能收集板往里面一铺设，热能滚滚来啊！”大家都是点了点头。如此一来，尸体也能够发挥余光余热，这个提议很好。至于道德什么的，大家对同族或者同为试炼者的人可能还有一些，对这些来袭击的土著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不道德，怎么划算怎么来。别的伦理道德都给我一边去。倾泻王虽然就给了一样东西，但却是高级科技解锁的卷轴，真就是1抵10，不1抵20。接下来就是分配大黑鱼出的东西了。大爆了一波东西可不少，最后分配的方案是艾琳娜拿5万白银，剩下的5万由洛雨、方雨梦、爱丽丝、纳克尔还有牛大分了，一人1万。牛大虽然没来，但在洛雨的提议下，还是分了一份给他。牛大在群里连连感激，自然不用多说。4枚兽魂核心，因为洛雨之前已经分到1枚了，而且他还有别的想要的东西，所以就是4个女孩子一人1枚，正好分了。兽魂核心现在市场上卖的也挺贵的，5W 起步呢。追月剑法自然是艾琳娜的，作为兽魂核心的补偿，心灵风暴宝珠给了洛雨。心灵风暴宝珠使用后发射心灵风暴光环，能够让领地附近的中立生物、敌对单位全部发狂，进而袭击领地。这是袭击召唤器科技分类中的一种，无差别吸引袭击的物品。洛雨打算有时间搞一波，暴赚一笔。2枚小队科技卷轴自然是直接使用了。您解锁科技地毯铺设，您解锁科技城墙建造。新解锁的2种科技让大家都眉开眼笑。地毯铺设，洛雨之前就想要了，现在直接解锁了。然后城墙建造也是个很实用的科技，虽然也分类在了低级科技中，但解锁的前置条件可是需要建造1000米以上的高级围墙。现在直接可以跳过高级围墙的步骤，尝试建造城墙了。这涉及到扩展基地的面积，是个大工程，暂时先放一边。最后还有4枚白银宝箱和2枚特性卷轴，大家一人一样。洛雨要了1枚特性卷轴，使用之后发现竟然是一张 LV3 以下的特性升级卷，没说的，直接用在了厨师这个特性上。您的厨师特性提升至3星，3星的厨师特性，烹饪速度正150%了。越是在天道世界生活的时间长，洛雨就越明白效率的重要性。时间就是金钱啊！话说回来，不知不觉自己成了厨子了，咱还真是多才多艺啊。第98章，再接再厉，全部解决。这一次 BOSS 战出的东西，真就让大家大赚了一波。这会女孩子们虽然一个个汗流浃背的样子，但开心兴奋之下，小脸都带着浅浅的红晕。眼前这群美女真是挺吸引人的。纳克尔提议道：“现在晚上10点，要不要再接再厉？”大家都是看向了洛雨。洛雨看了下现在的气温，40度。他沉吟道：“明天的气温应该还会更高，能尽快解决的就尽快解决吧。走，咱们再接再厉。”大家都是兴奋点头。片刻之后，一行人出现在了爱丽丝的领地之中。爱丽丝的领地总体布局与艾琳娜差不多，但与艾琳娜领地略显暗黑风不同，这里却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爱丽丝是精灵一族非常罕见的光精灵，现在没有了影兽草，洛雨取出了特殊牛奶制成的奶片，还是按照之前的套路走起。大家之前还担心奶片好不好使，事实证明，洛雨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大黑鱼在奶片的吸引下，飞速的游了过来，还是按照之前的套路，大伙一顿操作之后，很快就把大黑鱼给解决了。这次没有大爆，出的东西和方雨梦领地差不多。正在大家准备分配物资的时候，又有提示来了。因为特殊牛奶的吸引力，并且队伍连续获得了大量的物品奖励，引起了附近一群贪婪的地獾兽注意，他们将袭击领地。地獾兽数量62。看到提示的众人都是微微一愣，紧接着一大群土狗一般大小的地獾兽出现在了领地的东面位置。大家纷纷爬上了围墙，看着快速狂奔而来的地獾兽，洛雨淡笑道：“看到的獾兽那爪子没有，这东西挖掘能力应该很强，可以驯服后用来挖护城河或者挖矿，咱们尽量活捉。”方雨梦好奇道：“你打算怎么做？”洛雨指了指围墙的大门说道：“将大门开一道缝隙，进来一只打晕一只就完事了。咱们这么多人在这，不怕这地獾兽能够翻天？”女孩子们纷纷点头。大家下了围墙之后，把大门给开了一条缝隙，果然地獾兽立刻就向着缝隙狂奔而来。第一头强壮的地獾兽冲入了缝隙，直接被洛雨手中的木棍给爆了头，当场晕了过去。可儿和方雨梦
急忙将昏迷的地欢兽扔到了一边。下一刻，又是一头的欢兽冲了进来，这次却是被艾琳娜一棍子给撂翻在了地上。这些地欢兽根本不知道害怕的，紧接着又是一头冲了进来，可惜头铁没用，他在1秒钟之内挨了7、8棍，当场晕倒。这些地欢兽看起来强壮，战斗力和青狼差不多，但是一整队的人都在这啊，他们就是来送的。10分钟后，62只的欢兽全部被打晕了。小团体里，洛雨和方雨梦是驯兽师，开始一一驯服起来，而艾琳娜他们3人则是分配好了大黑鱼爆出的奖励。这回洛雨分到了一枚白银级的宝箱，打开之后是一双鞋子，白银平底鞋，移动速度增加，舒适度增加，足部疾病减少，膝盖磨损率减少，还不错。加敏捷的，穿上之后自动调整了尺码，这回算是从头到脚都有像样的装备了，舒服。2小时后，所有的地欢兽全部被驯服，洛雨的驯兽等级来到了 LV8， 亲自动手之下，动物产出能够增加不少。62只的欢兽，洛雨、方雨梦、艾琳娜、爱丽丝和纳可儿一人分配了12只，另外2只零头送给牛大了。地欢兽终极智慧，力量14，体质9，敏捷15，特殊能力挖掘、采矿。小东西长得丑陋，但是属性还行，能够在这大热天来袭击，似乎挺耐热的。不错，现在虫子在热浪下不太能动，采石场空着，正好让这小东西上去挖掘。15点敏捷可比虫子高多了，上面掉下来的石块之类也不容易砸中。如此一来，小团体猪人领地内的大黑鱼都已经解决了，大家都得到了大笔的白银和乱七八糟财富，用血赚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最后大家再明确了一下方案，造娱乐室降温成为了共识，而且最好立刻实行，避免中暑。天太热了，这回时间很晚了，大家纷纷告别，各回个家。临行之前约好了互相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2点多了，洛雨将12只的欢兽安置好，前往浴室美美的洗了一个澡。豪华浴室就是好，一泡澡后疲劳几乎一扫而空。提示：您泡澡时敏捷+1。回到房间，小空和小金已经睡了，小蝶则是睡在了娱乐室中。洛雨抱着小空打了个哈欠，缓缓入睡。清晨，他是被热醒的，一看气温，大早上6点的时候已经45度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他急忙穿上了衣服裤子，隔热效果生效后才舒服了一些。一边洗漱，洛雨一边思考接下来的行动方案。眼下多了一个高级娱乐室，基地评分暴涨了一波。按照之前的方案，应该是建设防御设施来缓冲掉这部分评分带来的威胁，但这回建筑的原材料石块等东西已经不够了，得等地欢兽去挖掘。另外最好再收购一批木材，留着用备用建塔。还有，洛雨想好了，打算晚上稍微凉爽一些，就让虫子也行动起来。他看着一堆虫子在娱乐室里乱爬，而且吃白饭不干活，真就浑身难受。话说回来，眼前最大的威胁是热浪。虽然娱乐室建成了，人和动物没有了温度带来的威胁，但是农作物有些顶不住了。洛雨走到了阳台上，望向了自家的菜园。热浪之下，空气都显得有些扭曲，菜园的蔬菜叶子有些已经发黄了。即便小空经常会顶着大太阳去浇水，但水分蒸发的太快了，总不能每隔10分钟就在那浇水吧？有问题就要解决。洛雨翻阅起了水循环这条科技树下的建筑，当看都自动灌溉器之时，眼中露出了一丝笑意。第99章自动灌溉器。久旱逢甘霖。自动灌溉器可自动检测土地的湿润度，当湿润度低于 30% 时，将自动浇灌范围区域，同时可提升土地肥沃度。铁矿星号500，白银星号500，兽魂核心星号1。自动覆盖范围200平方。很多带有自动这个字眼的物品都用得到兽魂核心建造，这东西用处广泛啊。200平方的范围还算不错，而且能够节省小空大量的灌溉时间，等于节约了宝贵的劳动成本。就决定是你了。菜园的占地面积是2000平，现在有效的种植面积其实只有800平，另外的地空在那呢。需要4枚兽魂核心，洛雨现在手上就有1枚，另外3枚买就完事了。看了一下仓库，基地目前有白银 45.5W， 钱还是很多的。点开了拍卖行，因为最近很多人都明白了这点，想要抵挡热浪，水是关键。大家都在组队杀 BOSS 解锁小胡的拥有权，兽魂核心也有不少出售的，拍卖行的均价是5万白银1枚。洛雨很干脆的直接买了3枚 15W 末了，眼前光芒闪烁，出现了3枚核心。戴上斗笠，洛雨顾不上吃早餐，便开始建造了。他首先建造了4枚自动灌溉器，这东西像是放大版的喷淋头，不过上面刻着兽魂花纹，挺好看的，一看就是高档货。点击安置，4枚灌溉器分别安装在了菜园各处，保证能够有效灌溉到所有作物。接下来就是管道的铺设，灌溉器能够自动抽水，
但需要对象是储水装备，不能直接从湖里抽，得从水箱里抽水。这是一个建筑前置的概念。落雨直接一根管道连到了水塔，水通了之后，立刻就触发了自动灌溉机制。4枚灌溉器开始喷水，水花喷到4、5米高的地方纷纷洒落，平均的灌溉的范围内，每一处土地原本干旱的土地立刻湿润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久旱逢甘霖。落雨隐隐看到了水花之中出现了一道彩虹，非常的漂亮。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花了自己很多钱，但总算是保住了菜地。他在心中也是有微微的感叹，若非当初毫不犹豫20W 拿下了死鬼的水循环科技图，那么面对这次热浪，不知道要损失多少东西。而且这回很多人都在世界上收这张设计图，甚至有人出30W， 能收到就有鬼了。落雨觉得这张设计图在现在的环境下最少值50W。提示：您的菜园评分大增，受到了神秘力量的祝福。您领地内所有作物生长速度正200%，持续15天。好家伙，又是生长速度 buff， 之前也得了一个，现在得到的这个还是双倍的。落雨看了一下作物的生长进度，加上土地肥沃度的增加，整体生长进度来到了恐怖的329%， 3.3倍。一般来说，普通作物的生长速度是在充分光照的情况下，每天生长5%，药草则是1%。现在落雨家的蔬菜每天生长16.5%， 6天就能够成熟，这速度简直离谱。眼前这批农作物已经接近成熟了，后天就能够收获了。落雨心情大好，这波钱花的值，很值。话说，刚才提示的是菜园评分对吧？落雨急忙看了下面板，编号：地球下国23333，基地评分12000分，卫生值上限98，当前83，娱乐值80，力量102，体质102，敏捷101。面板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娱乐值原本只有30点，小蝶进化后加了10点，码头和湖心亭一共加10点，高级娱乐室加了30点，80点的娱乐值已经达到了能够获取属性的门槛了。至于能得到什么 buff 就看运气了。说起来，基地的卫生评分又下来了，没办法，动物们都离开了驯兽场，在娱乐室内打窝。要不是小蝶每天睡觉前都会顺道将娱乐室打扫一下，这评分只怕更低。这些都是细节，关键的是基地评分来到12000了，不增强防御手段，落雨心中总感觉不踏实。热浪期间应该不会有袭击，赶紧赚钱，造箭塔，造弩箭，越多越好。落雨派遣了12只地獾兽前往采石场挖石头，自己则是前往矿洞挖矿。在矿洞待了一个上午，挖出了大量的铁矿、铜矿之类的矿石。他又去采石场看了下，不错，这地獾兽的挖掘效率比绝地虫高多了，效率大概在4倍左右。也就是说，每天能够出产各类坚硬的石块660块，小金加工切成石砖后，大概得到9900的石砖，1万的石砖，这个积攒的速度让人满意。现在问题来了，大公牛在避暑，没人来拉矿车了。落雨将小金给喊了过来，嘱咐他自己拉矿车回去再切石头。小金很顺从的点了点头，单手拉着矿车就往回走。兽娘毕竟属于动物，动物是不会有什么负面情绪的。就算小金是顶级智慧、钻石级的大佬，但该拉车还是拉车，一点情绪都没有，反而觉得落雨让他多做事是亲近的一种表现。动物们只要跟着主人就行，没了主人才会感觉到不安。小金拉车的效率可比大公牛快多了，1分钟就能拉回去，这不搬运矿产资源的问题解决了。中午吃过了饭，看了一下气温，50度了，吓人。世界频道一片哀鸿遍野，区域频道发言的人都少了很多，在炎热的气温下都不想动，连交流都变得困难起来。方与梦，我把之前得到的白银用各种方式都换成资源，娱乐室建好了，泳池水浅了一些，但温度下降到了30度，可以避暑了，开心。说着他还附上了一张截图，他家的娱乐室和落雨的一模一样，都是高级娱乐室，但泳池水位很低，大概就20厘米，毕竟没有水循环系统，得靠人一点点的灌。好在他招募了不少苦力，这回他和另2个基地成员正坐在泳池中避暑，别的基地成员和动物则是趴在泳池边散热。第100章增强基地防卫。说起泳池，这话头一下就打开了。不仅仅是方与梦，除了牛大之外，爱丽丝他们也都建造好了高级娱乐室，还附上了截图。大家都很有能耐嘛。落雨，你们不穿泳衣究竟在水里吗？方与梦，你的问题太多了，不许问。那可儿，泳衣是什么？方与梦，可儿你别问他，他故意戏弄我们呢。哼。落雨，什么叫戏弄？我这是关心你们。可儿，我回头给你设计一款创可贴泳衣好不好？艾琳娜，什么是创可贴泳衣？我们身形差不多，都可以穿吗？方与梦，落雨，你在说什么？那可儿，好啊。
落雨要送衣服给我穿吗？期待。落雨已经能够想象到方雨梦那小脸满是红晕，又不好意思解释的样子了。落雨，好，回头送你们一人一件。方雨梦，落雨，你要敢送我创可贴泳衣，我就揍你。落雨，哈哈哈哈。这会落雨也躺进了泳池避暑降温呢，顺便小小的戏弄一下群里的女孩子们，生活快乐了起来。下午的时候，落雨在厨房中又开始做肉罐头了，她时刻都在关注世界频道。现在已经有人的菜地因为干旱而大面积枯萎了。不急，再等等，等干旱再严重一些，就开始卖肉罐头。一下午的时间，又做出了120个肉罐头，烹饪等级也马上要提升了，舒服。晚上泡澡的时间，落雨进入了竞技场，准备赚一些黄金，但是发现竞技场并没有什么人，大家都在应对这次热浪，连 PK 的人都没了。开了黄金赌局，等了10几分钟都没人进来，无趣。退出竞技场后，落雨发现有提示来了，您泡澡娱乐获得力量+2，这次是娱乐值给的，直接2点力量，舒服了。点开拍卖行，落雨开始购买木头，打算建造防御设备了。目前东面，也就是正面有自动飞斧投掷器，落雨认为正面防御已经够了。北面有小湖，小湖里有大章鱼和大蛇，暂时也不用担心。西面属于大后方了，想要到西面就必须要从北面或者南面绕过去才行，北面根本不可能绕过，也就是说，只要增强南面的防御力，就能够阻挡敌人从南面绕到大后方去，等于是一石二鸟。想要彻底封死基地整个南面的进攻路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造围墙，一道围墙直接从基地延伸出去，一直延伸到基地边缘，围墙上摆上各种防御设备，如此就能够基本抵挡住敌人的绕路进攻了。因为现在领地在各种东西加持下，面积扩大了 29%， 从基地到南面的围墙到领地边缘的距离为 3.87 公里，目前正方形的基地整个围墙加起来也就600多米，还算上了菜地的围墙，这消耗太大了，以后可以考虑，现在肯定是造不起的。怎么才能完美的防御，又不消耗大量材料呢？落雨独自一人在浴室中沉吟起来，思前想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造碉堡。现在的碉堡科技还没有解锁，但是可以用一小段围墙，上面布置自动弩箭来充当简易的碉堡啊。南面箭塔和自动弩箭的有效覆盖范围是150米，也就是说，可以在140米的位置造一段城墙，上面放上自动弩箭。自动弩箭的最佳射程是100米以内，可以隔着100米再造围墙，放上弩箭，一座座的放过去，直到领地边缘。敌人要绕路的话，就必须经过弩箭的射程范围。你要攻击拆除自动弩箭，就会被相邻的弩箭在那乱射，你不拆也会被乱射。如此一来，不就能封锁整个南面了吗？封锁了整个南面，北面又是小湖基本封锁的，敌人是从东面来的，也就是说，基地整个西面就将处于非常安全的状态。西面的防御可以撤销一部分，然后西面大片的领地可以用来种植作物、树木或者放牧什么的，而且不需要围墙。想通了其中的关节，落雨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他再度计算起来，南面围墙到领地边缘的距离是 3.87 公里，要想彻底封死，需要造38架自动弩箭。自动发射弩箭500发，木材星号5000，铁矿星号1000，白银星号500，合计需要木材 19W， 铁矿 3.8W， 白银 1.9W。 目前领地有白银 30.5W， 铁矿 2.3W， 现在肯定是不够的，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落雨打算明天卖了肉罐头，看看能赚多少吧。一夜很快就过去了，清晨醒来的落雨全身冒汗，一看温度来到了恐怖的49度，大清早就49度了，已经不让人活了。穿上衣服裤子后，整个人舒服了很多。他看了一下世界频道，还是老样子，叫苦连连。很多人表示自己已经在弥留之际了，临死之前想要表白的，咒骂天道的，感叹人生的，说什么的都有。热浪真的恐怖，也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当然，这些声音只不过是弱者的哀嚎罢了。世界频道的主流声音还是做生意，收这个收那个，都是一些应对高温的东西。早上吃了早饭后，群里面也活跃起来了。那可儿，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做了10个肉罐头，咱们是不是可以卖了？方雨梦，我也做了一些。艾琳娜，我看了下世界频道和区域频道，现在菜地都基本枯萎了，之前保存的肉类要是没有冰窖这类地方，也基本腐烂掉了。现在咱们手上这批肉罐头应该会很好卖。群里的女孩子们之前都听了落雨的话，购买了冰块，加上高级娱乐室造出来之后，都直接造在了冰窖上面。冰窖的食物储存没有了高温的威胁，加上之前又杀了大黑鱼，得到了大量的鱼肉，可以做肉罐头。现在这个小团体暴富的时机到了。爱丽丝，落雨在吗？出售的时机还是你来决定吧。